江清月的魂是在开会打盹时被勾走的，眨眼的功夫，魂儿就已经到了地府6道轮回管理处，此刻正站在脱生窗口前排着队。啊，我去，这哪儿啊？这什么情况啊？因为是第一次来，又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江清月紧张坏了。明明前面的鬼都很顺利地通过身份验证，轮到他时，眼前的鬼脸识别却怎么也识别不了。江清月急得直冒汗。暂时查询不到您的身份信息，不予办理脱生业务。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您不在我们的脱生人员名单当中。江清月一下子就急了。会不会是你们系统出 bug 了？我明明是被你们的使者给勾过来的。肯定又是这个月刚来的实习的勾魂使者给弄错了。您已经不是第一例了。实习的？你咋不说是外包的？我不管，这是你们的工作失误，你解决不了就找能解决的人，总之必须要送我回去。您这种情况不归我管。喏，要不你去那边的重生窗口问问吧。江清月正准备开闹，但转念一想，这辈子过得也不怎么称心，如果能重生一次，也不是不能考虑。此时的重生窗口前，正站着一位身穿黑色锦袍、玉冠高束的男人，浑身散发着让人不敢靠近的煞气。江清月心底纳闷，难不成这位古代大哥是被实习生给跨时空勾错的？等那男人办完一转身，江清月立马低下头，快步走到窗口前，说明了来意。抱歉，您的怨气值不够大，无法为您办理重生。我现在怨气明明就很大。哪知话音刚落，刚刚那名黑袍男子突然转过身来。江清月，你已被重生。我不认识你。那人听后先是一怔，上下打量了江清月一番，似乎发现了哪里不对劲。抱歉，认错人了。神经病啊你！刚才他盯着自己看的时候，眼底明明翻滚着杀意，这会儿突然平静的像是没发生一样，一看就是个疯鬼，逮到谁咬谁，怨气那么大，怪不得能重生。原本被2个窗口来回踢皮球就已经很郁闷了，这会儿再碰上这个疯鬼，江清月整个人都绷不住了。我死得好冤呐！该说不说，这一招的确很管用。没过一会儿，他就被直接请到了 VIP 专属办公室。张女士，给您造成的不便非常抱歉，你有什么诉求都可以和我提。你们赶紧派人送我回去。非常抱歉，这边显示您的身体不具备复活条件。这不可能，我上个月刚做过体检，我的身体非常健康。但我这里查询到您生前曾经签署过一份人体器官捐献文件。江清月脑瓜子嗡嗡的。那我要重生。非常抱歉，您的怨气值不够。那我要重新投胎。对不起啊，您不在脱生的名单当中。张女士，您先别着急，我这里有一张穿越体验卡，可以帮您穿越到任何时空，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穿越也不是不行，但贵府必须要答应我3个条件。您请说。第一，先给我安排个金手指，什么灵泉空间、读心术、锦鲤体质等等，总之多多益善。那工作人员听后，脸上顿时露出一副匪夷所思的神情，飞快地从电脑上调出顾客生前在西红柿软件上的阅读记录，恍然大悟。张女士，小说都是骗人的，您方才说的那些是真没有。不过作为补偿，我们可以把您生前买下的房屋作为空间，供您继续使用，屋内所有用品也都为您保留，您看这样可以吗？那我的存款怎么办？那可是我生前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平时我连看小说都舍不得充会员，天天看广告。那这样，您可以选择现在在网上下单，
到时候我会派使者帮您把快递搬进屋，您看成吗？江清月半信半疑地摸了摸口袋，果然发现生前的手机还在，而且已经自动连上了地府 WiFi， 便熟练地打开了某猫超市，疯狂点了起来。江清月一气呵成地完成下单，花光他银行卡的最后1分钱，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提出最后一个要求。这次我想做个00后，体验一把对天对地对空气的感觉，什么70、80、90后，通通不考虑。那工作人员听后，先是一愣，随即淡淡的勾起唇角，朝着江清月意味深长的点了点头。恭喜您，江小姐，您的穿越之旅现在正式开始。领导，我记得公元2000年后的穿越项目还没开发出来。他只说要当00后，就没说是哪个世纪的00后。咱们都是打工人，有些事情没必要太较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觉着点吧。实习生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默默在心底为江清月默哀1秒钟。明明说好让他当00后的，怎么穿越到古代来了？而且这会儿还正骑在一个俊美如玉的男人身上，双手还死死按在他滚烫坚硬的胸膛上。江清月，你若再敢打我的主意，我就杀了你。说完便用仅存的一丝力气和理智将他踢下了床。江清月被摔得头痛欲裂，紧接着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飞快地涌进了大脑。原来他真的穿越了，而且是穿越到一个和自己同名同姓却只有18岁的姑娘身上。刚才踢他下床的男人叫宋燕，是原主上个月才刚成亲的相公。也不怪人家踢他，只因为当初原主使了点不光彩的手段，迫使他娶了自己。成亲后，宋燕一直不肯碰他，俩人也一直是分开睡的。一开始原主也不懂夫妻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一直也没闹到点子上。直到白天回了一趟娘家，再回来后手里就多了一包药。宋燕中招之后，不惜撞破头来让自己保持清醒。原主见自己的相公难受成这样都不肯碰他，气得一下子就嗝屁了，直接换成被勾错魂的江清月过来。整理好回忆的江清月无语地望了望天。孙燕，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再强迫你了，我知道你难受，我现在只是想帮帮你。滚！不是你想的那种帮。说着也顾不上解释，飞快地开门跑了出去。望着夺门而出的女人，宋燕喉头一痒，血腥味直冲了上来。为什么老天给了她重生的机会，却偏偏让她重生到了这一晚？正准备穿衣，突然又见那女人扛着一个大盆跑了进来，放下盆后又匆匆从外面拎了2桶水过来。家里就这一个盆，你凑合用吧。那什么，你就算是再恨我，也千万别拿自己身体赌气。我听说这股劲儿要是按不下去，可能一辈子都会留下心理阴影。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自己……江清月一边说，一边缓缓举起一只手朝他示意。出去！江清月也知道自己的提议对于一个古代人来说确实难以接受，眼下他能做的都做了，索性关门走了出去。正值初夏，屋外月光如水，凉风习习，总算是有功夫想自己的事儿了。地府那边他明显是被人给坑了，但是没办法，想要投诉就只能再死一次，风险极大。现在只求前2个条件没被掺水，那就谢天谢地了。讲到这儿，江清月急忙闭上眼睛，在心底默念了句进去。下一秒人就回到自己现代的房子里。庆幸的是房子还在，
他之前在地府下单买的那些东西，看样子也都到了。看到前2个条件都兑现了，江清月这才算是把一颗心从嗓子眼落到了肚子里。到了镜子前，江清月本能地往里面瞅了一眼，这一眼差点没把他再次送去地府。镜子里的女人不光是个满脸横肉、膀大腰圆的肥婆，更像是个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邋遢鬼。怪不得他刚才总觉得哪里臭臭的，原来这味道竟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跳蚤虱子之类的。想到这儿，江清月拔腿一路尖叫着冲进了浴室。等全部收拾完，再看镜子里已经有了明显变化的人，江清月这才长长的舒了口气。细看之下，原主的肤色好像也没那么黑，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自己生前的眼睛还真有点像。江清月稍稍找回了一丢安慰，身上的肥肉可以减，皮肤也可以慢慢调理，可眼下宋燕那边的烂摊子才是最让他头大的。不过既然占了原主的身体，那这个锅他不背也得背。换好原主的衣服，江清月在心底默念了句出去，下一秒人就回到了那个破院子里。推开门，江清月试探地唤了一声宋燕。宋燕微合着双眼，透过缝隙将他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如今人倒是回来了，竟然没有带旁人。正在纳闷他是不是撞邪了，结果下一瞬就见他鬼鬼祟祟地朝自己靠近。宋燕一边在心底冷笑着，一边轻轻地把手伸到身子底下，握了握藏在那里的刀。只要他敢扯自己的衣服，他就立马杀之而后快。上辈子跟着义军没少耍刀弄枪，情急之下人也是杀过的。不过这个女人体量太大，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想要抛身灭迹，怕是没那么容易。下一瞬，宋燕的鼻腔里立马钻出一阵清新的香味儿。直到这会儿，宋燕才发现不对劲，这女人平日里走到哪儿熏到哪儿，怎么出去一趟不但不臭了，竟然有股淡淡的清香。宋燕一时怔住，也忘记观察她手上的动作。等回过神后，她已经在往伤口上倒药粉，麻利地开始包扎了。宋燕第一反应就是这女人也重生了，但她当初在地府时遇到的人明明不是她。虽然两人眼睛很像，但是眼神明显不同，身量也是天差地别，而且那个人也并未祸运重生。宋燕想不明白他这变化的缘由，只能先观察观察再说。清晨，当第一缕阳光从后窗照进屋里的时候，江清月便醒了。小月呀，你怎么起那么早啊？怎么不多睡会儿？娘，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昨儿晚上阿燕不小心磕破头了，这会儿还在睡着呢，我先起来给她熬点粥喝。哪知道吴氏听后并没有对儿子磕破头一事做出太大反应，反倒对他喊自己娘感到震惊不已。不过娘你放心，阿燕的伤口我已经上过药止住血了，躺着休养2天就好了。好，辛苦你照顾老三了。江清月见他反应这么强烈，这才想起原主对待婆母的态度。这么一看，这婆母还真有点圣母，可对象是自己，那就没问题了。这俩鸡蛋你煮了和老三一块吃，你看你忙得满头大汗的，好好补补。哦，对了，前天老三弄丢了你1条蛇，今天我让老大去山上给你抓2条回来。不，我以后再也不吃了，你们千万别送来。这是咋了呀？你不是最爱吃蛇羹吗？江清月吓得快要魂不附体，只好拉人来背锅。是阿燕，她害怕蛇，所以我以后再也不吃了。话音刚落，一阵爆笑声从墙头飘来。得了吧，还以后都不吃了。他要是不吃，
我以后随他姓。你胡咧咧什么？你怎么和你三嫂说话的？没大没小的。冬梅呀，她就这样，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哼，娘，你跟他倒哪门子欠呢？他说的这话你信吗？娘，你还不知道吧？昨天晚上这女人给三哥下了药，2个人折腾了大半宿没睡呢。二嫂昨夜蹲墙根，听得一清二楚，不信你自己问去。吴氏一听昨儿晚上还有这事儿，忙震惊地看了一眼三儿媳。娘，我就是着急想要个孩子，阿燕她一直不肯，我也是一时糊涂才。小月呀，既然你和老三成了真正的夫妻了，以后要好好过日子。那药你收起来，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用了啊。屋内躺在床上的宋燕见母亲这么容易就听信了江清月的话，连亲自过来问她都没问一声，不由得苦笑起来。走进去一瞧，宋燕的姿势还和早上一样。人不会死了吧？宋燕。江清月连忙轻唤一声，走过去熟练地探了探鼻息。哼，是不是很失望？江清月被吓了一跳，心底暗骂了句神经病，面上还是强作镇定。你没事就好，起来吃饭了。你怎么不吃？刚才在厨房吃过了。刚才他听得一清二楚，母亲一共就送了2个鸡蛋过来，明显都在这碗里了。他竟然舍得一口不吃，全部都留给我。我刚才喝的是白粥，这鸡蛋是专门留给你补身体的，什么也没放。哪知他越是平静，宋燕就越是狐疑。你先吃。这下总行了吧？家里没米了，好好吃饭才能早点养好身体超数，挣了银子咱们才能买米下锅呀。换个勺子吧。好嘞，马上给你换个勺子哈。哦，对了，屋里太闷了，我帮你端到院子里去吃吧，那儿空气好。不过江清月喊他出来，可不是为了给他换空气，单纯是怕他在屋子里妨碍自己打扫卫生。等打扫完卧房，江清月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而且憋了一上午没去茅房，急需去空间里解决一下，便背起院子里的篓子，准备去小溪边洗衣服和床单去了。哪知那些人看到江清月后，先是纷纷噤声，等他走过去后，才议论起来。啊，这江清月发什么痴啊？今天竟然来洗衣服了，的确出奇，要不喊过来问问？哎呀，你们别喊了，人家肯定不好意思过来。哼，你们还不知道吧？昨天江清月和那宋家的秀才成了，听说动静闹得挺大的，肯定是来洗床单的呗。真的假的？真成了？是宋家二嫂亲自说的，还能有假？听说她婆母一大早啊，还去送鸡蛋呢。哎呀，怪不得呀，这女人一旦开了荤，果然就是不一样。哎，你们看，走路也不一样了，以前走起来地动山摇的，现在你们再看看。江清月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该说不说，这里的民风可真是淳朴，说坏话竟然都不背人的嘛。江清月尴尬地迅速逃离村里的八卦集中地，顺着小溪转个弯，来到一片无人的下游区。四周看了看没人，瞬间闪进了空间。进去后二话不说，直接放下篓子冲进厕所。解决完内急，这才把一部分脏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洗了起来。事有轻重缓急，眼下他最急迫的莫过于吃饭问题，总要先把午饭这关给过了再说。想到这儿，江清月也顾不上躺平休息，连忙从空间里闪了出来，四下看了看有没有可以弄到吃的地方，然后就发现自己选的这个地方刚好处在一大块箭石下，正好是溪水回窝的地方。江清月试探地从空间里拿了一块干掉的面包出来，揪成小块，揉了揉，往水里丢了几块。哪知道等了几秒后，便有2条鱼一下子冲上来给吃掉了。
江清月大喜过望，连忙把装衣服的背篓给拿过来，没入水中，静静的等待1秒、2秒、3秒。伴随着水声哗啦作响，背篓飞快地被拽出水面。江清月低头一看，篓子里已经有了3条个头不小的鲫鱼。回去后，江清月先把抓来的3条鱼丢进厨房，用清水先养着。小月呀，刚才我听说你去水边洗衣服了。吴氏边走边说，等走到跟前时，看到满院子飘着刚洗好的床单和衣服，不由得顿时定在了原地。这都是你刚才去洗的？江清月嗯了一声。哎呦，这衣服洗得真干净，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呢。江清月扯了扯唇角，可不是干净，洗衣机忙活了一上午呢。娘，你来找我有事儿吗？哦，没事儿，我就是不放心。听说你去水边洗衣服了，我说过去给你帮个忙，结果找了一圈也没看到你。哎，我怕你再掉水里了。刚才我洗完衣服就去抓鱼了，可能咱娘俩错过了。这鱼，娘你带回去添个菜吧。哎呦，你好不容易抓到的，留着你和老三吃吧啊。厨房里还有呢。再说早上你不是送了2个鸡蛋过来给我们吗？就当是还鸡蛋了。现在咱们都分家了，要是娘再接济我们，旁人该有意见了。是不是你听到什么闲话了？也没什么，就上午我出门洗衣服，大家都在议论我和安燕昨晚的事儿，还有娘你早上送来鸡蛋的事儿也都传开了。江清月之所以选择当面说出来，的确是因为不满二嫂把她的私事到处乱嚼，但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工夫去找她大吵一场，便把事情直接告诉婆母，正好也看看婆母对这件事儿是什么态度，顺便也让宋燕知道这事儿不是她说出去的，省得以后自己又莫名其妙的背锅。应该是你二嫂说的，这事儿啊你别管了，等下回去我就说她。江清月见好就收，那娘你把鱼带着吧。哎，那好，我拿着了，一会儿我让冬梅去菜园掐点菜给你们送过来。好，谢谢娘。2个女人在院子里说话的时候，宋燕就一直提着笔悬着不动，直到谈话结束，这才微微回过神来。这女人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聪明了？母亲竟然不到1天就被她收拾服了。江清月送走婆母后，就径直回到厨房，开始准备午饭。正准备开始收拾鱼，就听见隔壁传来二嫂刘秀娥的叫声，紧接着就是给婆婆帮腔的小姑子宋冬梅的声音。老二家的，我问你，是不是你去外面到处跟人家说老三和小月的事儿了？哎呦娘，您可别冤枉我，咋就是我说的呢？娘，就是二嫂说的，我早上看到她跟小满他娘嘀嘀咕咕了。刚才娘说她洗了这么多东西，我还不相信，还以为她又是溜跑回娘家了呢。江清月见这妹子自言自语都说得这么大声，扑哧笑了出来。你笑啥？你在那儿自言自语什么呢？这都是你洗的呀？那当然。宋冬梅啧啧称奇，进步走了过来。娘让我拿给你的。哎，你啥时候会做饭了？我本来就会做，不然你觉得我这身量是怎么吃出来的？那倒也是。正准备回家，突然就看见江清月把锅盖给掀开了，锅里的香味像是憋了太久，一下子爆炸开来，溢满了整个厨房。你煮的鱼怎么一点腥味都没有啊？闻着比肉还香啊！冬梅，你刚才拿过来的菜里有葱吗？洗2根。宋冬梅哦了一声，连忙冲过去抽出2根葱来就要洗，洗到一半才反应过来，自己凭啥要听她安排？还没洗好吗？宋冬梅本能地把葱给递了过去。简短相处过后，江清月觉得这个小姑子人还不错，虽然嘴巴厉害了些，但是心肠不坏。中午在这儿吃不？吃的话我再弄个菜。
你要让我留下来吃饭？你该不会又想让我帮你干什么坏事吧？你三哥现在受伤，干不了重活，我想等下吃完饭把船给抬出来收拾一下。我就说嘛，没问题，等一下帮你抬出来就是了。三哥，吃饭了。你现在吃饭怎么跟猫一样啊？以前全家就你吃的最快，呼呼的像什么风什么卷一样。没想到你真的会做饭呀，之前藏的还挺深的。我以前可最讨厌吃鱼了，没想到味道竟然这么好。哎，你这鱼是哪抓的呀？我咋每次去水边洗衣服都抓不着呢？对了，三哥这头真的是他不小心撞的？不会是你昨晚弄的吧？哦，我发现了个鱼藏身的地方，你要是想去，我带你去就是。真的啊？你能有这么好心？当然，作为交换，你带我一块上山挖野菜吧。挖野菜？你之前不是都不肯去的吗？这都入夏了，怎么突然想起去挖野菜了？这不是家里没米下锅了吗？总要想办法弄点吃的回来吧。收拾完厨房，下午就忙着抬床擦洗。宋冬梅也算有良心，一下午没少帮忙干活，还把两人的草席都给刷了。宋燕，咱们谈谈吧。好，谈什么？谈谈我们以后的事儿。哼，我们有什么以后可谈？宋燕，我承认昨天晚上的事儿是我不对，但事情到了今日这般，难道你就一丁点错都没有吗？我唯一的错，就是当初你落水的时候，我不该救你。我的错误主要有2件，第一，我不该恩将仇报逼你娶了我；第二，昨晚我不该给你下药。经过昨夜一事，我也想明白了，强扭的瓜不甜，我也没本事焐热你，我愿意同你和离，但不是现在，毕竟咱们刚成亲1个月，现在和离对你我都没有任何好处，不如等1年以后和离怎么样？1年？宋燕古怪地看了他一眼，最终默默点下头来。好了，反正明天也不去镇上，这书你慢慢抄，不着急，快去休息吧。等彻底把宋燕隔在外面看不见了，这才匆匆跑到空间里解决内急。他笃定以宋燕对自己的讨厌程度，肯定不可能主动过来掀帘子找他，便大胆地决定晚上要在空间里睡觉，大不了定个闹钟，天不亮就回来。等收拾好，宋冬梅也已经背着竹篓，提着砍柴刀来了。好了没？要上山就要趁早。好了，我去和你三哥说一声就走。我和冬梅去上山了，饭都在锅里，你省着点吃啊，我们晌午不回来。说完也不等他回答，便急匆匆地关上门，跟着宋冬梅出门了。冬梅，咱们怎么走这条路？会不会有蛇呀？怎么，三嫂又缠蛇羹了吗？我是怕被蛇咬。放心吧，我在前面打着草呢，就算有蛇也会跑开的。人家在这儿过得美滋滋的，谁想做羹啊？江清月，还有完没完了？那怎么不走大路？还能为啥？你想啊，大路上经常有人，万一被人家看到咱们俩一起出来上山，我主要怕被你连累，跟着被说闲话。其实那只是一半原因，还有一半的原因是那边的野菜都老了，只有这边叶面还嫩一点。你忍忍吧啊，马上到了就那些了。一到地方，宋冬梅便先挖起了野葱和野苋菜，江清月便四下找找，想看看有没有别的。然后就在一处草丛中发现一小片野薄荷，便连忙又蹲下掐了起来。你掐这干什么？这菜难吃死了，冲嘴！这野薄荷本来就不是当菜吃的，拿回去炖鱼可以去腥提鲜，泡水喝冰冰凉凉的，可以解暑。真的假的？那我也掐点回去试试。掐完野薄荷，两人又往山上走了一段。
在一片向阳的山坡，江清月看到一小片野生蕨菜。咦，这拳头菜有点老了，回去吃了肚子又胀又疼的。我觉得还行，这菜回去要用开水煮过以后晒干，能放很久。宋冬梅见他不听劝，也只好帮着一块儿掐。宋冬梅见他又跑去采花，一点也不听自己指挥，忍不住在身后喊道：这次又是干什么用的？这花也能吃？江清月无奈地扯了扯嘴角，难道丑人就不能有爱美的权利吗？胖女人干什么都是为了吃。咦，这味道还挺香的，和昨天你洗衣服用的香姨子味道有点像。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那香姨子在哪买的？你刚才不是问我采花干什么吗？我跟你说，这些花的用处可多了，其中一条就是可以做香姨子。真的假的？江清月，不，三嫂，你真的会做香姨子啊？那东西卖的可贵了。江清月点了点头。你想要？想要的话就帮我多摘点花回去，回头做好了我送你一块。话音刚落，宋冬梅已经在卖力的辣手催花了。等2只箩筐装满，时间已经不早。宋冬梅一边在前面带路下山，一边问：三嫂，那咱们一会儿还去抓鱼吗？去，咱们快点下山，不耽误做晚饭，一会儿正好把菜给洗洗。等2人来到江清月昨天抓鱼的地方，天色已是近黄昏了。江清月吩咐着让宋冬梅把菜倒出去洗洗，我一个人去抓就行了，人多了鱼会吓跑。江清月在昨天的老位置下了竹篓，江清月一连捞了3回，一共抓了6条鱼，觉得差不多了，这才朝宋冬梅走了过去。2人正满载而归，满脸喜色地往家走。冬梅，你们赶快回来，家里出事了。宋冬梅和江清月对视一眼，连忙拔腿往家跑。一进门就看见原主娘王桂兰正像个泼妇似的，坐在院子地上哭天抢地，撒泼打滚。哼，肯定是你这个穷酸秀才杀了我的女儿，把她丢到了荒郊野外喂狼去了。你们宋家要赔我的女儿。亲家母，小月她真的没事儿，她一大早跟我们家冬梅上山去了，我没骗你，我已经让老大去喊2个人回来了。哼，骗谁呢？我都问过了，今天压根就没人看见他出门，也没人看见他上山，这太阳都要落山了，人呢？江清月听到这儿还觉得有些意外，毕竟王桂兰这些年对原主可从来没这么关心过。我不管，你们宋家害死了我的女儿，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们家至少拿出50两银子出来补偿我们江家，不然我现在就去县衙报官。娘，你咋来了？王桂兰此时此刻满脑子想的都是50两银子赔偿金的事儿，压根儿就没听见江清月的叫声，还一个人在那儿哭嚎着。哎呦喂，我养了18年的黄花大闺女啊，嫁给你们家就这么活生生的被你们给搓磨死了呀，这50……鬼呀！江清月无语地看他一眼。娘，你这是干什么？哎，你没死啊？怎么，你要是盼着我死？你个死丫头，我怎么可能盼着你死？你没事瞎出去溜达什么？我婆母刚才不是和你解释过了吗？我上山去挖野菜了。挖野菜？你好好的挖什么野菜啊？难不成他们宋家娶你过门，就是让你天天挖野菜去了？就算是挖，也应该送到江家才是。王桂兰边说边打量着女儿，总感觉才2天不见，人就变得很不一样了，干净的都不像她养出来的那个女儿了。哎，你们还抓了鱼？娘开什么玩笑？要是能吃上鱼，我还用得着上山挖野菜吗？刚才去水边洗菜去了。昨天他正琢磨着什么时候有空去找王桂兰要回那2吊钱，这会儿见他来了，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正是要钱的好时候。哦，对了，娘，你来的正好。上次你问我借的那2吊钱能还我了吗？前2天阿燕磕破了头，我想给她买点肉补补。嘿，我啥时候找你借钱了？就前2天我回去的时候啊，娘不是说过2天就还给我的吗？死丫头，那明明是你孝敬我的钱。娘，你就别为难我了，你让大家伙看看我们家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家里都揭不开锅了，粮也要断了，阿燕现在还伤着，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以我的体型也不可能爬那么高的山去挖野菜。死丫头，胳膊肘尽是往外拐，我有钱也不给你。江清月只一个劲儿地低头抹眼泪。我看清月这孩子啊也不容易，从小就没个主见，都是被他娘给撺掇的。可不是嘛，这正常人哪有这么埋汰自己的亲闺女的？这姑娘就是傻了点儿。老江家的，当初你们家逼着人家秀才娶你女儿，要的那些个彩礼把人家老宋家都给掏空了，现在连最后2吊钱你还好意思赖呀？众人正说着，宋青山已经把村长给请了过来。村长最欣赏的人就是宋燕了，这些年一直把宋燕当作全村的希望之星来培养的，悉心呵护了那么多年，突然有一天就被他这只肥猪给拱了，岂止是生气。王桂兰，你自己的女儿还能冤枉你不成吗？赶紧把2吊钱还回来。江清月此时也是一脸的寒心。娘，你不想还也可以，你现在不顾我的死活，那你以后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你想得美，我白养你了。你给我等着。江清月也不知道他是让自己等着算账，还是等着来还钱。村长看着宋燕的头，叹了口气。阿燕呐，你可要打起精神振作起来，不能自暴自弃呀。村长，我正好有事想和你商量。说着2人走进屋内。春山、夏江，你们都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过去。娘，那我们先回去做饭去了。老二也准备走了，媳妇刘秀娥的眼睛却还滴溜溜地盯着江清月和宋冬梅的篓子看。哎呦，你们俩真捞着鱼了，直接先给二嫂呗，一会儿回去我们就先做了。你想啥呢？那鱼是三嫂抓的，和你有啥关系啊？你凭啥舔着脸要啊？凭啥？你跑出去1天没个人影，这家里的活一点没干，晚上还空着手回去吃饭呀？哼，那晚上我不回去吃了。三嫂，我晚上在你这吃行吗？江清月自然是没意见。村长还在里面呢，你们在这吵吵嚷嚷的，不怕人开笑话呀？都赶紧回去。你也回去，昨天已经在这吃了1顿了，今天还要留下来，哪有你这样的？娘，村长平时对宋燕那么照顾，今天又难得来一趟，我想留他老人家在家里吃个晚饭，所以冬梅还真回不去，要帮我烧火，不然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那行吧，咱们的确是应该请村长吃个饭的，就是这啥也没准备呀。娘，你看，乖乖，又抓了这么多呀，你啥时候还有这个本事了？娘，刚才我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我院子里的被子和衣服都是你帮我补好的吧？我手笨，不会干这些针线活，多亏了你还惦记着我，晚上你也别走了，就在这儿吃吧。其他的我也帮不上，这点小忙还值得你谢呀。就让冬梅留下来给你帮忙吧，我回去还有事。江清月见他不肯留下来吃饭，便又抓了2条鱼，用绳穿着。这2条你带回去吧，刚才大哥忙前忙后的没少处理，而且冬梅今天也帮了我大忙，啥也不带回去也说不过去。好，那你们忙吧。冬梅啊，勤快点啊。三嫂，今天还炖大锅鱼吗？
别忘记放你说的那个什么野薄荷啊。知道了，不会忘的。那还烙饼吗？要不吃面条吧，那个鱼汤拌面也不错。好好好，都听你的。因为有宋冬梅的帮忙，江清月很快就先把鱼给炖上了。不多会儿，刚回去的吴氏又过来送来几个鸡蛋和一块豆腐，说是给凑出来的菜。江清月知道他是不肯占自己的便宜，便只好接了过来。等鱼肉的香味一溢出来，屋内和宋燕说话的村长就知道自己该走了。刚才你说的事啊，我都记下来了，你就安心在家准备明年的秋闱，唐代就不要分心了啊。刚才我看清月那孩子的确变了不少，要是他真能悔悟过来和你好好过日子，也是个不错的。要是他还欺负你啊，我绝对饶不了他。村长正说到一半，扭头一看，一头大黑熊站在自己面前。村长，晚饭都做好了，您留下来吃好再回吧。不用了，我回去吃去，家里也做饭了。村长，我饭都快做好了，您就赏个光，当是陪陪阿燕吧。正好她这2天有伤，一直闷在家里也没人说话。说完又给宋燕使了个眼色。宋燕完全没想到他会主动邀请别人来家吃饭，以他以前的德行，吃他一口饭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村长，不如晚上就留下来吃顿便饭吧。村长心想，这丫头做的饭能吃吗？再说他刚才不是还在哭穷，说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吗？但是转念一想，留下来也好，随便吃个2口，明天正好找机会送点东西过来，就一脸悲壮地答应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冬梅，你去把屋里饭桌给收拾下，等下把村长和宋燕的饭菜送进去。宋冬梅收拾好桌子，把2人的碗筷和饭菜一一端了上去。今天这菜都是我和三嫂去山上挖的，还有这鱼也是我三嫂干抓的，鲜着呢。我三嫂的手艺也很好，你们不够，锅里还有啊。这才又1天的功夫，就把宋冬梅给收服了吗？弄得他现在连家都不肯回了。正愣神间，村长已经被眼前的香味馋得快要流口水了。阿燕呐，你们这也太客气了，能这么些菜啊？村长不嫌弃就好。村长已经有些等不及了，忙夹了一块鱼肉到碗里。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这鱼烧的是不错。哎呀，怪不得这丫头吃这么胖呢，原来这厨艺这么好。哎呀，比我们家那老婆子这手艺呀，强多了。见村长满口夸赞，宋燕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总感觉这村长要不了多久也要被江清月给收服了。三嫂，那香姨子啥时候弄呢？今天累了1天，你先回去睡吧，香姨子等明天再说。再说现在材料还不齐呢。宋冬梅有些着急，但是也不得不等等。等宋冬梅走后，在屋里和宋燕说话的村长也站起来往外走。村长，您慢走。清月呀，往后你跟阿燕得好好过日子啊，再不能像从前那样胡闹了。村长，我记下了，以前是我糊涂，往后我一定和阿燕好好过日子。说完又含情脉脉地看了一眼宋燕。看到你们这样我也就放心了。行了，别送了啊，早点收拾收拾安歇吧。江清月，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今天一大早就上山，又是挖野菜，又是下水摸鱼，回来又帮你洗手做羹汤请客，你说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当真只想和我搭伙过日子？当然了，不然我吃饱了撑的做这些干什么？难不成你已经有心上人了，怕他误会？
胡说，我没有。那不就行了？反正我们都已经成亲了，别人误不误会的又有什么关系？我一个女人都不在乎，你倒是在乎的紧。我知道你不在乎。一句话瞬间勾起原主存在江清月脑海中那些不堪的往事，顿时尴尬的抠脚趾。热水烧好了，在厨房，你赶紧去洗洗吧。说完便抱着刚插好的花瓶跑回了卧房。趁他不在，江清月赶紧闪进空间，也开始洗漱。正做着面膜，突然听见外面宋燕喊他，赶忙冲干净脸：你找我有事儿？把你的衣服穿好。你等我去换件衣服，你背过去。你找我什么事儿？这2本书是我今天刚抄好的，明天你去镇上的乌鸦书局找陈掌柜领400文钱，到时候你看着该买什么就买什么。好，那你有没有什么缺的，我给你捎回来。你把陈掌柜需要抄的新书捎回来就行。我是说你要买的东西，明天去之前我先去江家一趟，把那2吊钱讨回来。你若是缺什么，我就替你买回来。江家那边你就不必去了，去了也是白去。我只是不想再让别人继续来家里闹了。江清月松了口气，还好不是以为他回去送钱就成。这事儿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而且就算这钱不要，他以后占不到好处，该闹还是会来闹的。宋燕听后神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丢下一句随你，便径直回去睡觉。他之前做过手工皂，但是具体比例记不清了。江清月连忙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古法手工皂的做法，瞬间跳出10几条结果出来，有的甚至还有详细的视频解说。江清月大喜过望，连忙打开默默学习了起来，一边学一边记笔记。不知不觉夜色已深，便直接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第二天，江清月正在做早饭，一抬头忽然就见宋冬梅趴在墙头上。你以后能不能别那么吓人？嘿嘿，我想看看你做什么早饭，顺便问问你今天啥安排啊？还去上山吗？不去了，今天要去镇上。去镇上？那我三哥也去吗？他不去。那我陪你呗。你等等我和娘说一声啊。说着悬在墙上的头不见了。娘收了，让我陪着你去，正好我顺便给娘抓点药。娘身体不舒服？老毛病了。三嫂，其实娘是借着抓药的事，光明正大的把钱给我。她说这钱是给你买东西用的。江清月完全没想到吴氏会为他做到这个程度。你别多想了，这钱本来就是要花的，只是娘不想吃药了，想把省下来的钱给你和三哥渡过难关。不吃药那身体怎么办？娘的病吃药也治不好，她说你不用管其他的。你听我的，这钱还是给娘抓药，你三哥书抄好了，今天就能去卖钱。宋冬梅听说他有钱花了，便也同意了，毕竟他也还是想让母亲继续吃药看看。那你快点吃，咱们早点走，晚了天气就热了。急什么？一会儿咱们先去趟江家再走也不迟。你要带你娘一起去？你不会打算把三哥抄书的钱又补贴给你娘家吧？说什么呢？昨天那2吊钱他们还没还回来，我顺便要了，好去镇上添置点东西。你还真打算去要啊？当然是真的，我还打算请你陪我一块儿去呢。你不是嘴皮子厉害吗？帮帮我呗。得了吧，那是你娘家，我可惹不起。怎么，你这是害怕了？本来我还说拿回钱来去镇上买肉，晚上咱们回来包饺子吃呢。怎么可能？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宋冬梅在咱们村怕过谁啊？去就去，一会儿你就看我的就行了。稍等，我让你三哥去给我写个东西。宋燕人在卧房，却早已把2人刚才的对话听了进去。一听江清月让他帮忙写个断亲书，却还是不免意外。
那我等下就直接去镇上了，你的早饭和午饭都在锅里，记得吃。说完就背着竹篓，带着宋冬梅兴冲冲地出了家门。江家人此刻正在院子里吃早饭，听见有人敲门。是谁？娘，是我，你快开门。你走，我没你这个女儿。娘，你先把门开开呀！昨天咱们不是都说好了还钱的事儿了吗？你怎么不给我开门呢？江清月的喊声很快就把左邻右舍的村民都叫了出来。清月啊，你这是来干什么？昨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娘不是承认借了2吊钱的事儿，本来说好昨天还的，但是我娘一直没来。这么一大清早，也不知道我娘家人是不是都下地去了，我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哼，没见他们出去啊，刚才那烟囱还冒烟，在做饭呢。肯定是赖着不想给呗，故意不给你开门的。不可能，我爹娘不是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为了2吊钱全家当缩头乌龟？众人一听纷纷都笑了起来。这一大早的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你想干啥？娘，你们还吃早饭呢？我和阿燕在家一天2顿饭都快吃不上了，就等着娘你还钱去抓药买粮食。我没钱。没钱？那你们的饭桌上又是鸡蛋又是白馒头的，怎么可能没钱？哎，你瞎说什么呢？你那钱我昨儿花光了。花光了？娘，你花的不是钱，是我和阿燕的命啊！既然你不给我活路，那以后就当是我死了，你们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也没有爹娘。说着，江清月便从怀里掏出刚刚拟好的断亲书。你个不孝女，是嫌我和你娘命长吗？一大早就在门口胡咧咧，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是娘借钱不还在先，难道爹你还想当着大家伙的面打死我灭口不成？哎，我说江富贵啊，就算是你女儿，你也不能说打就打，说杀就杀呀！你这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就是，从前你们夫妻2人就动不动喊打喊杀的，但是如今人家已经嫁到宋家，那就是宋家的人了，轮不到你们打。你们别听她瞎说，这丫头从小就撒谎成性，我们怎么可能问她借钱？哼，我们都听见了，你婆娘王氏昨天亲口承认的。没错，大家伙都可以作证啊，这村长昨天也在嘞，这事儿你们可赖不掉啊，赶紧拿钱给他去买粮食吧。肯定是误会了啊！不过既然宋家揭不开锅了，那我这个做爹的也不可能不管。桂兰，你去屋里找二房和娘凑凑，好歹凑个2两，给清月先去救急。江清月和宋冬梅对视一眼，都以为这事儿就这么顺利给解决了，哪知道下一秒，原主的奶奶李老太直接踉跄地冲了出来。你个小贱蹄子，还有脸回来要银子？看我不撞死你，我就不信你还敢去告我！李老太扑了个空，一跤摔在自家门口，摔了个狗趴。哎呦喂，你个天杀的，是诚心要撞死我呀！今天这钱谁也不许给，不但一个铜板不给，还要这小贱蹄子陪我抓要钱，不然我非去官府告你不可。奶，就冲你这嗓门中气十足的样子，用得着去抓药吗？要不你还是报官吧，我陪你去。大家伙都看着呢，你自个儿转过来的，我不躲，难不成还要等着被你撞吗？李老太一听，气得就要伸手去抓他。江清月离得近，一时避之不及，眼看着就要被他挠花了脸。下一秒，突然一只大手拉住他的胳膊，往旁边一拽，堪堪躲了过去。这就是你想的办法？你怎么来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江清月既已嫁入我们宋家，
那现在就是我们宋家的人，就算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轮不到你们江家人在这里喊打喊杀吧。正准备和宋燕理论，就听见村长边走边吼了一声：你们又在闹什么呢？李老太，要论年纪你比我都大，要论见过世面，你从前怎么着也在大户人家待过，怎么在小辈面前还耍起这一套了？你不知道害臊吗？哎呦，村长啊，今天这事儿啊，他可不赖我，是他们宋家人过来闹事儿。哼，我还没有老到老眼混话呢。昨天清月问王氏要钱的时候，我就在场，这事儿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先前你们江家人干的那些事儿，打的那些小算盘，别当我不知道。以前就算了，这次要是你们再敢耍无赖，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说来，你们江家本来就是从外地迁来的，当时我看你们没地方去也不容易，可怜你们才让你们留下来。你们当初咋跟我保证的？今天这钱要是还不还，我们石崖村也容不下你们江家了。李老太自然是不愿意走，当初他就是为了躲避事端，才带着一家老小躲到这大山下的村庄里来的。村长说的是，我们以后呀不敢了，还不赶快拿钱去，这都是你办的好事儿。钱我反正是没见着，你自己还。王桂兰暗叫委屈，但是当着大家伙的面也不好拆婆母的台。拿着你的钱赶紧走。多谢村长，今天要不是您老给我做主，这钱我肯定没那么容易要回来的。哎呀，不用谢了啊！昨天你不还请我吃饭了吗？这事儿啊，多亏了宋燕，幸亏她去找我，不然我都还不知道呢。说完，村长挥手让大家都散了。方才多谢了，这钱还是物归原主。不必谢，我也是在帮我自己而已。这钱还是你拿着吧，不是要去镇上采买吗？宋燕虽然语气冷淡，但明显已经是开始往好的方向改变了。宋燕，你放心，这钱我再也不会弄丢了。等我晚上从镇上回来，我给你包饺子吃。说完便欢喜地朝他挥了挥手，拉着宋冬梅走了。宋冬梅也被他这份喜悦给传染了。三嫂，这下晚上的饺子肯定是有着落了。你还好意思提饺子的事儿？刚才在家你怎么和我说的？来到这儿都不用我出马，你一个人就能搞定，还全村没怕过谁？三嫂，我这不是看你一开始说的挺好的吗？我也插不上话。那我奶奶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也没说？三嫂，天地良心，你奶是什么人物，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她这个人我真的不行，估计全村也就只有村长一个人能管得了她。幸好我三哥关心你，还知道去帮你搬救兵。江清月想了想李老太平时的战斗力，好像也的确如此，又莫名庆幸宋燕出现的及时。耽误了这么会儿时间，等两人走到村口的时候，去镇上的牛车都已经走了。本来还想坐牛车的。哼，算了吧，三嫂，就算赶上了，人家也不会拉我们的。为啥啊？因为你这体格，一个人占2个位置，还不肯出2倍钱呗。江清月。两人在集市上打听了下，便朝着宋燕说的无涯书局走去。请问二位有事吗？我是宋燕的娘子，今天过来替她教书的。宋燕的娘子？那小厮听后，先是倒吸一口凉气，随即震惊的上下打量江清月一番。这不可能，你胡说！就凭你，也敢来冒充宋大哥的娘子？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他和谁成了亲，而且就算是要成亲，也不可能和你这样的人，这绝不可能。
看着女子这么激动，江清月第一反应就是这姑娘是宋燕的小情人儿。但是转念一想，既然她这么坦然地把书交给自己来换钱，应该是心里坦荡的，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这姑娘是单方面暗恋宋燕，她只是来要钱的，掐桃花这事儿可不归她管。我是来替宋燕教书拿钱的，至于她成没成亲，和谁成亲，姑娘若是不信，下次等她来一问便知。相对江清月的无所谓，宋冬梅却不那么淡定了。你这人说话好没意思啊！宋燕是我三哥，什么时候成了你宋大哥了？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我三哥提过他在外面还有个妹妹的事？当着我三嫂的面，你笑胡说啊，省得让人误会我三哥的清白。那姑娘一听，顿时羞红了脸，指着宋冬梅一连喊了几个你，迟迟反驳不出来。这是怎么了？爹，这两个人是来闹事的，还说是宋大哥的娘子和小妹，这怎么可能？休要胡说！上次宋公子过来时便和我说过成亲的事，怎么没可能？宋娘子，对不住了，这是我的小女陈思儿，平时不常来书局，一时没弄清楚了，误会了，我替她和你们道歉。江清月见着陈掌柜还算和蔼，并且没有因为他的外貌而轻视怠慢，便也没有打算揪着不放。这是我相公托我带过来的书，烦请陈掌柜验一下吧。翻开书看了两眼，确定是宋燕的字迹无误，便爽快地将约定好的400文钱递给江清月，又把要抄的新书也递给他。江清月一并接过，只是钱还没捂热，就已经在想着花的事情了。昨天他在收拾宋燕书桌的时候就发现，他用的那支笔都已经快秃了，所以想着趁今天来镇上买支笔送给他。江清月在陈掌柜的介绍下，随手拿起一支看得顺眼的笔，一问价钱，立马就放了回去。一支笔竟然要2两银子，陈掌柜有没有便宜一些的？刚才你拿的那支是狼毫，是我们店最贵的，这支羊毫笔只要100文，你看看合不合适？江清月哪里会看好不好，只会看价格而已，最便宜的也要100文，真贵呀。宋娘子，我们这儿卖的笔没有比这个更便宜的了，实在不行你可以去东边那边看看，或许还有更便宜的。那就要这支羊毫的吧。等从书局出来时，宋冬梅还是一脸的感动。三嫂，没想到你对我三哥还怪好的，100文能买好几斤肉了，你眼都不眨就给三哥买了。话说到这个份上，江清月也不好意思肉疼了。你三哥的字配得上最好的笔，眼下条件有限，等以后挣了银子再给他换好的。宋冬梅听后又是一阵唏嘘，只不过这份感动仅仅维持了片刻，等江清月进到米铺后，顿时就感动不出来了。买笔的时候，三嫂问的是哪个最便宜，可等到买米买面的时候，三嫂却直接奔最贵最好的。12文1斤的精米，10文1斤的上等白面，三嫂眼睛都不眨一下，每样直接要了20斤。就这还是因为怕背不动。三嫂，这米和面没必要买这么好的吧？那边有糙米和粗杂面，看起来也不差。冬梅，你听我的，别的东西都可以省，但是这米面不能省，要吃就吃好的。钱的话你别操心，以后可以挣的。他之所以坚持买好的，就是想找机会把空间里的米面拿出来用，否则品相差异太大，迟早要被宋燕给发现的。三嫂，你想做什么挣钱啊？上次你不是问我怎么做香姨子吗？我打算回去先做起来试试看，好的话我们就带到镇上来卖。
宋冬梅见他往杀猪铺走，立马就明白过来。三嫂，你这是要去买猪胰子吧？我三哥以前也曾经做过，但是猪胰子本来就稀缺，咱们来的这么晚，肯定没有了。不买猪胰子，用猪板油也可以做。猪板油？这怎么可能？不信的话，回去你就知道了。两人走到杀猪铺一问，上好的猪板油最低要20文1斤。江清月一咬牙，直接要了10斤，18文1斤的臀尖肉也要了2斤。最后一番软磨硬泡，硬是要卖肉的送了2根大棒骨。宋冬梅刚刚才从江清月买米买面的余震中缓了过来，见他一下子买了这么多肉，而且还专挑好的买。三嫂，你这是打算一次性把钱造完，以后不够了呀？别看买的多，可这10斤猪板油顶多只能熬出来5、6斤猪油，想要挣钱就得先要投入才行。宋冬梅明白这个道理，可还是不免被这个场面给吓到了。饿不饿？都已经过了饭点了。不饿不饿，早上吃的多。哪知话音刚落，肚子便传来咕噜噜的叫声。走，嫂子请你吃包子。掌柜的，包子怎么卖？素包1文，肉包2文。要10个肉包。好嘞。动作之快，让一向麻利的宋冬梅再次陷入了怀疑。这三嫂花起钱来可真吓人。快，趁热吃。真好吃。喏，吃完自己拿。2个够了。三嫂，现在咱们可以回去了吧？我有点累了。你不是要给婆母抓药吗？宋冬梅这才恍然想起来，连忙拉着江清月快步往药铺走去。等药抓好，俩人便一块背着沉甸甸的竹篓往回走。冬梅，咱们还是坐牛车吧，2倍就2倍好了。宋冬梅此刻已经对三嫂花钱这件事产生了免疫，这么多钱都花了，还能在乎多出的那2文钱吗？便二话不说，带着江清月去了村里牛大叔的牛车前。牛大叔，这是我的2份牛车钱，你看下。说完，又把刚买的肉包子拿了2个递过去。牛大叔，我看你一直等在这儿，估计还没吃饭吧？我刚买的包子，你尝尝。这钱你拿着，这个肉包呢，就当是车费了，正好我也饿了。这次就算了，下次可不许再给双倍了。江清月诧异地看了看他，之前不是说他坐车要双倍吗？牛大叔假装没看见，他哪里好意思说，之前要收2倍钱不是因为他胖，而是因为他太邋遢了，坐他旁边的人都要被熏吐了。俩人上车没多久，村里其余人也都陆陆续续回来了。哟，看样子这2吊钱是要回来了。我的个乖乖，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啊？岂不是又花光了？花光呀，也比要不回来强不是吗？面对大家的好奇，江清月只好笑着附和几句。我三嫂以前就是太好欺负了，好多事情都是她娘和她奶撺掇的，出嫁前好多事她也是身不由己。宋冬梅一个劲儿的想替江清月洗白。对于前半句，大家伙是不信的，毕竟以前的江清月可不是好欺负的，那也曾经是连村口的土狗见了都要跑的人物。不管以前怎么样，都过去了，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就成。面对大家的示好，江清月只得全程淡笑着附和。有了牛车的加持，回去的路程果然快了不少。天儿说有事出去一趟，让你别担心，他很快就回来。江清月如常的点了点头。一进厨房，他就把买回来的东西一一拿了出来，随后又从空间里拿了30个鸡蛋出来，又把空间里的调料每样都拿了一些出来。除此之外，原本买回来的20斤米和20斤白面也都被他混了不少现代的米面掺和进去。刚弄好起身，
就见院子里多了个人影，顿时将他吓了一跳。你回来了？上山了一趟。江清月看到地上的2只野鸡，顿时喜出望外，也顾不上问其他的。宋燕见他看到肉，果然就没再追问旁的，便带着怀里刚挖回来的野山参进了屋。哪知道刚进屋还没收拾，突然见他又追了进来。有事？没事儿，就是问你饿不饿，晚饭还要等一会儿，饿的话先吃桌上的包子吧。这是毛笔？是我买给你的，为了感谢你上午的帮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买笔做谢礼的钱是我抄书挣来的。没错，但是光挑选也费了我不少心思呢。哼，这么说来，那还要多谢你费心了。不客气，吃你的包子吧，我去做饭了。为了凸显第一次吃上肉的暴发户气质，江清月特地选择包了纯肉的饺子。三嫂，你是真打算以后不过了呀？今天先吃饱了再说。你回去把娘喊过来，不管编什么理由，只要不说过来吃饭就成。宋冬梅哎了一声，拔腿就走。小月呀，冬梅说你要我过来帮你补衣服。他听错了，我说让他喊你过来吃饺子。吴氏一听是让他过来吃饺子的，二话不说便要拉着冬梅走。你和燕儿吃吧，隔壁你大嫂正在做饭呢。娘，今天是特殊情况，我早上不是去娘家把钱要回来了吗？正好庆祝下，吃顿好的。说完便挽着吴氏一块往屋里走。吴氏身量本就娇小，被江清月拉得毫无还手之力，直接被按坐在了桌前。娘，你快尝尝啊。好吃吗？好吃，你也吃。好吃就好，冬梅你也吃，今天饺子管够。好吃，甜死了。三人都已动筷，只有宋燕一个人坐在桌边，看着桌上的饺子微微发怔。阿燕，这包饺子的钱还多亏你帮忙讨回来的，你理应多吃一些。今天刚帮你接了新活，多吃点，早点养好身体才行。吴氏见两人之间互动亲昵，心中很是快慰。小月这么能干，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妥妥帖帖的，还1日3餐的照顾你，以后你也要多多体贴她，听到了没？知道了，母亲。宋冬梅一边吃饭一边聊起两人今天在镇上买东西的情形。说着说着，话锋突然一转。对了，三哥，你跟那个陈思儿很熟吗？今天我和三嫂在书局被他气得半死，下次你要是见到他，可一定要替三嫂讨个公道回来。陈思儿，是不是陈掌柜的女儿？我见过，并不熟。不熟？那他为啥一口一个宋大哥叫你啊？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三嫂配不上你。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三嫂的事，我第一个不答应。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你三哥不是那种人。燕儿，你一定要和小月解释清楚。说完便拉着爱搅浑水的宋冬梅要回去，好把地方留给夫妻二人。陈思儿的事儿你不必解释，我对你的私事并不感兴趣。我上次说过会给你最大的自由，咱们往后只要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即可，反正1年后咱们也是桥归桥，路归路了。闻言，宋燕不由得手上一顿，放下筷子后审视地看了他一眼。既然你已经答应和离，为何要等到1年后？我家里人对我的态度你也看到了，现在和离我能有什么好下场？我不过是想趁着这1年的时间多挣点银子，等我挣够了银子，我就走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罢了。我知道这件事儿你比较吃亏，为了公平起见，我会帮你调理好你母亲的身体作为条件。哦，你想怎么调理？今天我陪冬梅去给娘抓药，听大夫说娘的身体是早年伤寒久病不愈给拖垮的，这辈子都无法根治，怕是要一辈子都喝药维持。如今夏天还尚可，等到秋天一来便久咳不止，我说的对吗？你既然跟去了，
知道这些并不难，难的是你有什么本事能治好他。他无比确信，上一世的江清月是绝对不会医术的。你应该知道，我爷爷去世前是大夫吧？我从小就给他打下手，多少也懂一点药理。再说娘的身体是慢性病，最重要的就是日常调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爷爷是给牲口看病的。江清月见说不过他，直接走上前，将他额头上的纱布3下5除2拆了下来。你自己看，你这额头上的伤口一直是我在处理的，眼见为实。虽然他能感觉到伤口在愈合，但是亲眼看见还是比心里预期要快了不少。怎么样？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只不过不能等1年以后，最迟明年春天我们就要合力。明年春天，天下势必大乱，到时候逃荒的逃荒，起义的起义，全村人都各奔东西。上一世江清月就是在逃荒前夕攀上了别的男人，离开了家。既然上天注定两人要到那时才能和离，那便拖到那时吧。明年春天，行吧行吧，那就明年春天。好，只要在此期间你不做出行为出格的事，我们就相安无事。那我也有个条件，既然是搭伙过日子，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日后不必要的矛盾，家里的活计咱也应该提前分配好才行。可以，你说。以后还是我来做饭，但是碗要由你洗。除此之外，收拾家里洗衣服我来，你要负责劈柴挑水。可以，还有吗？银钱方面我们谁都不占谁的便宜，以后我会自己想办法挣银子，除去家庭开支平摊外，其余的各自管各自的。随你。江清月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你要出去啊？等下我要出去一趟，柴火和水我都已经弄回来了。江清月吃了一惊，跑回厨房一看，水缸果然是满的，灶台一侧果然也堆着劈好的柴。你等一下，早饭你带着路上吃吧，中午你回不回来，要不要给你留饭？回来。他不在也好，正好今天上午可以开始着手做香姨子了。没多久，宋冬梅便被满院的香味给勾过来了。三嫂，咱们今天是不是要做香姨子啦？你来的正好，帮我看着锅，我来弄碱水。三嫂，你弄那水干什么？这个过滤的水是做香姨子必不可少的东西，过滤好就这么静置半天才好用。宋冬梅似懂非懂。我看会了，我来弄吧，你来看锅。两人忙了一上午，把买回来的猪板油都熬了出来，又过滤了1大桶的草木灰水。正准备开始退鸡毛准备午饭，突然听见隔壁传来了叫骂声。这是骂谁呢？早上我出来的时候，二嫂就在那絮絮叨叨的抱怨，说娘偷偷补贴你和三哥，所以昨天偷摸过来吃饺子。今天你这院里都是肉香，估计他又犯病了，以为这买肉的钱都是娘偷偷补贴的。原来是骂我呀。唉，娘还不让我还嘴，说让他骂2句过瘾就算了，还说以后都不让我过来你这边吃饭了。以你对他的了解，不还嘴有用吗？当然没用了，你不知道，二嫂她那个人就是嘴巴贱，你越是不做声，她越是觉得你好欺负，就越没完没了。有道理。二嫂，你骂谁呢？有完没完啦？刘秀娥吓了一跳，一抬头，这才看见墙头上的2个人。哟，你管得着吗？我骂的是那天哄了老娘钱买肉吃的馋鬼婆娘，你心虚个什么劲儿？刘秀娥，我买肉的钱哪来的？全村人都一清二楚，你红口白牙说是老娘给的就是了。哼，就是啊，老娘昨天给钱的时候，大哥二哥都在呢，买回来的药你们也看到了。啊呸！要是老娘没出钱，你昨天能那么好心喊老娘去吃饺子？就算不是哄骗老娘得来的，那钱也是老三的，不是你的。是不是我的另说，反正不是你的。
我男人抄书挣来的银子，我想花就花，想买肉吃就买肉吃，我想孝敬老娘就孝敬老娘，关你屁事儿！连我男人挣的银子怎么花你都要惦记，我看你就是病得不轻。合着我没请你吃肉，你心里不舒坦呗？可惜了，我买的肉，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你心里不爽也只能憋着。哎呦，娘，你看他，不就是买了点肉吗？臭显摆！我买的可不是一丁点肉，这熬了一上午了，你没闻着味儿吗？对了，一会儿中午我们家还要炖鸡吃呢，馋不死你！刘秀娥人站在下风，势头也处在下风，被江清月的话气得满院子转悠，最后还是被老二宋夏江给拉回屋里去了。哎呦，你啥时候回来的？也不吱一声。就刚刚他一进门就看见江清月扒在墙头上，朝着对面疯狂输出。看来这几天给他憋坏了，可算找到个发泄的出口。娘，我让小妹帮我干活呢，她中午饭我管了。说完便拍拍手爬了下来，准备做饭去了。江清月炒菜的时候，隔壁的刘秀娥就坐在窗户下生闷气。哼，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早就撕碎了他。切，拉倒吧，人家这事儿说的没错，的确没花咱娘的钱，而且老三心甘情愿的愿意给他花钱和他过日子，你就别眼馋了。再说了啊，人家愿意孝敬娘，给小妹吃那是好心。你呀，跟大嫂学着点，人家可没说过一句不是吧？前几天送的鱼你没吃？哎，要是你能像老三那样争点气，我也不至于受这窝囊气。宋夏江懒得听他废话，径直走出了门。哎，你干啥去？吃饭去。你要是不想吃啊，就坐在这窗户边继续闻吧啊，看看能不能温饱了。哇，嫂子，这鸡好辣好过瘾啊，你哪里买的猪鱼啊？就上次咱们去庄绕的对面铺子啊，不过不是猪鱼，当时掌柜说他们有从外地来的腊料，我就买了些。下一秒突然见他猛咳起来，脸上也顿时红了起来。宋冬梅哈哈大笑，哈哈哈，三哥，原来你这么能吃辣呀。那喝点水。我不知道你不能吃辣，要不你尝尝这个绝菜吧。无妨。说完，目光恰好落在正在吃饭的宋冬梅和江清月身上。冬梅，你慢点吃，小心呛着。没事，我不会呛着的。宋燕点点点点点。宋冬梅虽然人吃得多，但是干活也积极，饭还没吃完就问江清月下午要干什么。要不下午再上山一趟，弄点野苋菜回来，晚上配上肉渣一起包包子，另外再炖个大骨头汤。三嫂，你就别上山了，正好大嫂一会儿要去，我跟着她一块儿去，快去快回。你还有点别的吗？方便的话砍几根竹子回来。竹笋？现在的竹笋都老了，不能吃了。你个馋猫，我是要竹子做模具用的。刚才听错了，没问题。家里还缺个浴桶，你看看你抄书之余能不能做一个出来。哎，三嫂，你这可问错人了。我三哥的手除了写字，其他能干什么呀？这木工的话，还是要找大哥。一会儿回去我就跟大哥说一下哈。也好，那你先帮我问问，你就说工费按照外面的来。也好，他现在的确也不应该会，还是继续抄他的书吧。娘，大哥干活真是一把好手，这才一会儿的功夫，芋头马上就快做好了。你大哥从小就爱干这些木工活儿，家里的东西都是他亲手做的。宋春山被俩人夸得不好意思。三弟妹，这还有剩下的木料，要不给你们做2个小板凳吧？太好了，那多谢大哥。宋燕虽然人在房内抄书，但耳边却一直充斥着江清月几人的说笑声。这女人平时和自己谈话的时候，
总是一副神情严肃的样子，难道自己很吓人吗？于是便试探地走了出来，哪知道他一到院子里，江清月果然止住了话头，就连脸上的笑也消失了。恰逢大嫂张素娘和宋冬梅上山挖野菜回来，砍了这么多竹子啊！那是啊，既然砍了，那就多砍几根。对了，大哥，正好你在，等一下直接帮桑嫂用这个竹子做个模具吧。可以。大哥已经累了一下午了，这点小活我们自己弄就成了。大哥忙了一下午不说，这木头也是你们的。哎呀，这木头又不值钱，都是山上砍的。等老三身体好些啊，跟着大哥一块上个山砍些便是。江清月见两人执意不收，只好求助地看了一眼宋燕。也好，我现在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以后可以和大哥一块上山。等人走后，宋冬梅便邀功似的把自己在山上挖的一堆野菜给倒了出来。三嫂，你看，我不光挖了野苋菜，还弄了不少野薄荷过来呢。上次你不是说这薄荷也可以加到香姨子里面吗？你挖错了，这个是仙草，不是野薄荷。啊？猜错了？怪不得我刚才闻着味道有点奇怪了。完了，白忙活半天了。那倒不至于，这个草我也有别的用处，你先去洗一下，在院子里摊开晾晾。好，我现在就去溪边洗去。等宋冬梅洗好仙草回来，江清月的包子已经开始上锅蒸了。包子蒸好了吗？好香啊。冬梅啊，这几个包子你先拿到隔壁去，一人一个，尝尝鲜。二嫂也要给吗？给，不光要给，你还要让她第一个挑。于是便按照江清月嘱咐的送了过去。早去早回，我们等你吃饭。三嫂，你没看刚才二嫂的脸色，比她挑到那个纯野菜的包子还要绿呢。你怎么就料到她会选那个呢？那个包子大了一圈，其他人或许注意不到，但她肯定能注意到。还是三嫂你厉害，不愧是之前能抢过二嫂的人。江清月，还能不能好好吃饭了？吃完饭，江清月打算趁热打铁，把香皂给做出来。冬梅，去催你三哥的模具，看看好了没？话音刚落，宋燕便提着几个竹筒走了进来。看看行不行？江清月接过来一看，竹筒被处理得很干净。谢了。嫂，这就成了？那咱们过2天是不是就能去镇上卖去了？哪有那么快？啊，等那么久才能换银子啊？那这1个月怎么办呀？你今天不是还采了仙草吗？明天睡醒了，咱们先来捯饬那个。宋冬梅将信将疑，撅着小嘴回去了。趁着宋燕刷锅洗碗的功夫，江清月偷偷溜进空间，查了查烧仙草的做法，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对未来的美好渴望，昏昏睡了过去。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响动，匆匆换好衣服走了出去，到厨房一看，里面果然多了个人。住手！哎呦，你个死丫头，先吓死你老娘！一大早的，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哎呦，什么贼呀？我是来看看你，顺便帮你看看包子熟没熟。那下一步是不是要该帮我尝尝咸淡了？这鸡蛋和肉渣也是你帮我拿出来的？你这孩子，家里有什么好东西也不知道孝敬你娘。我听说你们家昨儿又是炖鸡的，又是包饺子的，这是把那2吊钱全都花光了，以后不过了。家里拢共就这么点东西，孝敬完你，我和安燕吃什么？还有，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前天早上在江家的时候，你是咋说的来着？清月，你听我说，前天的事儿啊是个误会，我当时是被你气得心寒了，只是想试探一下你，看看到底是2吊钱重要，还是你爹娘重要。
并不是不想还给你呀。原来是这样啊，其实我也是因为寒了心，所以才问你要钱。你和父亲还有奶奶都那么对我，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再相信你们了。除非你先借我2两银子花花，让我看看娘的诚意。上次那2吊钱的事儿，害我被你奶骂了大半天了，我现在哪还有钱借给你？江清月朝他发髻上瞄了一眼，直接伸手将他头上的银簪子拔了下来。我记得当时出嫁前你说这个会陪嫁给我，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原来是被娘给拿走了。哎，你个死丫头，还我银簪子！江清月左右看了看前来围观的村民，指着刘秀娥质问道：二嫂，我昨天好心给你送包子，你倒好，连夜跑到江家去告状，撺掇我娘一大早过来偷东西，你这安的什么心呢？昨天晚上你是跑去江家了？我说你昨个去个茅房，怎么去了那么半天？你是存心不想好了是吧？啊，老三家不过是吃了顿肉，至于让你这么眼馋吗？王桂兰，我不过是跟你说了一嘴，谁撺掇你来偷东西了？众人一听，纷纷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争吵间，早上出门的宋燕也已经回来了。阿燕，你回来的正好，刚才家里差点遭贼了。哎，我就是过来看看，我拿啥了？反倒是你个死丫头，刚才薅了老娘子簪子。岳母大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休要再纠缠。不行的话，我只能把村长请来评评理了。阿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就让他搜吧，也正好还我一个清白。哼，不是，你刚刚明明……够了娘，我知道你偷东西被抓现行，面子上过不去，想要往我身上泼脏水。你搜也搜了，找也找了，要是觉得还不过瘾，那咱们就去找村长评评理吧。好好好，你给我等着！说完便见鬼似的拔腿就往家里跑。宋夏江瞪了一眼刘秀娥，回家再跟你算账。这簪子本来就说好了要给我做嫁妆的，结果还没焐热就被他给拿走了，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宋燕知道这件事儿，但还是不免被他刚才的行为给惊到了。刚才他那副委屈巴巴又坦荡的样子，竟然把他都给骗了。三嫂，这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仙草？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着锅，这个还要再熬一会儿。宋冬梅看见江清月忙了半天，就做了一盆黑乎乎的粘稠液体，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这看起来比娘的汤药还要黑，能好吃吗？好不好吃，等晚上就知道了。不过要是有蜂蜜就好了。拉倒吧，我还想吃蜂蜜呢。那蜂蜜不是在老高的树上，就是长在悬崖峭壁上，这都算是其次的。要是被那毒蜂咬一口，能让你痛到痛不欲生。江清月想想也是，实在不行，咱们再去一趟山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带甜味的野果子。这倒是可以。宋冬梅二话不说，背着篓子带他上了山。三嫂，接着了，你看这果子能行吗？我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是最甜的时候。江清月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桑树，惊叹之余，忙摘了一颗下来，直接丢进嘴里，比想象中要甜一些。冬梅，你摘黑的，我摘白的，咱们分开放，篮子底下别忘了放点桑叶。江清月看差不多了，就连忙喊停。回去的路上，宋冬梅激动地拉着江清月喊道：哎，三嫂，你看那是什么？江清月有些头皮发麻，但是看着这么大的蜂巢，还是有点眼馋。三嫂，要不要弄它？先回去再说吧。哪曾想，刚到大门10几尺开外，便远远看到一位身穿红色衫裙的姑娘正在敲他们家的门。阿燕哥，开门，让我进去等吧，这外面太热了。三嫂，这江翠翠肯定又是来找你的吧？思索间，江清月已经走到人身后，
你来这儿干嘛？清月姐，我是来找你的。找我的？既然是来找我的，那你方才一直喊燕哥干什么？他没告诉你我不在？他说了，但是这外面太热了，所以我才想让他开门，我进去的。呸！不要脸！姐姐不在家，你还缠着姐夫要进去坐？清月姐，我好不容易从家里跑出来，想给你送点好东西的，我怕在外面太久被别人发现，没想到你却这么想我。给我吧。什么？江翠翠回了回神，连忙把藏在衣袖里的一罐子吃食掏了出来。清月姐，上次你回去的时候，我看你都瘦了，所以特地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拌饭酱给你带来。江清月接过来看了一眼，立马回想起来，这个拌饭酱的确是原主在江家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每次也都是这个堂妹亲自做的。但奇怪的是，这玩意儿除了原主，江家其他人都不吃。东西给了，你可以走了。清月姐，你和阿燕哥真的圆房了吗？当然，以后不许叫哥，要叫姐夫，乖。你怎么能这样？当初……不等人说完，江清月直接啪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再敢乱敲门，我就撕烂你的嘴！一扭头，发现宋燕还正襟危坐的提笔抄着书，仿佛外面乱成什么样也影响不到他。三嫂，烧仙草。江清月给他一个收到的眼神，给尝尝。宋冬梅一脑门的汗，又渴又热，但是看见眼前这黑乎乎没吃过的东西，也不敢冒险。三嫂，你再弄2碗，端进去和三哥一起吃呗。放心吧，毒不死你。说归说，还是飞快地弄了2碗出来。三哥，快点，嫂子做的烧仙草好了，咱们一起尝尝。江清月不需要做心理建设，直接挖了一大勺入口。宋冬梅见他吃得这么快，也连忙舀了一勺尝起来。娘啊，真好吃啊！三嫂，这烧仙草怎么吃起来冰冰凉凉的？刚才倒了点薄荷汁进去。怪不得。三哥，你也快尝尝。宋燕轻嗯了一声，刚低头要去吃，江清月不咸不淡的声音响起来：刚才我堂妹在外面敲了半天门，你怎么一直没回应？是吗？我没听见。切，装，接着装。宋燕无奈的抿了抿唇，幸好刚才没去开门，不然更说不清楚了。三嫂，这什么东西啊？怎么闻起来那么香啊？而且香的有点怪怪的。别动，这东西是江翠翠送来的，你小心点。她是你堂妹，难不成还会下毒害你啊？难说。哦，我懂了，她以前喜欢三哥，现在你嫁给了三哥，所以她……话说到一半，宋冬梅就说不下去了，干笑着朝江清月解释：三嫂，你别多想，我三哥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从小就帮你爷爷打下手肆弄草药吗？怎么连麻曲散也不识得？麻曲散？这个我的确不知，不会是什么毒药吧？那倒不至于，这东西是水麻子再配上其他中药一起研磨，这个粉一般是用来给猪长膘的。什么？江清月一个没忍住，直接拍桌子站了起来。这东西原主已经吃了好多年了，竟然是喂猪的。三嫂，你别难过，谁能想到那个江翠翠这么坏啊？幸好现在你嫁出来了，也发现了，以后咱们不吃这玩意了啊。三哥，我觉得三嫂最近好像瘦了不少呢哈。在宋冬梅的催促下，宋燕憋了半天，憋出一个恩字，还没继续说下去，就被江清月给打断了。成了，你们不用安慰我了。走，咱们现在就上门找他们理论去。
我非扒了那死丫头的皮不可。哦，三哥，你好好安慰一下三嫂啊，我好像听娘再好好回去了，我明早再来。说完就匆匆跑走了。虽然被这猪饲料弄得有些没胃口，但晚饭还是要吃。等饭菜上桌，宋燕看了看自己面前的这份，又看了看他的那份，以为他是受了猪的刺激，连猪肉都不肯吃了。看什么？没什么。哦，以后我不在家，不许给他开门，更不许他碰我东西。宋燕，明天去镇上买吃食，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江清月也很快调整好状态，认真的把明天要用的东西给想了一遍。家里碗不够，我看院子里还剩了几根毛竹，你会不会做竹筒碗呢？要是不会的话，我去喊大哥过来帮忙。宋燕没犹豫的点了点头。会。不用做的多么精细，主要是把碗口给弄平整一些，拿起来不扎手，吃起来不扎嘴就成。江清月盯着他做了一个竹筒，确认过关后，便准备去做自己的防风护具去了。蜂蜜能不能吃到，总要试了再说。你这是做什么？做采蜜护具。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万一……你放心，这事儿我一个人去，不会让冬梅出事的。而且我就是想试试，不行就回来了。等江清月弄好全部要用的护具，宋燕那边也做了10来个竹筒了，10个就够了。等明天先去卖过以后再说，如果效果好，和后面的一起付工钱给你。随你，睡了。宋燕是去睡了，但江清月还有些睡不着，干脆蒙上毯子，偷偷溜去了空间。在里面，江清月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给全身抹了一层身体乳，又厚厚的敷了一层去痘印儿的面膜。大概是昨晚在空间里折腾的太晚，江清月难得一次起晚了。原来你是去采蜜去了，我还以为……你别想太多，我是怕你带着冬梅一起闯下大祸。这不是我昨天在树上看到的那种，你是跑到哪里去弄到的？哼，这你就别管了。哦，我就随口问问，你赶紧洗手吃饭吧。哇，三嫂，这蜂蜜你从哪买的？你三哥去弄的。怎么可能？这么好的杨蜜，我三哥他能爬上去都够呛的，还能弄这蜂蜜回来？江清月微微愣了下，看样子宋冬梅并不了解宋燕的真正实力。三哥，你被蜜蜂给蛰了。冬梅，你去大嫂那儿问问有没有竹镊子，越小越好。江清月小心翼翼地找来竹镊子，替他拔了刺，又用肥皂水帮他冲洗了下伤口。等忙好这一切，才发现宋燕整个脖子都红了。江清月神情古怪地上下打量他一番，确定没有别的伤口，这才放心带着宋冬梅出了门。刚走到半路，就看到吴氏急匆匆地从后面跑过来。给，刚才你大嫂啊，听说你们还缺勺子，就先把你大哥做的这些木勺都找出来给我了。娘，大哥做的这勺子也是准备卖的吧？多少钱算我买了。你大嫂说了，先紧着你们用，不收钱。再说你们这生意还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呢，你们先拿起用再说吧。好，那就等我们回来再说。娘，你先替我谢谢大哥大嫂。梅丫头、月丫头，你们俩带这么多东西是要去镇上卖的？做了点小吃，准备去镇上试试看。牛大叔，要是能成的话，说不定我们俩以后要经常麻烦你捎我们去镇上了。嗨，那感情好啊！你们要是去的话，下次我直接到门口去接你们，也省得呀走那么远。说话间，牛车已经开动了。村里人见江清月的篓子里只是一些野果和一盆黑乎乎的东西，便也都笑笑没说话。就在这儿吧，这里人多，而且一会儿桥对面的书院也该放学了。宋冬梅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连忙找了个树荫下凉快的地方，一屁股坐了下来。
三嫂，我快热死了。天气热，咱们这仙草冻才更好卖。冬梅，你先喊两嗓子，一会儿来人了，给你也做一碗。三嫂，咋喊呢？我也没做过生意啊。江清月想了一会儿，带头吆喝起来：仙草冻，好吃的仙草冻，清凉解暑，提神又去火。喊罢，觉得有些不顺口，思索片刻，又改口道：夏天吃仙草，清凉火气少，仙草加了蜜，烦恼全抛弃。可以啊，三嫂，你都会作诗了。什么诗啊，顶多算是顺口溜。你嗓门大，快来喊喊试试。宋冬梅像是受到了鼓舞，也不再像刚才那般扭捏，站起来便开始吆喝。吆喝声很快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你们这卖的是什么吃食啊？怎么黑漆麻糊的？我们这卖的是仙草冻，是一味清凉解暑的上好草药做出来的，而且还加了我们深山里的芽蜜，保证好吃又解暑。这仙草冻怎么卖啊？5个铜板一碗。什么？5个铜板这么贵啊？就是，这凉茶也才卖1文钱一碗呢。没办法，我们这个仙草是长在深山里的，采集和制作都很麻烦。这果子就不说了，这芽蜜可是难得的好东西。这样，我先请大家免费尝尝，好吃再买如何？说着，便用勺子盛了一些，放在桑叶上递给大家。不错，凉丝丝的，怪好吃的。老板，先给我来一碗。我也要一碗，多给加点蜂蜜呗。江清月和宋冬梅相视一眼，高兴的连忙分工起来。我们这竹筒碗都是手工做的，可费劲儿了。带走的话要加2文钱一个，您看成吗？2文就2文。今天只是试卖，江清月带的烧仙草一共就只够30碗的。对不住了各位，明天上午我们会早点的，想吃的可以再来买。三嫂，咱们赶快回去做吧，明天早点过来。回去的路上，宋冬梅兴奋地拉着江清月算账。三嫂，你看，咱们这1文钱没花，等于是净赚了160文呢。哇，这买卖可以啊，稳赚啊。这看着是不花钱，但是这蜂蜜是你三哥冒着极大危险采来的，而且咱们的人工要钱，就连烧火的柴也是钱。哎呀，反正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人工不要钱啊，东西都是白捡的，不还是白赚吗？到了家，吴氏听见动静，立马赶了过来。娘，你都没去看到，那真是可惜了。我们俩那仙草冻一下就卖完了，大家都夸我们仙草好吃呢。嘿，没吃到的都气死了。真的？没错，娘，我们俩着急回来，就是想着赶紧多做点，明天早点去。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小月呀，你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们做的呀？娘，早上大哥给的勺子，我按照2文钱一个买了，剩下的20文，麻烦你帮我问问大哥，能不能帮忙再赶10个出来，我们着急用。哎，你大哥平时就喜欢做这些小玩意儿，你给他，他也不会收的。娘，你一定要他收下，大哥的勺子做的细致，肯定费了不少功夫，你让他别嫌少就行了。吴氏眼眶一热，望着手里的铜板顿了顿。哎，好，我现在就和你大哥说去。我们带去的竹筒碗卖掉5个，2文钱一个卖的，这里一共是40文，另外麻烦你再帮忙做10个成吗？不用，留下做家用吧。那成，你挣的钱我都会给你记好的。眼下咱们要先添置碗勺，剩的不多，你先拿着吧。三嫂，这钱我不要，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以后我给你帮忙，你只要管我2顿饭就成了。你只要管饭？只要你不嫌我能吃就好。那好，这钱我先收着，以后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再跟我说。大嫂，你啥时候上山采蘑菇了？不是采的，上次你等在药铺的时候，我去对面买的。
花那冤枉钱干啥呀？等下次下雨，我带你上山去捡。知道了。正准备安心吃饭，恢复体力的宋冬梅又开始话多起来。三嫂，这鸡肉怎么没有上次的辣了？还是上次的好吃。你三哥不是不能吃辣吗？主要他现在伤疤还没掉，吃辣的刺激。你要是想吃辣，下次咱们分开炒。宋冬梅咦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看了看二人。不妨事，按照你们喜好做便是。上次只是一开始有些吃不惯，到了后面渐渐习惯也就好了。再说他又不会做，不做饭不挑咸淡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你和娘说这蜂蜜是给他润肺止咳的，你让他记得冲水喝，平时熬点萝卜或者生姜一起，效果更好。三嫂，可咱们一共就那么多蜂蜜，过2天卖完了可咋整啊？明天早上我再去一趟山上便是了。剩下的蜂蜜应该还够2天用的，你先拿回去，和大家说清楚是给娘治病用的。山上的蜂蜜要是难采就算了，我已经想到其他办法了。今天他在西市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饴糖，就想到了可以熬麦芽糖来代替蜂蜜。三哥，三嫂她对你可真好，肯定是怕你受伤。江清月和宋燕相视一眼，都默契的没有接话。第2天临出发前，宋燕直接给了江清月20个碗。不是有人还要带走吗？我怕不够，就多做了些。嚯，你这手艺可以啊，都快赶上大哥了。宋燕微微勾了勾唇，转身回房去了。这一趟江清月二人卖了足足有100碗，除却昨天没吃到的，另外还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一口气挣了500多文。江清月和宋冬梅都是喜上眉梢。清月，你们俩这是挣到钱了？只是挣个够吃饭的辛苦钱，这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见到江清月和宋冬梅回来，吴氏这才站起来打招呼。哟，小月回来了，热坏了吧？娘，你们这是在补屋顶？是啊，我们看老三一个人在家补房顶，所以就过来帮忙了。二嫂呢？你们都过来干活，她没意见啊？你二嫂今天回娘家去了，说是给侄子过生辰。怪不得。娘，你喊大哥他们下来歇歇，喝点水吧。弟妹，不用了，我们这马上就好了。江清月笑着点了点头。正好我买了菜，晚上都在这儿吃饭，都不许走啊。娘，晚上都留下来吃顿饭吧。那行，我们晚上都来这儿。那我们能帮着干点啥吗？哎呀，这闲着也是闲着，要不再让你大哥给做点勺子碗啥的。江清月见他们已经忙了这么久了，哪里好意思再让他们继续干活？谁知道宋冬梅嘴快，勺子碗暂时是够了，但是我们也正犯愁呢。今年3剩用完了，仙草剩的也不多了，竹子也没了，这些都是要上山去弄的，一堆的活计。几人听了，纷纷要求一起上山帮忙。那我们一块去摘吧。上山再过2天都要落完了，我们不知道你要用，知道的话就帮你全摘下来了。三嫂，那我们都去了，就是那3剩全摘下来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放。能，先弄回来，我再想办法。好嘞，反正天黑之前我们能弄多少就弄多少。娘，你留下来帮忙，我跟着一块去就行了。还是你留下来帮忙，我跟他们一块去。那边地方又不高，我上得去。说着，不等宋燕开口，就已经率先走了出去。我帮你烧火吧。江清月抽了抽唇角，应了一声，便忙转身走进厨房。弄了这么多回来呀？嘿嘿，三嫂，那边的3剩都被我们给摘完了，能找到的仙草也都被我们给薅光了。江清月激动地招呼大家洗手吃饭。等大家洗完手一上桌，看到眼前的菜，都不由得惊呆了。怎么这么多菜，还都是肉？是啊，清月，你怎么做那么多呀？
今天大家辛苦了，帮了我和阿燕这么多，请大家吃顿好的，不是应该的吗？大哥大嫂，二哥，晴雨说的没错，你们也别拘束了。宋冬梅见大家伙端着饭发愣，赶忙拿起筷子帮忙夹菜。哎，你们赶快尝尝我三嫂的手艺，保证你们喜欢。几人忙应了一声，夹起碗里的菜吃了起来。我终于明白小妹为啥不愿意回去吃饭了。这三弟妹的手艺啊，确实不错。是啊，这肉菜做的好吃也就算了，这豆腐怎么也能做出肉味儿？还有这鸡蛋，也比家里的好吃。哼，一看你就外行了吧？这豆腐啊，是三嫂用猪油事先煎过的，肯定有肉味啊。咱们家韭菜炒鸡蛋就放一个鸡蛋，三嫂这是鸡蛋里面撒韭菜末，能不好吃吗？我看呐，你是光学会吃了，怎么没见你也跟着学学厨艺呀？宋冬梅吐了吐舌头，也不敢再多卖弄，赶紧低头扒起饭来。一顿饭吃完，众人皆是一副满足的样子。本想留下来帮忙继续干活的，却都被江清月给赶了回去。没什么要干的，大家快回去休息吧。吴氏见状，便带着大家一块儿回去。等到了隔壁，这才朝众人开口：今天吃饭的事儿不能告诉老二家的，尤其是你夏江，不想你媳妇儿找事儿的话，就把嘴闭严实点。知道了，娘，我又不是缺心眼儿。第二天又是去镇上卖仙草冻的一天，正好你今天也没什么事儿，跟着他们还能帮个忙。江清月连忙摆手，还是算了吧。一想到等一下要在宋燕面前卖弄他的顺口溜，江清月就尴尬的抠脚趾。哪知道宋燕直接将地上的竹篓背了起来。走吧，正好我也要去一趟书局。说完，率先背着篓子往村口走去。今天也是稀奇了，往常这么早去镇上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会儿牛车都快坐不下了。去镇上的路多颠簸，江清月使了9牛2虎之力，好让自己不靠在宋燕身上。这样一来，坐在江清月另一旁的大娘可就遭殃了。人到半路，大娘实在忍无可忍了。清月，你往那边去，压得我这老婆子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江清月尴尬的想要表演一个原地消失。清月这是第一次带相公去镇上，是不是不好意思了？刚成亲的都这样，没事儿，婶子们都是过来人，你们不用不好意思。就是啊，三哥，你拉着点嫂子，一会儿路更颠。江清月瞪他一眼，无奈的往宋燕那边挪了挪，尽量侧着身子不去看他。你是要去书局的吧？你赶紧去吧，我们俩在这儿就够了。宋燕也没说什么，嗯了一声，转身就走了。等他走后，江清月一秒进入状态，拉着宋冬梅利落的把摊子摆了起来，吆喝声同时响起。哪知道才过了半个时辰，人就回来了。彼时他正卖力的一边吆喝，一边给食客装仙草冻。看到乍然出现的宋燕，人都麻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要不要帮忙？那你帮忙收钱，顺便维持下排队秩序。宋燕加入后，仙草冻的摊子前排队的人明显更多了。我们这仙草冻吃起来凉丝丝、甜滋滋的，而且还可以解暑降火、美容养颜。哦，对了，咱们家这些竹碗都是这位郎君手工打造的，只要2文钱，竹碗就能带回家。宋冬梅不满地看着那些年轻姑娘对她三哥献殷勤，气得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好吃下次再来，我们最近一直在这个位置摆摊儿。啊，是，郎君是我们家的，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就看缘分了。三嫂，你是不是缺心眼儿？江清月扭头示意他闭嘴。一会儿去买肉，你吃不吃？哼，吃。行吧，反正只是看看，又不会掉块肉。宋大哥，我听说你今天去书局了。宋燕正收着钱，突然见陈思儿冲到自己面前，忙退后了几步。
你是来买仙草冻的吗？不买的话，麻烦让让，别耽误我做生意。哪知道人家压根儿就没难受，直接说了声买，然后就把钱递到宋燕面前。麻烦先去后面排队。好不容易等这姑娘排到跟前，宋燕又和宋冬梅换了洗碗的活，让她来收钱。陈思儿在宋燕那儿受了冷落，直接把气撒到江清月的身上。又是你，你凭什么指使宋大哥去洗碗？还有啊，他额头上的伤疤是不是你弄的？你买不买？不买一边去，别耽误我们做生意。哎，你这人好奇怪啊，上次看你我就不爽了，今天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吧？两人斗嘴的功夫，宋燕直接起身走向江清月。你看看你，这么多汗也不知道擦一下。我操，他在干嘛？你上次说我们对外要维持正常的夫妻关系，是不是意味着你有义务帮我解决一下眼下的事？可你现在这个情况有些棘手啊，要我帮忙也可以，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条件等我想好再说。说完便提高声音嗔怪道：你看看你，洗个碗弄得一身都是水，你别光顾着给我擦了，我不热，来，我帮你擦。陈思儿看到这一幕，也顾不上和宋冬梅分辨，直接气得哭着跑了。行了，答应我的条件别忘了，等我想好了告诉你。闹剧结束，仙草洞也所剩无几，咱们去吃碗馄饨再回去吧。宋冬梅自是欢喜不已，忙收拾着篓子过去。宋燕摸了摸怀里的钱袋子，直接递给江清月。这是今天超出的钱，你收着。江清月也没跟他客气，直接装起来就走。一到家门口，二嫂刘秀娥的嚎啕声又从隔壁院子传了过来。你们是亲兄弟，你给他帮忙行，问他要个方子怎么就不行了？需要的时候是亲兄弟，挣钱的时候怎么想不到你？刘秀娥，你他娘的再说一遍试试，别逼我动手啊！你要是不乐意，给我滚回你的娘家去！三弟们，这房子的事儿啊，你可别误会，我们都没有那个想法，我相信老二也没有，而且这事儿也不是我们几个说出去的，这娘特地叮嘱过我们不要告诉二弟妹，而且我们那天下山后都天黑了，这路上也没碰上个人。那刘秀娥是今天才回来的，有人来家找过她？张素娘想了想，突然记了起来。哎，对了，今天你那个堂妹江翠翠过来找过她，两人一块出去了一会儿，好像就是从回来开始就和老二不对付了。我知道了，大嫂你先回去吧，劝娘别动气。张素娘哎了一声，答应着便回到了隔壁。隔壁有二哥在，你就别去了，有和他磨嘴皮子的功夫，咱们不如想想该怎么治这挑事儿的江翠翠。三嫂，那我们现在去找江翠翠？上次不是你说没有证据治不了她的吗？最近你有见过她吗？自从上次从这儿离开，好像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我不曾见，也未曾来过。三嫂，我见过呀，你不知道，自从上次从这回去之后，也不知道她是着急上火还是怎的，听说脸上长了一脸的脓包，还上山找什么草药说要复脸。哦，对了，就是昨天我们上山碰到的。江清月两手一摊，破案了。看样子昨天晚上她一路跟着你们，看到你们把东西搬进了院子。怪不得这女人脸都烂成那样了，还有心思想着祸害别人。江清月垂眸思索片刻，心中浮上一计，一会儿你先回去劝架，好好劝劝二嫂，顺便……宋冬梅先是一头雾水，后来越听越高兴，眼睛都亮了起来。三嫂，我知道了，你就等着瞧好吧。宋冬梅跑到隔壁后，破天荒拉着二嫂刘秀娥苦口婆心地安慰起来。刘秀娥正是一肚子委屈没地方发泄，碰到宋冬梅愿意听，也顾不上平时俩人关系如何，便一股脑地开始给她倒苦水。刘秀娥吐完苦水，
又开始想从宋冬梅身上套话。哎，你说那江清月以前在家里就是个草包，怎么嫁了人就什么都会干了？她卖的那仙草冻到底是啥做的呀？哼，二嫂，你就别惦记了，那玩意儿太复杂了，我天天在旁边看也没学会，就你这，还是算了吧。而且我三嫂她从来都不是草包，之前只是不愿意出头罢了。难道你没发现吗？她脸上的脓包都被她给治好了。一听脓包，刘秀娥果然立马来了兴趣。哎，那你知道她脸上的脓包是怎么治好的？说完，见宋冬梅不太愿意说，便拉着她激将道：小妹，你才吃了她几顿饭啊，就被收买了？你这些天呀，天天帮她干活，她有给你工钱吗？唉，工钱一文没有。不过就她那生意，挣得够我们3个人吃饭都够呛。小妹，你说那什么仙草能卖钱，她不愿意告诉我们就算了，这治脸的偏方又不耽误她挣钱，告诉我能少块肉吗？二嫂说的也有道理。那这样，我等一下就去找三嫂问问。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别再吵吵了。还有，这偏方拿回来，你可不许去卖钱或者给别人用啊。哎呦，我娘家妹子呀，这2天脸上长了脓包，我是给她求的，绝对不可能拿出来卖钱或者告诉旁人。只要你能帮二嫂要来，保证重谢。好吧，那我去试试看，你别忘记答应我的就成。说完就去了隔壁。如何？哼，鱼咬钩了。你掉茅坑里了。江清月，你装什么装？这还不是你害的？你害我涂了2天的猪粪和牛粪，现在这味道怎么洗也洗不掉，你这个毒妇！话音落，已经有不少看热闹的人围在了院外。你说什么？我害的你？我这几天可从未见过你，如何害你？你告诉你二嫂的，别给我装蒜了。二嫂，我何时何地和你说过什么方子的事儿？不是你亲口告诉我的，但是你亲口告诉了冬梅，然后冬梅才告诉我的。好啊，二嫂，当初你骗我说是你娘家妹妹脸上长了脓包，好说歹说让我过来找三嫂求方子的。你当时明明和我保证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现在你不但说了还害了人，这不是你活该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说完，宋冬梅还不忘朝着江翠翠啐了一口，奚落道：呸，你这身上的味道恶心死了，一看就不可能是用了我三嫂的方子，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故意恶心人的，还好意思来找我们算账。说着便捂住嘴往后退了几步。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你说绝对没问题吗？哎呦，我绝对没听错，真的是冬梅亲口告诉我的，我和你无冤无仇的，怎么可能害你呢？行了，你先说说看，你到底用的什么方子？猪粪还有牛粪。江翠翠气得眼眶都红了。够了，不是你告诉他你这脸就是这么治好的吗？我可没说过这2样，我说的是珍珠粉，不是珍珠粪。江翠翠顿时愣在原地。那牛粪呢？什么牛粪？那是硫粉，就是用硫磺碾磨出来的粉末。这东西的确可以祛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找个大夫问问。江翠翠两眼一黑，连忙拽住刘秀娥：是你听错了。我也记不清了。江翠翠猛地想起什么，珍珠和硫磺都是稀罕物，我不相信你有银子买它。我是买不起啊，但你托那么多人来问我，7转8转的也没说清楚是要我治痘的方子啊，我还以为都没随口问我什么东西可以祛痘。再说了，我的确也没说错呀。
江翠翠简直要呕血了，气得想要立刻离开，但是看着江清月光滑的脸蛋，还是忍不住问道：那你的脸是怎么好的？我的脸是用香皂洗好的。香皂？只听过枣豆，香皂是什么？江清月大大方方的回屋，从空间把她洗手剩下的半块肥皂拿了出来。这香皂是在江都府买的，花了2两银子呢。阿燕为了给我买这个治脸，没日没夜的抄书，人都消瘦了不少。看着江清月手心里洁白如玉的香皂，江翠翠莫名态度就软了下来。清月姐，刚才是我误会了你，肯定是传来传去传差了。这香皂你能不能让给我？行吧，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除了相公不能让，一块香皂还是可以的。既然你想要，那就2两银子给你，我也不问你多要了。什么？你都用过了，还要卖我2两？妹妹，这托人来回去买，路费不要吗？人情不要吗？时间不要吗？况且我也只用了几次而已，你要是嫌贵，那就算了，正好我也有点舍不得。2两就2两，只不过你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都要试试才知道吧。冬梅，麻烦帮我打盆水。宋冬梅虽然不知道三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还是麻溜的帮忙打了水。我们这盆是干净的，我来倒，你来接着洗吧，别弄脏了我们的盆。江翠翠呕得要死，不过还是更想赶紧看看江清月手里的香皂到底有没有效果，赶忙接了水去洗脸。洗完之后，脸上立马清爽了不少，而且还带着淡淡的香味儿。江翠翠心动了，二话不说就准备回去讨钱。哦，对了，妹妹，上次你送我的那个酱我吃完了，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再带一罐给我，就当是转让费了。江翠翠一心只想赶紧把香皂拿下，便没有多想，答应着跑出了门。三嫂，你怎么能把那么好的东西给他呢？就应该让他脸一直烂下去啊！好了，别气了，刚才你没看出来吗？他那脸上的脓包其实并不严重，要是不折腾的话，过2天自己都能好了，还不如让我赚一笔呢。再说，一会儿给不给还不一定呢，先把钱拿到手再说。宋冬梅也很快反应过来，三嫂，你让他送酱过来，是不是？没等说完，江清月便给他使了个眼色。宋冬梅心下了然，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看到江翠翠的身影后，故意弄出很大动静，把刚才前来看热闹的人重新又给吸引了过来。看样子这江家人还是有钱呐。没错，肯定是之前从外面带回来的银子还没花完嘞。有银子给江翠翠买洗脸皂，那之前还为了2吊钱和清月闹成那样，也是奇怪了。这家人对江翠翠和江清月一个天一个地的，这事儿又不是1天2天了。瞎说什么？我们家对我堂姐哪里差了？这不，我还带了清月姐最喜欢吃的酱过来。翠翠说的没错，以前在家的时候呀，她就经常弄这个酱给我吃，现在嫁了人还隔3差5的给我送呢，怎么可能对我不好？众人听后讪讪的笑了笑，也都很好奇江翠翠带给江清月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东西，便都纷纷传着看了起来。哎，这是什么酱啊？我闻着怎么像是麻雀伞呢？此话一出，众人也都纷纷想了起来。哎，没错，我说这味儿怎么那么熟悉呢？我们家猪也吃过这个呀，拌一点到猪食里，吃的可香了，还哐哐整标。江翠翠，你给我吃了这么多年的东西，竟然是给猪吃的，你什么意思？不，是我拿错了，我太着急了。哼，拿错了？这么多年你给我吃的一直都是这个味道，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怎么可能会错？说完，江清月转身去了厨房，将上次的罐子拿了出来。这里还剩一点，是你上次带过来的，
你让大家伙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给猪吃的，我也是好意，闻着挺香的，所以才……你这种心思肮脏的女人，不配用我的香皂。众人也都被吓了一跳，等回过神后，纷纷开始替江清月打抱不平。哎，我记得清月小时候可瘦了，就是从几年前开始胖的，原来是吃了这个。这个江翠翠真是坏的汤水了，怎么能想出这么阴损的招数来呢？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们姐妹一场，你就原谅我的无心之过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好一个姐妹情深，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到了今日我才知道你原是蛇蝎心肠，不报官不能凭我这么多年的委屈。江翠翠一听要报官，吓得魂儿都散了，夺过来直接往嘴里塞了起来。你看，我也吃的，这个人真的能吃。众人看他大口吃着那酱料，恶心的快要吐出来了。刚才宋燕趁着几人闹翻之时，便早早出门去找村长打了小报告，此刻已经带着村长来了。一起来的还有听到动静赶过来的江家人。这东西我们真的都不知道，肯定是翠翠自己弄的，两姐妹小打小闹很正常。是啊，他们俩闹着玩呢。闹着玩？你问问大家伙，谁家姐妹下药闹着玩？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年。村长，这分明是处心积虑的谋害。被扣上谋害的帽子，江家二房一下子就慌了。大哥大嫂，你们倒是说句话呀，清月是你们的孩子，你们的话他肯定听。清月啊，这事的确是你妹做的不对，这样让她当着众人给你赔礼道歉还不成吗？哼，一句赔礼道歉，我这么多年身体受到的伤害就能弥补得回来吗？那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要么报官，该怎么罚就怎么罚，要么就让江翠翠把她的嫁妆全赔给我。当初你们说我长得丑，也嫁不到什么好人家，所以才没给我攒嫁妆。既然这一切都是她江翠翠造成的，那理应她来承担后果。不行，那是我爹娘给我攒了10几年的，凭什么让给你？去坐牢还是赔嫁妆，你自己选。娘，你快想想办法，千万不能让翠翠去坐牢。要是进了官府，翠翠的清白也就毁了，这辈子就别想嫁人了。李老太又气又急，猛喘了几口气，才朝着两人挤眉弄眼。哎呀，翠翠的嫁妆不过是2床被褥，她要的话给她就是了。奶，你还不知道吧？我出嫁前，江翠翠天天拉着我显摆她的嫁妆，每一样值多少钱都算得清清楚楚给我听。她那些东西加起来至少20两，一个子儿也不能少。20两？你想银子想疯了？就算把你卖了，也不值20两。没关系，给不给纯属自愿，如果不给，那咱们就报官呗。这副没得商量的态度，让李老太气得直跺脚。李老太，清月丫头足足被你们下了几年的药，没有把你们直接告到官府，已经够仁慈的了。你们若是再执迷不悟，明天一早就直接收拾东西，滚出石崖村。村长话一出，众人纷纷附和。对，让他们滚出石崖村，滚出去！这一招虽然已经用了几次，但不得不说，真的很好用。不走，我们不走，我们给就是。娘，哎呦，你们俩现在就去取20两给他。娘，我们哪有20两啊？翠翠的嫁妆可都是东西呀。去，帮我取20两过来，先垫上。
等回头再把二房的东西拿出来去典当。在村长的见证下，交完钱，李老太便在大房二房的搀扶下往回走。江翠翠刚才气急了，临走却突然想起来，刚才自己还给了江清月2两，2两是你买香皂的钱。那你给我香皂？香皂？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你的东西怎么不好好收着？哼，江清月，你还不知道吧？当初你之所以能嫁给宋烨，无非是因为奶嫌宋家人穷，怕我想不开，所以才让大伯母哄着你使计嫁了。你真以为家里人是为了你好啊？还有，你真以为宋烨他会喜欢你吗？江清月听到这儿，脑子突然一个机灵，仿佛如梦初醒。是吗？可我现在就觉得我相公对我挺好的，人都是会变的嘛。阿姨说的很是，人的确都是会变的。江翠翠憋得脸色涨红，哇的一声大哭着夺门而出。谢了。不必谢，一报还一报，上次的事就算是扯平了。说完，不等江清月拒绝，便起身追出门，准备送村长。月啊，真是苦了你了。娘没想到这些年你在江家过得那么苦。你放心，以后老三肯定会好好对你。娘，你别难受了，我刚才那样都是故意的，不然怎么要银子呢？吴氏听后先是一怔，随即连忙擦了擦眼泪。这银子就是你的嫁妆，以后你好好收着。还有啊，月儿，娘觉得你现在真的瘦了很多了，皮肤也白了，脸上的包也消得差不多了，越来越好看了。江清月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知道这对于不善言语的吴氏来说也同样不易，便欣慰地点了点头。吴氏说完话，便带着老大老二要回去。还不走？回去再和你算账。三嫂，这香皂能不能借我使使啊？给，我这儿还有一块全新的给你，洗脸洗澡都可以。不用，我就这小的就成。慢慢用吧，过段时间咱们的香皂就做好了，以后就有使不完的香皂了。啊？咱们做的不是香姨子吗？都是一个意思，咱们这一批做的是鲜花皂，等过2天空了，咱们再做一批清凉的薄荷皂，等以后秋天无患子成熟了，咱们也能做起泡泡的香皂。总之啊，有什么咱们就做什么。宋冬梅听得心花怒放，言语已经无法表达她的欣喜，干脆直接走上前，准备将人抱起来欢呼一下，结果发现根本抱不动。姑嫂二人一个无语，一个尴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第2天早上，宋燕在饭桌上破天荒地主动开口说话：要不要我同你们一起去镇上帮忙？你没事儿？没什么事。要不你还是留下来看家吧，我和冬梅去就成。昨天江家吃了那么大的亏，我担心他们会上门找麻烦。宋燕以为他是担心被偷家，想了一瞬便点头答应。知道了，你们早去早回。三哥，我和三嫂走了，你在家好好看家啊。宋燕莫名有一种被嫌弃的感觉。一上午都很顺利，两人的烧仙草也卖去了大半。眼看到了晌午，那把人烤得快要冒油的烈日突然被乌云遮住。冬梅，咱们不卖了，早点回去吧。啊，大家都还没有要走的意思，要不把剩下的卖完，咱们再走吧。这都快1个月没下雨了，一时半会儿应该下不下来的。成，那咱们加快点动作。等两人卖完桶里的烧仙草，街上顿时刮起了一阵大风。两人一看快要落雨，也顾不上买东西，背起篓子就往东市跑。哪知赶到东市还是晚了一步，牛车已经提前走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咱们难不成要走回去啊？话音刚落，豆大的雨点便往两人身上砸。江清月连忙拉着宋冬梅找了一处屋檐下避雨。还好咱俩没赶上牛车，不然这会儿肯定要淋成落汤鸡了。也是，那路上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可眼下咱们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呀。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先填饱肚子再说。那可是多味楼，镇上最大的酒楼，你确定要去那吃啊？走，去看看。二人沿着屋檐一路避着雨走到多味楼门前。三嫂，咱们真的要进去吗？没事儿，咱们也难得赚了点钱，不能光挣不花，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下。走，三嫂请你。三嫂，你还别说，这多味楼的菜就是不一样啊，也太好看了。哎，你看这鱼怎么长得像只松鼠啊？眼力不错，这鱼就叫松鼠桂鱼，是多味楼的招牌菜，你快尝尝。宋冬梅咧开嘴角，连忙激动地夹了一块鱼肉送进口中。三嫂，这鱼肉做的还没有你做的好吃呢，除了甜味儿，啥也吃不出来啊。这松鼠桂鱼可是我们店的金字招牌，岂能容你们这么糟蹋？你们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找茬的？嘿，我说的又没错，这鱼肉做的难吃还不能说了。我们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受气的。我小妹说的没错，我们的确是来吃饭的，碰上喜欢的夸一句，碰上不好吃的发句牢骚都不行吗？毕竟是花了真金白银来吃饭的，故意找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小二被江清月呛得一愣，还没想好怎么还嘴，突然就看到两道身影走了过来。钱掌柜，少东家，不知方才二位所说这鱼有什么问题，可否赐教一二？赐教不敢当，只是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随便听听。这鱼肉炸得有些过火，兴许是油温太高了。像这样已经切成花刀的鱼肉，一般7成油热下锅一遍就够了，太久就会把鱼肉里的鲜嫩也丢掉了。还有就是这酱汁儿，酱汁又如何？的确是有些过甜了。这鱼原本就是油炸的，不如再增加一点醋的比例，提香的同时还能平衡下口感，这样吃起来才不容易腻。这只是我按照自己口味提的一点意见，你们其实不必放在心上。毕竟多味楼能开到现在的规模，想必菜色也是受大多数人喜欢的。我是多味楼的少东家徐长青，今日多谢姑娘赐教。说着便吩咐钱掌柜把桌上的松鼠桂鱼撤下去，按照江清月刚才说的法子重新做一遍端上来。二位久等了，烦请姑娘再帮忙尝尝。好吃，好吃多了，多谢了。好吃是好吃，不过外面的雨停了，我们着急回家了。的确是该回去了，告辞。说着便匆匆付了银子，背上竹篓快步往外走去。哎，大少爷，刚才那两位姑娘不是说好吃吗？我看要不然咱们以后就按照这个比例改下去。好吃？若是真的好吃，他们还会剩下这么多着急走吗？大少爷，那你先打听打听那两人什么来历，回头约他们再来一趟，想办法看看他们的手艺。是。三嫂，刚才那小二那么可恶，你为啥还那么好心的给他提建议啊？再说他们重新做的也不好吃。你呀，只是举手之劳提个意见，卖个人情而已。万一以后咱们需要找他们合作呢，先给人家留个好印象，总归没错。好吧，那个掌柜的和那个他妈大少爷人倒是还行。哎，三嫂，你快看，是牛大叔。两人高兴得像是见着亲人了，赶忙朝着牛大叔跑了过去。等到了跟前才发现车上还有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亲人宋燕。你怎么也来了？刚才呀，我本来想在东市等你们的，大家催的实在是厉害，所以啊，我们就先回去了。我们刚到村口
就看见宋燕提着伞过来找你们。正好我担心啊，说你们俩别出什么事儿了，就赶紧呀一块儿过来了。谢谢。快上车，一会儿都淋湿了。江清月顾不上避讳，连忙拉着他的手上了湿滑的牛车。三哥，我还是第一次去都味楼吃饭呢，那里面可漂亮了，就是那菜的味道不咋地，还不如我三嫂做的好吃呢。那掌柜的和什么少东家一个劲的追问我三嫂意见，我们一看雨停了就跑了出来。宋燕静静听着，心底不由得哑然失笑。方才雨下的天都要黑了，他还以为两人赶不上车，肯定要发抖着躲在路边哪个草丛里担惊受怕。一路上催促着牛大叔走快点，两只眼睛也一直在寻找二人的身影。结果这俩人倒好，淡定的在多味楼里吃吃喝喝，丝毫也没有受大雨的影响。今天家里还好吧？江家有人来吗？昨天刚出过事，江家人一时半会儿不敢来。啊，那就好。三嫂，上山捡菌子去不去？去。宋冬梅一边走一边给江清月介绍各种菌子。这个季节啊，咱们主要捡葱树菌和鸡油菌，尤其是那个鸡油菌，煮起来吃可香了，有一股鸡肉的味道。要是捡得多的话，咱们还能晒干去城里卖呢。江清月想到自己在现代看的小说，里面大部分古代人都不敢吃菌子，怎么到了他这里懂得比他还多？不过想想也是，一辈辈靠山吃山的人，怎么可能不认识菌子？嘿嘿，宋家嫂子，你什么时候有俩闺女了？没错，看着就像是亲闺女一样。大嫂，刚才你可听见了？人家都说娘对江清月呀和亲女儿似的，你还说娘不偏心？小娥呀，你听差了吧？这人家说的是好的像亲闺女一样。再说了，老三年纪小，这娘多照应点也是应该的。哼，你等着看好了，一会儿看看小妹捡的蘑菇是往哪家里送。哎呀，一点蘑菇值不了几个钱。再说小妹最近没少在老三家吃饭，送点蘑菇也是应该的呀。就你会做好人，合着那蘑菇换的钱是给我一个人了呗？哼，也是。大嫂，你可是欠宋家一个孩子，那么大的一个孩子，说没就没了，老大没休了你就不错了，你自然是不敢再忤逆婆母了。张素娘一听，整个人顿时被定在了原地，眼眶也瞬间红了起来。我让你乱嚼舌头，我让你再说。哎呀，你个死丫头，疼死我了！你还知道疼？那你刚才拿刀子在别人心上捅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别人疼不疼啊？有脸说别人，怎么不管管你自己啊？你给宋家生了几个孩子？我嫁到你们宋家1年还不到，我生什么生？江清月一开始也吓了一跳，但见宋冬梅明显占据上风，便也不去拉架。大嫂，你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他说的话你就当放屁了，别往心里去。小月说的没错，娘一直只有心疼，从来没有埋怨过你。说话间，两人厮打的动静把前面的宋家三兄弟也惊动了。你在这里胡咧咧什么？刘秀娥，你这张嘴早晚要惹大祸，给大嫂道歉。好啊，宋下将，你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想要我道歉门都没有。哎，你跟着去看看，这山上路湿滑，万一摔了就麻烦了。哼，不去，摔了就摔了，你该让他长长记性。宋冬梅也哼了一声，拉着江清月快步往一旁的草堆捡蘑菇去了。不过作为旁观者的江清月还是很好奇，趁着四下无人，便问起大嫂的事儿。一问才知道，原来张素年头2年怀了个孩子，都已经5、6个月了，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唉，明明身体都好了，为啥就是怀不上呢？要是怀不上，我感觉大嫂会一直因为生个孩子难受，走不出来。你说的好只是表面的，
那里一时半会儿很难养好，慢慢来吧。宋冬梅点了点头。这2年地里收成一直不好，都是靠大哥做点木工，编点箩筐，去镇上卖，赚点零花。三嫂，要是咱们以后生意做大了，需要人，你看能不能让大哥大嫂给我们帮忙啊？他们也不是贪心的人。好。三嫂，你真是太好了。三弟妹，这条啊是特地给你抓的，好家伙，可粗了。江清月原本就因为蹲得太久头昏脑胀，这会儿看到这么粗的一条蛇，整个人眼前一黑。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就是刚才蹲太久腿麻了。宋叶似笑非笑地看他一眼。二哥特地给你抓了条蛇，我不要，可他非要送你，你睁开眼睛看看吧。我现在头晕，先不看了，让我扶着树闭目休息一会儿，你不用管我的。小月说他现在不吃这东西了，再说你三弟也怕，快收起来吧啊！老三啥时候怕蛇了？刚才抓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啊。哎，见者有份，这条啊算给他的。你要是敢带回去，晚饭就别吃了。我们不要那东西，只要1只鸡就够了。江清月一听，整个人都彻底放松下来。看什么看？刚才是不是你故意让二哥送过来的？没有，我想来没拦住。自从我上次拿那东西吓过你之后，我接连几夜做噩梦，梦到被蛇追，所以我现在别说吃了，就连看一眼都觉得害怕。知道了，我会和大哥二哥说一声，以后不会往家里送了。我们回去吧。等一行人回到家，老二直接从篓子里丢了2只野鸡出来。三弟妹，这是老三的那份。还有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害怕蛇，刚才对不住了啊。老二给的，你们就拿着吧。嘿，是啊，再说我还要在这吃呢。等鸡肉焖好，江清月用大碗盛了一份递给宋冬梅，让她给隔壁送去。宋冬梅刚把鸡肉送过去，回到院子里，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紧跟着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哎呀，这雨下的真及时啊！这下娘应该不会让二哥去隔壁村接二嫂了。刘秀娥回娘家了？可不是啊，听说从山上下来后就碰上了娘家人，帮着娘家人一起在山上忙活了半天，后来干脆一起回了娘家。江清月对刘秀娥的动向并不关心，只是望着屋外的大雨，忍不住蹙眉。这么大的雨，不知道要下多久。如果你是说明天去镇上的事，那恐怕是去不成了。白天我们上山时，天上乌云密布，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路上也难走。江清月想想也是，索性也不操心了，直接夹起一块鸡肉吃了起来。三人正吃到一半，突然外面有人敲门。你们这么早就吃晚饭啦？晌午在山上没怎么吃东西，干脆就早点吃晚饭了。村长您还没吃吧？快坐下来一起吃。哎呀，不用不用，我找宋燕呐说2句话，说完我就回去了啊。江清月见他不肯，也不再劝，只是起身倒了杯热茶端过去。上次你提醒我要注意蝗灾的事儿，我四面都打听过了，咱们这儿和北边今年的确都旱得不轻，都说久旱必有蝗，可是现在你看突然下了这么大的雨，应该没事了吧？村长，咱们这确实是下雨了，但是北方那边的情况就不一定了，咱们还是小心为妙。行，我知道了，家家户户都没有余粮，的确是经不起折腾了。这次秋收啊，必须要大丰收，大家伙才有可能过个好年儿。村长的话说完，便连忙戴上蓑帽就要离开。江清月看着人都走没影儿了，宋燕还在望着大雨发呆。宋燕，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不方便和村长说？我能知道什么？只是察觉到天象有异常，才好心提醒他一下。哦，你还会看天象？略懂。
在书上看过一些资料而已。宋冬梅见两人像是在打什么谜语，说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便连忙出声催促：哎呀，行了，别站外面说话了，鸡肉马上都凉了。三嫂，快带上篓子抓鱼了。没等江清月反应过来，篓子就已经被塞到他手里了。哎，三嫂，还愣着干什么？你不知道村子涨水了，河水倒灌进了稻田，现在稻田里都是鱼。刚才我过去看了一眼，在路上还捡了2条呢。正当两人捞鱼捞得忘乎所以之时，溪水突然开始上涨。宋冬梅对涨水有经验，二话不说立马上了岸，一边跑一边朝着江清月大喊起来。江清月也察觉到了危险，不过他人已经走到了溪水中央，想要快速上岸没那么容易，便冷静地朝四周看了一瞬，选了一块大石头躲了下去。三哥，三嫂她被涨水给冲走了。宋燕脸色一变，二话不说朝着宋冬梅手指的方向跳了下去。宋家几人都吓了一跳，多谢。众人的声音也把江清月给吓了一跳，听见岸上满是吵嚷声，便连忙从水下游出了水面。你怎么来了？宋燕的脸色黑了又黑，最终转为恼怒。原来你会游泳。那个，我说我刚学会的，你信吗？你觉得呢？说完径直转身上了岸。没事吧？刚才在下面有没有呛到啊？没事，刚才涨水的那一刹那，我直接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没被冲走。经历这一出，俩人都没心思捕鱼了，便一块往家里走。刚才你们俩在水里说什么了？我三哥怎么那么生气啊？没说什么，他发现我会游泳，有点生气。我说呢，怪不得三哥刚才上岸的时候黑着脸。可是你三哥不是早就知道我是骗婚的吗？骗婚和骗婚还有区别呢。之前他以为自己至少救了一条生命，现在不是等于告诉他，他连这个都是被骗的吗？好像也是，感觉更心虚了。完了。到了家门口的时候，宋冬梅破天荒地说要回自己家，江清月强拉硬拽，以后你还想不想来我家吃饭了？宋冬梅纠结。娘，刚才不是说一会儿要先替三哥修屋顶吗？晾了一上午差不多了，等吃完饭我就让老大老二过来帮忙。娘，我和冬梅一上午抓了不少鱼，中午都留下来吃饭吧，吃完饭正好帮我们修屋顶。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几人等江清月先回去换好了衣服，然后便开始进院帮忙干活。等老大忙完，手上也没什么事儿，便主动问江清月要不要帮忙做点什么。江清月想了一瞬，不好意思地开了口：大哥，要不你帮我们做个草帘吧，要不早上出了太阳怪刺眼的。这个简单，我马上给你们编一个。老三，你看，这是弟妹刚才让我给你编的草帘，怕你看书的时候刺眼。谢了。呵呵，倒也不用那么勉强。哎呀，今天这是全鱼宴吗？我只在镇上听说过，大酒楼里有全鱼宴。只是随便做了几样，大家吃吃看，吃不吃得惯。说着，便先夹了鱼丸给吴氏。娘，那沸腾鱼有点辣，您先尝尝这个鱼丸。我最喜欢吃辣的，我先来尝尝。好吃，鲜香麻辣呀。老大老二见小妹这么夸张，也忙先加了那道叫沸腾鱼的菜。这菜名取得好，这鱼片就像是在嘴里沸腾了一样，又烫又嫩。宋燕看了一眼红彤彤的汤底，犹豫了一瞬，也加了一块鱼片。这个辣你怕是吃不了。还好，挺好吃的。你高兴就好。哟，这真是鱼肉做的。好吃。小月、素娘，你们也都吃。吃。
吃辣的和不吃辣的都找到了自己的菜，可偏偏剩下一盘黑乎乎的鱼块，无人问津。嫂嫂，这是什么鱼啊？这个叫熏鱼，你先尝尝。好吃，还有一丝丝甜味儿。见大家都喜欢吃，江清月便把刚才做饭时冒出来的想法提了出来。只是这鱼估计只能拉到东市去贱卖，往酒楼里送怕是不要，价格也卖不上去。没错，我刚才也看到了，这水里的鱼啊都是草鱼、黑鱼什么的，大酒楼看不上，普通人家卖不上价钱。不过反正是白捡的，能卖一点是一点。这话倒是真的。不是直接拉鱼去卖，你们把鱼按照市价卖给我，我做好了去镇上卖。做好了去卖？没错，就是你们刚才吃的这个熏鱼。我和冬梅明天先去镇上试试看，要是卖得好的话就这么办，反正明天你们先去抓，卖不掉的自己吃也不亏的。成，就按你说的，下午我们先回家修屋顶，明天我们就去抓，能抓多少就先抓多少回来。吃完饭，宋燕跟着几人一起去了隔壁帮忙修屋顶，宋冬梅留下来给江清月打杂做熏鱼。炸鱼的香味时不时从厨房飘了出来。大哥，我觉得三弟妹刚才做的那什么熏鱼肯定能卖掉。这味道确实是没话说，就是这2天发了水，镇上也不缺鱼卖。他说能卖就肯定能卖，你们放心抓吧。只是一点，最近河水湍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我俩的水性没问题。倒是三弟妹，你回去劝劝啊，让他别下水了，今天把大伙都吓死了。知道了。大哥，这鱼篓编得好巧妙。我哪里想得到啊，都是老三告诉我的。不过这篓子确实好，往水里一丢，鱼儿只管往里面钻，绝对出不来。江清月默默地看一眼宋燕，没想到她竟然连这个也会，该不会又是从什么书上看来的吧？嫂嫂，咱们出发去镇上吧。我和你们一块去。要不要我帮你送？不用了，我正好有事。哦。嫂嫂，咱们不是要去西市吗？怎么不和三哥一起啊？不去西市，先去多味楼试试看。等两人到了多味楼，门口站着的钱掌柜正在和一位小厮低头说着什么，看到江清月来了，不由得大喜过望。哎呦，今儿可真是个好日子，我正准备让人去下面寻你呢，没想到你们自己也来了。不知道钱掌柜着急派人寻我是为什么？哎呀，这不还是关于上次那道松鼠桂鱼吗？我们徐少爷说了，还是想和姑娘再请教请教。说着，钱掌柜连忙让人上茶，自己跑到2楼去喊徐长青下来。实不相瞒，徐老板，这松鼠桂鱼我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方子，不过我这里倒是做了另一种鱼，若是徐老板不嫌弃，可以先尝尝看。说着便打开竹篮，顺势解释道：这是我刚做的熏鱼。熏鱼？这鱼我从未见过，竟是凉的吗？徐老板，你可以先尝尝看。徐长青接过筷子，捡了块最小的，夹起来咬了一口。这鱼倒是特别，我以为是腌制的，没想到竟然还这么酥脆，也很入味，不错。不知二位觉得这鱼放在多味楼卖如何？你愿意卖方子给我们？那倒不是，我想卖鱼，做好的熏鱼。可这样来回送岂不是很麻烦？不如直接把方子卖给我们，这价钱的话咱们也好商量。我看徐老板和钱掌柜也是爽快人，那我就开门见山说了，我这方子是费了不少周折琢磨出来的，而且做法有讲究，尤其是这酱汁的配方更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我现在还没打算买断。再说我这熏鱼不在酒楼里卖卖看，徐老板和钱掌柜怎么能知道他的方子值多少钱呢？好，那就依你说的，只是不知道你这熏鱼打算怎么卖。徐老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多味楼的松鼠桂鱼一条是100文，恰好在1斤左右，对吧？徐老板点了点头。那我这熏鱼也不多要，就按50文1斤供给多味楼如何？50文？最近涨水，这活鱼才卖8文钱1斤，像我们要的多的话，还能再少点。这话不假，可我这熏鱼费油费料费功夫，所有成本可都在我这儿，你们卖个100文1斤应该不成问题。这下钱掌柜没话说了，只把目光投向徐长卿。可以，不过我也有个条件。您请讲。这熏鱼你们既然供给多味楼，那镇上其他的酒楼你们就不可以再供了。那是自然。谈好价格，江清月直接把竹篮里剩下的10来斤鱼全都给了钱掌柜。领了500文后，江清月这才美滋滋地笑了笑。谢了，合作愉快。客气了。哦，对了，还不知姑娘怎么称呼？江清月，江水的江，清风的清，月是……我知道，月是明月的月，对吗？真是个好名字。徐老板过誉了。正准备介绍宋冬梅时，哪知道这姑娘不知道哪根弦不对了，直接嘟囔了声：“登徒子。”抱歉啊，刚才我只是感慨一下江姑娘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哼，以后你还是别叫什么江姑娘了，这位是我嫂子。江姑娘，抱歉，我的意思是江姑娘已经成亲了。没错，我已经成亲了。我相公姓宋，这是我小姑子宋冬梅。抱歉，方才是我唐突了。江清月正准备说没事儿，哪知道宋冬梅直接拉了他一把。三嫂，我三哥来接你了。江清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宋燕正在门外站着，便冲徐长卿微微颔首告辞，大步走了出去。宋燕，我们准备走了。宋燕收回目光，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江清月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哪知道宋冬梅这死丫头关键时刻站在了宋燕那边。三哥，下次还是你陪嫂子来送货吧。多味楼那个姓徐的少东家老是盯着我三嫂问东问西的，还夸我三嫂名字好听来着。你哪只眼睛见他盯着我看了？人家只是出于礼貌，顺便夸赞下我的名字。再说了，合作做生意可不是要问东问西的问清楚嘛。还有啊，我现在已经瘦到让人不放心了吗？哎呀，三嫂，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也是担心吗？不过你刚才有句话可说错了。三嫂，你现在胖得刚刚好，皮肤滑滑的，身上软软的。我要是男人啊，我也再不管好你的嘴，一会儿就不买肉了。买，我再也不敢说了。除了买肉，咱们还要其他的吗？刚才徐老板不是说了，让我们尽快再送一次货吗？咱们再去买点酱料。对哦，那咱们赶快去吧。哎，三嫂，快看，那人不是二嫂吗？正当他纳闷之际，宋燕已经先开了口：“你们一会儿买好东西，在铺子门口等我，我过去看看。”宋燕躲在暗处观察了片刻，见两人进去后，便转身去到调料铺子去寻江清月和宋冬梅。三哥，你刚才是追上去看了吗？二嫂她来干什么？我也不知，只是看他们进了刘府。肯定又想去巴结人家刘家了。可惜啊，人家压根儿就不稀罕搭理他们。江清月对刘家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看宋燕的样子不像是那么简单。不过当下也没说什么，压下疑惑后便跟着两人一块去坐牛车回去。另一边，哎呀，我家那小姑子呀，品行模样好的没话说。要不是前2年我公爹出事儿了，这家里没心思张罗相看，我们家的门槛啊，早就被10里8乡的给踏破了。你说的可保真？要是我当家的在刘老爷面前夸了海口，可就没有余地了。真的，
皇天在上，我没有必要扯这样的谎来害我自己呀。刘二家的一听，顿时喜出望外。什么时候你把人带过来看看？要是真的好，少不了你们娘俩的好处。我那小姑子呀，哪儿都好，就一个怕生。若是直接把人给带来当面相看，她肯定不愿意，到时候啊，反怕坏了好事。那算了，你们这事儿要是办砸了，我也要跟着吃瓜唠，何苦呢？实不相瞒，我这事儿啊，的确是瞒着家里人的。我那小姑子当真是模样没话说，就是性子火辣暴脾气，我在家呀没少受她欺负，这才想找个好人家给她给嫁了。唉，若是事情能办成呀，我一个铜板也不要，只求换一个清静，让我出口恶气。不成不成，我记得你们家老三是个秀才，万一要是事情闹大被他告官，那就麻烦了。一起跟着的刘婆子见事情难办，连忙推了一把刘秀娥。哎，上次你不是说你那三弟妹和小姑子在都弄什么买卖吗？这一下可算是把刘秀娥给点醒了。这烧仙草虽然不是什么金贵东西，但是我看他们每日也不少卖。要是您喜欢，到时候我让小姑子把法子交给你，哪怕是拿出去卖个方子，也不少银子不是？成，管他什么暴脾气，到了刘府早晚都要学乖。正好刘老爷这2年就喜欢火辣的。再说你那三弟再厉害，也只是个秀才，胳膊还能拧过大腿，这事儿我应了。那这事儿啊，怎么办才好？还请您给拿个主意。这还不简单，你回去先好好哄他2日，3日之后你带着人一块来茶楼喝茶。正好那日中午我们家老爷要去茶楼找人议事，到时候我让我当家的找个机会带着刘老爷过去见见，只要刘老爷相中，这不就成了吗？商议定，刘秀娥母女2人便喜滋滋从刘府后门溜了出来。刘秀娥回到宋家时，大家伙都在江清月和宋燕的院子里忙活得热火朝天。院子里的气氛凝固了一瞬，宋冬梅最先反应过来。哎，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听人说你今天陪你娘去镇上了。他不在，这些人就这么高兴，就他一个人是多余的，对吗？刘秀娥越想越气，后槽牙都快要咬碎了。但是转念一想，大局为重。小妹，上次在山上的事儿是二嫂不对，我这2天呀，在娘家里也想通了不少，我娘也一直在和我讲道理。现在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和你吵了。宋冬梅准备好了一箩筐战斗的话，却被他莫名其妙的话给打了个措手不及，彻底愣在了原地。你得意上了？不是，我是真的想通了，以后呀，咱们都好好相处，再也不吵架了。山上的事，你最应该道歉的人是大嫂。大嫂，对不住啊，是我嘴巴贱，以后呀，我再也不提那事儿了，你别和我一般见识哈。这一鞠躬把张素娘吓得不轻，直接从矮凳上跌了下来。宋春山连忙将人给扶起，脸上也是见鬼的神色。你回来就好，本来我还催着老二去接你的，只是前2天下大雨，屋顶漏了，一直在修。今天我们是给清月帮忙来了。那我也来帮忙吧，反正我这会儿也没事儿。说完，突然摸到自己怀里的口脂。啊，小妹，你看，这是我今天去镇上特地给你买的口脂，可香了，你打开闻闻。不用了，三嫂亲手给我做了口脂，我现在多的用不完。那三弟妹做的自然好，可我这个也花了不少钱呢，不能浪费不是？再说了，小妹正是花一样的年纪，用也快的。宋冬梅见她坚持要给，便笑着接了过来，随手往大嫂张素娘怀里一塞。
大嫂，这口脂就当是二嫂给你赔礼道歉的，你收着用吧。刘秀娥一看自己花光私房钱买的口脂，转眼到了张素娘的怀里，气得牙痒痒，但还是厚着脸皮跟宋冬梅屁股后面进了厨房。哟，三弟妹在炸鱼呢。刘秀娥往锅台上一瞟，金黄的鱼块顿时让她直咽口水，便忍不住伸手要去捏一块。还没熟呢，不能吃。再说这是卖钱的，我们都舍不得吃呢。刘秀娥被打得吃痛，心底10000个不爽。可没等她再次调整好心态，宋夏江已经进来将人给拉走了。你先回去收拾收拾，这儿没你要干的活。刘秀娥见自己处处碰壁，又不招人待见，连自己的丈夫也不帮自己，便愤恨地瞪他一眼，冷哼一声，扭头离开了院子。人一走，众人都暗暗松了口气，又开始麻利地忙活起来。你今日不用抄书了？以后不抄了。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放心，用度不会少。我倒不是担心这个，就好奇随口问问罢了。今天你跟着二嫂当真什么都没听到？回来的时候我听冬梅说，二嫂之前压根就没去过刘府，你觉得她这次去真的只是去攀亲戚的？如果这样的话，她偷偷摸摸走后门，不是太奇怪了吗？哦，你是怎么想的？她从刘府回来后还给冬梅买了口脂，那一盒可不便宜，她平时有这么大方吗？还有，她和冬梅天天吵架，你见过她何时主动给冬梅道过歉？另外，上次二哥帮我们砍几根竹子，她都要跳脚了。今天回来看到这场面，竟然没有闹。那你觉得她到底有何目的呢？我就是胡乱猜的，说出来你听听看。我觉得刘秀娥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针对冬梅来的，不然也不会那么刻意讨好一个人。要么她就是想找机会把冬梅赶出门，要么就是想害她。所以我猜刘秀娥会不会想让冬梅嫁到刘府去？你觉得我分析的有可能吗？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刘财主吃人不吐骨头，他或许是想借此机会赶走冬梅，又能加害于他。江清月听后瞬间从床上弹了起来。他娘的刘秀娥，他要卖了冬梅！见他为了冬梅的事儿这么激动又愤恨，宋燕眼底不由得划过淡淡的暖意，语气也柔和了不少。不管怎样，咱们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两人先观察下他的动向，再做决定。放心吧，我这2天一定看好冬梅，一定寸步不离，绝对不给刘氏下手的机会。以防万一，这几日我陪你们一起去镇上送货。第二天，宋娘子的手艺果真厉害，昨天送来那10斤熏鱼，才片刻功夫就被抢完了。你们呀，要是再来晚一点，我都要亲自赶车去取了。今天我们做的多了点，所以耽误了些时间。说着就帮着宋燕把他身后的大竹篓给卸了下来。不知这位是？在下宋燕，是清月的相公。原来如此，听说宋公子是位读书人，怪不得这气质这么不凡。等钱掌柜那边上完秤结了钱，几人便准备回去。哪知道钱掌柜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宋娘子请留步。方才啊，忘记和你商量一件事儿了。明日你能否再多送些熏鱼过来？另外，咱能不能再早点过来呀？钱掌柜莫非是有什么急用？没错，刘府啊，刚刚和我们酒楼订了几桌的酒席，明天上午我们就要把所有的酒菜全部送到刘府去，尤其是你们家的熏鱼，这可是对方管事指定要上桌的。可是本镇最大的那家刘财主的府上。没错，难道你们也认识？不认识，不过你们要的量大，我们要早起做，才能同时保持熏鱼的新鲜和入味，这样一来怕是不能再早了。不如这样，
明天你们先把其余的菜送往刘府，我们保证在他们开席之前将熏鱼直接送到刘府，如何？可以，明天你们到了刘府，直接报多位楼，我会让钱掌柜提前和刘府的人打招呼的。辛苦你们，一定尽早送过去。一定。江清月忍了一路，一直回到家后，这才逼着宋冬梅追问起了宋燕。你是故意要去刘府送货的？没错，明天我和你一起，冬梅就不要去了。到时候我会想办法尽量弄清楚那天的事，看看他们到底打的什么算盘。第二天早上，宋冬梅一听说俩人不带自己去了，当即就把嘴撅得老高。三哥，我也想去刘府看看，我还没进去看过呢，不知道大户人家里面都是什么样的。没什么好看的。冬梅，今天刘府有酒宴，到时候人会非常多，你三哥也是考虑到你一个姑娘家这么抛头露面的不好，你今天就还是留在家里吧，等晚上回来给你做红烧排骨。那行，我要大份的。没问题。哄好宋冬梅，江清月便开始收拾自己。江清月不太会弄妇人计，还是吴氏主动过来帮她梳的。你也好久没置办衣服了，今天要是回来的早，让阿燕带着你去买点料子回来，娘给你做。娘，我这衣服还能穿，只要干净整洁就行了，等以后我瘦下来再做新的，省料子。说着随手从旁边拿了个腰带，将腰间重新绑紧一些。这么一绑，原本有些宽松空荡的衣服也都立即贴在了身上，这段时间减肥的成果也立马显现出来。三嫂，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小月，你别再饿着自己了，现在这样正好了，有点肉多好啊。娘，我知道了。见宋燕已经收拾好在门口等她，江清月快步抬脚走了出去。和大哥交代过了吗？交代过了，他今天就留在家里看着，哪儿也不去。那走吧。哎呀，三弟妹，听说啊，你们要去刘府送东西，怎么不带小妹一起？小妹在家还有别的活计，我们快去快回。刘秀娥好奇地打量两人一眼，似乎没打算知趣地离开。怎么，二嫂也想跟我们一块过去看看吗？哦，对了，我听说二嫂和那刘家还是亲戚呢，要不咱们一块去，说不定我们还能沾沾二嫂的光。不，算不上什么亲戚，我也是从来都没有去过刘府，没去过。没去过就没去过呗，二嫂这么激动做什么？我没有，我是想叮嘱你们两个早去早回，人家是大户人家，万一在里面冲撞了贵人，可就麻烦了。时间不早，江清月二人也懒得搭理他，便快步往牛车走去。我抓紧时间去找人打探一下，一会儿来找你。你注意安全，别乱来。知道了，你也是。大哥，我是多味楼钱掌柜吩咐过来送熏鱼的。哎，还好你们来了，刚才我正着急呢。东西给我就好，你可以回去了。银子钱掌柜明日会一起结给你的。江清月干笑着抽了抽嘴角，宋燕还没回来，他哪能走？便灵机一动道：大哥，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我看你们这儿也忙不过来，我来帮忙摆盘吧。摆盘？没错，我想着我们家这熏鱼今天难得招待贵客的，这鱼本来颜色就深，要摆得好看才行，然后再配点什么绿叶鲜花之类的才能雅致。成吧，你想摆就摆。江清月一听，连忙道谢，接过熏鱼和盘子，一一摆了起来。娘子，我们该回去了。吓死我了，你可算回来了，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上次刘氏来见的人是管事刘二的媳妇，我花了点银子打点了他下面的人，问出了他们的打算。你哪来的银子？这银子是……他一开口，江清月就已经回过神来。他有没有私房钱，以及从哪里弄来的私房钱，这事儿不该他干涉。你不用告诉我，再说眼下这个不是最要紧的，
你先赶紧说说二嫂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宋燕敛了敛眸，也很快从刚才的小插曲中回过神，飞快地把自己打听来的消息告诉他。太可恶了，怪不得他这2天想尽一切办法讨好小妹，为的就是明天骗她一块来镇上的茶楼相看。江清月在心底把刘秀娥从头到脚骂了一遍，冷静下来后便又开口：幸好你打听到了，那明天我们拉着小妹不让她去就是了。怕是不去不行。为何？你是怕她这次去不成，下次还会用别的法子拉小妹下水吗？没错，我们总不能这么一直防着直到小妹成亲吧。不如索性把这事儿直接告诉娘和二哥，彻底让刘秀娥死了这条心算了。娘那人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稍微认个软，找个理由哄骗，说不定真的能哄过去。二哥虽然不至于糊涂，但是毕竟夫妻一场。宋燕，你是不是另有其他打算？你想趁着这个机会把二嫂从宋家赶出去？没错，刘氏不能留下来。等2人回到家中，刘秀娥果然一听见动静就跑了出来。哎呀，三弟和三弟妹从镇上回来了，你们今天去刘府送货送的怎么样啊？没出什么事儿吧？没什么事儿啊，一切顺利。难不成二嫂还盼着我们俩出事儿不成？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看你又多心了不是？我就是想着呀，咱们一家人以后好好相处，我这个做嫂子的也应该多关心关心。刘氏的话还没说完，江清月已经不耐烦地进了院，顺带把门给关上了。隔日一早，刘秀娥又鬼鬼祟祟地跑了过来。忙着呢。二嫂有事啊？上次我买的口纸不是被冬梅送给大嫂了吗？我这心里呀一直过意不去，所以想趁着今天天气好，带着冬梅一块去镇上逛逛去，再给她买点东西赔个不是。哼，我不去，谁要和你一起去逛集市啊？我还要和三哥三嫂去送鱼呢。哎呀，这送鱼有三弟和三弟妹就够了，你少去1天也没事的，三弟妹肯定不会怪你的，对吧？二嫂说的没错，冬梅，你就跟着二嫂一块出去逛逛，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别让二嫂过意不去。宋冬梅本不想去，但是见三嫂都这么说了，只好擦了擦手，跟着她出去。2人才刚走到门口，刘秀娥便拉着宋冬梅回去。这牛车呀，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咱们呀先回去换件衣服。我这衣服怎么了？不是挺好的吗？好是好，就是这颜色太素了。正好二嫂上次做了一件衣服，还没舍得穿呢，今天呀就先借给你穿穿。宋冬梅一脸见鬼的表情，但是有新衣服穿，还是高兴的，便直接换上了。等换好衣服再一出门，江清月和宋燕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你们也要出去啊？是啊，我们要去酒楼送鱼，正好和你们一起。三嫂，我们先陪你去送鱼，送完再一起去逛如何？好。这不太好吧？哪里不太好？弟妹别误会，我是怕耽误了你们做生意。不耽误，直接送过去就出来了。快走吧，一会儿再晚就赶不上牛车了。出了多味楼，刘秀娥便迫不及待邀请几人一块去茶楼。这难得一起出来一次，二嫂请你们去喝茶如何？二嫂刚才不是还说要带小妹去逛集市，给她买东西赔礼道歉的吗？怎么这么早就要去茶楼？这我哪能忘了？这样，那边呀有间胭脂水粉铺子，小妹再去挑一块口纸，我送她便是。我才不要什么口脂。既然不想要口脂，那来盒胭脂怎么样？说着便随手拿了一块看起来最贵的，问起了价钱。刘秀娥一听那价钱，足足是口脂的2倍，心底吓得直打颤。这小妹花一样的年纪，这不涂胭脂也很好看的。
二嫂口口声声说要给我赔礼道歉，不会连盒胭脂都舍不得给我买吧？那我就不要了，走，回去吧。刘秀娥一听，赶忙将上次去刘府得来的一点打赏全部掏了出来，再加上她从家里带来的最后一点私房钱，总算勉强够买盒胭脂。江清月见她肉疼的样子，不由得觉得好笑。二嫂不会身上没钱了吧？那我们一会儿还去茶楼喝茶吗？去，放心吧，喝茶的钱呀，我还是有的。就坐这儿吧，这里呀能看到外面的集市，多热闹。江清月和宋燕相视一眼，四下看了看，便坐了下来。我再去楼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茶点，你们先坐着等一会儿。喝茶。江清月和宋燕自然知道他是要下楼去接人了。等他一走，便立刻从篓子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锅灰，一个负责望风，另一个负责往他脸上涂画画。三嫂，你往我脸上画什么呢？嘘，你信我，三嫂不会害你，你先别问，等晚上回家给你做红烧肉吃。红烧肉？比中午的红烧排骨还好吃吗？那是当然，比红烧排骨的肉多，而且肥肉还多。好，那你画吧。江清月卯足了劲儿，把前世毕生所学的化妆技术全部给使了出来。见俩人都这么奇怪地看着自己，宋冬梅更是一头雾水。画得好看吗？好看，一会儿别乱动，也别吭气儿。话音刚落，刘秀娥已经快步先上了楼，一边走还兴高采烈地给身后的人介绍。哎呀，难得今天这么巧啊，在这里碰见了亲戚。听说刘老爷也是个爱才的，正好来见见我们家三弟，那可是一表人才。还有我们家妹子，那也是十里八乡难得一见的俊俏人儿。刘秀娥正准备转头和三人介绍，哪知道一回头，顿时吓了一大跳。哎呦娘呀，妹子这是怎么了？二嫂这是怎么了？妹子不是好好的吗？这脸上，这是怎么回事？哦，兴许是发疹子了，她经常这样。哎，你别乱摸，这东西传染。一听说传染，刘秀娥吓得连忙后退2步，身后的刘老爷更是一脸铁青，冷哼一声便挥袖下了楼。瞧你给我办的好事！哎，刘管事，这是误会，刚才我的妹子还好好的，这只是暂时的，洗洗就好了。刘二不信邪的扭头又看了一眼，差点没把昨天晚上的饭给吐出来。他娘的，恶心死我了！滚！说着一把推开刘秀娥，快步下楼追着刘老爷去了。哎，刘二嫂子，你可不能走，这茶楼的账你还没付呢，我们4个人的茶费还有茶点。哼，你还有脸问我要茶钱？当初你是怎么说的？现在带过来的又是个什么货色？你心里没点数吗？可是这茶钱和点心钱是咱们提前说好的，不用我来掏。还有，为了让我小妹过来，我刚才还带她买了胭脂，这银子也应该你来付才是。刘二家的听他又没轻没重的算起这些小账，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俩人一言不合就厮打起来。就是他们2个在这闹事，搅得我们连生意都没法做了。两人虽然是在气头上，但是一见到官兵还是吓得不轻，赶忙撒开对方的头发。官兵大哥，你来的正好，你得评评理。说好的我带自家妹子过来相看，他出茶钱，现在人没看中，他的茶钱也不肯出了，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呸！要不是你自己存了私心，一心想把小姑子赶出门去，一次次的登门来求我，把人夸得天花乱坠的，我能带人来相看？结果你看了个什么货色，你心里没数吗？哎呦，那你们刘府也不能欺人太甚呐，一杯茶钱都舍不得出。你给我闭嘴，小心我找人拔了你的舌头，让你乱说。原本大家还不知道原委，一听说是刘府，便什么都明白了。怪不得刚才我还看见刘老爷的马车从这茶楼跟前走过呢，原来是过来
想看人家姑娘的呀。哎呀，没看上是好事啊，谁被看上了谁倒霉，谁摊上这个嫂子也是倒霉，竟然还敢带小姑子给刘老爷相看，当爹都嫌岁数大。刚才没听说吗？这人家是故意想把小姑子给赶出去的。下面闹得轰轰烈烈，楼上就剩下仨人。差不多了，我先下去，你们在楼上待着。我也跟你一起去吧，省得一会儿刘氏和你胡搅蛮缠。两人朝着宋冬梅叮嘱一番，便一前一后下了楼。二嫂，你口口声声说要请我们来喝茶，没想到竟然是为了给小妹相看。你实在太过分了，那是自家亲妹子，你有什么资格卖她？说着又朝他脸上招呼起来。刘秀娥被打得吃痛，忍不住向外看了一眼，就发现江翠翠路过的身影。翠翠救我！江清月，她是你二嫂，就算是做了什么惹你不高兴的事儿，你也不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她呀。江清月一看是江翠翠来了，忍不住抱臂勾唇笑道：你是特地来帮刘秀娥的了？哼，是又怎么样？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么欺负她。我不过是好心，想帮小姑子找个好人家，没想到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打我。你听到没？你二嫂再怎么说也是好心，你们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好人家，既然你们俩关系这么好，你也没嫁人，那不如你嫁过去吧。话音刚落，围观的人都哄笑起来。是啊，干脆你嫁呗，过去肯定能吃香的喝辣的。就是你要是不嫁，那就是不识好歹了。你说的好人家是哪一家？刘府。什么？刘府？没错。有病吧？说着，江翠翠做事就要开溜。刘二家的都准备走了，见有人这么诋毁刘府，气得又掉头回来了。哼，你这样式儿的我还看不上呢，要脸蛋没脸蛋，要肉没肉的，你当我们刘家小猫小狗的都能进呢？说着还嘲讽地往江翠翠屁股上拍了一下。我都嫌硌手。江清月一个没忍住，立马笑了出来。这一笑倒是把刘二家的给招来了。刚才我倒是没仔细看，这小娘子倒是……青天白日的，你们刘府就敢当街挑人吗？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宋公子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开个玩笑而已。另外，我们刘家并不敢强抢民女，是你二嫂自己找上门来的，求爷爷告奶奶的让我过来看人。要不是看在沾亲带故的份上，我才不会来。说完，拔腿就往外走。相公，你怎么来了？毒妇，你竟敢把小妹卖给别人做妾！我饶不了你，先给我回去！说着就半拖着把人往外拉。你去劝劝二哥，别把人给弄死了，小心吃上人命官司。宋燕点了点头，刚准备要走，却又被他给拉住了。二哥是你叫来的？行了，我猜到了，赶紧先去前面看看吧。江清月几人刚走，被吓得脸色惨白的江翠翠也连忙从人群中钻了出来，准备溜掉。掌柜的，就是他刚才帮着那不给钱的妇人说的话，刚还说他们关系好着呢。哟，既然关系好，那这茶钱就有劳这位姑娘给结一下呢。我只是路过，我又没喝茶，凭什么要我付？再说我和他不熟。刚才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护着他，还敢说你们不熟？来人呐！江翠翠知道自己逃不掉，只好怯生生问道：多少文？1两。几杯茶怎么能要1两？刚才那位夫人还点了茶点，只是刚才厮打的时候她自个儿打翻了，当然也要付了。江翠翠生怕他一会儿还要把其余的损失赖在自己头上，赶忙掏出身上仅剩的1两银子递了过去。哪知道才刚出了茶楼，
迎面就撞上一位熟人，不是别人，正是刘秀娥的母亲刘婆子。江翠翠一看到刘家人，立马喜出望外，连忙把刚才的事儿给说了一遍。哎，伯母，刚才我说的那1两茶钱，算我借给秀娥姐的，正好你来了，那这银子啊……哎呦，这事儿啊，以后再说，我先去救我闺女要紧。另一边，自人回去的路上，江清月忙把这里边的情形仔细说给宋冬梅听。宋冬梅又气又后怕，对着他就是几个巴掌。三弟，麻烦去喊下村长。等宋夏江把刘秀娥拎着回到自家院子的时候，正在院子里处理鱼的吴氏和老大2口子都吓傻眼了。老二啊，这是怎么回事？秀娥在外被人欺负了？被人欺负？哼，我看是她欺负别人还差不多。这女人今天差点就把小妹给卖了，要不是老三2口子在，只怕小妹凶多吉少。娘，二嫂联合刘家的家奴，要把我卖到刘府，给那老头子做妾。接着又把江清月告诉他的情况都如实说了出来。吴氏越听脸色越难看，到了最后浑身都颤抖起来。你觉得你不该挨娘这一巴掌吗？我呸！你们凭什么打我？宋冬梅她能嫁到刘家做妾，那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吴氏紧咬牙关，手指哆嗦着指向刘秀娥，气得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娘，你别动气了，等一会儿老三带着人回来再处置他。说话间，宋燕带着村长已经走到了门外。村长，这毒妇设计要将我小妹卖给刘家做妾，这种人我们宋家不能再留了。今天让大家过来，就是想让大家做个见证，从今天开始，刘秀娥就和宋家彻底没关系了。三弟，还要麻烦你代笔写封休书。宋叶似乎是早就准备好似的，回去不过片刻，便拿着写好的休书重新走了过来。村长，还麻烦你给我二哥做个见证。放心吧，刘氏今日犯下这样的大错，别说你们宋家，咱们石崖村也是留不得了。说着便把休书递给了宋夏江。老二接过休书，直接咬破手指按了下去，随即丢给了刘秀娥。拿着你的休书，滚回你的刘家村去。娘，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娘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刘氏，你自作自受，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和我娘求情啊？小妹，都是二嫂的错，二嫂也是想着给你找个有钱的人家，想让你下半辈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呀。刘氏，你莫要再纠缠，拿着你的行李赶紧回你的刘家去。刘秀娥抱着行李哭得死去活来。正当她无计可施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熙熙攘攘的脚步声。我看看谁敢欺负我刘家的女儿。娘，爹，宋夏江要休了我。我看谁敢。我女儿嫁到你们宋家才刚1年，哪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呀？你别装了，当初刘秀娥去刘家求人相看的时候你也在，为的什么休她，你心里边一清二楚。你们刘家的女儿，我们宋家高攀不起，请你们赶紧领回去。刘婆子一见宋夏江的态度，便知道靠嘴皮子说是没用的，连忙吩咐几个儿子动手，先给他点颜色看看。来我们村闹事，也不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刘家人一看这么多人都要上，方才还嚣张的气焰顿时灭了下去。娘，真的要打吗？哎呦，亲家母，有话好好说，哪里就到了休妻那一步了？刚才大家伙都看到了，老二已经给了休书，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亲家了。你这一句亲家，我可受不起。将心比心，你如果觉得刘家好，
为何当初不把你女儿嫁到刘家去，还要入我们宋家的门？一句话将刘婆子怼得哑口无言。想要休妻也可以，但有一点，该分给我的东西一分都不能少。哼，你的嫁妆早就被你换钱吃得一干二净，家里的活计你是能躲就躲，饭你是一点没少吃，你还有什么好分的？我不管，我既然嫁给了你们宋家，那你们宋家的东西何该有我一份？别的我也不要，但那熏鱼的方子必须要给我。哼，熏鱼的方子？难道你不知道老三一家早就和我们分家了？弟妹的方子凭什么给你啊？就凭这生意是你们合伙做的，虽然老三分了家，但是这熏鱼的生意还是宋家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背着我一块挣银子。我和大哥抓的鱼是按市价卖给三弟妹，至于他做什么和我们无关。刘秀娥自然是不肯信的，但是江清月很快就拿出账本递给了村长。这上面写明了日期，还有卖鱼的斤数和价钱。我们和大哥二哥的确都是单纯的买卖，不存在合伙做熏鱼的生意。刘秀娥看不懂，忙拉着娘家大哥要去看。青儿听到后仍是不死心。不可能，今天我和老三两口子一块儿去的多味楼，他们可是拿了不少的银子，怎么才给他们这么一点钱？这价格公道不公道，大家去镇上鱼市问问便知。至于多味楼那边，我们今天结的银子是和昨天送去刘家的一起的，自然要多一些。况且我们这熏鱼用的油和糖都是金贵的东西，卖多少银子是我们和多味楼的事，和你无关。就是，这活鱼就是这个价钱，已经是够高的了。人家卖多少银子那是人家的本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们若是再不走，就别怪我们石崖村不客气了。宋夏江，你们给我等着，别后悔。躲在门外一直看热闹的江翠翠见刘家人出来了，赶忙准备快步追上去，把自己的1两银子要回来。哪知道才刚迈脚，就被江清月给拉住了。江翠翠，是你去刘家通风报信的吧？刚才在茶楼，你说我们不识好歹，帮着刘秀娥对付我们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还想赖？我只是好心想要劝和，我对刘氏的打算事先并不知情，这一切跟我都没关系。那刘氏娘家是怎么那么快得到消息来的？我真不知道。江清月，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这几天你们家没少去捞鱼，这鱼都是大家伙的，结果全被你们一家人给捞光了。此话一出，果然还是有点效果的。在场的村民多多少少都有些想法了。如果我没记错，这鱼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意外之喜，捞多捞少全凭个人本事。再说我们宋家一共就2个人捞，哪里就能被我们给捞光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大家也想卖鱼，我们可以按照现在的市价来收，只不过有一条，送来的鱼必须是刚捞的，之前不新鲜的我可不要。还有这大小也有要求，2斤以下的我也不要。当真？那么多鱼你能吃得下？当然，有多少收多少。众人见江清月不像是开玩笑，便都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准备回去结网捕鱼。小心你说一堆鱼全烂在手里卖不掉，哼，走着瞧。反正白捡了22两，亏完了我也不心疼，就当做积德行善了。被伤口撒盐的江翠翠气得要爆炸。等众人散尽，家里的人还是不免开始担心起来。小月呀，万一大家伙都来送鱼，到时候卖不掉可如何是好啊？是啊，要不然我们还是去和大家说，这鱼就不收了，大不了我和老二多辛苦一点，多抓点回来。娘，大哥大嫂，你们想想，这暴雨前咱们这鱼是多少钱一文，现在又是多少钱一文了？往常起码要10文一斤，现在只要6文了。是了，这鱼的旺季迟早要过去的，趁着现在便宜，不如多买些回来养着慢慢卖。
不然过段时间河里的鱼捞完了，咱们这生意就难做了。再说多味楼的掌柜也一直催我们尽量多送些，往后天凉了，他们还打算往江都府去送货呢。而且之前咱们的鱼大的大，小的小，现在规定了大小对咱们更有利，也不至于多的放不下。另外，我们屋后的那个池塘一直荒废着，我去和村长说一下，暂时让我们放一下鱼，应该不成问题。那我明天一早就去把池塘外围给扎上篱笆，你们要是忙不过来，我来替你们看着鱼。我和老二一起帮忙。二哥，你往后不要自己去河里捞鱼了，只要负责收鱼看鱼就好了。大哥大嫂，你们要是愿意的话，我想把烧仙草的生意让你们去做。让我们去镇上卖烧仙草？是啊，我熬好了，你们拿到镇上去卖，这生意没什么难度，就是要一碗一碗的卖，太耗人了。到时候卖的钱咱们对半分。使不得，使不得。我们去帮你卖可以，分那么多可使不得。大哥大嫂先别忙着拒绝，你们先去卖卖看再说。安排好3人，宋冬梅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三嫂，那我干什么？上次你不是说要去镇上试试看卖口脂吗？再说咱们那香皂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明天我们先去镇上试试水，要是好的话，回来还要继续做呢。那娘留在家里给你打下手。好，家里肯定少不了娘的帮忙。那我就负责多味楼送货吧，记账的活我也能做。江清月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他眼下还有个想法。但是当他这话一说出口，在场的几个人，包括宋燕，都朝他惊诧地看了过来。你想买牛车？1辆牛车要多少银子？差不多要15两到20两。什么？其实牛车对我们田少的人来说用处不大，不如买头毛驴吧。毛驴速度比牛快，10两银子以内就能够买一头品相好的。那就这么说了，明天去买毛驴。这一夜对宋家人来说，注定是个难以入眠的夜晚。你说我们明天去镇上卖烧仙草咋卖啊？咱们能行吗？嗨，那下午3弟妹不都教过我们了吗？再说明天他会先带我们过去的，你就别担心了。好好把3弟妹教的那些顺口溜先背会了再说。好，对了，那咋念来着？还是先睡了吧。三嫂，你这炸的是什么啊？这是炸果子。当初我和你们爹刚成亲的时候啊，你爹有回去江都府办事儿，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娘，你尝尝看，是我做的好吃，还是爹买的好吃？还是小月做的好吃。当时你们爹带回来的时候都凉了，没有这么酥脆。江清月炸了将近20根油条，一边炸一边让大家先捡凉些的吃了。这炸果子要趁热吃，一会儿吃完还要去镇上，大家都别客气。这炸果子真好吃。大哥、二哥、大嫂，你们快尝尝。说话间，宋燕已经拿起筷子帮大家伙夹了。张素娘吃了2口，见江清月还一直在忙着，便提出要给她帮忙。3弟妹啊，你先吃着，我来帮你翻。我看了一下，这好像和炸鱼也差不多。不用了，还剩几根马上就炸完了，你就别沾手了。三哥，你拿给三嫂吃，让她先吃2口垫垫呗。刚拿起油条准备吃的宋燕，江清月刚想说不用，但人家都送到嘴边了，便鬼使神差地咬了一口。好了，你们快吃吧。然后他就看见宋燕望着手里的油条犹豫了一瞬，随即继续一脸淡定地吃了起来。吃过早饭，就开始下河的下河，摸鱼的摸鱼。再说江清月一行人到了镇上之后，时间已经不早了，便商量着分头行动。你们今天总算是出摊了，让我们好等啊。是啊，还以为你们这生意不做了呢。这不前2天下大雨，家中又有事儿耽搁了，
不过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仙草冻依旧是老时间老地方出摊，一直卖到夏天结束。哎呦，那就好，这几天太热了，就先吃点凉的，快给我来一碗。好嘞。江清月在帮食客盛仙草冻的时候，大哥大嫂就在一边学着。等看着江清月盛了2碗，一旁的张素娘便跃跃欲试。弟妹啊，要不我来试试？好，大哥，你去帮冬梅收钱，顺便维持一下排队的秩序。两人试了一回，渐渐找到了感觉，手上动作也越来越快了。见两人已经进入状态，江清月便带着宋冬梅准备离开，去卖香皂和口脂。清河镇最大的胭脂水粉铺是哪一家？那自然是林香阁。不过三嫂，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找个地方摆摊卖吗？摆摊卖太耗人了，而且卖不上价钱，咱们直接去宁香阁看看再说。1两银子一盒，1盒3粒。这么一点点，你要卖1两银子？不好意思，我妹妹头回来。我们这早都用了好几种香料，价钱贵那是自然的。那敢问店家，你们这儿可有香皂卖？香皂？那是何物？就是这个，和早豆差不多，但是清洁力会强一些，也更耐用一些。实不相瞒，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看你们店收不收香皂，如果可以的话，还烦请帮忙引荐下店掌柜。你这香味太淡了，能行吗？您可以先试下，我们这种香皂洗过之后非常干净，只留下淡淡的清香，所以也不需要太重的香味儿。成吧，今天掌柜不在，我去帮你问问东家，稍等片刻。那小二正准备去寻东家，哪知道铺子门前熙熙攘攘，吵成一团。你们是如何确定脸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家的脂粉造成的？你自己看，这就是我前几日在你们家买的脂粉，当时就是这个小二卖给我的，不信你问他。我们家还不至于让女儿烂脸来讹你的钱，实在是你们的东西有问题。那你每日睡前可有洗面？那是自然，我用的就是你们家的早豆，结果越洗越痒。妹妹的脸我看了，应该是因为刚开始使用脂粉不适应，这银子我就赔给你们了。谁要你的银子？这银子还给我，我的脸就能好吗？姑娘，你先回去再好好养几天，若是过2日还不好，我专门从江都府请大夫给姑娘医治，可好？不行，过2日就是我的大婚之日，你让我顶着这一张脸怎么成亲？对方母亲也急了，见东家没办法，做事就要赖着不走。一时间看热闹的人也都各说纷纭起来。成亲可是一辈子的大事，若真的看不好，那可要终身抱憾了，说不定去了夫家还要被人说笑呢。在一边看了半天热闹的宋冬梅忍不住小声拉了拉江清月。三嫂，她这脸我们香皂能不能用啊？应该可以。那就试试吧，反正咱们的香皂也没有什么刺激的东西，再坏也不过如此了。江清月嗯了一声，随即拿起刚才那块被遗忘的香皂，朝那姑娘道：我这里有一块香皂，姑娘若是愿意的话，可以洗下试试看。香皂？那是何物？是一种比早豆洗得更干净的东西。姑娘洗脸的时候，或许是方法不对，也有可能是早豆的清洁力不够，所以脸上的脂粉没有全部洗干净。时间久了，里面的脏东西便爆发出来了。那姑娘半信半疑地看了江清月一眼，大概是病急乱投医，也顾不上什么有没有用，直接点头让她来试。江清月朝着铺子东家看了一眼，征求意见，可否借下面巾和脸盆？可以。江清月一边轻柔地帮那姑娘洗脸，一边从旁解释，姑娘面庞细嫩，若是涂了脂粉，每日睡前都要像这样清洗干净，并且用清水多冲几遍才可。等洗完脸，江清月又让小二帮着取来铜镜。今日就只能这样了，姑娘还要多洗2日方可痊愈。
那姑娘本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接过铜镜一看，脸上的疙疙瘩瘩竟然比之前好了一些，也顺滑清爽了不少。你们退的银子我收下了，这货香皂就算是你们的赔偿。若是能洗得好，我便不来和你们争执了。我们今日过来，本来就是想和宁香阁谈谈香皂的生意，只是不巧方才被那姑娘给打断了，不知东家现在可有空闲。话音落，那小二连忙又和东家说起了缘由。东家听后大喜过望，连忙伸手邀请江清月上楼细谈。没想到楼上比楼下更别有一番天地。姑娘过誉了，我这个人只不过是打小喜欢鼓捣这些个玩意儿罢了。说罢连忙吩咐人上茶招待。一番寒暄，徐婉宁决定开门见山。我比你大3岁，我就托大叫你一声妹妹。不知道清月妹妹刚才说的生意是怎么个办法？眼下我这里还有10块香皂，我打算卖1两银子一块。婉宁姐若是觉得合适，今日便可先试试，待到10日之后还会有另外10块。只不过为何10日才能交10块？实不相瞒，这香皂制作起来并不容易，而且等待的时间也久。为了保证成色，我们暂时只能先供应这么多。婉宁姐若是觉得好，不妨先试卖看看，1个月后我们的数量也会跟上来。好，那我就先要10块。刚才我都没有仔细看，就被那姑娘给拿走了。不知这10块你可都带在身上了？一旁的宋冬梅连忙拿出篮子，小心翼翼地捡出10块香皂放在桌子上。徐婉宁接过来仔细看了看，又摸了摸，又放在鼻尖下闻了闻。我就不用试了，刚才那姑娘试的效果我们都看见了。说罢连忙让丫鬟取了10两银子过来。银货两讫，徐婉宁还想留2个人在这儿喝茶，但是江清月看时间不早，便赶忙道了谢，带着宋冬梅离开。三嫂，咱们家里明明还有20多块肥皂，你为何说只有10块啊？难不成剩下的咱们还去别处卖？这种东西啊，卖了一家就不好再卖第2家了。我之所以说10块，是因为咱们的新香皂起码也要将近1个月才能做出来，在那之前总不能让它一次性卖完了再急着等吧。哦，我知道了，你这就和在毛驴面前挑根萝卜不是一个道理吗？我们这可不是一直吊着人家，我这叫饥饿供货。你想想看，假如有2种香皂，一种你只要有钱就能随便买，另外一种是你有钱也买不到，只能听身边的人说谁谁谁买了，用了效果如何如何好。那你觉得哪一种香皂更好更贵？当然是第2种了，买都买不到，肯定是大家都抢着要呗，花多一点钱也是应该的。是了，所以在咱们香皂大批量做出来之前，就饥饿供货吧。嘿，还是三嫂你脑瓜子好使，心眼子也多，我都听你的。姑嫂2人有说有笑地往回走，刚到桥下就看见宋燕等在那儿了。你送完货了？你们这是卖掉了？三哥，你不知道，今天要不是我三嫂，人家母女俩就要把宁香阁给拆了。我三嫂说1两银子1块的时候，我吓得都不喘气了，生怕人家拿棍子要把我们给赶出去。没想到人家只是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我刚说我三嫂心眼子多，她还不高兴呢。其实我是夸她，一般人谁能想到饥饿供货啊？你说是不是？江清月见宋冬梅说的唾沫星子直飞，无奈的摇头笑笑，径直走向正在收摊的大哥大嫂。大哥大嫂，今天感觉怎么样？好，挺好的，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你大嫂这人呐，就喜欢下担心，昨天激动一宿没怎么睡，我就说有弟妹教我们，肯定没问题。说着，2人便把今天卖来的铜板全部递给他。江清月不想在外面来回推搡，便先收了下来。
等咱们回家再商量分钱的事儿。收拾完东西，江清月见已经过了饭点儿，便提议一起找家食铺吃饭。还是早点回去吧，一会儿还要去买驴车呢。是啊，娘和二弟在家估计也不放心我们，就不花那冤枉钱了。江清月知道俩人是心疼钱，最后只好在路边经常吃的馄饨摊打发了一顿午饭。吃过馄饨，5人一块往东边的罗马市走去。大热天的，里面不光热闹，气味也大。我和大哥留下来跳就成了。江清月忙不迭把事先准备好的10两银子掏出来，塞到他手上，麻溜地捂着鼻子跑了出来。3人在外面的阴凉下等了好一会儿，然后就看见宋燕和宋春山2人拉着一头驴走了出来。10两银子够吗？还剩500文。赏你了，给你留着存私房钱。宋燕哑然失笑，破天荒地把剩下的铜板重新放了回去。上车吧，不是还要去买东西吗？江清月把想买的都买了一遍，正准备回驴车，却被宋廖轻轻拉了一把。对面就是布行，要不要去买点料子？是该去给你买2件新衣裳了。我不需要，是娘说的，你该重新置办衣服了。真不用，再等等吧，等过完夏天再说。宋燕见他不肯，只好重新扛上地上的粮食往车上走。买了这么多东西，有车方便就多买些。昨天答应要给冬梅做五花肉的，结果也没来得及，今天特地买了肉，晚上大家都过来。三嫂，你对我真好。咦，小心一会儿鼻涕蹭我身上了。一路上，3个女人在后面说说笑笑。驴车的动静不小，回到村子后自然要引起一阵轰动。有人来问，江清月便淡笑着回2句：后面要帮大家一块去卖鱼，有辆驴车方便些。是，毛驴没那么金贵，有几两银子就能买了，比不上牛车。哎，三弟，你快来看看，我这账记得行不行啊？我感觉有点乱七八糟的。可以，这里再这样改，看得懂就行了。2兄弟看账目的时候，江清月便在一旁看收回来的鱼，看着还算新鲜，个个活蹦乱跳的，个头大小也算过关，便放心地留下宋燕给宋春山帮忙，自己带着宋冬梅先回去做饭去了。大哥、二哥，开饭了！三哥、三嫂喊你马上回去吃饭。嚯，真是红烧肉，还有鱼，还有白米饭，今天这是过节了。大家都别客气，今天虽然不是过节，但是个难得的好日子。大哥大嫂头一回去卖仙草冻就成功了，我和小妹也去卖了香皂，二哥又辛苦一天开了鱼塘，家里还买了驴车，也应该庆祝一下。快尝尝，这肉凉了可就不好吃了，一会儿吃完咱们再说。桌上的红烧肉足足装了2大盘，红亮亮油润润的，看着就让人直流口水。咋样，好吃不？好吃的我都想哭了。大家都快吃吧，今天这桌上的菜都吃完，不许剩。江清月虽然一直劝大家吃肉，但自己的筷子却一直往鱼肉里夹。小月呀，你不会还在减肥吧？听娘的话，好好吃饭，别减了。是啊，三弟妹，我还就想要你这样的身材呢，羡慕都羡慕不来。要是这肉能免费送的话，我巴不得送给你们几斤呢。宋冬梅和江清月年纪相仿，最懂她的心思。娘，你就别管了，这肉长在我三嫂身上，她想减你就让她减。哎，你要是嫌肥，就光吃瘦的，把肥的留给老三吃。真不用，我会吃的，你们也吃吧。于是便义愤填膺地夹了一块偏瘦的放入口中。大不了晚上找机会再去空间里多锻炼一会儿吧。一顿饭吃得差不多，江清月便打算和大家商量下以后分账的事儿。大哥大嫂这边的仙草估计顶多还能再卖1个月，
之前那些仙草和薄荷还有桑葚也都是你们帮着一起上山弄的，之前的碗和勺子大部分也是大哥做的，所以我想往后这仙草的生意成本就不算了，卖的钱咱们直接对半分。不成，这绝对不成。三弟妹，我们俩今天在镇上的时候也商量了一下，大致算了个账。虽说这仙草不是多么值钱，但是一碗也能卖5个铜板，一天100碗的话就是500文了，对半的话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我们俩每天干的那点活哪里值200多文？再说了，弟妹，你麦芽糖的钱也忘记算了啊！还有，我和你大哥顶多就是打杂帮个忙，要不是你做出来，我们哪里能卖钱呢？我知道你想帮我们，可也不能这么补贴呀。江清月正斟酌着怎么开口说服，宋春山一张嘴便把55分改成了73分。弟妹，依我和你大嫂的意思，你和老三拿7成，我们要3成就够了。没错，我们俩都想好了，让你大哥有空的时候啊，就做点竹碗和勺子，我们顺带着呢就在那儿卖了，这样下来一天也能挣不少钱呢。的确不少了，一天能买10几斤大米了。见两人坚持，江清月便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了宋燕。好，就依大哥大嫂的意思吧。大家都同意了，江清月也没再坚持，便开始商量起老二收鱼养鱼的事儿。江清月的打算是按照1斤鱼1文钱给他做提成，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算钱的法子。宋夏江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忍不住低声喊道：那我今天收了接近200斤鱼了，岂不是要分接近200文？这样算下来1个月就6两银子了。没错，但是今天是第一天，会多一些，往后怕是没有这么多的。不成，那也太多了，都和大哥大嫂2个人拿的差不多了。这倒是事实，不过在江清月看来，这活计可比大哥大嫂的累人，所以这一次江清月没打算再让步。两人僵持了一会儿，最终以江清月的胜利告终。商量好老二的事儿，江清月便把目光投向了宋冬梅。三嫂，我还是那句话，我跟你一块干不要钱，管饭就成。你确定不要钱？再过2年你也该嫁人了，难不成你就不打算给自己攒点嫁妆？我才不嫁人呢，嫁了人就不能天天在你家吃饭了。江清月忍俊不禁，这是打算以后招个上门女婿一块儿来蹭饭吗？可以倒是可以，只不过他恐怕是等不到那一天就要离开了。小月，娘想先说2句。娘你说。娘是这么想的，之前老大老二还有冬梅，我们一直都没分家，但是经过刘氏的事儿，娘现在也想明白了一些，有些东西啊还是早点分开比较好。娘，我们现在好好的干嘛分家呀？就是，再说刘氏现在也不在了，我不同意分家。你们先别急，不是分家，以前咱们咋样还咋样，就是以后你们挣的银子各自归各自的。老大呢就多存点银子，回头带着你媳妇儿去江都府里找个好点的郎中，给素娘看看身体，早点把身体养好，你们再要个孩子。这老二呢，我现在也不要求你旁的，你挣的银子自己存着，以后想清楚再说。至于冬梅嘛，就随他吧，以后还是让他跟着他三嫂，之前咋样还咋样，你们看看成不成？另外呀，娘现在趁着还能干得动，能帮你们多少是多少，你们做生意挣的银子，娘一文都不要。那我们的钱多少也要交给娘保管，家里开销用度1年下来也不少。用不着，以前你们没干这些营生，家里不是照样过吗？家里的地也够我们吃的了。两人坚持要拿一部分出来做开销，宋燕见状也开了口。
我觉得大哥二哥说的也有道理，娘的用度我们三兄弟来分担。江清月见大家都同意了吴氏的提议，便也答应宋冬梅的要求。那行，冬梅的那份儿我就暂时不给她了，等冬梅出嫁前，我会载一份嫁妆给她。艰难的谈话终于结束，正当大家畅想着美好的未来，隔壁院里的驴突然叫了。估计是饿了吧，我去看看。哦，对了，你们这院子太小，要不然毛驴就让老大帮你们养吧。他小时候帮人家养过牛，草料什么的都会弄。江清月不好意思一直劳烦大哥，但眼下只能这样了。娘，不如咱们从院子中间拆个洞，装个门吧，这样咱们也不用每天来来回回从门口绕了，也省得别人伸长脖子盯着咱家看了。好好好，明天就开始弄，让他们3个一起弄，好快点儿。等人离开只剩下2人时，宋燕还是出声提了个醒儿。你确定要开道门？若是开了，以后再关就不好办了。之前垒院墙主要是针对刘秀娥的，现在她不在了，开个门而已，我有什么好反悔的？既然如此，怎么不干脆拆掉呢？那不行，若是没了阻挡，咱们2人的事儿不就露馅了？宋燕，她还没见过临时撒谎，临时就能给圆回来的。反正刘氏现在已经不在了，她说是针对谁，那就是针对谁的吧。第二天，江清月和宋冬梅又留在家中做香皂，便让宋燕带着大哥大嫂一块去了镇上。等人走后，江清月和宋冬梅也收拾收拾，准备去山上采鲜花。这不是忍冬吗？小时候我娘泡水给我去痱子的。没错，就是忍冬。可是这也没什么香味啊，能行吗？刚才你还说可以去痱子呢，就说明这花还是有功效的。忍冬可以清热解毒，皮肤上的褥疮、痱子、皮癣等等都可以用。那还等什么？赶紧摘吧。等金银花摘得差不多了，这才忙捡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来，一边吃东西一边休息。冬梅，一会儿咱们走之前再割点野苋菜回去。割那玩意儿干什么？老的都啃不动了。苋菜梗回去泡泡，可以做臭豆腐。臭豆腐？都臭了还能吃吗？我什么时候诓骗过你？不能吃，到时候你别吃就是了。好吧，等一下我来割。宋冬梅到底是比他年轻一些，瘦子也没那么容易累。休息了一会儿，就爬起来继续割野苋菜去了。江清月又休息了一会儿，正准备起来，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山腰上出现一道熟悉的身影。三哥，我们在这。别喊。为什么不能喊啊？三哥肯定是来接咱们的。江清月抿了抿嘴，丝毫没觉得宋燕是来接他们的。冬梅，你三哥以前经常上山吗？不经常，他平时都在家看书。那他可会打猎？没见过。那烧炭呢？应该不会吧。三嫂，你干嘛问这些啊？随口问问，我就是觉得对你三哥不怎么了解。那不简单，以后我多跟你说说我三哥以前的事。说话间，宋燕已经快步走了过来。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和大哥大嫂去镇上了吗？我送完货就先回来了，我过来接你们回家。看吧，我就说三哥是来接我们的。宋燕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江清月，随即把手里摘的一盆果子递了过来。你们尝尝这个，刚才我在下面的时候摘的。宋冬梅果然中了他的圈套。我说你刚才怎么往那边跑呢？原来是去给我们摘果子去了。嘿，三嫂，你尝尝，这果子可好吃了。是吗？我尝尝。说完，又不由自主地朝宋燕打量一眼。见自己看他，他还一脸坦然地伸手接过他的背篓。早点回去吧。好，下山。三人一回到家，就看见大哥大嫂都已经赶着驴车从镇上回来了。
这会儿老大和老二正在院子里帮忙拆墙装门。小月，你快过来，我给你量量尺寸。小月，你快过来看看这料子，你可喜欢呢？这是给我买的料子？可不是嘛，三弟今天去镇上特意给你买的，买了也不等我们立马就给送回来了。就是啊，想让娘赶紧做了给你穿。娘一直说要给你做身衣裳，我看你不要，就自己去给你选了。是啊，你天天要去镇上，我听说那宁香阁都是有钱人家去的，你穿好点过去，卖东西也方便些。这颜色呀，是老三特地给你挑的，你看看喜不喜欢？好看的，谢了。素娘，你快给小月量量现在的尺寸多少？张素娘张大了手，在江清月身上一边比划，一边把数报给吴氏。哎呀，这不摸还看不出来，弟妹现在瘦了这么多啊，这腰线都出来了。按这个尺寸做2套正好。江清月一听要用这桃粉色做2套，那就等于她短时间内天天都要穿粉色了。娘，我做1套就够了，另外1套给冬梅做吧。我们现在也不用天天去镇上，1套就够了。冬梅她自己有衣服穿，你之前那些衣服都不合身了。没事儿，给她做吧，这颜色她穿着好看。好姐妹本来就该同甘共苦的。到了晚上，宋燕拿出今日卖熏鱼的钱给她的时候，江清月顺势就问了她买料子花了多少钱。我还给你。不用了，上回你赏的500文足够了。上次我是和你开玩笑的，说真的，你的工钱我们还没商量怎么算呢，要不你自己开个价吧。宋燕感觉自己被戏弄了，又不是很确定，只好无奈地看他一眼。哎，我和冬妹一样，管饭面客。那成，那等我走的时候，我也给你准备一份聘礼。哼，不需要。说完便一脸阴郁地躺在床沿边上。不开玩笑了，我正经问你一个问题好吧？你说。其实我早就想问你了，你大哥二哥还有冬梅的名字都带有季节，为何唯独你没有？我从小就只记得你宋燕这个名字。哼，不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叫宋燕。那我明天问婆母去。不许去。那你说一下呗，我就是单纯好奇。因为我3岁就上了学堂，夫子说我是块读书的料，就给我改了名字。从那以后，大家都叫我大名。我猜你3岁以前是不是有个小名叫秋风？不是。秋实？也不是，我困了。说完，宋燕直接翻身过去，离他能有多远就有多远。好了好了，我保证不问了。那你明天能不能帮我做个东西？什么东西？我想要个模具，就是那种压在肥皂上面可以出图案的，这样我们以后卖出去的每一块肥皂都能有自己的标识了。图案呢？江清月正在兴头上没有睡意，便直接爬了起来。借你纸笔用一下。我小名月子，就这个形状的月亮吧。一轮弯月有些单调，再加上2颗星辰点缀如何？江清月后背一紧，莫名感觉有什么东西闯进了他的地界。江清月对这种感觉很不习惯，连忙回过神，指着桌上的图案点了点头。这个就很好，那就按照你这个来吧。说完便逃似的跑回床上。明天还要早起，早点睡吧。第2天，江清月依旧不用去镇上，安心在家做她的香皂。而吴氏忙了一上午，也终于把江清月的衣服赶制出来。一做好，吴氏便忙拉着江清月进来试穿。很好看，不用试了，肯定合适。还是先试试看，万一要是有不合适的地方，现在改也方便。他不想服了吴氏的面子，便忙轻咳一声，提醒宋燕出去，他要换衣服了。娘，我试过了，正正好。那就好。小月，你出来给我们看看。是啊，三嫂，我们都等着呢。
你快出来啊！江清月无法，只好连忙将衣服从上到下整理了一下，打开门走了出去。哇，三嫂，没想到你变化这么大呀，好厉害啊！果然江翠翠那个女人给的东西太歹毒了，不吃她给的那玩意儿以后，果然没那么容易长肉了。要是你也像城里那些大小姐一样，涂个粉，抹个胭脂什么的，我走在外面肯定要认不出来你了。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只是比之前瘦了点而已。我先回去换掉了，省得一会儿弄脏了。哎，别呀，我三哥还没看呢。三哥，你快看看，我三嫂穿这衣服好看吧？我没夸张。挺好的。三哥，你脸红了。我没有。那你躲什么？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看害羞什么？想看就大大方方看就是了。宋嫣被逼得没办法，只好重新又看了过来。好看，挺好看的。三弟啊，你说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你三哥脸皮薄，你们就别开玩笑了。说着，忙匆匆找了个干活不方便的理由，跑回屋换衣服去了。想起宋燕刚才看他的眼神，还是忍不住的脚趾抠地。但眼下已经走到这一步，只能演一段是一段了。等到实在演不下去的时候，再另想别的办法吧。三嫂，你上来的时候小心点啊，别蹭到灰可惜了。三哥，你帮着扶一把。宋叶此刻正忙着把装熏鱼的竹篓往车上搬，见他穿着新衣服确实上车不方便，就顺手扶了他一把。等后面三人坐稳，宋燕和宋春山便驾着驴车直奔镇上。掌柜的，咱们家的香皂今日确定能买到吗？是啊，我们可是连早饭都没吃呢，这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若是再买不到，那可就太不地道了。闻言，江清月和宋冬梅忍不住相视一眼，两人眼底皆是惊喜之色。正当两人准备挤过人群去找掌柜的时候，突然被同样来买香皂的陈思儿给看到了。站住！你们怎么也在这里？我怎么在这儿？没有义务告诉你吧。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宋大哥辛辛苦苦赚钱，你就这么大手大脚的来这地方买东西？我相公赚钱不给我花，难不成要给你花吗？这么爱管别人家的闲事儿，那你家门口路过的粪车是不是都要被你拉住尝尝咸淡呢？有病就去找大夫抓药，少在这儿和我猪鼻子插大葱装相。说完，江清月一把推开陈思儿，跟在后面的宋冬梅都惊呆了，看把那陈思儿给气的，原本就一脑门子汗，这会儿更是狼狈不堪了。两位恩人，上次走的匆忙，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呢。这自从上次一别，我来了好几趟了，今天可总算是等到你了。不必谢，没耽误娘子大喜的日子就好。这是我和我家相公特地备下的喜饼，就等着送来给两位姑娘和夫人的。上次若不是你们出手相救，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江清月见他一脸期待和真诚，看样子的确也是跑了好几趟了，便笑着把喜饼给收了下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沾着新娘子的喜气儿，也祝你们夫妻二人琴瑟和鸣，恩爱相守到白头。哎，就是他，上次就是他拿出来的香皂给这新娘子洗好的脸。没错，我也认出来了，这娘子今日换了衣服，和之前大不相同，所以一开始才没认出来。众人围着江清月左看右看，确认他就是那天卖香皂的人后，便都兴奋起来。这位娘子啊，你手中今日可带了香皂，能不能直接卖给我们？我们可以加钱。啊，对呀，哪怕是加1两银子，我们也是愿意要的。宁香阁是我们家香皂的唯一指定售卖铺子，大家若是想买，可以直接找宁香阁。此时，徐婉宁恰好从江都府赶了过来，一只脚刚迈进铺子，就听到江清月方才的一番话。不等徐婉宁走向前，人群中的陈思儿已经就近冲到人群中央。大家别被他骗了，
这女人就是乡野农妇，大字都不是一个，怎么可能会做什么香皂？大家小心别上当。再说，这宁香阁是什么地方？难不成还需要找一个农妇去采买香皂吗？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大家都认错人了？不会吧，我看着她就是上次那娘子，难不成是冒名顶替？哎呀，这有什么好猜的？直接喊掌柜的过来辨认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话音落，徐婉宁已经大步走到人群中央。大家不用麻烦了，我就是这家铺子的东家。妹妹今天换了一身装扮，刚才我也差点没认出来。我今日特地天不亮就起床，从江都府往这里赶，生怕错过了。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一步，怠慢了。徐婉宁拉着江清月的手寒暄一番，随即又连忙招手喊了掌柜的过来。佟掌柜，上次你不在，这位就是我和你说的江姑娘，也是给咱们宁香阁供货的贵人，以后切莫再要怠慢了。两人这一番热情的举动，很快就让刚才的谣言不攻自破。佟掌柜，今日到底有没有香皂可以买？我们可都是一大早就来等着了。就是啊，既然宋娘子来了，那这香皂应该是有了吧？大家放心，按照方才的顺序排好队，先到先得。前10位的客人今日都可以限购1块香皂。话音落，刚才还乱哄哄的众人连忙快速排好一条队伍出来。我是第一个来的。等等，别挤我，我刚才就在这藕色衣裳的姑娘后面。你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挤的？刚才不是你说这人骗子吗？就是，这香皂就不应该卖给这样的人。这位穿绿色衣裳的姑娘不卖。是。我明明在前10位的队伍里，凭什么不卖给我？我可是你们的老主顾。佟掌柜，以后他来，所有的东西都不卖。凭什么？难不成你们宁香阁店大欺客？你可知我是谁？哼，管你是谁，敢欺负我妹妹，就别想从我们宁香阁再买一件东西。来人，送客。不许碰我，惹了我没你们的好果子吃。嘴巴硬得要死，但步子却不住地往后退去。宋大哥，你怎么在这儿？说罢，身后不知被谁推了一把，整个人都往外倒去。宋公子，你这也太不地道了，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不懂得怜香惜玉的人是徐老板才是。宋某玉有妻子，自然要避嫌。徐长青，我没有媳妇，就活该倒霉。两人斗嘴之间，陈思儿已经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也顾不上吃痛，走到宋燕面前。宋大哥，你总算肯见我了。我听说你以后都不会再抄书了，这是真的吗？是不是那个女人闹着不准你去的？此时我已经和陈掌柜说得很清楚，陈小姐莫要纠缠。我是特意来寻我娘子的，你休要胡言乱语，引别人误会。陈思儿被当众下了面子，气得一跺脚跑出了宁香阁。有点意思，没想到宋公子都成亲了，还这么受欢迎。宋燕无奈地抿了抿唇，随即走到江清月跟前。没事吧？这位莫非是清月妹妹的相公？没错，我家相公宋燕。阿燕，这是宁香阁的东家徐小姐。没想到你比我小那么多，竟然都已经成亲了。说完，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徐长青，眼底飞快地划过一抹失望。原本他今日把徐长青特地叫过来，就是想介绍江清月给他认识的。大哥，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江姑娘，没想到你竟然认识她的相公，这可真是巧了。哼，的确巧得很。你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的做熏鱼的宋娘子，便是她。这下又轮到徐婉宁震惊了。原来徐长青之前和他夸过好几次的妇人，竟然就是江清月。这么说来，他们兄妹二人想给对方介绍的，竟然是同一人。楼下人多嘈杂，几人说了几句，徐婉宁便忙请大家一块上楼喝茶。我本以为宋娘子做香皂的手艺就已经够令人惊艳了，
没想到他做菜的手艺也这么好，前我大哥可没少在我跟前夸你。宋娘子已经很久没有去过我们多味楼了，没想到原来是在做香皂生意。说完又朝着徐婉宁打去。一直听你夸着香皂好用，怎么今天总可以送一块了吧？我倒是想送，可楼下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今日宋娘子送来的10块香皂还不够卖的呢，实在是匀不出来了。当真1块都不行？真没有，不信你问宋娘子。1块香皂而已，江清月还是舍得的，更何况这段时间多味楼那边也没少挣，家里我还留了1块，打算以备不时之需的。徐老板若是不嫌弃，明日我们送到多味楼。宋娘子当真要送？自然是真的。徐长清便顺势接话，说明日要早早在多味楼等候。大哥不是说今天要回江都府吗？看来为了1块香皂，你也是下了血本了。这香皂被你夸得这么好，我多留1日又何妨？只不过这香皂这么金贵，我也不能白拿。要不然这样，正好楼下是婉宁的铺子，宋娘子若是有喜欢的胭脂水粉看得上的，我来付银子。哎，使不得，再说我也用不到。不必客气，宋娘子别误会。一来呢，我是想还个人情；二来正好照顾下我妹子的生意，肥水不流外人田罢了。多谢徐老板好意，令人平日里素面惯了，不喜欢这些胭脂水粉。宋兄有所不知，人都是会变的，就像宋娘子今日这身打扮，不就和往日大不相同吗？若他真的喜欢，也应该是我来买给他，让徐老板送不合适。江清月，这俩人有病吧？徐婉宁，莫非大哥真的对宋娘子有意？不然为何坚持要送？宋冬梅，三哥威我！徐长清被怼得一噎，也觉得自己方才的话有些不妥。抱歉啊，是我考虑不周到。无妨，徐老板还未成亲，注意不到这些也是有的。徐长清感觉被内涵了。江清月见场面陷入冷场的尴尬，便笑着转移话题。对了，婉宁姐，方才你说后面的香皂想要送到江都府的铺子去卖，不知道那边和清河镇这边差异大不大？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儿呢。我打算1个月后，等你香皂数量上来以后，再正式的放到江都府售卖。那边和这边的区别倒也不大，只是吃穿用度稍微要讲究些。到时候咱们的香皂最好能多些花样出来。江清月点了点头，随即把自己做了几种香味和标识的事儿说了出来。既然聊到了江都府，江清月就顺便打听一下江都府那边的风土人情。你想去江都府开铺子？我就随口问问，就算以后真的要开铺子做生意，我要抢最多也是抢多味楼的生意。徐婉宁听后哈哈笑了起来，当即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他。打听了江都府的情况，江清月心中有了底，便起身站起来要回去。等3人下了楼，宋燕已经快一步朝着大哥大嫂的摊位方向走去。你三哥怎么了？还能怎么了？吃醋了呗。吃醋？吃谁的醋啊？我看你平时那么聪明，怎么连我三哥吃谁的醋都看不出来啊？刚才那个徐长清老是对你笑，还要送胭脂水粉给你，他能不吃醋吗？肯定是你看错了，宋燕怎么可能吃他的醋？他宁愿相信俩人是为了宋瑜缺斤少两打了一架，也不愿意相信宋燕是因为在吃醋。除了宋燕，从宁香阁出来后的宋冬梅也是一脸的不高兴。嫂嫂，咱们今天过去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咱们这香皂多受欢迎啊！他们宁香阁从咱们这进价1两银子，转手就卖了2两银子一块。我看啊，不如咱们直接卖得了。冬梅，你看着宁香阁这1两银子挣得轻松，可是这1两银子咱们也不是白白送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想要做生意赚钱，
背景和关系都是绕不开的。你想啊，这清河镇上有那么多家胭脂水粉的铺子，若是咱们真的卖火了，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来找咱们麻烦？那些人当中哪一个不比咱们后台硬？要是到时候真的想办法砸了咱们的饭碗，那也是轻而易举的。哦，我懂了，其实这1两银子就是咱们交的保护费，对吧？大树底下好乘凉。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晚上累了一天的江清月刚洗完澡躺在床上没多久，本来还要再磨蹭一会儿的宋燕却提前走了进来。你明年春天想去江都府？你是说今天白天在宁香阁的事儿啊？我那就是随便问问，不过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你在江都府人生地不熟，为何不考虑留在清河镇？不是我不想留在清河镇，而是那离石崖村太近了，我怕江家人到时候3天2头过来找我麻烦，会烦的。有村长在，他们不敢太过分。算了吧，之前村长一直帮我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等我们以后和离，我都不住在这里了，他怎么可能还会帮我？我这么说并没有要责备你或者赖着不走的意思，只是如今这世道本就艰难，到时候只怕那一群人变着法子光明正大要来吃绝户，与其和他们斗个没完没了，不如离得远远的，让他们找不到，我也正好落个清闲。宋燕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听完之后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沉默半晌，这才悠悠开了口。只是你户籍在这儿，怕是手续不好办。这个我倒不担心，我一个小女子又不种地又不用服徭役，应该不会太为难，到时候花点银子托人帮忙打点一下应该没问题，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宋燕彻底没话了，明天一块去多味楼送鱼吧，我也好久没去过了。正好亲自把香皂给徐长卿送过去，好歹混个脸熟，以后托他帮忙办事也好办一些。你别去了，你要送礼，我帮你转交便是。这不太好吧？无妨，我会帮你转交到他手上的。第二天，宋燕从镇上回来后，江清月连忙问他是否把香皂送到徐长卿手上了。送到了。说完便把卖鱼的银子全部递给了江清月。这怎么多出1两银子？是徐长卿给的香皂钱。啊，说好是送他的。他一定要给。他给你就收啊？我拒绝过，但是拒绝不掉，只好按照卖价收了1两，剩下的都还给他了。其实我觉得算得清楚一些也好。江清月无语了，指望这个男人去做关系，压根儿就指望不上。三嫂，这什么东西那么臭啊？还长了白毛，能吃吗？这可是好东西，能吃。江清月笑着将宝贝倒了出来，过滤完之后，再用大火烧开，把准备好的豆腐块全都泡进去。豆腐要泡上一会儿才能入味儿。江清月看着坛子里晾凉的凉茶，突然有些想去地里看看。三嫂，你是想去给三哥送茶水吧？想去咱们就去呗，当着我的面还要找借口啊？江清月无奈地看了一眼宋冬梅，算了，不解释了，说的越多描得越黑。两人提着篮子装了凉茶和碗，又捡了几块早上剩下的饼子就去了。三嫂，你去过去找三哥，我去喊娘他们过来喝茶歇歇。江清月嗯了一声，提着篮子朝宋燕走去。见两人正在专心聊着些什么，江清月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我去托人问过了，上次的大雨，北方根本就没下下来，他们那边还一直旱着呢。再这么下去，怕是北方要出问题。不过好在咱们这儿，上次的大雨总算是解了围了，眼下这稻子最多呀，还有大半个月就能收割了，应该
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了。还是当心些吧，稻子一旦成熟就尽早收割。只怕这提前的话会影响收成。虽然眼下河水下降，但是起码够这段时间用的了。顶多大家就辛苦点多浇水，再熬几天，这稻田就能断水了。我不是担心这个，只怕北方的干旱会影响到咱们头上。希望是我想多了。你是说蝗灾？万一北方真的要有蝗灾，回到咱们这儿可就麻烦了。对于村长的猜测，宋燕并没有给肯定的回答，只是叮嘱他按照自己的法子先做好准备，有备无患。哟，清月来了，等多久了？宋燕稍作一顿，自然地朝他走了过去，顺手接过水。怎么不叫我？过来给你们送凉茶，我看你们在说正事儿，就没打扰。说话间，宋冬梅也已经把其余几人喊了过来。天气太热了，这是我们刚才熬的凉茶，你们都喝一碗，省得中暑。村长因为赶得巧，也喝上一碗。这凉茶不错。哎呀，这喝过之后说话都冒着凉气儿。一坛子凉茶喝完，几个人都要继续下地浇水去了。宋冬梅也准备留下来帮忙，早点干完，好早点回去吃炸豆腐。你先回去吧，这田里的活你又不会干。那我就先回去做饭了，你们忙完就早点回来。说完，抱起空坛子和篮子就往回走。回去的路上，路过老姜家的地头。你个死丫头，看你奶我在这儿躺了半天了，路过也不知道打个招呼。好歹也给了你20两嫁妆，你就是这么孝顺我的，连碗茶都不知道请我喝。奶，你渴了？这么热的天，你看不见？我忙了这大半天了，能不渴吗？奶，你也不好好管管他们，这么一大家人，连你一个老祖宗都伺候不好，一把年纪了，怎么让你来下地呢？你看看你这嘴干的都脱皮了，就没人回去给你讨碗水喝？你这坛子里不是有现成的吗？我刚可听村长说了，你这煮的什么凉茶还放了糖，不会连你奶都舍不得给吧？那怎么会呢？奶，我这凉茶放了不少好东西呢，就是入口味道有点大，你先忍着点，喝下去之后保管让你凉飕飕的。哎呀，话那么多，赶紧倒呀！好好好，给你倒。另一边，正在稻田里忙活的江富贵和王桂兰也看到这边的情形。哎，当家的，你说那死丫头怎么好些，还给娘喝糖水？不知道，但是我也有点渴了，我去看看。你可拉倒吧，那死丫头邪门得很，你等娘喝过以后看看再过去。说话间，江清月已经倒了半碗凉茶，递到李老太的跟前。你这搁了什么东西？怎么那么臭？奶，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解暑的好东西，就是入口有点呛人，你放心喝吧，喝下去就舒服了。李老太半信半疑地看了一眼江清月，心想这估计又是他弄出来卖钱的什么凉茶，便咬牙喝了一口。江清月见他喝得谨慎，便热心地从底下拖了一把，要大口喝才过瘾。你个死丫头，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是诚心想毒死我呀？江清月退到一旁，趁机把江家带来的水坛也给加满了。奶，你怎么全给吐了？你可真是没福气，这茶你要是不喜欢喝就算了，怎么还骂人呢？说完，江清月扭头捂着脸就走了。江家那老东西又找清月麻烦了。就是，明明是他自己硬要了喝，还骂人，越老越不是个东西。李老太一听，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儿去，直接嚎了一嗓子，把田里的老大两口子给喊了过来。
王桂兰，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闺女，给我喝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我胆汁儿都要吐出来了！你赶紧追过去，给我教训教训她。娘，谁让你问她要茶喝了？咱们这带的不是有水吗？桂兰说的没错，那死丫头邪门的很，你好好的没事招惹她干什么？老娘现在说话也不好使了是吧？江富贵连忙讪笑着打开坛子，倒了碗水出来。娘，你消消气，先喝点水漱漱口。李老太见状，心中稍稍畅快一些，看也没看，直接拿过来喝了一口，哇的一声全都给吐了出来。这水什么味儿啊？怎么跟他刚才喝的一样臭？江富贵不信邪的尝了一口，当即也吐了出来。不会是咱们的水放坏了吧？呸！你见过谁家的水能放坏？肯定是那死丫头干的。你们俩去找她，顺便把那嫁妆给我要回来。娘，我可不敢去要。江家现在就他一个人在家，你怕个什么？村长正在那边瞪着我们看呢，我不怕不行啊。难不成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江富贵眼珠子一转，连忙把大儿子江有田和二儿子江有良给喊了过来。你们小妹现在一个人在家，你们趁着宋家没人，赶紧去他那塘里捞几条鱼回来，给你奶补补身子。记住，多捞几条，可千万别给那死丫头发现了。李老太还以为儿子想到什么好招数对付江清月，没想到嘀嘀咕咕半天，竟然是要去偷鱼。行吧，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对付他，偷他2条鱼解解恨也好。江有田一边走一边谋划，一会儿咱们俩尽可能的捞的越多越好，等把鱼送回家，咱再弄点药过来，把剩下的鱼全给他毒死。喝一堂子鱼犯什么劲儿？照我说，趁着那死丫头现在一个人在家，咱们俩就直接赌过去，把那20两给要回来。绝对不行！你忘了娘昨天怎么跟咱俩说的了？那丫头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而且她现在身后还有宋燕给她撑腰，绝对不能硬碰硬。到时候把村长给引来可就麻烦了。我就想不通了，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的？不让我们待正好，大不了我们就一块搬到镇上去住去。江有田眼神闪了闪，觉得老二的性子还是太急躁了。以他现在的性子，还是不能把江清月的秘密告诉他，以免坏了事儿。不着急，以后有的是机会。今天咱们还是先捞鱼，先把奶奶这口恶气给出了再说。成，听你的。江清月一直留意着身后的动静，发现跟着他的人是江有良和江有田，便打定主意不能让这俩人白来一趟。大哥，你下水去捞，我站在岸上给你放风。二弟，我水性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还是你下水吧，我回去给你拿篓子来装鱼，顺便把毒鱼的药给你带来。见兄弟二人争执不下，江清月直接悄悄走到俩人身后，把事先准备好的大麻袋往俩人头上一套，抡起狼牙棒对着俩人身上就是一通锤。哎呦！救命！救命！哎呀，别打了！救命！别打了！哎呀，别打了！江清月使尽全力，不停地锤，手都震麻了。眼看俩人要挣脱麻袋，这才一人一脚将人踹下了池塘。不过这还没完，回到自己的卧房后，江清月赶紧打开电脑，搜索瘆人的笑声，下载好后直接拿出来藏到树后，按下播放键。阴森恐怖的笑声顿时在水塘边回荡开来。大哥，不会是有鬼吧？刚才我怎么感觉有什么东西一直往下压着我往水里钻呢？怎么可能会有鬼？江有田话音刚落，就猛地听见一阵怪笑，吓得嗷一嗓子。谁在那装神弄鬼？鬼啊！大哥，真有鬼啊！我们错了，不敢了。说着，两兄弟争先恐后的要往岸上爬。大哥，我感觉
我有点上不来气儿。这有鬼要害咱们啊！别说了，快爬！江清月呢？你们把他怎么样了？那两人见到宋燕，就像是见到了救星。救我！救命啊！救命啊！宋燕黑沉着脸，见两人不肯透露江清月的踪迹，气得一脚一个，直接就把俩人又给踹回了池塘里。踹完俩人，宋燕再次跑回院子，将屋里屋外仔细的又找了一遍。清月，江清月，你在哪儿？宋燕，我在这儿，怎么了？你去哪儿了？我刚才在茅房。我找了你那么久，你怎么不照应一声？那我在茅房也不好答应你呀，我这不是听见你喊我，立马就出来了吗？宋燕见他一脸无辜，浑身上下也没什么异样，便稍稍稳住了心神。没事了，我就是看你不在家。对了，那后面池塘的两个人怎么回事？我刚才也听到有人在叫救命，是不是来偷鱼的掉下去了？你赶快去喊人来抓贼吧。你把门关起来，别乱跑，我马上回来。说完，匆匆关上门走了。此刻，江有田和江有良刚刚好不容易从水里爬上来，正瘫倒在岸边大口的喘着气儿，正准备离开这邪门的地方，就看见乌压压的一群人拎着锄头家伙事儿赶过来了。好啊，我说你们俩怎么那么快就跑了？原来是来我们家偷鱼来了。什么玩意儿，也敢来偷我们家的鱼？江有田和江有良两个人自然是不肯承认，但是两人一站起身，便有两条活蹦乱跳的鱼从他们袖子里钻了出来。鱼都掉出来了，你们还不承认？有鬼呀！有鬼呀！你们这水塘里有鬼！刚才我们兄弟差点就淹死在里边了。这鱼肯定是他塞给我们的，我没拿。没错，你们这水塘里真有鬼！我们俩刚到水边就被拽下去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来。那鬼笑得可瘆人了。有鬼？哼，我看是你们俩心里有鬼吧。好端端的，你们俩跑到宋家的鱼塘来干嘛？就是，你们俩要不是来偷鱼，怎么会来池塘边？不来池塘边，怎么会掉下去呢？一时间，众人都群起愤慨地帮着宋家人说话。在地里的江家人听到消息后，也都赶了过来。哎呦，都是一家人，自家兄弟过来抓两条鱼尝尝鲜，怎么就不行了？没错。刚才我们和清月那丫头打过招呼了，跟她说了，我们过来抓两条鱼吃吃。怎么就算偷了？放屁！没有人和我说过，就算你们过来找我说，我也不可能答应的。说罢，江清月又盯着江有田和江有良看了过去。你们俩刚才说我们水塘有鬼，你们就不怕说谎，晚上鬼来找你们吗？江有田和江有良心底正发怵，听他这么一说，立马就想到刚才那害人的一幕，打死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不，我们没和你说过，是我们自己想过来抓鱼的。这鱼也不是我们俩想吃，是咱奶想吃，他让我们来抓的。神仙啊，放过我们吧，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看你们俩还是没说实话。我们这水塘就算有鬼也是好鬼，说不定真是什么水神呢。肯定是你们俩要祸害我这鱼塘，所以才遭了报应。两人一听，猛地又吓出一身冷汗。两个人的确是在水边商量着要用药毒鱼的时候突然掉下水的。想到这儿，两兄弟也不敢隐瞒，忙跪着朝水边求饶起来。水神，我们错了，是我们家老太太让我们来的。她说趁着宋家人不在，要过来偷几条鱼解解恨。神仙饶命！神仙饶命！我们千不该万不该想着要投毒。神仙饶命！饶命啊！我们绝对不敢了！不敢了！此话一出，围观的村民都惊呆了。竟敢打我鱼的主意！
要是我这池里的鱼出了任何差池，都要你们加倍奉还。听了半天的村长也是气愤不已。李老婆子，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刚才不是说只是捞2条鱼尝尝吗？怎么你自己的孙子却说要毒翻整个鱼塘呢？啊，村长，我是真的不知情呀，我真的是因为清月那死丫头给我喝了那什么臭水，我气不过，这才让俩孙子过来捞2条鱼给我压压惊。至于他们说的什么毒翻鱼塘，我是对天发誓，我绝对没说过。要是说过，我天打雷劈！哼，不管你说没说，你这2个孙子都亲口承认了，你们还要耍赖吗？哎呦，今天这事儿啊，确实是这俩孩子糊涂，但是他们俩也吓得不轻呀，胡言乱语，那可不敢信呐。再说这鱼塘是1条鱼也没丢，反倒是他们俩还要去找那郎中看义证，我看呀，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村长不搭理他，直接将目光投向了宋燕和江清月。你们的鱼塘，你们说怎么办？你决定吧。江清月沉思片刻，便开了口：村长，今天在地里的事儿很多人都看到了，我见奶奶口渴的不行，好心好意给她倒了碗凉茶，结果被她追着骂回来。她骂我不孝顺也就算了，还指使我2个哥哥过来毒翻我的鱼塘。你们说这是一家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想通了，既然他们没把我当一家人，那我也不用傻乎乎的指望着以后还能互相帮衬了。既然如此，不如就断亲吧，以后大家桥归桥，路归路，省得再3天2头闹这么一出了。还请村长成全。你明年就要参加乡试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断亲，这万一到时候……村长，我知道轻重，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清月这么受年家人欺负，这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决定，有任何后果，我都愿意一起承担。你去写个断亲书来吧。江清月一听，连忙跟着宋燕一块走了回去。宋燕，刚才村长说的那事儿是不是真的？到时候我们都和离了，难不成还会追究你个不孝之罪？如果我说有的话，这亲你就不断了吗？那自然是你科考更重要。上回我不是说了吗？实在不行，我就走得远远的，让他们找不到。所以这亲不断也行。没事，那只是村长的担心，不会影响到我。当真不会？我保证。真有这么一天，我回来给你作证。宋燕无奈地看他一眼，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想着走呢。等夫妻2人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大家也都一起到了院子里。娘，赶紧签吧，签好之后我们好带有田和有粮去看病啊。李老太不想签，如果真的断了亲，别说那20两银子拿不回来，就是以后还想再找机会拿他的方子也是不可能的了。可是人家村长说了，断亲书不签，今天的事儿不解决，谁也别想走。李老太纵是有千万个不愿意，也只得认命地按下手印儿。村长啊，我们这可以回去了吧？回去好好管管他们2个。要是下次鱼塘再出现什么问题，绝对饶不了他们2个。几人一到家，王桂兰便伸手问李老太要银子。娘，赶紧给银子，让富贵去镇上请个大夫过来瞧瞧。我哪里还有什么银子，都是被你们那个好闺女给骗走了。2个没出息的玩意儿，怎么不被水鬼给拖下去淹死？叫你们去弄2条鱼回来啊！现在倒好，养了这么大的闺女，说断亲就断亲。哎呦喂，那20两
可怎么要回来呀？娘，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有田有粮也是为了给你出口恶气呀，他们也不想这样啊。再说了，今天你躺在那树荫下好好的，你干嘛非要叫那个死丫头啊？要不是你拦着她，家里会出这么多的事儿吗？她是我孙女儿，我还不能拦了。再说了，这吃鱼的事儿是老大提出来的，不是我要吃的。江富贵正准备在两个女人中间调停一下，没想到这锅这么快就甩到自己头上。娘，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你非要喝她的水吗？家里带了水，你说说你为什么非要喝那死丫头的？桂兰都说了，那丫头邪门的很，你现在压根儿就不是她的对手，还总想着拿捏她。就是啊，现在好了，本来我还想过段时间去把那20两银子给哄回来呢，现在啊，我算是没那本事了。你们呐，爱闹就闹去吧。不多时，听说了断亲的江家二房也跑了过来。奶，你怎么能同意断亲？那我的嫁妆可怎么拿回来？老娘想退就退，轮不到你们来当我的家。当江家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江清月却美滋滋地哼着小曲儿，小心翼翼地把断亲书叠好收了起来，心想果然还是要多出去走走，说不定就能捞到什么好处呢。等江清月美滋滋地把炸好的臭豆腐端到院子里，大家的反应都有些迟疑。哎呀，弟妹啊，这豆腐是不是坏了？怎么一股子臭烘烘的味道呢？是啊，要是坏了还别吃了，万一吃坏了肚子不值当。你们懂不懂啊？这豆腐不是坏了，这本来就叫臭豆腐。还是冬梅懂行儿，你先吃。宋冬梅扯了扯唇角，这味道的确让她心底有些发怵，但话都说到这地方了，别说臭豆腐了，就算是毒药也得认了。咦，吃起来怎么是香的？这臭豆腐本来就是闻着臭，吃着香，怎么样，没骗你吧？好吃，越嚼越香。说着，他又伸手去拿了一块，大口吃了起来。有了宋冬梅的试毒，其余几个人也没那么排斥了，都围着江清月端的臭豆腐尝了起来。弟妹啊，你说等烧仙草卖完以后，我和你大哥改卖臭豆腐咋样？行啊，不过这臭豆腐要现炸才好吃，到时候要弄个炉子和锅到镇上去，现炸现卖。这个简单，到时候我们把东西都带上。那好，等咱们空了就去山上多弄点老苋菜下来，这卤水泡出来还要点时间，到时候正好烧仙草也差不多该卖完了。看到老大两口子这么有干劲儿，老二宋夏江却有些提不起精神。三弟啊，你说咱们那池塘到底是咋回事？刚才我过去看，发现那里边还飘了一个麻袋，就是咱们家的。你说该不会真的是有水鬼在水下面吧？我可是在那睡了那么多晚呢。宋燕听到他提起麻袋，眼底先是掠过一丝诧异，转瞬恢复平静。放心吧，以后晚上你都不用去守了，不管是怎么回事，都不会有人再去池塘偷鱼了。那好，那我以后晚上就不去了。宋夏江终于不用去鱼塘边喂蚊子了，晚上可以在家里安心睡个好觉。但此刻躺在床上的宋燕却没什么睡意，一想到那兄弟二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惨样，宋燕忍不住倏地笑了出来。你笑什么？笑咱们房子后面竟然有鬼。这有什么好笑的？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怕？哼，你不也不害怕吗？与鬼同床他都不怕，更何况本就是假的。笑过之后，宋燕又好奇起来。你给李老太喝的到底是什么？凉茶呀。凉茶？我记得你走的时候，凉茶明明已经喝光了。行吧，就知道瞒不过他。我就是怕遇到他们找我麻烦，所以特意带了罐卤水过去，
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泡臭豆腐的卤水？没错啊，可惜你当时不在现场，那李老太喝了好大一口，当即就全都吐了出来。要不是我躲得快，估计也要跟着遭殃了。后来江富贵来了，还不信邪的尝了一口，很快两人就发现身下的床实在是不怎么宽敞。不早了，早点睡吧。好，你要是热的话，帘子可以不用拉了。刚刚伸手准备去拉帘子的江清月，好吧，在闷热和尴尬之间，还是尴尬吧。反正睡着之后都是一个样。大嫂，这个卤水不难弄，你先试着大胆做就行了，不清楚的再来找我。不是，弟妹，你确定要教我做臭豆腐？这法子可是你想出来的，我要是学会了……江清月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不懂，而是不敢相信自己会直接把法子交给他，便佯作惊讶的玩笑道：大嫂，你这是想累死我吗？我还指望教会你，我能轻松点呢。好，我一定好好学的。弟妹，我和你大嫂可以学，但是咱们先说好了，这分成还是按照烧仙草一样，你拿7成，我们3成。大哥大嫂，其实昨天我就想好了，这臭豆腐的生意我只要5成，这就够多的了。你们要是不答应，那就不做了。宋春山和张素娘迟疑了一会儿，最终答应下来。好，弟妹，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这几日天气越来越热，不过天热对他来说也不完全是坏事。这几日他胃口不佳，饭也吃得更少了，体重直线下降。吴氏看在眼里，心底还是一直担心。每天要干这么多事情，就光吃那么一点东西，可怎么能行啊？江清月只当他是念叨2句，自己稍微敷衍下也就过去了。哪知道第2天，宋燕回来的时候，默默塞了一包杏干给他。路边人摆摊卖，我就顺手买的，饭前吃点，开胃。是娘让你买的吧？没事儿，我就是这几天天热没胃口，过2天凉快些就好了。宋燕微微一愣，错愕地看他一眼。怎么了？不是娘让你买的？你说是就是吧。江清月诧异地看他一眼，忽然就明白了什么。几天过后，又到了去浇香皂的时间。这么热的天，我还想着婉宁姐会不会来，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到了。我可是昨天就来了，就为了今天能早点见到妹子。实不相瞒，这些天呀，我一直盼着今天，就是为了想听你亲口说一声10天后能交多少香皂出来。可以交100块。当真能有100块？当真。行，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今天这10块香皂我也可以带回去好好先造势一番。10天后中秋节将至，我打算拿到这100块香皂后，在中秋节那天正式售卖。闲聊几句后，徐婉宁故意找了个由头把宋冬梅给支开，让丫鬟带着她一块去楼下试试自己新做出来的胭脂。婉宁姐是有话想单独和我说？没错，我是想问问你，等到下一次交香皂的时候，你可愿意陪我一同回江都府？我也要去。刚才你说的开售也需要我在场吗？你在场，我的确要安心一些，顺便也好把你介绍给我的家人朋友认识。不过这都是其次。清月妹妹，上次你和我打听江都府的事情，应该不只是随口问问吧？的确，我是打算找机会去江都府看看，所以事先和你打听下。徐婉宁微微点头。你是想去江都府开铺子呢，还是在生活上有什么难处？你别多心，我是想着咱们以后要长长久久的合作，那对我而言，你也是最重要的朋友。我不希望你这边有什么难处，或者是出什么差错。有我能帮的，我一定效劳。江清月见他眼底满是真诚，迟疑了一下，便如实说道：
没错，我的确是有去江都府开铺子生活的打算，不过还只是在考虑当中，没有定下来。你是一个人去，还是全家一起去？我一个人。虽然我还未成亲，但是上回见你和你相公，我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你这是打算抛弃他了？抛弃算不上，实不相瞒，当初我们二人成亲，全是我一时糊涂犯了错，他是被迫和我成亲的。以前我年少轻狂不懂事儿，现在才知道后悔了，所以我想还他自由。那你相公宋公子，他愿意和离吗？自然是求之不得。你要去江都府的事，他也知道？知道，我和他说过。不过今日的事儿，除了我和他，只有婉宁姐一个人知道，所以麻烦你先替我保密。我好像明白你们俩的关系了。你放心，我可以帮你。江都府是我的地盘，我巴不得你能过来帮我。到时候咱们就一起挣大钱。多谢，只是我现在还没考虑好，如果去的话，我一定找你。别呀，既然都准备去了，还考虑什么？10天后我直接去接你，到时候带你过去看看，喜不喜欢的直接去看看就知道了。江清月感觉有些突然，不过他说的也没错，与其在这儿慢慢考虑，不如先过去看看再说。下定决心要去江都府后，两人便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紧接着，徐婉宁又取出20两银子递给了他。婉宁姐，怎么多给了10两？另外10两算是下批货的定金，你先收着。咱们女人手里呀，要多些银子，出门在外才踏实。江清月笑笑接了下来。等告辞回到楼下时，宋冬梅正兴高采烈地跟徐婉宁的丫鬟试着各种颜色的胭脂。看到江清月来了，这才忙站起身来。三嫂，你快过来看看，哪个颜色最好看？我觉得都挺好看的，看你喜欢哪个。宋冬梅在2个颜色之间来回犹豫。我们东家说了，宋姑娘喜欢的东西她来送，要多少都可以。那不行，咱们以后还做生意呢，哪能这样送来送去的？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要了。咱们走吧，三嫂。好了，不让他送，三嫂给你买。说着，江清月飞快地拿起2盒胭脂，又要了1盒脂粉，1盒黛粉。哪里要买这么多啊？胭脂我也涂不了2盒呀。没事儿，咱一天涂1个，换着涂。三嫂，你对我真好。听他这么说，江清月更心虚了，话到了嘴边又不忍心告诉他，索性还有一段时间，再找机会慢慢和他说吧。今天得了20两银子，江清月也想着先置办点东西。这么想着，江清月便直接带着宋冬梅去了成衣铺子，给自己买了2身成衣。买完自己的，江清月又转向宋冬梅问道：“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也给你买一套。”还要给我买衣服啊？不行不行，上次做的衣服我还没穿呢。没事儿，留着以后慢慢穿。宋冬梅也不知道三嫂今天这是怎么了，好像和银子有仇一样。见她实在要买，就劝道：“实在要买，你就给娘买一块料子吧。”是该给娘买，大嫂也买一块吧，让他们回去一起做。宋冬梅感觉三嫂真是疯了。你三哥也该换新衣服了，给他也买2身吧，你帮我参谋参谋。2人买完成衣，一出来便在街上碰到刚送完鱼的宋燕。三哥，你再来晚点，三嫂都要把人家铺子给买了。你们怎么在这儿？三嫂带我来买衣裳，给娘和大嫂也买了料子，还给你买了2身。给我也买了衣裳？没错。怎么想起来给我买衣裳？我不会做，就直接买了成衣，你看看喜不喜欢？不喜欢现在还能回去换。宋燕接过来看了一眼，挺好的，回去再试吧。说完便把衣服包好，小心翼翼地放进干净的篓子里。
见他这么高兴，江清月心更虚了。到了晚上，宋燕洗完澡后便把买的2身衣服都试了，还特地走到江清月跟前给她看。你看行吗？这袖子短了，明天我再去给你换一下吧，换一套大一些的。不用麻烦了，我觉得这2身就挺好的，袖子短一些，干活也方便。好，依你，不换就不换吧，下次买衣服我就知道尺寸了。说完，他自己也愣了一下，突然就意识到可能不会再有什么下次了。江清月犹豫了一瞬，想要告诉他去江都府的事儿，但是见他这会儿难得这么开心，突然就有些开不了口。于是这天他就趁着吃早饭只有2个人在的时候开了口。宋燕，你还记得上次我和你说江都府的事情吗？记得。怎么了？再过几天中秋节，我打算……不等他说完，宋燕已经一脸担忧地站起来，望了望天。宋燕，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抱歉，这事我们回头再说，我先去田里看看。江清月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无奈叹了口气，起身继续忙活去了。一忙就是一上午，一直到外面突然响起阵阵雷声，这才回过神来。什么时辰了？是不是要下雨了？宋冬梅和吴氏也以为要下雨了，连忙站起来就要去院子里收衣服。3人刚走到院子，宋冬梅便害怕地叫了起来：“啊，天上是什么东西啊？是蝗虫，蝗虫来了！”隔壁正在忙碌的大嫂张素娘也跑了过来：“娘，这蝗虫来了，这可怎么办啊？”紧接着外面也传来哭天喊地的声音，夹杂着蝗虫巨大的嗡嗡声，听起来真叫人头皮发麻。等回过神来，忙拉着张素娘问：“大哥他们去哪儿了？”“应该还在稻田里。”“阿燕也在吗？”“在。”“那就好。”等人跑到宋燕跟前，他正有条不紊地叮嘱身旁的人：“干草上面加湿藻，这样烟才能浓。快，大家围着农田都放点，不能给蝗虫留可乘之机。”不过片刻，石崖村偌大的田间全部浓烟四起，一时间农田完全被浓烟给遮盖住了。江清月顺手帮他递了一把干草过去，随即忍不住猛咳几声。一出声，宋燕这才认出是他来。“你怎么来了？”“我过来帮忙。”“不用你帮忙，这里熏人，你赶紧回去。”“我没事儿，一起吧。”众人忙了一会儿，总算把大部队的蝗虫给赶走了。本以为这就算完了，哪知道等浓烟稍稍散去一些，方才那只黑压压的蝗虫大军又掉头赶了回来。众人警铃大作，顾不上休息，又开始一边点火一边往上面洒水。总不能就这么耗着吧？我看大家准备的干草都不多了。宋燕蹙眉盯着上空看了一会儿，随即喊了村长过来：“村长，你和大家说，回去把家里的粗布都拿出来。”“哎呀，要粗布干什么呀？”“再准备些竹竿过来，把粗布2头扎在竹竿上，咱们要把这些赖着不走的蝗虫给打下来。”“好，我马上去说去。”众人这会儿都没有主意，一听了宋燕的想法，纷纷派人赶回家取粗布和竹竿。也有些人不肯动的，就比如江家：“要我们出竹竿可以，粗布没有。”“你们爱拿不拿？到时候各家管各自的稻田，没人会管你们。”“娘，咱真不拿，到时候万一村长真的不管我们，可怎么办？”“你们自己看看，咱们家的田这么靠中间，要吃啊就一起被吃，蝗虫怎么可能专挑咱们家的吃？”“对呀，还是咱奶奶聪明。那大家伙都忙着呢，咱们偷点哪儿也没人知道啊，那蝗虫就更不会知道了。”见江家人不动，大家也都懒得搭理，纷纷各自回家去取了。你觉得可行吗？”“可行，同时我们再利用干草艾叶继续制造浓烟，这样一来他们只能往陷阱里飞。”“好。”
重新确定好作战计划，宋燕直接喊来村长和村里的壮劳力们，把江清月的点子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咱们分4路，男人们负责挖坑，其余人继续点火熏蝗虫，继续用布围捕虫，孩子们负责去拾柴火，越多越好。记住，挖坑的地方离远一些，小心别点着了庄稼。知道了。众人纷纷响应，立马拿起铁锹要去挖坑。除了村里的壮劳力，妇人、小孩和老人也都纷纷齐上阵。众人忙碌的时候，江家人依旧只守在自己家的地前，不肯上前帮忙。不管他们，他们挖他们的，咱们还是继续用浓烟来熏。奶，可是咱们这干草也不多了，一直烧行不行啊？足够了，等着他们把蝗虫吸引过去，咱们这儿就安全了。行，听奶的。蝗虫来的时候是晌午，如今天色昏暗，眼看就要天黑。众人忙了一下午，总算赶在天黑前将坑给挖了出来，干草和柴火也已经到位。可以点火了吗？点火！一时间火光冲天，明亮的篝火把夜照得通亮。众人就站在篝火旁，手握铁锹，屏住呼吸，抬眼向上看。这能行吗？这蝗虫真的会扑火吗？怎么没动静啊？这些蝗虫不会是成精了吧？知道我们这是陷阱？嘘，再等等。话音刚落，众人头顶上便再次传来嗡嗡的声响，宛若雷鸣。然后就看见黑压压的蝗虫大军开始朝着篝火扑了过来，一片一片又一片，像是卯足了劲儿要和火拼一把似的。来了来了，真的钻火里了！快，没烧死的蝗虫，大家都往坑里丢，用土埋。就这么一直忙到了半夜，大片的蝗虫终于没了踪影。可即便如此，也没有人敢直接跑回家睡大觉。让老三回去休息，他今天是全村最累的，一早就开始奔走了。就是，我们俩操惯了，晚上就在这地上对付一宿就可以了。说罢，两人一屁股坐了下来，捡起地上的蝗虫，穿在小树枝上，准备往火上烤。大哥二哥，你们这是干什么？烤蝗虫吃。这蝗虫有毒，不能吃。不会吧，我们从小经常吃啊。你们吃的是绿色的蚂蚱吧？这蝗虫已经灾变成了褐色，这种聚集后的蝗虫体内已经有毒了，绝对不能吃。真的假的？真的，我等下回去弄点吃的，让阿燕给你们送过来。但是这蝗虫可千万别吃。宋燕也是第一次听说蝗虫有毒的说法，但是今天的蝗虫的确和他们小时候见的那种零散的不同，莫名就相信他说的是对的。于是在临走前又去找了村长，叮嘱大家都不要吃。好，我会转告大家。行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啊！离开田间后，习惯了火光的眼睛一下子不适应黑暗。江清月脚上一滑，差点没摔倒。晚上路不好走，我拉着你。江清月就这么任由他拉着胳膊往村里走去。两人一直走到村子里，各家各户屋里传来的灯光虽然微弱，但好歹能看清了路。但宋燕还是没有松手的意思，正准备回头示意，这才发现他一直盯着自己看。你看什么？没什么，你脸上脏了。你脸上也好不到哪儿去。说完，顺势把自己胳膊给抽了出来。宋燕手上一空，默默低头勾了勾唇。她心里高兴，不光是因为一直担心的蝗虫问题解决了，更是因为她总算看清这女人的秘密。想到这儿，宋燕又忍不住抬眼盯着她的侧脸看了一瞬，正看得入神，那眸子突然就朝自己转了过来。大半夜的，发什么神经？宋燕心跳一滞，忽然就想了起来，是她，是那个在地府里骂自己神经病的女人，是那个因为不让重生撒泼打滚的女人。宋燕，你再这么盯着我看，我真要生气了。好，不看了。好在几人很快就赶回了家。
怎么样，没事了吗？娘，您就放心吧，已经没事了。家里可有吃的？大哥和二哥今夜还在守在田里。有，你们都不让我去，我在家也没事儿，就先包了些包子。你们赶快吃吧，我去给他们送饭。天里烟大，你这身体不能去，还是我送吧。说完，宋燕便匆匆洗了手，拾了包子，飞快地往外走。吃完包子，江清月让三人赶紧回去睡觉，自己也趁着宋燕还没回来前，麻溜地跑进空间洗澡。一进去，江清月便连忙跑到镜子跟前，想看看自己脸上到底是怎么了。这才发现自己头上都是草木灰屑，脸上也都是黑灰，心想怪不得宋燕刚才一路上都盯着自己看，原来是狼狈成这样了。等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再次看到镜子前，江清月忽然发现，经过这段时间的瘦身，原主的五官已经和自己现在的样子长得越来越像了。不等他仔细看，宋燕已经走到了门外。你先别进来，我在换衣服。知道了，我不进去，你慢慢换。慢慢换是不可能的。江清月连忙整理好衣服，快步跑过去开门。你吃过了吗？吃了。这么快？我怕你一个人在家害怕。江清月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也没说什么，实在是今天太累太困了。洗完澡的他只想赶紧躺在床上睡觉，于是便打了个哈欠，朝他说了句锅里有热水，让他洗洗再睡。宋燕嗯了一声，飞快地在外面冲了一下。不过等到回去的时候，人还是已经睡着了。原本重生之时，他还曾埋怨上天故意选在成亲之后，就是要故意折磨他。没想到竟然是他自己没有参透，是他一直被上辈子的怨恨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一想到上天如此垂怜，宋燕不由得打心底涌出暖意来，随后便带着对明日的期待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你怎么没去地里啊？水一会儿我来挑就好了，你赶紧去忙吧。都已经挑好了，柴劈好了，那我先去地里。对了，娘和大嫂、冬梅都已经先去过地里了。一会儿饭做好，我送过去。好，不着急，你随便做点什么能填饱肚子就成。我已经托牛大叔给多位楼带信，这2日不去送货了，你不用忙活做鱼。江清月哦了一声，总感觉今天的宋燕哪里怪怪的，话怪密的。路上，江清月也碰到不少前去田里送饭的村民。经过昨天的事儿，大家对江清月都很感激，纷纷要拿自家的吃食去送给他。我也做好早饭了，大家自己吃吧，别浪费，吃饱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好不容易推掉，江清月连忙加快脚步往自家地里赶去。刚到田边，就听见一阵哭声从地里传来。江清月好奇的垫脚看了看，确定大致位置是在江家那边。不等他弄明白，宋燕已经走过来接过他手里的篮子了。别看了，省得一会儿他们没事找事。这是怎么了？他们家死人了？那倒没有，昨天江家无人守夜，加上他们的柴火早就点尽了，其余人家的浓烟照不到他们的田，所以那些逃命的蝗虫全部都躲进了他们的田里。吃光了？那倒没有，8、9成吧。活该。江清月听着宋燕的转述，俩人很快来到自家地头上。我做了肉饼，煮了鸡蛋，大家快趁热吃。宋冬梅早就饿得不行了，第一个打开包着肉饼的油纸。哇，好香啊，真是肉饼啊，好烫啊。你慢点，刚出锅的呢。就是，又没人和你抢。宋家人围坐在一起，香喷喷地吃着早饭。至于村长，他是碰巧来的，本来是想过来找宋燕说事儿，没想到又恰好被他给撞见了。你们先吃啊，先吃的，我去别处看看去。村长，你也还没吃呢吧？快来吃点，我做的多。
村长实在不是什么贪吃的人，要怪就怪江清月做的饭太好吃了。他拒绝了2回，最终还是没能战胜自己肚子里的蛔虫。村长，昨天真是辛苦你了，听说你也守了一夜。没办法呀，这蝗虫一天不灭干净，我这心里头就不踏实啊。一定会的。哦，对了，不知道咱这附近的其他村子怎么样？别提了，昨天夜里有人看到咱们这儿火光冲天，就跑过来请教了，我就赶紧把你们想的法子就告诉了他们。等早上我派人去周边打听，说是行动的太晚了，稻子已经被吃了大半了。不过好歹还有的剩，能剩一点都是好的。说话间，江家那边地界上又开始哭闹起来。别理他们，一阵一阵的，哭累就好了。奶，事情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多捡点蝗虫回去吧，好歹啊能补一点口粮。可村长说了，这蝗虫有毒的，不能吃。这可不是村长说的，是江清月说的。你们觉得他能懂这个？以前小的时候，他没少偷偷烤蚂蚱吃，这蝗虫也是蚂蚱，怎么就不能吃了？你们都是活了半辈子的人了，什么时候听说过蝗虫有毒？说不定啊，他就是故意不让大家捡，他好留着自己去油炸卖钱也不一定。好，你们都去捡蝗虫，捡得越多越好。这蝗虫啊，拿回去给鸡吃，也能省下不少粮食，不是？江家人不哭不闹了，改成捡蝗虫了。一旁紧挨着的人想要劝他们2句，结果还被他们追着骂了一顿，说是不让他们吃蝗虫可以，让大家把粮食匀点给他们家。村长显然也心累了，只是走过去象征性的劝了几句，果不其然也被撅了回来。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善哉善哉。我够了，这是你的。我看你都没怎么吃肉饼，是不是又怕胖？那你多吃点鸡蛋，鸡蛋不胖人。当着大家的面，江清月也不好一直推让，只得苦笑着接了下来。虽然当着村民的面，几人都很逞强，但是回到家后又各自心怀鬼胎，不敢做第一个吃的人。见大家都不肯先尝试，江翠翠灵机一动，便把蝗虫丢给鸡吃。小鸡们吃的倒是挺欢快的，看样子也不像是有毒的样子。于是江家人便放心了，直接炒了一大锅蝗虫拿出来当饭吃。哪知道刚吃下去没多久，大家就陆续开始上吐下泻，明显是吃坏了肚子。江家人口吐白沫，争先恐后的跑了出去，让邻居帮忙去请了大夫。等大夫过来后，江家人都横七竖八的躺在院子里。一番查看，的确就是蝗虫的问题。要不是他们吐了大半出来，估计小命都难保了。李老太赶紧跑到鸡圈一看，顿时捶地痛哭起来。哎呦喂，江翠翠，你个傻欠刀的，我的鸡全都被你给毒死了。李老太抱着他那命根子似的鸡哭了老半天，最后实在是太虚弱了，便让王桂兰把鸡给煮了，给他补补。鸡肉是中午吃的，人到下午就不行了。江家人又躺倒了一地，这次连村长都给惊动了。虽然对江家人恨得牙痒痒，但是毕竟事情出现在自己的地界上，万一真是全家团灭，上面也不好交代。于是便又连忙让人去请了大夫。看了2次大夫，李老太掏空了私房钱，地里的粮食是没指望了，养了1年的鸡也全都没了。李老太哭的简直比当年死了丈夫还要伤心。这次不等她亲自动手，江有田和江有良兄弟2人便联手把江翠翠痛打了一顿，打得她鼻青脸肿，躲在屋里也不敢露面。江家的连环戏落幕后，
石崖村也终于迎来了秋收。江清月自然不好意思一个人留在家里，便也主动提出要去帮忙。家里总要留一个人看家，再说你也不会干这个。看不起谁呢？谁说我不会？从小到大哪次秋收我不在地里？我们几个足够了，家里总要留个做饭的吧。是啊，三嫂，你留在家里做饭，吃上你的饭，我才有力气干活。江清月无奈地笑了笑，只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正当江清月一个人在家大包特包之时，门外突然传来马车的声音。徐老板，婉宁姐，你们怎么来了？抱歉啊，清月，我们听说了蝗灾的事，不知道你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实在是担心，所以就过来看看。徐长青也是一脸关切。我听钱掌柜说，你们这几天熏鱼都不送了，我就想着是不是你们的田也遭了灾。我们这儿的确也有蝗虫过境，好在大家反应快，点火赶走了蝗虫，田里损失不大，现在大家都在忙着收割了。啊，这一路过来呀，我们看到很多的庄稼地都被啃秃了，你不知道，那场景实在是太吓人了。你们家没事就好。一想到江清月这样的妙人，竟然一直住在这么寒酸的地方，两人都忍不住替他感到委屈。我们刚成亲没多久，平时忙的都没时间收拾，地方小，别介意。两人笑着摇了摇头，坐下后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不由得好奇问道：你在做饭？是啊，早上起来在蒸包子，你们要不要尝尝？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江清月笑着走进厨房，不多会儿就端了2盘包子和烧麦出来。我不常做这个，你们随便吃吃。端过包子，江清月又转身回去泡了菊花茶端上来。这菊花就是我们大山里的野菊花，刚摘不久，你们尝尝。等茶上来，两人已经分别咬了一口包子下去。之前外出的时候我也曾吃过烧麦，但是味道远不及宋娘子包的，这里面还有肉粒呢。徐婉宁吃的是豆腐包，烫得她忍不住吸溜了下。对不住啊，这豆腐包实在是太好吃了，我还是第一次吃豆腐馅的包子。没事儿，二位慢慢吃。吃饱喝足，两人便开始步入正题。清月，实不相瞒，我听说蝗灾的时候一直很担心，不知道对咱们的香皂可有什么影响？放心，香皂都没问题。全部都已经做好了？做是做好了，再等上2、3日便可使用。不过你中秋麦是绝对没问题了。说着，江清月便把放在笸箩上的香皂一屉一屉全都搬过来，放在院子里。徐婉宁爱不释手地看了一会儿，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装到了肚子里。看罢，便连忙从身上掏出一张100两的银票递给江清月。清月，你看看，这是这批香皂的银钱。上次婉宁姐已经付了10两定金了，按理我该再找你10两银子。不用了，这批香皂做工精美，我很是喜欢，理应要多付一些。价钱事先已经定好了，临时涨价也不行。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说。那个我不习惯收银票，可不可以改成现银？徐婉宁和徐长青听后皆是一愣，随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宋娘子真是个妙人。没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带那么多现银，正好我们急着把香皂送回江都府，不如你今日就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回去我立马拿现银给你，这银票你就先收着。今天就去？我们来的时候路上太乱了，我害怕再等下去还要再出什么乱子，早点进城早些安心。是啊，听说宋娘子想在江都府看铺子，正好早点过去，我们陪着你一起逛逛，多住2日。可是眼下家里正忙，这秋收估计还得再要2日。要不这样，我从镇上找几个人过来帮忙，早点忙完咱们早点回江都府。那倒也不必，家里也没有几亩田，人手足够了。他之所以留下来，也不过是给大家送饭。如今包子烧麦做了这么多，撑个2天应该也不成问题。两位再坐下喝点茶，
我先去地里和家人说一声吧。也好，劳烦宋娘子了。若是有什么难处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便是。多谢。说完，江清月便匆匆拾了一篮子刚蒸好的包子和烧麦，朝着田里走去。怎么今天来这么早？我还没觉得饿。宋燕、徐长卿和徐婉宁两人过来了，这会儿正在家里坐着。啊？他们怎么会突然过来？他们听说这里受灾，担心香皂的交货会有问题，所以就过来看看。说着，江清月便把刚才收的100两银票递给他看。你帮我看看，这银票没问题吧？没问题，只不过你最好让他们换成现银。至于香皂，你让他们现在取走便好。以后大夏国没了，银票也就成了废纸一张。江清月虽然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他也天生只相信黄金白银。我知道了，不过他们想请我一块去江都府看看，我答应了。你要和他们一起去江都府？没错，上次我和你说过，我自己也想去看看。那你等等，我去和大哥二哥说一声，我陪你一块去。真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我只是先去看看，过2天还回来。我过来就是和你说一声的。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宋燕，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咱们之前说好的，我要去江都府的事儿，你也是知道的。这一回听你的，那下一回呢？等我们和离以后呢？我知道你有你的计划和秘密，我也从来没有插手或者打听过。但是现在我想问问，从一开始你对未来的计划里有我吗？如果没有，那我是不是也该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你怎么知道没有？江清月苦笑了下，随即把篮子往他怀里一塞。去江都府的事情我决定好了，有什么话等我回来以后再说吧。说完，江清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望着他毅然决然离开的背影，脑海里不由得再次想起他刚才的质问。原本他想等到秋收忙完之后，再好好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趁机把之前的约定作废掉。没想到还没来得及，他就要走了。三哥，三嫂刚刚过来送饭的，怎么这么快就走了？你们先吃饭吧。说完，自己却跑到地里，继续弯腰割起稻穗来。老三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我看见三嫂过来，两人说了几句话，三嫂走了之后，他就这样了。那俩人是吵架了？谁知道啊，刚才我问他，他都不理我。你好好问问你三哥怎么回事儿，要是真吵架了，让他赶紧回去给小月道个歉。宋冬梅抿了抿嘴，拿着包子朝地里走了过去。三哥，你刚才是不是跟三嫂吵架了？没有。真的假的？要是没有，那三嫂怎么不等我们来就走了？你三嫂最近有没有和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没有啊。也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宋冬梅仔细想了一瞬。不然乱花银子算不算啊？上次他在镇上给我买了一堆擦脸的东西，还买了一堆的衣服和料子，你不是也知道的吗？那上次你们在宁香阁有见过东家吗？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一开始都正常，后面我就不知道了。那东家让我跟着丫鬟一块下楼去试胭脂去了。松叶恍然，原来去江都府的事情是那次就定下来的。想到这儿，松叶直接将手里的镰刀丢在一旁的箩筐里，飞快地朝着家的方向赶去。三哥，你去干什么？回家。别忘记给三嫂道歉，哄哄她。松叶没有回答，但是脚下跑得飞快，只可惜还是慢了一步。当他赶回去的时候，门已经从外面上了锁。见他走得那么急，宋叶心底忍不住慌乱起来，脚底更是着急。等人跑到村外的路上时，却只远远看到马车的影子和扬起的灰尘。江清月，清月！此时江清月正和徐婉宁两人坐在马车里面聊着天儿，
徐长卿为了避嫌，特地坐在了前面。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在喊宋娘子的名字？江清月也顿时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呼呼的风声吹过耳边，的确夹杂了一两句熟悉的声音，但实在听不真切。江清月连忙让人停了马车，自己撩开帘子跑了下来。等顺着声音往山上一看，果然见一道熟悉的黑色身影从山顶飞快地往下跑。宋燕！江清月此刻正跑得气喘吁吁，见他停下来后，便也顿时站定了。怎么了？有事儿吗？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江清月满脸问号，也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便随口答了一句：我喜欢吃甜口的。知道了，我给你买甜口的月饼，你早点回来过节。江清月纳闷儿，这是让他回来过中秋节的意思？跑这么老远就为了问这个？江清月简直哭笑不得，只好继续喊道：知道了，你回去吧。宋燕也不知道自己这话有没有传清楚，看着他上车的背影，心头莫名掠过一丝慌乱，忙又补充了一句：等你回来，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说话间，江清月已经进了车厢，听他又开口，便忙撩开帘子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这一眼，江清月差点当场失声喊出来。电光火石间，江清月一下子就想了起来，眼前的男人他的确见过，就是在地府里和自己有一面之缘，还差点打起来的那个冤家。一旁的徐婉宁见江清月心神不宁，便关心地问：清月，宋公子刚才是不是有什么急事？要不要我们先送你回去？不用，他就是过来送送我而已，继续走吧。他现在心情有些复杂，也不知道如果突然现在面对他该做什么反应，索性先离开2天，趁着不在好好冷静下来想一想。刚才我在里面虽然听不清楚，但是我感觉宋公子好像特别关心你，不然也不会翻山越岭过来送你。你们俩的关系好像又和我想的不一样了。江清月笑着点了点头，其实心底的震惊不亚于徐婉宁。他也不知道今天的宋燕是怎么了，怎么会突然跑过来找他说些没头没脑的话，平时的他压根儿不会这样。另一边，宋燕目送着江清月所乘的马车缓缓离开，直到远的化作一个黑点完全看不见了，这才转身往山下走去。等回到地里，宋冬梅等人立马放下手里的活计围了上来。三哥，你和三嫂和好了没有啊？我们没有吵架，他去江都府了，我去送送他。什么？去江都府了？香丁阁的东家过来拿货，顺便接他过去江都府玩2天。宋冬梅一听，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三哥，你怎么能让三嫂一个人去呢？我就知道他回来。别去了，他过2天就回来了。万一他要是不回来了呢？无论宋燕怎么说，宋冬梅认定了徐婉宁和徐长卿2个不是好人。上次在铺子里故意支开我，说不定他们就是处心积虑，想把三嫂骗去江都府卖了，或者逼他交出做香皂的方子。三嫂也是的，我说他上次怎么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呢？原来早就想走了。宋燕也有过同样的担心，但还是觉得不至于如此。江都府的徐家，他之前也托可靠的人打听过消息，可以信得过，便只开口劝道：他会回来的。他凭什么回来啊？你平时对他那么冷淡，江都府那么好，徐家兄弟对他也那么好，要是我也不回来了。宋燕默默看着宋冬梅，一会儿坏人，一会儿好人，都让你说了。你看什么看？你媳妇都跟人家跑了，你还那么淡定？
宋冬梅的猜测也让其他人跟着着急起来。宋燕虽然嘴上说着没事儿，但是心里也开始隐隐不安。但中午的见面，他只不过是多说了2句，就已经惹得他不高兴了。他担心自己如果后脚跟去，只会惹得他更不痛快。如果万一把人逼急了，真的不回来了，可怎么办？晚上累了一天的宋燕还是在外面冲了个澡，洗干净了才回到床上。宋燕闭上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在半梦半醒中迷迷糊糊的熬了一宿，直到天色微微泛白，宋燕这才一咕噜爬了起来，利索的收拾好衣服，打包行囊走出了房间。锁好门，宋燕又轻手轻脚去隔壁拉驴车。这动静很快就把老大给惊醒了，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动后，立马拿起棍子跑了出来。等他揉着眼睛看过去，这才依稀辨认出来偷驴的人竟然是宋燕。三弟，怎么天不亮你就起了？嘘，大哥，你来的正好，我准备赶车去趟江都府，一会儿你帮我和娘说一声。宋春山恍然，昨天晚上你嫂子还和我打赌嘞，说你今天肯定要去接弟妹回来，果然被说中了。被拆穿心思的宋燕也只是笑笑。那地里面就辛苦你和二哥了。地里你就放心吧，今天肯定能割完。倒是你啊，不常出远门，一个人路上一定要小心一些。知道了，放心吧。说完，宋燕便匆匆套上驴车，驾车往村外赶去。第二天，徐婉宁一大早便让丫鬟们送来早饭，自己陪江清月一块儿吃。昨天回来后，我一心惦记着那批香皂，生怕下人弄坏了，所以亲自跑去库房盯着他们放的。你昨晚睡得还好吧？很好，谢谢婉宁姐招待，你忙你的，真的不用管我。今天我的时间都腾出来了，一会儿我先带你去街上看看去。吃过饭，两人便一起出了徐府往街上走。江清月逛了一圈，虽然沿街的铺子感觉都很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想要问价的冲动。婉宁姐，咱们也逛了好一会儿了，要不还是去宁香阁看看吧。徐婉宁当即带着她一块过去。江清月楼上楼下转了一圈，眼底是满满的惊艳和赞叹。正当她坐下来要喝茶的时候，徐婉宁身边一个小丫鬟突然噔噔噔跑上楼来。江小姐，楼下有人找。江清月刚举杯放入唇边，突然听到有人找她，先是愣了一瞬。江都府她只认识徐婉宁和徐长卿兄妹，这会儿能是谁来找她？思忖间，江清月已经快步下了楼。宋燕，你怎么来了？正好有事过来，顺便看看你在不在这儿。办事顺路？你什么时候忙完？怎么，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有，娘说外面乱，让我接你一块回去。江清月恍然，看来他办事是假，是吴氏让他过来接自己回去的。我还要再过2天，等中秋节那天忙完才能回去。我也差不多要等个2天，那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家吧，家里人还在等着我们一起回去过中秋。娘知道你来这么远的地方一直放心不下，冬梅也已经哭了好几场了。江清月一听，当即心就软了。好，那等那天上午忙完，我们就回去。见他答应，宋燕微微弯起唇角。那我先去忙了，等我办完再来接你。接我？老住在别人家也不好，你跟我一块儿去客栈住吧。我有话想和你说。好，不过傍晚我要先回徐府取下包袱，你去那儿找我吧。知道了。说完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大步离开了宁香阁。等江清月再次回到楼上，徐婉宁已经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清月妹妹，我现在怀疑你之前和我说的都是骗人的，你们两个这样子哪里像是要和离的样子？
他说有事情要来江都府，顺便看看我在不在。他这么说，你就这么相信？江清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确不信，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徐婉宁解释。行了，你们夫妻俩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本来我还想着拉你入伙，留在江都府呢，现在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何出此言？妹妹，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觉，咱们上午出去逛了那么多铺子，你都没有那么高兴。但是从见过你家相公以后，你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一直挂着笑。有那么明显吗？下午跟着徐婉宁一块回徐府的时候，徐长卿还特意过来请两人一块去多味楼吃饭。江清月想也没想，便委婉地拒绝了。婉宁姐，多谢款待，那我就先走了。好，我送送你。不用了，我自己出去就好。看着他离开时轻快的步伐，徐婉宁再次无奈地叹了口气。原本他还以为这俩人真的是假夫妻关系，还以为江清月以后真的会过来江都府定居，他还暗自高兴了好久，甚至把以后合作的计划都给想好了。现在看来估计是没戏了。抱歉，刚才有点事耽误了，等着急了吧？还好，反正也没什么事儿。那我先带你去吃饭，你想吃什么？我刚吃过了。好吧，那我们先回客栈。不急，先陪你去吃完饭再回去。好在宋燕也不挑剔，两人就在回去客栈的路上找了个卖面的摊子，点了2碗阳春面。你就当尝尝，不喜欢吃再给我。铺子看过了吗？今天上午看了一些。如何？可有看中？那倒还没有。明天你可有安排？还没有。那明天我带你逛逛。这里你很熟吗？不需要很熟，私下逛逛便是。马上就中秋了，难得过来一趟，买些东西带回去。好。等他飞快地吃完面，两人一起回到客栈。等下我去找店家再要床被子，晚上我打地铺。说吧，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话，非要你跑到山头上告诉我？所以你刚才着急回来，是在等我说这事？不然呢？宋叶敛了敛眸，果然是他想多了，还以为他是因为见到自己太高兴，没想到竟然是为了这事儿。不过的确也到了该说清楚的时候。我知道你不是之前那个江清月，我见过你，在地府。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江清月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知道。你早认出了我？一开始倒没有，来的路上你在半路拦我，那个时候我才认出来是你。那你是什么时候认出我来的？准确来说，是灭亡蝗虫的那天晚上。江清月恍然，怪不得那天晚上他一直盯着自己看，原来是那个时候就暴露了。你应该知道，这一世我是重生来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清楚。我清醒过来之后就看见你，那个时候是你吗？是我。看样子咱们俩是前后脚来的。你应该也知道，我是被地府的使者勾错魂回不去了，我是被他们给骗过来的。或许是因为我也叫江清月这个名字，所以才会这么巧吧。我觉得公平起见，咱们可以一人问彼此一个最想知道的问题。宋燕点了点头，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你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对吗？你以后还会回去吗？这是2个问题。算了，多说一句也无妨。我是来自1000多年后的世界，我倒是想回，但是肯定是回不去了。上一世的事情你都还记得是吗？那后面是不是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没错，要变天了。这个国家很快就不存在了。是因为这次的蝗灾吗？这次的蝗灾只是个开始，很快还有接二连三的灾难，饥荒、乱兵造反，到时候天下必将大乱，直到新皇登基。江清月听得人都麻了，
他本以为自己拿到的穿越剧本是勤劳致富、白手起家，没想到竟然是逃荒加兵乱的流民剧本。大佬，能不能分享下你的最佳逃荒路线和安全地点？宋燕无奈地看他一眼，都这个时候了，这个女人还想一个人跑路，想也是白想。打定主意后，宋燕便起了吓一吓他的心思。没用的，我说的是天下大乱，咱们还会有安全的地方，想提前跑是行不通的。不跑难道等死吗？难不成你上辈子就是因为战乱逃荒而死？那倒不是，我活到了新皇登基之后的很多年。江清月的沉默让宋燕误以为他是在害怕，便稍稍放柔了语气。其实你也不用害怕，好歹我也是重活一世，怎么也会比上一世好一些，到时候你跟着我一起走便是。你说是什么时候开始逃荒？明年春天。江清月震惊，他就说哪里感觉不对。怪不得你之前说等不了1年，最迟明年春天就要和离，原来是因为这个。宋嫣也大意了，没想到他会在这里等着自己。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解释一下，我和原来那个江清月的关系不是很好，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所以我才那么着急和离，你懂吗？当初我不知道你是他，所以才说出那样的话，你不能因为这件事生我的气。行吧，这件事儿就不跟你计较了，只是咱们之前说好的和离。先缓一缓。你想，到时候逃荒，我不光要带上你，还有家里这么多人，若是事先和离了，肯定会有诸多麻烦和不便。哦，那行吧，这件事儿可以缓一缓再说。只要他答应不走，以后有的是机会和时间。第二天，两人起床后，在客栈外的铺子里吃了早餐，便一起直奔粮铺而去。精米400文一斗，白面330文一斗，稻谷是240文一斗，麦谷是230文一斗，还有糜子。这价格和清河镇之前比如何？的确没怎么涨价。那咱们买多少？驴车能拉多少，我们就买多少。再多的话，咱们也拉不回去，路上估计也不太平。过段时间，南方还会走水路运一些粮食过来，到时候价钱还会回跌，咱们到时候再买一些。好，有个未卜先知的人在身边就是好啊。等了约莫半个时辰，宗燕终于挤到前面交了钱，拿了条子，又约好人晚上天黑后送到客栈里，两人这才从队伍里挤了出来。咱们再去买点过节的东西，其他大件的暂时不必买。江清月也点了点头，这次出来大家这么担心，是该买点东西回去。天色一黑，粮铺的小厮便赶着车过来送粮食。我去办，你待在房间里，别出去了。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宋燕回来了，只是人稍显狼狈。躺在床上休息的江清月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问他怎么回事。也没什么，刚才搬粮食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些腰。我陪你去看下大夫吧。不用，休息一下就好了，没什么大碍。真不用？真的不用。那行吧，既然你受伤了，那晚上你睡床，我来打地铺。不妨事，还是我来睡地上吧。入秋了，你睡在地上容易着凉受寒，明天还有要紧的事。行了，那就都睡床上吧。反正就一晚，将就一下就过去了。这一夜，江清月不知道宋燕睡得如何，反正她自己睡得挺香的。我来帮你。你会梳头？好在宋燕倒是没笑话他，利落地帮他梳了头发，随后挽了一个发髻，这才从怀里掏出一只簪子，直直插进发髻里。这是什么？簪子。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哪儿来的？自然是买来的。好啦，
是我刚才在街边摊子上顺手买的，不值什么银子，送你了。你上次不也是帮我买衣服了吗？江清月略略吃惊地看他一眼，谢了。简单吃了个早饭，两人便一起前往宁香阁。宋娘子，徐小姐和徐公子已经在楼上候着了。江清月点了点头，听说徐长卿也来了，便带着宋燕一块上了楼。清月，你今天太美了。宋娘子今日果然……说着，突然眼神瞥到一旁的宋燕，顿时话锋一转，精神。徐公子今天也很精神，一大早就过来了。那是，才这个时辰，外面就已经那么热闹，我今天就是过来凑热闹的。宋公子，不知你们家的熏鱼何时能供上？钱掌柜已经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了。这事不急，回头再说。今天过来是为了香皂的事。徐长卿感觉自己什么也没做，就莫名被针对了。不过虽然很急，但是也知道今天是堂妹婉宁的主场，便也不追着两人问了，只打着圆场缓解气氛。昨天我去找婉宁，听说宋公子来了，我还不相信，没想到真的来了。只要是不放心他一个人，快来看看。徐长卿感觉这天聊不下去了。徐婉宁看了看外面，顺势站起来，到时间了，该下去了。徐长卿如临大赦，赶忙站起身来。终于要开始了。门一打开，外面的年轻姑娘就带着丫鬟全部涌了进来。我就不下去了，我在楼上茶室等你。也好，楼下都是姑娘，大哥你也留下来陪宋公子喝茶吧。徐长卿虽然不是很想，但自家妹子都发话了，他也只好照办，不然显得他好像登徒子似的。江清月跟着徐婉宁下了楼，就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他发话，哪知道一宣布开售，那些人又立马排队抢购起来。江清月在一旁看得啧舌。没想到吧，我刚才提那么多的苛刻条件，也完全是因为咱们的货不够，只能这样限制着卖，否则呀，这香皂怕是都卖不到明天了。说完又忍不住在线催货。我喊你过来就是想让你安心的把心放在肚子里，这香皂你做多少我要多少，要抓紧时间供货啦。江清月笑着点了点头，幸好他之前一直没有间断，一直在做，否则后面真的要接不上了。临近晌午，徐长卿大概是实在坐不住了，主动下楼来邀请江清月和徐婉宁去多味楼小聚一下。等入座之后，菜还没上齐，徐长卿就有些按耐不住了。宋娘子，宋公子，实不相瞒，我们酒楼的熏鱼不能再等了。徐公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买我们的熏鱼方子？你要卖方子？没错。好是好，只是你们这鱼卖得好好的，为何突然要卖方子？我记得上次问宋公子，他还说绝对不会卖呢。人都是会变的，实不相瞒，我们之前之所以卖熏鱼，是因为村里河水上涨，从上游下来了不少鱼。如今现在天干地旱，那些鱼早就捞得差不多了。再一个，如今我们香皂卖得这么好，自然要腾出些精力在香皂上面。徐长卿欣喜地点了点头。甚好，实不相瞒，我之前也担心江都府路途遥远，若是一来一回这么送货，实在是有些吃不消啊，平添了我们不少周折。宋娘子，咱们也算是合作多次的熟人了，你出个价吧。江清月也不客气，直接报了个价出来，100两。徐长卿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他本想着让江清月主动出价，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也不好意思出太高，没想到他竟然会杀手。徐公子觉得高了？哎，实不相瞒，我也曾经去到各地买了不少新鲜的吃食方子，我们多味楼一般出价在10两到20两左右，在市面上也算公道价了。敢问徐公子的多味楼一共开了几家？ 3家。
那起码每天能卖50斤熏鱼吧？那应该没问题。那好，徐公子你自己算算，这50斤熏鱼，你按照100文1斤，那每天也能卖5两银子，扣除鱼肉调料油钱，至少每天还能净赚个3、4两。这100两看着高，实际上也就1个月的时间就能回本了。徐长卿见他算起账来飞快，不由得由衷佩服起来。这么算来，宋娘子这100两还卖低了。好说，都是熟人，我们主要也是薄利多销，往后有合适的菜方子还来找你。不过有件事儿我得要提前说清楚，这个方子我们只卖多味楼一家，但是卖的是使用权，方子的所有权还是在我们手上。宋娘子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我家娘子的意思是，这方子你可以随便在多味楼使用，也不会有别家酒楼拿着这个方子和你打擂台，但是这个方子还是属于我家娘子，我们日后若是想卖熏鱼也可以继续卖。我懂了，没问题，就按照宋娘子说的办。既然这样，咱们还是先签个协议。甚好。话音落，宋燕已经把随身带的纸笔拿了出来，飞快地写好了协议。徐公子先来签字吧。协议一签好，徐长卿便立马伸手去怀里掏银票。哦，麻烦给现银，多谢。徐长卿手上一顿，无奈地笑了笑，随即吩咐小二去取现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夫妻两人真是一模一样的癖好。三嫂，你可算回来了。轻点，小心摔了。宋冬梅朝三哥翻了个白眼儿，随后又激动地一把抱住江清月。三嫂，我好想你。嘘，小点声。然后这才开始往下搬粮食。三弟啊，你们这是去进粮食去了？怎么买这么多？先搬下来，一会儿再说。哦，好。三兄弟搬粮食的时候，吴氏三人已经拉着江清月回了屋，围在身边各种嘘寒问暖。小月，你们都还没吃吧？我们也没吃，就等着你们回来呢。对，我饭都做好了，现在去热热去。等粮食搬好，饭菜上桌，几人先是催促着宋燕和江清月吃了几口，这才忍不住问道：发生了什么了？怎么买了那么多粮食回来呀？这次去江都府，一路上的情景惨不忍睹，别的镇和村子这次秋日上基本都是颗粒无收。我刚到江都府就听说粮食要大涨，所以我们俩商量着多买些粮食回来囤着。哎呦，要死啊！怎么会这么惨呢？竟然颗粒无收。其实咱们家这次收的稻谷省点吃的话，应该能吃到开春。买那么多粮食，这要花了多少银子啊？银子是卖香皂挣来的，如今各地都在干旱着，这秋播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还是多买些囤着放心。这么多粮食堆在院子里太招眼了，不如挖个地窖藏起来。明天开始咱们就在院子里挖，这事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咱们悄悄来。好。说完正事儿，吴氏忙催促着两人赶紧吃饭。怎么才走了几天，小月又瘦了些？是不是在那边没好好吃饭呢？真的又瘦了。娘是心疼你，你倒好，还偷着乐呢。说完，几人都纷纷笑了起来。对了，这次去江都府，我把熏鱼的方子卖给了多味楼，以后咱们就不做熏鱼了。前2天我还发愁去哪儿弄鱼呢，只是以后不养鱼了，我这一下子闲下来挺不习惯的。二哥，你想啥呢？你倒是想清闲，可宁香阁那边一直在催我们多浇香皂，以后我和阿燕还打算请你帮忙呢。我行吗？我这笨手笨脚的。当然行了，咱们这香皂又都不是精细活，不过你放心，这做香皂啊，绝对比卖熏鱼赚得多。好，都听弟妹的。见老二有了着落，宋春山也开了口，
我和你嫂子正准备明天去镇上卖臭豆腐呢，这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味道还行不行。你这不在，我们俩还真是两眼一摸黑。我现在就过去给你们看看。不急，这会儿天黑看不清，等明天早上再看也不迟。没错，小月这2天也累坏了，又赶了半天的车，让他们俩早点休息。还是家里的床最舒服。话音未落，嘎吱嘎吱的晃动声已经先响了起来。宋燕，我不在的时候，你对床做了什么？怎么一下子要散架似的？我什么也没干，我也只是比你多睡1个晚上而已。休息时间久了，等我空下来，给你修个火炕。江清月还以为他说是修床，竖起耳朵一听，竟然是要修火炕。你们这里的冬天很冷吗？今年冬天会有点冷，不过还好，我只是怕你不习惯，受不了。那成，到时候这床也别丢，修一修给你睡。宋燕，这屋里摆不下2张床，再说娘那块也过不了，我看这床还是留着天山烧火吧。行行，你说烧就烧吧。在熟悉的地方美美睡了一夜，第2天一起床，江清月感觉自己已经满血复活。弟妹啊，你看看我这炸的臭豆腐行不行啊？我就说怎么早上闻着一股又臭又香的味道呢？可以了，挺好的。见他点头了，张素娘一颗心终于放进了肚子里，这才踏踏实实带着泡好卤水的臭豆腐上了驴车。老大2口子一走，宋燕便和宋夏江在院子里忙活开了。正当大家干得起劲儿，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宋燕直起身子问了一句，然后就听见村长的声音：“是我。”等宋燕带着村长坐下，江清月这才淡定地泡了一壶菊花茶送过去。村长没有避开大家的意思，直接在院子里把事儿说了。什么？朝廷还要加赋税？不是说别的村子都颗粒无收吗？哪来的粮食交田赋啊？是啊，老百姓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了，哪来的粮食交田赋？还要加收那么多，这不是不给人留活路了吗？是啊，你说说这可怎么办呢？咱们村幸好有你们2个帮忙，好歹秋收算是逃过一劫，不然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往年都至少等到年底才会收4年的田赋，如今秋播还没播下去，就要开始收取明年的田赋了，这是要把饥荒提前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村长虽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上头来人说了，交不出去就要抓人。我先走了，一会儿傍晚大家都到晒谷场去，我统一再跟大家说说。宋燕点了点头，随即又出声提醒：“村长，现在外面的粮价已经在涨了，若是有余钱的，可以去囤些。”村长知道他这是好意提醒，便答应着一会儿商议的时候顺便提醒下大家。等人走后，宋燕这才朝江清月伸了伸手：“我看看，刚才没烫着吧？”“没事，就是太气愤了。我看最可怕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到了傍晚，老大2口子从镇上回来时，也已经从别处听说了，同时也带来了镇上的消息。今天镇上也乱哄哄的，很多人都在抢购粮食，听说朝廷都派兵下来了，要是收不上来，真的要抓人去做苦力的。宋燕看了看时间，咱们还是先去晒谷场看看吧。宋春山和宋夏江把粮食搬下来后，就直接出了门。宋燕扭头看了一眼在院子里有些无所事事的江清月：“一块儿去听听吧。”“也好，也去看看吧。刚才村长说的我都没听明白，怎么一会儿税一会儿赋的，到底有多少名目？晒谷场一直热闹非凡，众人还都为保住了粮食而兴奋不已。眼下听说要增加赋税，而且等不到年底，现在就要交，
晒谷场的气氛一下就沉重起来。村长，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朝廷当官的难道不知道今年是啥情况吗？是啊，前面干旱了那么久，虽然下了一场雨，但是咱们这收成比去年已经少了不少了，更何况又来了蝗灾呢。行了，大家应该也都听说了，刚才你们说的都是真的。现在镇上就有官兵老爷守着呢，谁不救，等着被抓壮丁。此话一出，人群中一下子就沸腾起来。老天爷呀，这是压根儿不想给我们穷人点活路啊！这可怎么办呢？今年的粮食都不够吃的，明年的粮食还没种下去，拿什么去交啊？见众人都在痛哭，村长心里也十分不好受。行了行了，都别嚎了，你们也不想想，要不是有宋燕两口子，咱们这些粮食早就让蝗虫给吃完了。你们再想想其他村的人，和他们相比，咱们的日子是不是还容易些呀？此话一出，众人的情绪果然稍稍缓和了一些。没错，他们的确还不是最惨的，甚至都不用和外村的人比，同村的江家人就是最直接的参照。哎呀，老天爷呀，这是故意要亡我们江家呀，真是没法活了呀！李老太垂地痛哭一番，见没人开口来劝，便把目光转向了江清月。清月呀，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江家人呀，养你这么大，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去死吧？少来沾边，我不是你们江家人，和你们半点关系也没有。我娘子说的没错，她的养育之恩早就在江家的时候就还清了。再说，你们江家一直是村里最富的，拿不出粮食，你们拿银子抵便是了。就是，以前你们江家条件好的时候，怎么没想起人家清月啊？现在出了事儿，倒是清月长清月短的，不要脸。哪里能就吃不上饭了？我看他们啊，就是故意哭穷。幸好清月已经跟他们断亲了。众人议论纷纷，村长很快给下了定论。现在是特殊情况，家家户户都不容易，谁也不要想着指望别人来救济啊！大家都自个儿管好自个儿，真要是交不上的，就做好准备，抽壮丁吧。一句话差点没把江家人齐齐给气晕过去。村长明显是懒得管他们，这要是换成别人家，怎么可能轻松说出这么无情的话来？可是眼下村长的确是懒得管他们家了，处理好这边，又连忙叮嘱大家：你们自个儿回去合计合计，现在外面粮食涨得厉害，要是觉得不够吃的，就赶紧去花银子囤点粮食回来，别熬不到春天就断粮，那可就麻烦了。这道理谁都懂，但是谁有那么多银子还去囤粮呢？村长，以前粮食都买不起，别说现在涨价后了，家家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谁家有闲银去买粮啊？哎，之前你们去宋家卖鱼，多少没能剩下点积蓄吗？就算没剩下，咱们这起码还靠着山呢。现在农忙也过去了，大伙儿就该上山上山，总归能抓几个钱儿吧。哎，行了行了，你们也不用一个劲儿在这儿跟我哭穷了，都回去慢慢琢磨琢磨，合计合计。此话一出，之前那些个没少卖鱼的人家心底稍稍宽慰了些。眼下鱼是没有了，好歹秋天的山上还有不少好东西，只要人勤快，总归还是能弄点东西下来换钱的。细细想过后，大家也都不出声了，开始陆续往家里走。吃晚饭的时候，江清月和宋叶商量着顺便开个家庭会议。眼下里里外外都不太平，这香皂的生意之前也没告诉村里的人，
不过以防万一，宋燕还是再次叮嘱家人一定要保密。宋春山第一个起了疑问：那我们这卖臭豆腐的生意怎么办？这味道也盖不住啊！而且我和你大嫂每天都往镇上跑，肯定是瞒不住的。这臭豆腐的生意不用瞒，不光不用瞒，甚至你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村里人，没事的。不用瞒？没错，有了臭豆腐的掩盖，咱们这香皂的生意才能更好掩人耳目了。两人瞬间明白过来，暗自佩服地看了看江清月。宋夏江也有疑问：可是大家都上山，咱们家一个不上，这么多人闲在家里，不也一样引人注目吗？该上山上山，省得引起别人怀疑，地窖等我们天黑以后再挖。家庭会议结束之后，第二天大家就该干嘛干嘛。三弟，咱们也该走了。宋燕嗯了一声，扭头看向江清月：要不要一起去？娘，家里交给你和冬梅，我跟着二哥和阿燕上山去看看。哎，好，上山慢点儿。宋冬梅一听就不乐意了，正准备往外跑着要一起，突然一把被吴氏给拉住了。你留下来给我烧火，就别跟着一块儿去了。以前嫂子上山都是跟我一块的，我怕她一个人不行。哼，有你三哥照顾着呢，哪里用得着你啊？我三哥能行吗？他不把我三嫂乱丢在后面，就谢天谢地了。傻丫头，跟你说不明白，赶紧添柴烧火。宋冬梅不服气地哦了一声，随即弯腰去点火。另一边，要不你去追二哥吧，我一个人在半山腰找找就行。你要找什么？我帮你一块找，快些。找些适合做香皂的野花，家里生的蔷薇和金银花不多了。宋燕点了点头，随即带着他往半山腰走去。只是可惜季节一过，山上很多野花都已经凋零。算了，不要这个了，回头我去找徐婉宁看看能不能买一些干花吧。说完，江清月又把目标指向了吴焕子。和宋燕描述一番后，他才想起来，是不是也叫木焕子？里面的核可以做成佛珠的。对，就是他。宋燕想了一瞬，随即带着他朝荒无人烟的半山腰走去。我听说皂角可以清洁，竟不知吴焕子也可以。皂角太刺激了，洗衣服还行，但是如果用在脸上，还是吴焕子好些。吴焕子天生自带泡沫，洗手洗脸很是干净，如果加到我们的香皂里，清洁力会更强。宋燕一边听，一边用棍子朝着一旁的草丛敲打两下，有时候里面会突然冒出一阵动静，把江清月吓得脸色都变了。刚才那是什么？是蛇吗？别害怕，我在前面呢，你跟紧点就没事。说完又开始找话。在你们的朝代，人人都是用你说的无焕子香皂洗脸洗手吗？不是，我们用的东西更复杂，一般是一种叫做洗手液的东西，装在瓶子里，挤出来之后就立刻可以变成泡沫。宋燕似懂非懂，不等多问，人已经到了一棵无焕子树下。你看看是不是这种？没错，就是它。确认过后，宋燕直接抓起树干，3两下就爬了上去。你躲远点，小心砸到你。宋燕动作很快，不多时，吴焕子就像是下雨一般掉了下来。江清月看得目瞪口呆。自打两人说开之后，这宋燕也不装了，先前总是一副虚弱又斯文的样子，现在简直和个猎户糙汉没区别，这前后的反差也太大了。就先要这些，这地方我记住了，下次过来的时候帮你多弄些回去。到最后两人的筐都满了，这才满载而归。等回到家时，人还没进门，就听见宋冬梅在院子里责怪起宋夏江来。二哥，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三哥和三嫂他们俩都不经常上山，万一要是迷路了或者遇到什么危险可怎么办呀？我是想带着他们俩的，
可三弟走的实在是太慢了，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催他们呀。再说了，老三没你想的那么柔弱，他身里可熟了，你看不出来啊？他分明是想带着弟妹单独。话还没说完，宋燕已经推开了门。我们回来了。真回来了？哇，你们俩摘了这么多东西啊！我还以为你们就是随便去看看呢。等宋冬梅把篓子里的东西全倒出来，他就不这么认为了。三嫂，你们俩从哪里摘了这么一堆野果子的？酸不拉几的，看着我都要冒酸水了。这就是你们摘了半天的好东西？嫌弃的话，回头做好了你可别吃。宋冬梅哪里敢放大话，连忙起身帮着一块处理。她倒要看看这些东西三嫂能做什么好吃的。留一只野鸡和一只兔子今天吃了，剩下的要不用盐腌起来挂着风干。今年的冬天注定是个荒年，就算他们不缺粮食，也该为冬天多做打算囤货才是。我来剁吧，你忙别的。江清月松了口气，连忙把刚才捡的板栗拿了出来。刚才他回来的路上就想要吃板栗炖鸡了，没想到还真的打了野鸡回来。饭桌上就简简单单2个菜，一个爆炒兔肉，一个板栗烧鸡，却把众人都给看馋了。一顿饭吃完，江清月又把锅里煨着的梨汤给端了过来，每人盛了1碗。娘，这个梨汤你多喝点，里面放了冰糖，秋天天气干燥，正好可以润肺，对你身体有好处。此话一出，几人突然都发现了不对劲儿。对了，往年娘一到秋天就咳得厉害，今年好像还没听她咳过呢。没错，往年这个时候我夜里咳得都睡不好，今年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是奇了怪了，兴许是吃了小月之前给我的蜂蜜，我按照她说的每天泡水喝来着。面对几人的猜测，江清月只是淡淡一笑，心想蜂蜜水还能有什么用，还是他之前偷偷投喂的药管用了。宋燕的心底不由得暖了又暖，这么好的姑娘，若不是上天发的，她去哪里找？晚上你帮我写封信，好让大哥顺便帮我交给宁香阁，我问问婉宁姐鲜花的事儿。写信的事儿简单，宋燕提笔洋洋洒洒，片刻就帮他写好了。只是不等他道谢，宋燕直接将笔塞到他手里。上次就想和你说，你这字要再练练，我来教你。你找徐长卿有重要的事商议。对，我想问他要不要买方子。你找他是为了卖方子？江清月默默在心底翻了个白眼。不然嘞，咱们如今的粮食囤的差不多了，但这过冬的东西都还没买，逃荒差的东西也还多呢，银子也差点，所以我就想着有什么东西来银子最快。自然是卖方子最快。所以喽，睡吧。你等等。说着便起身拿了一包银子出来。这个你收着，缺什么买什么。不用，我刚才那意思不是找你要银子，再说上次囤粮都已经是你付的了。往后不必分那么清，你都收着便是。那我就先帮你收着了。3日后我陪你一起去镇上吧，交完货卖完方子，咱们再顺便再囤点东西回来。也好，这方子和协议要是提前写好带过去，好像有点过分了，到时候还要麻烦你现场给写一下。没问题。现在可以睡了吗？一大早，江清月便收拾好食盒和香皂，跟着宋燕还有大哥大嫂一块儿往镇上去。宋公子，宋娘子，我们又见面了。听说你们有要事相商，昨天我们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了。江清月见他眉眼之间有些发愁，不禁疑惑：徐老板这是怎么了？上次的熏鱼卖得不好？自然不是，实不相瞒，我这熏鱼才卖1个月，眼看着就要回本了。那就好，
我见徐老板眉眼犯愁，还以为是熏鱼卖的不好呢。误会了，是我想差了。我以为二位说的要紧事是要反悔了，不想把这方子给我了。方法你们都学会了，我收回来还有用吗？再说我们今天过来没别的，就是想请徐老板尝尝我们在家做的烧鸡和盐水鸭。徐长青面色一松，随即略带欣慰地领着三人进了包厢。这烧鸡我们店里倒是多的是，只是这盐水鸭从未听过，难道是盐水泡的鸭子？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徐老板先尝尝再说。徐长青好奇地低头一看，果然见桌上多了一碟子烧鸡，一碟子盐水鸭。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开口，一旁吃了一口烧鸡的徐婉宁已经惊呼出声：大哥，清月这烧鸡做的可比你们多味楼好吃太多了，你赶快尝尝。你呀，你没看出来宋家这二位是来找我谈生意的吗？你夸得这么好，我都不好还价了。徐老板想多了，我们只不过是上次吃了你送的烧鸡烧鸭，觉得受之有愧，这才把我们家做的送你尝尝。眼下光景不好，我们的确是打算把这2样方子给卖了，只不过我们可没有强迫你，也没打算坐地起价，毕竟之前我们说过我们是走量的嘛。还是老价钱？没错。还是只卖什么使用权？对，徐老板意下如何？老规矩，麻烦宋公子给立个字据吧。宋公子真是有眼力，吃准了，我一定会2张方子一起买了。哪里的话，只不过是为了节省时间，不耽误徐老板早点拿到方子罢了。再说徐老板这么阔气，区区200两自然不带犹豫的。2人斗嘴的功夫，江清月已经把自己的名字签好了。哇，清月的字比上次可是大有进步，看来平时没少练。可是你家相公教的？闲来无事，在家随便练练的。拿到200两银子，收好协议，江清月马不停蹄喊来徐长青指定的大厨，把2样做法都仔仔细细地教了一遍，又大致给演示了一遍。忙完这些，时间已过晌午，徐长青有意留2人吃饭，但都被2人给拒绝了。大哥大嫂不知道吃饭了没？要不然我们过去找他们一块下馆子吧。算了，这边离那边有点远，这个点他们应该吃过了，咱们就简单吃点，一会儿咱们还要买东西。江清月想想也是，便爽快地让他选地方吃饭，想吃什么都行，我请你。我就想吃碗阳春面。行吧，阳春面就阳春面，以后花银子的地方还多着呢。2人在路边吃了碗阳春面后，宋燕特地去租了辆牛车过来。驴车被大哥大嫂用着，回头他俩还要拉炉子锅回去，不太方便。而且看江清月这阵势，今天肯定不会少买，所以1辆车恐怕还放不下，还是提前租一个比较好。宋燕虽然做好了大量采购的打算，但没想到他会买这么多，还这么快。不够下次再一趟一趟买太多容易打眼，而且娘他们也要吓坏了。我知道，所以才买了这么点儿。宋燕点。江清月没看出宋燕的震惊，他只觉得来都来了，还不赶紧多囤点儿。掌柜的，你们这里有没有油布，水打不湿的那种？有的，在后面库房，我找给你看。等东西拿出来，江清月摸了摸，便点头道：先拿个1匹回去试试，好用的话下次再来。掌柜的，你可要给我们多优惠些。掌柜的连连点头。你那边放着的是不是蚕丝料子？没错，那可是上好的桑蚕丝，用来做里衣穿，又滑又软，不扎人。给我来1匹，要浅色的。江清月瞪大眼睛看了看他，心想这男人怎么那么不会过日子呢？都要逃荒了，还穿什么真丝里衣？这批是买给你的，刚才你不是嫌那棉布不够软和吗？我看了一圈，也就这个最合适了。原来是买给我的，那好吧。等买完这些，
牛车已经堆得老高了。摆齐了吗？今天就到这儿吧。天色还早，咱们慢慢往家走，等天黑再回村。江清月秒懂，随即点了点头。两人给牛车做了一番遮盖，慢慢悠悠地赶着往城外走。哪知道还没出城门，远远就看见前面有人在吵闹哭喊，不知道前面是怎么了。别担心，我们过去看看。两人远远站在围观人群外面，往里看了一眼，这才发现里面有对夫妻在吵架。哎呦，丫头还小啊！你真是要了我的命啊！秋收没着落，家里没一次交赋税啊，这日子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今天要不把女儿送走，那只能让官府来抓我了。只怕到时候你们孤儿寡母的也熬不过冬天。也罢，走一步看一步吧，到时候实在熬不住，你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去，能活一天是一天吧。当家的，实在不行你就把我卖了吧，我去给人家当粗使婆子去，好歹换点粮食，先把田赋给交了，只要你把2个孩子都养活就成。娘，你就让爹把我卖了吧。爹说了，只是让我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人家家里条件好，能吃饱饭，是我自己想去的。此话一出，一家3口顿时抱在一起痛哭起来。江清月看着心里发堵，但也明白这只是开始，往后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难。咱回吧。松燕嗯了一声，翻身上车，继续往城门走去。哪知道才刚走了几步，突然从路边窜出一个人来，主动上前拦车。公子，你们家缺人吗？我什么都会干，吃的也不多，只要1袋子小米给家里人就行。我爹娘要把我送进刘府做小，我不愿意，我宁愿找个普通人家嫁了，只要1袋子小米就成。松叶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让开。那姑娘脾气也是倔，硬站在前面不让开。姑娘，当着我这个刚过门的正牌娘子的面，你刚才这话是不是有些过分了？这城里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单单看上我男人？对不住，我以为你们是兄妹，就想着碰碰运气。江清月没好气儿地看他一眼，算了，也是个可怜人。若不是走投无路，谁会蹲在城门口找男人嫁？顺利出了城，江清月脸上还是没有消散的郁闷。方才那姑娘定然是看到咱们车上东西多，这才出来碰碰运气，不是冲着我来的。我只是觉得这世道对女子尤其不公。3年才刚露头，女子都已经早早打好价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等婚年真的来了，女子还有活路吗？唉，没办法，这还只是开始。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救不了任何人，只能自保。往后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难受的话就别去看了。上一世他也曾经幻想过在逃荒路上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到头来他才知道人性有多么的复杂。江清月见他眼底忽明忽暗，忽然就明白他在想什么，忍不住开口宽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相信总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啊，这是你写的？我哪有那么高的水平啊，这是我们那个世界的古人写的。我们那个世界这样优秀的诗句可多了，回头有空我给你背几首。不急，以后还有很多时间，慢慢背。你能不能和我说下你生活的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那个世界在几十年前也曾遭遇过战乱和饥荒，但是靠着无数人的努力，终于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哦，对了，我们那儿的女子地位可没有这么低，也不存在什么3妻4妾，我们都是一夫一妻制。松烟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
江清月絮絮叨叨讲了一路，他便认认真真的听了一路。等两人回到家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怎么才回来呀？去买了点东西。吴氏抬头往牛车上一看，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这叫买了一点东西？江清月，一点点喽。等进了院，吴氏便张罗着去隔壁给两人热饭。江清月连忙拉住他：“娘，不用了，我们俩随便弄点吃的，你们都吃过了吧？”我们都吃好了，大家都着急等着，我去和他们说一声。不一会儿，隔壁众人也都听见动静赶了过来，帮忙从牛车上往下搬东西。等东西搬好回屋，几人也准备回去休息了。晚上想吃点什么？红焖猪脚是来不及了，要么简单点包个猪肉白菜的饺子，这个倒也快。我来帮你剁肉吧。原本他以为江清月在城门的时候被吓到了，估计回来也没什么胃口。现在看他说要包饺子，不由得放松地笑了。你笑什么？没什么，我还以为你吃不下东西。谁说的？我都要饿死了。我同情别人，不代表我要虐待自己。总不能因为别人没饭吃，我就要跟着饿肚子吧。听他这么一说，宋燕更放心了。以后不管是进山还是逃荒，免不了要遇上各式各样的可怜人。一个剁馅儿，一个擀皮儿，很快就把饺子给包了出来。江清月煮了40多个，最后自己吃了10多个就不敢继续吃了，剩下的全都进了宋燕的肚子。吃完饭，时间已经不早了，两人分头洗洗，就准备上床睡觉。你要是睡不着，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你说。我想带村里的人进山去打猎。你们不是一直在打吗？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外围，外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进深山。你是想帮村里人一把，让他们日子好过点？不主要是为了这个。之前我和你说过，明年开春以后，这天下的灾情就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但凡是人脚能走到的地方，就被吃得寸草不生。我思来想去，跟着大部队去逃荒终是不妥，所以我想进山，找可以暂时安顿的地方，等外面的时局稍稍稳定下来后，咱们再走。什么？不逃荒了，改进山了？逃，只不过暂时逃进深山，躲避流民和战火。电光火石之间，江清月突然就想到了什么。我说你之前怎么没事老往山上跑，原来就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庇护所。没错。好家伙，怪不得之前问他路线他都不说，原来是压根儿没打算往外跑。那你打算何时进山？等到2茶道收完，秋播以后吧。成，那还有时间准备准备。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听宋燕说要进山逃荒的事儿，还是因为最近囤东西囤得太疯狂了。这天夜里，江清月竟然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她梦到自己像只蜗牛一样，背着一座大大的行李，一步一步往山里爬。爬得越深，里面越是危险重重。紧接着便开始有蛇在追她。别追我！清月，怎么了？没事儿，我刚才做了个噩梦，梦到山里不光有蛇追我，还有狼群追我，太吓人了。不怕不怕，有我在，我定会护你周全。宋燕的话犹如黑暗森林里的一束光，顿时让他安心了不少，便缓缓重新躺了回去。你先睡，等你睡着了，我再睡。江清月嗯了一声，随即缓缓闭上眼睛。第二天，江清月自然而然地起晚了。起了？什么人在外面吵吵嚷嚷的？刘氏。他怎么来了？他还想回来。什么？之前他们家不是牛气哄哄，还说一定会让二哥后悔的吗？或许是我们昨天买东西的时候被他们村的人给看见了。我出去看看。江清月一走出门，
果然就看见刘秀娥正站在隔壁大门中间，堵着不让宋夏江出门，旁边还围了不少人端着早饭过来看热闹。哎呦，三弟妹，你来的正好，嫂子今天呀是专门过来给你们道歉的。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对你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嫂子是有口无心，你千万可别跟我计较。哎，谁是你弟妹？我可就素娘一个嫂子，你别胡乱攀扯。清月，你就帮我劝劝你二哥吧。我保证回来以后啊，绝对会好好的过日子，绝对不会再整出什么幺蛾子了。江清月没搭理他，自顾自走到张素娘跟前，低声问了句：“娘和冬梅呢？”都在屋里呢。娘怕冬梅惹事，冬梅怕娘心软，俩人都进屋了。那就好，大嫂，你赶紧跟着大哥一块去镇上吧，别耽误你们做生意，这不会有事儿的。我和你大哥在镇上做生意的事被他知道了，刚才还偷摸问我一天能挣多少呢。江清月眨了眨眼，表示明白。等老大两口子一走，江清月这才看向刘秀娥。刘氏，二哥的事儿我和阿燕都做不了主，你求我也没用啊。不过至于你刚才道歉的事儿，我倒是能做主。我不答应，想要和好没门儿。大哥大嫂起早贪黑去卖炸豆腐，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要是真有你想的那么好赚，我们其他人怎么不都去啊？还有，现在二哥和阿燕天天上山去刨食儿，家里可没有你想的那么清闲自在。江清月这话表面是说给刘氏听的，实际上其实是说给围观的大家伙听的。刚才刘氏的种种表现都让大家伙以为宋家是发了什么大财，所以就连刘氏也要低声下气地跑回来。这样的谣言现在不说清楚，以后就要传得没谱了。我说刘氏怎么突然想跑回来？这是看老大两口子天天去镇上卖炸豆腐挣的银子吧？这宋家虽然比大家伙都强点，但是刘氏想回来吃香喝辣也是想差了。要是真那么富，谁还天天上山？就是啊。刘氏被众人拆穿，第一反应就是矢口否认。谁告诉你我是因为银子？我压根儿就不是为了过好日子，我就是单纯的舍不得下江，我是想好好和他过日子。原来是舍不得二哥呀，感情问题我可不好做主，毕竟你之前又不是我媳妇儿，你自己去问二哥去吧。宋夏江也当即表了态度。想得美！我宋夏江对天发誓，这辈子和你刘氏绝无可能，我们之间早就断得一干二净，你莫要再来纠缠。宋夏江，你当真一点旧情不念？旧情？哼！当初你联合娘家想要把我妹妹卖给刘府做小的时候，咱们两家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何来的旧情？哎呀，夏江，我实话和你说吧，上个月秋收，我们家也是颗粒无收。现在我大哥大嫂嫌弃我一直在家里耗费粮食，想逼我改嫁，我不愿意。你不愿？嘿，你为何不愿啊？因为他们让我嫁的那个人年纪大，又老又丑，还死过一个媳妇儿。哎呦，太好了，老天有眼呐！你一个二婚的都尚且不愿意去嫁老头子，当初是怎么狠心让我小妹一个姑娘去嫁的？可见上天有眼，恶人自有恶人磨。当众被前夫取笑，饶是脸皮厚的刘秀娥也有些受不住了，见回来无望，只好灰溜溜地跑走了。三嫂，人走了？走了。咋的？后悔没过招是吗？哼，要不是娘拉着我不让我出来，我非要撕烂他。一大早就过来找晦气，真当我二哥是没人要了。我二哥就算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要他。哎，我还年轻，不至于打一辈子光棍吧？我就打个比方，就会耍嘴皮子，一点姑娘样都没有，赶紧回屋吃饭。江清月见几个人嘻嘻哈哈的，
知道这就是没事儿了。冬梅，要不要来我家吃煎饺？要，嘿嘿，我来也。吴氏刚要伸手去拉，无奈人已经先一步跑到隔壁去了。吃完午饭，宋燕便带着宋夏江两人一起去镇上，而江清月三人在家也不得空闲。趁着现在不忙，吴氏打算先帮着两人把里衣给做出来，不然等棉花回来了，就要忙着做棉衣和棉被了。江清月本想着等吴氏走了以后，再悄悄把自己缝的衣服给藏起来，哪知道宋燕一回来，宋冬梅就把她藏好的衣服给翻了出来。三哥，你快看看，这我三嫂给你缝的衣服，缝了一下午呢。其实吧。你是第一次做衣服？啊，是啊。挺好，缝得挺严实的。说着，宋燕眉眼含笑地将自己这身里衣给收回了柜子里。一连忙了几天，家里的棉被和衣服总算是料理得差不多了，可是干旱却一天比一天明显。眼看着河水已经断流，二茬道浇水都快成了问题，每次都要走很远去挑水。再加上村里人都是第一次试弄二茬道，都吃不准这个道到底多久才能收割，便都围着村长问了起来。村长也是头一回经历，实在被大家追问的没办法，只好把宋燕给喊到田里一块去看看。估计还要大半个月就能收割了。再不秋波，你们还来得及吗？你们别傻乎乎的被宋燕那小子给骗了。这稻穗是抽了，但是我看呢，80%都是空囊。现在这么干，怎么可能灌浆啊？眼看着江家人播种的小麦都要开始发芽了，王家众人也都纷纷迟疑起来。算了，这二茬稻都是咱们头一回听说，要真能结稻谷，那之前祖祖辈辈怎么不这么干？我看呐，人家江家人说的有一定道理。干脆啊，咱们现在就把稻子割了，播种冬麦吧。王家族人你一言我一语，风气很快就调转了方向。但是也有人心疼舍不得的，左右为难之下，又把问题抛给了宋燕。之前二茬稻就是你让我们弄的，现在你给我们个准话，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收到果？要是收不了，你可能负责。这人有病吧？让你负责，负责不了一点儿。抱歉，我负责不了。你们若是觉得不放心，现在就给割了种麦子。当初那二茬稻可都是自愿的，没人强迫你们。你们王家这么说有点太欺负人了吧？我看宋燕就说的对，你们现在就割了，省得废话了。众人见宋燕和村长态度都这么强硬，只好悻悻地各自回地。权衡之后，有人当即就把自家的稻田连根割了，也有些人还在迟疑，继续去挑水浇地。你说的没错，村里人的确要好好观察下能不能同行。光是从这些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人多事儿就多，尤其是王家那些人，跟着享福可以，吃不了一点亏。没错，先由着他们去折腾吧。两人回去后，把地里的情况一说，家里人也开始商议起秋播的事情来。我看咱们今年还是跟着大伙种冬麦吧。冬麦啊，干旱一点问题也不大，说不定啊，过不了多久就要下雨了呢。宋燕无奈地摇了摇头，其实种什么都是徒劳。大哥二哥，现在外面的情况你们应该也多少听了一些。秋收完了，明年的夏收我也不看好。这干旱不像是短时间就能缓解的，北方比咱们的情况更严重，咱们要有个心理准备，可能再过不久真的要闹灾荒了。我也听宁香阁的东家说了，这北方已经开始在闹灾荒了，闹到咱们这儿只是时间问题。我看这秋播就不用考虑了，眼下咱们就是要多挣银子，多囤粮食，万一逃荒，咱们还有些底气。两人的话一出，在场几人都愣住了。闹灾荒？你们说有可能要去逃荒？不可能吧？按照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未雨绸缪，总归呢，先准备起来。宋春山和宋夏江两人相视一眼，神情都凝重起来。
这也是有可能的，只是咱们这地总不能空着不种吧？万一要是下雨了呢？是啊，趁着现在河里还有点水，大不了啊，我们就多辛苦点，每天走远点去挑水。要不然这样吧，小麦就不种了，咱们种点菜也行，这样很快就能吃上。后面真的断水了，咱们也不亏。我看清月说的也有道理，家里现在也不缺粮食，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种菜吧，能种出来多少就是多少，总比那些种了小麦迟等不到收获的好。成，那就种菜，这个季节萝卜、白菜、大蒜都成，有什么呀咱们就种什么。大半个月过去后，村里的二茬道终于都垂下了沉甸甸的谷穗儿。只是可惜的是，有大半的人都没能坚持到这一天。要收呀，要是咱们不提前割，现在又能收这么多稻子了，真是要死了。他娘的，都是听见了江家人撺掇我才割的，我去找他们算账去。我也去，算我一个。提前收到动静的江家人连忙从地里拔腿往家跑，但还是被王家人围在了院子里。姓江的，给我出来！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又不是我让你们割的，还不是你们沉不住气想割，要怪就怪宋燕那小子，当初要不是他不肯负责，你们也不至于白下了那么多稻谷。就是，有本事欺负我们江家，你们怎么不去找宋家的麻烦？他们明明都知道会收获，偏偏没拦住你们。众人被呛得哑口无言。王老大，咱们要去找宋家吗？去什么去？人家现在宋家家家户户比我们粮食多，以后指不定要低头问他们借粮食呢。你们现在把人得罪光了，以后就是断了自家的后路。再说了，那风水轮流转，他们姓宋的虽然现在比咱们多收了一波稻谷，但这小麦播种也耽搁了呀。这明年的夏天肯定不如咱们收的多。那倒也是，让他们且高兴高兴，咱们走着瞧。村子里闹哄哄的，宋家的族人却都一头扎进了稻田，忙得连头都没工夫抬。一连忙了3天，大家伙把二茬稻全部收割打谷入仓，然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商量起秋播的事儿。村里的江家和王家家家户户无一例外都播起了冬麦，但村长还是多问了一句宋燕他们家种什么。小麦等的时间太久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万一要是持续干旱，那就白种了，所以我们打算种点菜就算了。什么？你们家要种菜？阿燕呐，你们可想好喽啊，咱们庄稼人还是要种粮食才行啊，你说这种菜能卖多少银子？宋燕不想说的太多，他之前做的那些事儿尚且还能说得过去，若是再透露太多，只怕给自己和家人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等秋播结束，天气立马来了一次大降温，一夜之间，整个村子都像是被泼了冷水一般。正当大家都开始为明年发愁的时候，宋燕主动去找了村长，把宋家族人都给召集起来，商量着一块进山打猎的事儿。我和二哥打算进深山打猎，若是有人愿意一块的，可以一起去。进深山？那可是要命的地方，去了还能回来吗？是啊，想当年咱们老一辈就有人折在里面了，那地方可不敢去啊。我看行，咱们这外面的山早就被大家伙给搜刮干净了，现在天气干的连蘑菇木耳都不长了。哎，你们可知这深山里面有什么？可是有人亲眼看见有熊瞎子了，这么去不是白被送死吗？没错，这深山里常有猛兽出入，的确很危险，若是害怕的建议不要去，咱们全凭自愿，麻烦村长也给我们做个证。阿燕说的没错啊，这深山的危险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当年咱们祖辈人也有人进山与虎谋皮的，那也是出过打虎英雄的。至于你们说的出事的那个人，那是他一个人擅自跑进去才出事的。我就这么说吧，危险是有的，大把的银子也是有的，大家自己考虑。
不用带这么多，带几个饼子就行了。肉什么的，在山里抓了野鸡现烤也能吃。现烤的野鸡能有家里做的好吃？那是自然没有家里的好。到了晚上临睡前，宋燕不知道从哪弄了把匕首递给他。这东西你收起来，万一要是有危险，你就用来防身。江清月嗯了一声接过来。我不在家，你一个人晚上睡觉能行吗？要不让冬梅过来和你做个伴？真不用，我不习惯跟别人挤一块睡。再说大哥大嫂他们都在隔壁，有个动静我喊一声也来得及。平时宋燕在，他去空间的机会很少，好不容易他现在要走，难得自己能好好进空间待一会儿，再把宋冬梅叫过来就没戏了。我不在家，你一个人万事要当心，尤其是要小心江家人过来找麻烦，遇到什么问题你就去找村长，记住千万别逞强，能忍则忍，等我回来给你撑腰。还有晚上睡觉一定要锁好门，谁来也不要开门，听到没？江清月从未见他这么啰嗦，只好一一答应下来。早点睡吧，明天天不亮就要出发呢。第二天，这是准备要走了吗？你继续睡吧，天还没亮。我走了，等我回来。知道了，金山注意安全。等人走后，刚才还困得睁不开眼的江清月突然没了睡意。既然睡不着，那就别闲着了。江清月直接闪身进了空间，打算把空间里的囤货再整理一遍，也好决定看看再去镇上囤些什么。盘完囤货，外面陆陆续续响起村民打水的动静，天色也渐渐大亮。江清月换好衣服，装上今天要交货的香皂，准备等一下和大哥大嫂一块儿去镇上。三哥走之前交代了，让我和你寸步不离。你要去镇上，一定要陪着你去。现在外面镇上乱着呢。江清月今天打定主意要给空间补货，带着他不方便。娘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你陪着有个照应。再说我跟大哥大嫂一块怕什么？我们早点回来就是。那你可不要一个人乱跑，跟着大哥大嫂。知道了。三人赶着驴车一块前往清河镇。到了地方，江清月让大哥先送他去了宁香阁。大哥大嫂，你们先去摆摊，我要留下来和徐掌柜商量一下交香皂的事儿，一时半会儿出不去。那我们在外面等你，不着急。你们先过去忙，别耽误了出摊。再说我就在宁香阁这儿，不会乱跑，等中午我去找你们。那你就在这里，可别乱跑，中午来接你。成，那你们快去忙吧。两人一走，江清月便熟门熟路进了宁香阁，交了香皂，顺利的拿到银钱。难得咱们有机会见面，你若是没事啊，就留下来陪我喝喝茶。如今的外面世道不太平，只怕是下次交货我就不能亲自来了。江清月不忍拒绝，但是又不得不走，只好答应着中午前再过来见他一面。说定之后，便匆匆拿着他刚挣来的一袋银子离开了宁香阁，正式开始他个人的囤货大业。接下来，江清月一路走一路买了不少的猪肉、鸡肉、鸭肉和鸡蛋，还有大米、白面、黄豆、绿豆、小米谷子也囤了不少。买到最后，空间里只剩下走路的道了，实在是没地方放了，这才停了手。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江清月连忙找个地方换回原先的衣服，这才再次走进宁香阁。江清月刚才只顾着囤货，的确是又累又渴，便不客气地吃喝起来。如今两人见的次数多了，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婉宁姐，我们村的人都说这旱情和饥荒一时半会儿是缓不过来了，现在外面卖儿卖女的世道都乱了，你们在江都府虽然要好些，但是也要早早打算起来了，以防万一嘛。唉，我看也是，早做打算，万一若是真的闹了起来，也不至于太被动。上次受了你的启发，我已经把银票换了一部分的现银，
这趟回去，我打算把那些占地方的瓷器古玩也给处理掉一些，什么都没有真金白银让人安心。江清月见他已经有了打算，便也不再多说。那成，10天后我再过来，我先走了。徐婉宁刚想留他一块吃午饭，可丫鬟来报，说是大哥大嫂已经找过来了，无奈只好放他离开。大哥大嫂，你们怎么把摊子都给撤回来了？你大嫂觉得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干脆今天咱们早点回去。娘和冬梅在家，我也不放心。也好，等下路过东市肉铺的时候，我想再买点东西回去。两人对江清月买东西这事儿早已见怪不怪，等跟他一块到了东市，看见他直接买了2大块猪腿的时候，还是被吓了一跳。这个是用来做腊肉和腊肠的，说着便又问肉铺老板要了事先说好的肠衣。等东西搬上车，张素娘扶着筐笑道：我现在真是出息了，馅这么多肉也不觉得怪了。江清月抿唇笑了笑：大嫂，你和大哥过冬的东西都买好了没？买了，买了做被子和棉衣的棉花和料子，都买了，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哎，那咱这就回去吧。自打降温后，这坐驴车就变得没那么轻松了，一路吹着冷风，宋春山不由得念叨：也不知道老2和老3这会儿怎么样了，这山里只怕是更冷。听他这么说，江清月也抬起头往远处的大山眺望，心底隐约担心起来。再说宋燕一行人在迷雾笼罩的老林子里走了好一会儿，众人逐渐萌生了退意。我说咱们要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刚才咱们进老林子的时候，不是也看到了有不少的野鸡和野兔吗？要不咱们还是打那些玩意儿回去算了。这才进林子多大会儿啊，你们就怂了？刚才那林子外面是有野鸡野兔，可是光打那些东西你们就满足了？你们忘记咱们出发前是怎么说的了？谁说咱们怂了？只是头一回进这林子，谨慎点也是应该的。哎呀，要说你们是头一回，谁不是头一回？我3弟还是个秀才呢，人家一直在前面给咱们开路呢还。刚才他们就想问了，宋燕这小子之前在村子里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一进了山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刚才上山的时候还担心宋燕会拖他们后腿，没想到如今倒是他赶在前面。哎，宋燕老弟的本事我们是服了，只是这大家伙也累了半天了，要不还是先停下来咱休息休息吧。成，大家先原地休息一下，我先去前面探探路。你们休息的时候趁空好好想一想，若是有后悔的，一会儿我就送你们出老林子。撂完话，宋燕径直转身进了林子深处。众人看着他坚定的身影，不由得吃惊起来，同时也渐渐冷静下来。俺不回去，说什么也不能空手下山呢，那不是让大家伙瞧笑话呢吗？我们也不回，要留下来就一块留。不回去的呀，都老老实实休息一会儿好赶路。说着便也坐了下来。正当宋夏江担心不已的时候，宋燕已经重新折返回来。咋样啊？宋燕环视一周，先开口问道：你们商量好了吗？有人要离开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不回，我们想好了，那回去也是要饿死，跟着你不怕。哎，对，我们这趟回来没打着大家伙，就不打算回去了。就是啊，谁出来是为了自己，还不是为了一大家人？这拼出这条命也要挣够了本再回去。宋燕逐个看了一眼，见的确没有人要回去了，便点头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前面有个合适过夜的山洞，咱们现在就过去先扎下来，然后再商量下一步。哪知道第一次进山的队伍还是出了不小的动静，当即便招来一只大家伙。转瞬间，一只青面獠牙、浑身长满黑丝的大野猪冲着人群扑了过来。刚进山就遇到这么大的家伙，众人都被吓了一跳。和众人的恐惧不同，
宋燕见那大家伙窜出来之时，便已经飞快地拉上弓箭，眼看那家伙越来越近，手里的竹箭嗖的一声直直往前飞了出去，正中了野猪的眼睛。野猪嗷的一声，痛得顿时跌倒在地。宋夏江见状，直接拿起砍刀，冲着那野猪心口窝的地方就是一刀。其余人回过神后，也都纷纷冲上前去帮忙。赶紧带去山洞，小心点，别闹出太大的动静。等到了山洞后，众人这才长舒了口气。今天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可是头回见识到阿燕的身手，幸好有你们哥俩在，不然的话我们连往哪儿走都不知道。对，往后我们就跟着你们，你们让干啥干啥。今天算是运气好，不过大家也要当心，咱们这附近的大家伙不少，晚上睡觉都小心点，大家轮流守夜。是，一会儿吃完你们先休息，我们来守夜。大家也赶快吃吧，吃完早点休息。你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你多吃点。哪知宋燕压根儿就没打算接。都是你的了，我包里装了干粮。有鸡肉不吃，吃干粮，这是不是傻呀？那你别吃。说着打开一个包袱，拿出江清月给他准备的油酥饼。宋夏江就坐在宋燕旁边，见他一个接一个的吃起来，手里的烤鸡突然就不香了。弟妹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怎么还要烧鸡啊？我记得弟妹说也给我准备了一份的。有现成的烤鸡不吃，确定要吃这个干粮？确定。是啥烤鸡啊，一点也没味儿。我带了盐巴，给你加点儿。三弟，你要这样对我的话，回头下了山呀，我可要好好跟弟妹告一状。宋燕吃了一声，直接拿出2张油酥饼递给他，又分了些卤肉。烤鸡也要吃完，不能浪费。哎，知道了，不会的。行了，快吃吧，别心眼了。好嘞。宋夏江赶忙咬了一口，满口称赞。弟妹的手艺真好，做出来的干粮也那么好吃。你呀，真多狗屎运啊！那么好的媳妇儿都被你赶上了。平时在家的时候，宋夏江可是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开这样的玩笑的。宋燕没和他计较，听见有人夸自己媳妇儿，心里高兴还来不及，一边吃着饼子，一边忍不住朝家的方向眺望起来。也不知道自己走了这一天，他都干什么去了。这会儿一个人在家睡，不知道会不会害怕。被念叨的江清月此时一个人在家，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甚至有些难以掩饰的兴奋。好不容易把吴氏和宋冬梅他们劝回去，一锁好门，江清月便直奔空间，开始收拾今天打回来的江山。先把今天囤回来的米面肉蛋、布料调味品全部一一按品类堆放好。干完活，剩下的全部就是他的狂欢时间。为了庆祝男人不在家，他特地给自己美美的洗了个澡，换上轻薄舒适的睡衣，四仰八叉躺在自己又大又软的床上。只是躺在舒服的大床上面时，想到宋燕此时在野外过夜，江清月心底不由自主地涌出一丝内疚来。虽说他进深山是为了给大家伙找逃避战乱的地方，但是毕竟自己也是跟着受益的一个。算了，大不了等他回来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吧。这天下午，宋春山刚去地里浇了水回来，一进门就慌里慌张地走过来。娘，村里面都在传，说是老二老三他们在山上出事了。啥？老二老三出事了？听见动静的江清月连忙从厨房走了出来。大哥，你从哪儿听说的？村里姓王的人家说的，他们说今天早上上山，在深山外围听见了熊瞎子的叫声，说是他们肯定是遇上熊瞎子了。江清月心里一紧，不过很快就镇静下来。大哥，你先别着急，咱们先去找村长商量了再说。不等几人出门，村长已经带着其他宋家族人过来了。清月呢？你听老大说了吗？村长，
我听说了，不过他们只是听着熊叫，没有看见我们的人。咱们先找人去山里看看情况再说。宋春山二话不说就站了出来。我一个人去就够了，我先去外围看看情况，不对劲我再下来找人。等你一来一回啊，估计人都被熊瞎子吃干抹净了。敢问是谁听见了熊瞎子的声音？是俺听见的。咋，你还不信呢？江清月眉头一皱，总感觉这人有些不大对劲，像是故意过来看笑话似的。那你早上是什么时候进山的？天刚亮就进山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上午就。王麻子话说到一半，也意识到不对劲，发现自己好像被江清月给套了话。江清月见他停住不语，便扭头问村长：我对深山不熟，若是天亮出发，一来一回，晌午前就回来，那大概能走多远？能走到老林子附近吗？早着呢，到不了。再说你小子上山光为了赶路啊？你们爱信不信？他们这20几个人都去好几天了吧？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们也是为了你们担心着想啊，本想着帮你们一块进山找找的，结果你们不领情。那就不劳你们操心了。阿燕走之前说了，这次进山路不熟，可能要回来的晚一点。他可不相信王麻子有这么好心，会免费帮着一块上山找人。行，不找就不找，反正我看呢，他们这趟进去啊，是凶多吉少，那熊瞎子呀，轻易可不乱叫。此话一出，在场的其他宋家人也都着急起来。我们家老二老三都去了，我相信他们不会有事的，大家也都不会有事的，你们就放心吧。你当然要这么说了，当初是你2个儿子撺掇着大家一块儿跟着去的，这万一要是出了事儿啊，到时候你们家还能落得好吗？是啊，到时候真有人出了事儿，你们家拿什么赔啊？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说着说着，王麻子眼睛一滴溜，直接看到了屋檐下的腊肉和腊肠。哎呀，你们这家里小日子过得是不错，这肉啊吃不完都菜成肉干了。嘿嘿，我看啊，要不然这样，你们把这肉给我，我去进山帮你们找找。不等他伸手去够，江清月直接从旁边拿了把砍刀出来，我看谁敢动。村长也气得吼了起来：你们这是仗着我们族的男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想上门抢东西吗？这话怎么说的？王麻子也是好心，想帮你们进山寻人，这进山那么危险，也不能白去吧？哼，就算要去，也轮不到你们去，我们自然有人进山。就算真的出事儿，那也是我们的命，轮不到你们来看笑话。咱们宋家的男人进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们吃饱穿暖，熬过这个冬天？如今他们还在深山里拼命，咱们也不能让那些看笑话的人骑在咱们头上灭自家人威风吧？就是，你们王家人少管我们宋家闲事。我看你就是分明惦记着人清月家的这点肉，什么进山去寻，谁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是真是假呀？呸！你们呀，就是不知好歹，非要出了事儿啊，看你们会不会过来求我们上山去找。一时间，王家人和宋家人在院子里就吵开了。李老太趁着大家吵得不可开交，连忙伸手去够屋檐下的腊肉。要不要帮忙？你说真的？哼，要点脸吗？你这是打算明抢？哼，你个死丫头片子，万一你男人要是死在山里了，我看你还横什么横？到时候做了寡妇，还不是要舔着脸回来江家求我们？老不死的，敢咒我男人，我跟你拼了！说着，江清月一把将人推倒在地，左右开弓的扇了起来。
哎呦，杀人啦！救命呀！富贵儿，有田有粮，快救我！此话一出，江家几个儿孙都直奔江清月而来。眼看着江清月要吃亏，忽然嗖的一声，一支竹箭穿过重重人群，穿过江家人的耳边，直直钉在了木梁上。哎呀，杀人了！真的杀人了！江清月扭头向外看去，然后就看见宋燕拿着弓出现在大门外。你回来了！宋燕紧张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确定他没事后，这才点了点头，扭头扫了一眼江家人和王家人。怎么趁我不在，这是要来拆家？嘿嘿，宋燕啊，你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不会都出事了吧？方才我在山上就看见你们一群人围在我家门口，我不放心，所以先下来看看。大家都好好的，让你们失望了。宋氏族人一听，都纷纷放下心来。一会儿要是害怕，就把眼睛闭起来。江清月心底一紧，心想他们这是从山上带了大蟒蛇。不等细问，宋夏江已经领头进了院子，连同另外几人一起将棍子上的老虎给丢了下来。众人一看这阵势，连忙吓得后退几步。不等众人回过神，后面进来的人又陆续抬了一头青面獠牙的大黑猪，紧接着还有鹿、狍子等等，野鸡和野兔更是数不胜数。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心里在想着什么，要是你们觉得自己比老虎还凶猛，那就尽管过来试试。大家见宋燕丝毫不客气，也不敢多说什么，纷纷灰溜溜地走了。都怪你，王麻子，出了那么个馊主意，要不是你今天找宋家人麻烦，说不定咱们也能分点肉走。是啊，宋燕那小子平时人不错，这会儿算是给得罪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原本以为他们这次肯定回不来，没想到带回来那么多东西。好家伙呀，还有老虎啊！咋，看着眼馋要去偷啊？谁有那胆子？你没看刚才他们那些从山上回来的人眼底都杀红了，老虎都敢杀，你们谁敢去啊？哎，算了算了，赶紧回家吧，别做那美梦了。王家有那么多族人都不敢打主意，江家自然更是不敢。别说惦记了，李老太一路走一路哆嗦，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你们可要给我作证，刚才我可是一个手指头都没碰到那死丫头，全程都是她在打我。我们也没人碰她。呀，谁让你去偷她肉的？这下好了，万一人家来上门找你麻烦，我看你怎么办？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就是看看。哎，赶紧回家，关上门，把门锁好了，谁来也别开。宋燕这会儿可没工夫上门去找谁的麻烦，她刚才之所以当面这么说，就是为了给众人敲敲警钟，省得下次再进山再敢过来欺负她的人。村长，人和东西我都带回来了，你看怎么分吧？好，你们都是好样的。这些东西还是让宋燕来分，大家有没有意见呢？没意见。村长，这次去山里可多亏了夏江和阿燕，不然呢，我们说不定真就回不来了。是啊，怎么分我们都没有意见。见大家都让他做主，便把在深山想好的打算给说了出来。这些个野兔和野鸡，大家按照人头平均分一下，各自带回去吃肉，就不卖了。野猪和狍子，我想请村长和大哥明天带人拉到镇上去卖。至于老虎和鹿，这镇上卖不上价，我打算明天天一亮就去江都府一趟，你们选2个出来跟我一起。所有卖回来的银钱，咱们先拢到一块儿，按人头平均分。大家可是还有别的意见？没有，就是这给的太多了，我们这干的活也配不上这些东西啊。你们说的也没错，
既然觉得不配，那争取下次进山的时候好好打起精神来，争取打更多的猎物，分更多的银子。众人见宋燕坚持要给，便也不再拒绝。分好东西，各家各户的老人孩子都高兴地拎着野鸡兔子回家做饭了。今天没那些人吓坏了吧？王家的这笔账，我迟早会和他们算的。一开始他们说你出事儿了，后来发现他自己的话都对不上，我这才放了心。江清月还想问他山里的情况，但是隔壁已经在喊他过去了。你去吧，村长找你肯定是商量什么事儿，一会儿我弄点吃的一块送过去。弟妹，我们在深山的时候，就宋燕她带的干粮是最香的，可把我们这些人给羡慕坏了。就是，这弟妹做的卤肉可比我们做的烤肉可好吃太多了。面对众人的夸赞，江清月只得笑笑客气两句。大家快点吃吧，吃完早点休息，该干什么干什么。江清月晚上吃的少，就跟着大嫂等人在厨房随便吃了点，就准备先回去了。江清月一走，宋燕估摸着时间，稍等了片刻，也随即站起身来。我吃好了，先回去休息，明天一早要去江都府。众人打趣他这是小别胜新婚。宋燕只是笑笑没有接话，连忙快步走回隔壁。我回来了。这么快就吃好了？我吃好先回来了。正好，热水我都烧好了，你先洗个澡，换洗衣服我都拿好放在床上了。宋燕嗯了一声，低头拎水的时候没忍住咧开了嘴角。他感觉这趟回来，江清月明显对他上心了不少，还给他烧热水拿换洗衣服，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再换上他给他做的新衣服。宋燕忍不住在心底感慨一声，还是在家里好。低头看了一眼换下来还沾染着血迹的里衣，宋燕连忙将衣服全都给泡进浴桶里，打算趁他不在赶紧毁尸灭迹。哪知道江清月在外面等了半天，见他明明洗好了还不出来，便敲门走了进去。怎么这会儿洗衣服？衣服穿了好多天，太脏了，我马上就洗好。别洗了，你明天天不亮就要走，放在那儿，明天我帮你洗吧。宋燕愣了一瞬，没想到这么脏的衣服他竟然也不嫌弃。没等他感动一会儿，江清月已经夺走他手里的衣服，指着上面剩下的淡粉色问道：你受伤了？没有。真没受伤？你可别骗我。真没有，不信自己看。江清月见他目光闪烁，还带着一丝玩笑。你以为我不敢呢？宋燕往床上一坐，同时伸开两只手臂，笑着看他一眼。随便看。嗨，来劲是吧？说着，江清月也脱鞋跨上了床，伸出手做事就要去解他的扣子。我可真解了啊！这次宋燕倒是一个字儿没说，只是目光灼灼地盯着他的眼睛看。江清月这会儿已经伸手上去了，解也不是，不解也不是。转念一想，吃亏的也不是自己，就看看怎么了。于是便伸手解开了一颗。再抬头去看他时，宋燕的面色已经从方才的坦然变成了拘束，耳朵也红得像是火烧一般。不逗你了，赶紧自己承认吧，伤口在哪儿呢？真没事，只是捕猎的时候被抓了一下，不严重，已经上过药，止过血了。江清月低头一看，果然后腰的位置上有几道抓痕，好在伤口不深。你这腰上的伤不能大意，我在想你明天去江都府，还是顺便买点好的金疮药，以后上山都带着。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也该囤一些药了，以后进入了山，若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不一定能马上找到药。说完又问他有没有别的药买的。买个水囊吧，要不然平时进山带水不方便，其他的也没什么。白天人多的时候不好问，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江清月最关心的
还是逃荒的位置有没有确定。这次进山可有找到合适的位置？远远看到有一处合适的地方，我观察了下，那边靠着山西，而且离大型猛兽待的地方也远。不过那里要穿过老林子，这次没来得及过去，下次我会过去看看的。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再过去？不急，先把家里收拾好，再去囤点粮食回来，然后把冬天的炕给垒了就走。其实凑合一下也能睡，反正年后就要走了，不弄炕也行。咱不凑合，弄也很快的。现在有条件就睡得舒服些，进了山可能要先受罪一段时间了。那行吧，就依你。给你看个东西。不多时，人已经神神秘秘拿了个红布过来。这是人参？这只人参少说有100年以上，只可惜个头还不算大的。这还不算大？7两为参，8两为宝，这株离8两应该还差一点。那这个能卖多少银子？最多500两。多少？500两。江清月再一次被宋燕的实力震惊了一下，感觉这大腿比他想象的还要粗。赶紧把那500两，不是，把那个人参好好收起来，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一早去江都府。第二天，现在就要走了。外面已经在装车了，我收拾一下就走了。我给你热点包子带着。不用，娘和大嫂已经在隔壁弄了，我去随便吃点就走了，你继续睡吧。说着便又深深地看他一眼，这才关好门离开。江清月打了个哈欠，趁机把屋里的脏衣服都丢进空间的洗衣机，加了平时2倍的洗衣液，按了个强力洗，这才又躺回去继续睡。等再次醒来，天色已经大亮，衣服也已经洗好了。呀，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这么早就把衣服都给洗好了。幸好3人也都没说什么，连忙把人从里面闭上了。今天家里就咱们几个女人，他们几个走之前说了，让咱们今天在家别出门。江清月嗯了一声，吃完早饭，4个人就在院子里做香皂。到了晚上，带着村长一块去镇上卖野猪和狍子的宋春山已经先回了村儿。听到动静后，其余人家也赶了过来。春山大哥，野猪全卖了？卖光了，今天一共卖了25两银子。这野猪肉啊不值钱，幸亏咱们的野猪重，狍子要好一些。宋春山话音刚落，村长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一家起码还能分1两银子，这就很不错了。众人听后也都纷纷高兴地附和着。村长临走前特意交代江清月，阿燕他们去江都府路程远，这老虎啊不一定有那么好出手，我看今天估计是赶不回来了。你们吃好饭呢，就赶紧关门休息啊。知道了。等睡到半夜，突然一阵响动，将本来就睡得浅的江清月给惊醒了。谁在外面？是我，别怕。江清月紧绷的神经1秒放松下来，连忙披了件袄子就下了床。怎么这么晚回来？话音落，江清月这才看见他租来的牛车上拉了满满一车的粮食和东西。江清月眼睛一亮，安全感持续加1。这是给你买的，本来想等下次猎到狐狸给你做，但是我看人家这鞋子做的挺好的，自己做怕是没那么精巧。谢了，这肯定很贵吧？还好，你赶紧回去睡吧，我把这些东西搬下来就睡。行了，你先去搬东西，我来做饭。半夜的村子格外的寂静，2人的小院里却是热火朝天。你赶紧先趁热吃。宗燕嗯了一声，也没跟他客气，一边吃一边和江清月说起今天在江都府的情况。一开始我本想找个药铺把老虎给卖了，
但是人家只要虎骨、虎鞭和虎血，虎皮和虎肉还要另外再找买家，倒不愁卖，只是我怕在那耽搁太久。后来我在街上碰到了徐长青，本想托他打听下谁家能一口吃下一整头老虎，没想到他当即就带我去见了他的父亲，说是徐家老太爷马上要过寿，正好买下给他祝寿。卖给徐家也好，至少认识的不会坑我们，也不会到处乱传。徐长青那人你也知道的，算起银钱来比你还精明。那倒好像也是。最终你卖了多少银两？1000两。这么多？毕竟是人家老爷子过寿，也不好狮子大开口。江清月默默给他竖了个大拇指。那一头鹿呢？120两卖给了多味楼。好嘛，被徐家父子包圆了。江清月飞快地算了一下，这一趟宋燕一共卖了1120两，加上早上大哥卖的25两，一共是1145两。宋燕见他算账的时候一脸的财迷，忍不住笑着提醒：昨天还有不少人都帮着处理守夜了，像是大哥村长他们，理应也要拿出来一点分给他们。就是大哥他们也跟着出了不少力，是要分点。吃饱了没？要不再来点别的？宋燕连忙摆手：那只人参。不等他说完，宋燕已经笑着从一旁拿了个包袱递给江清月。这个是卖人参的银子，你收着。这里有多少两？今天运气比较好，卖了600两。这银子你还是自己收着吧。怎么，你怕弄丢？那倒不是，主要是太多了，你就不怕我贪你的？不怕，以后还要进山不方便，你帮我收着。他本来想说以后银子都给他，哪怕是贪了也不怕，但是又怕把他吓到时候真的不敢要了。对于宋燕刚才分银子的举动，大家都没有意见，只有狂喜和激动。哎，你们说这王家人看到咱们打了这么多东西，会不会来抢银子？要不咱们统一口价，就说没买多少银子，反正他们也不可能真的去江都府打听的。我看就算了，咱们说了他们也不信呢，这事儿瞒不住。毕竟咱们这以后还要继续上山，我就不信他们敢明抢。目前来看他们还是不敢明抢，况且他们拖家带口，地都在这儿，往哪里跑？他们不敢为了这点银子把全家命都赌上。咱们是以防万一，半夜他们有人溜进来偷东西，所以我才说要提前做准备。众人纷纷点头。刚才那10个收了银子的更是自告奋勇要晚上安排巡夜，以防万一。不过也有人担心王家人会不会把宋家人打猎的事儿告诉别的村子。不会，王家人暂时还不会告诉别的村子。你们想想，在咱们上山之前，王家人可有一个敢进深山的？可如今我们全虚全伪的从深山里出来了，眼下王家人应该想的不是怎么偷我们的东西，而是要立马组织人进山打猎，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这件事告诉别的村子。众人一听也纷纷明白过来。是啊，王家族人以前可是自诩比宋家族人打猎身手更好的。不过听说王家人可能要上山，有人就表示不服气。那明明是咱们先进山的，若是那王家人也进了山，那这王家人会不会和我们抢啊？他们王家真当深山是他们家的，那么好进啊？咱们这次若不是有宋燕带路，别说打猎物了，怕是我们都迷路走不出来了。就是，他们进就随便让他们进，反正这大山也不是我们的，个人凭个人本事吃饭。村长也点头称是。只要他们不找咱们麻烦，不影响咱们打猎，其他的大家都不许管。但有一点，任何人都不许把我们进山的路线和驻扎的地点告诉王家或者其他村子，包括我们在山里的任何行踪活动都不许透露半个字出去。若是被我发现有人跑去和外面通气，到时候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众人见宋燕一脸严肃，当即发起了毒誓，绝对不可能透露半个字出去。阿叶，咱们什么时候再进山？是啊，早点去吧，不能让王家人给抢先了。不急，等你们把粮食棉被都囤好了，把家里都安顿好了，咱们再走。啊，对了，宋燕想起明年逃荒的事儿，便找了个理由说道：我打算这次进山多背点粮食进去，到时候找个安全的山洞先藏起来。众人一听，果然纷纷面露差色。咱们进山带干粮就行了，要那么多粮食干啥？家里藏这么多粮食不安全，如今村子里大家还有口吃的，就犯不上来抢。但若是他们没吃的了呢？还有，眼下的天气你们也看到了，这雨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了，北方已经陆续有人开始逃荒，要是真的有大批流民过来，咱们的粮食怕也是保不住，不如先藏起来。真有流民？好像是有，昨天我们去镇上的时候看到了2、3个路过的。啊，那可怎么办？若是再不下雨，只怕还会有更多流民过来。自打那天分完银子后，村里的宋家族人都开始悄悄采买起了粮食和棉花、布料等用来过冬的东西。这次我们怕是要赶在你们前面了。这深山不会只有你们宋家人能进去吧？这深山又没写他们宋家人的名字，他们有什么资格不让我们进？面对挑衅，宋家族人这边有几个男人有些沉不住气，正准备上前理论。让他们过去，这深山就在那儿，当然是谁想去就能去，只是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此话一出，王家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击，只冷哼一声，纷纷大步上了山。哎，松燕兄弟，咱们什么时候进山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都沉下心把家里安顿好了，这样才能踏实进山。众人听了宋燕的话，都按下和王家争先的心思，踏实留下来安顿家里。大家伙听从建议，先是砍了竹子，然后削成尖锐的刺头，沿着墙根做了陷阱。而宋燕这边也开始马不停蹄的盘炕。怎么突然想起来要盘炕啊？家里的床架子快散了，有个土炕过冬，暖和又牢固。此话一出，院子里顿时陷入一阵奇怪的安静。主要是我怕今年冬天会冷，我想着盘一个也不麻烦。是啊娘，你身子也弱，要不给你也盘个炕？娘不用，以前多冷的天都这么过来了，娘不怕冷。你们之前成亲的时候都没有做新床，现在盘个新炕也是应该的。宋冬梅当即附和：我冬天睡觉都和娘抱一起睡的，可暖和了。三嫂，你要是怕冷，就抱着我三哥睡呗，他打小就不怕冷。江清月扭头瞪他一眼，还有完没完了？宋燕见他被逗得一脸窘态，连忙拉着老大和老二一起帮忙做土坯。天气越来越冷了，这次出去你多穿点。江清月正说着，一扭头却发现宋燕正凝神盯着不远处的大山看。怎么了？你有没有听见风里有人的哭喊声？江清月吓了一跳，仔细一听，果然隐约听到了哭喊声。宋燕眉头一皱，直接抄起一把砍刀，喊上隔壁的宋春山和宋夏江一起跑了出去。四人刚走到山脚，就看见一群男人慌不择路，连滚带爬从山上往下跑。树掐子要吃人啊！紧接着便看见两人突然轻盈地绕到那大家伙两侧，随即伸出砍刀，同时朝野猪的脖颈处砍了过去，鲜血霎时溅了一地。等确定野猪死透了以后，几个人这才大着胆子上前来看。原来是野猪啊！此话一出，看热闹的众人都没忍住笑了出来。一头野猪也能把你们吓成这样，还进什么深山，打什么猎？王家男人被奚落的面上有些挂不住。妈的，是谁喊熊瞎子的？
众人纷纷把手指向其中一人。王麻子上前踢了那人一脚。不认识你瞎叫什么？随即又厚颜无耻的拱手抱拳向宋燕鞠了一躬。多谢二位帮忙，来几个人抬走。慢着，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抬走啊，这野猪是我们带下山的，嘿，就不劳烦你们处理了。哼，你们带下山的是麻烦，若不是我们兄弟二人，你们这些人早被野猪给顶飞了。还有啊，这野猪要是真的冲到了村子里，万一若是撞到了老人孩子出了事儿，算谁的？就是，差点被你们给害死了，你们还有脸要肉？要不是他们，就凭你们的本事，还想制服这么大一头野猪，想屁吃呢？面对众人的奚落和质疑，王麻子只是陪着笑脸不说话，随即继续给自己兄弟打手势。快搬啊！想抬走可以，先问问我手里这把刀答应不答应。此时的宋燕姿态看似随意，但目光犹如刀锋，浑身上下无一不透露出一股杀气。上啊！怕了一个秀才做什么？就给我上！你先来。王麻子膝上一软，连往后退了几步。算了，这次算你们走运，咱们以后啊走着瞧。说完便带着众人跑了。等王家人一走，剩下的人群开始欢呼起来。村长看着这么大一头家伙，忙问宋燕要怎么处置。要不然趁现在这肉还新鲜，我跟春山帮着拉去镇上替你俩卖喽。算了，明天一大早大家还要进山，这猪肉就分了给大家打下祭吧。二哥，你说呢？宋夏江当即也点头答应。这是送了半只猪过来。嘿嘿，村长说了，这野猪是宋燕和夏江兄弟杀的，是要这么分。宋燕这次倒是没拒绝，直接让人把肉给抬了进去。你让村长晚上带着兄弟们过来吃饭，正好咱们商量一下明天进山的事。那几人听了，忙答应着走了。哎呀，这么多肉，可怎么吃啊？晚上我来掌勺，咱们弄一锅杀猪菜就够吃的了。江清月负责掌勺，煮了一大锅的酸菜五花肉炖血肠，里面有肉有菜还有汤，一锅全部搞定。期间村长叮嘱让大家少喝点，明天早上尽量早点出发。临结束前，宋燕再次叮嘱，让留下来的10多个男人2两一组守夜巡逻，真要遇到事情也好给大家提个醒儿。安排好任务，宋燕先行离开，回到了隔壁家里。我来烧吧，这新炕不好烧。江清月嗯了一声，搬了个小板凳在一旁看着。只见宋燕用火钳子稍稍在里面扒拉了几下，随后顺着风扇了几下，再慢慢往里面加木头。等木头全部点着，这才把炕洞给堵上了。行了，回屋睡觉吧。这就行了。明天要是不会，你让娘他们帮你烧。江清月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突然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清冽的酒精味道。你喝酒了呀？就喝了2杯。那你去洗洗再睡。好。等他转身进了厨房，江清月也开始收拾起床铺来。不得不说，这烧过的炕就是暖和，只是等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怎么了？原先挂帘子的地方怎么没有了？我不小心把那个固定绳子的架子给拆了。拆了？要不等我打猎回来，再想办法挂上。算了，那就先这样吧，回头再说。宋叶松了口气，刚脱鞋上炕，忽然又见他满眼疑惑道：我印象中土炕都比较大，横着都能睡得下，怎么咱家的土炕比之前床还小啊？石板的宽度有限，我想着反正只睡一个冬天而已，就弄了个简单的凑合下。那早点睡吧。他哪里知道这火炕的威力，没睡多久，一翻身就把被子给踢掉了。
迷迷糊糊间，感觉一直有人在给他盖被子，自己也一直嘟囔着热，然后继续踢。翻来覆去好几回，江清月终于被热醒了，一咕噜就坐了起来。怎么了？江清月意识渐渐回笼，这才想起刚才有人给自己盖被子的事儿不是做梦，而是真的。没做噩梦，就是有点口渴。吃火糠就是容易干，明天睡前你记得先喝点水。江清月口干舌燥，也顾不上和他客气，咕嘟咕嘟大口喝了起来。慢点喝。天色不早了，你明天还要上山，赶紧睡吧。要是我一会儿再踢被，你不用管。宋燕偏过头，见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只嗯了一声，便重新躺了下去。等宋燕呼吸平稳后，江清月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尤其眼下还要准备逃荒的事儿，所以他从来没有主动去考虑过感情上的事儿。但是现在既然确定了宋燕的想法，那就不得不直面考虑了。一说要直面，江清月心底忽然冒出两个小人来。一个说，马上都要逃荒了，脑袋都拴在裤腰带上了，还有心思谈恋爱呢。另一个说，谈恋爱怎么了？反正你们是夫妻。再说宋燕那小子对你多好呀，人长得也帅，这波稳赚。现在是不错，可谁能保证以后呢？再说人家以后注定不是凡人，搞不好还要来个3妻4妾，这种男人你也敢要？到时候哭都找不着地方。谁说谈恋爱吃亏的一定是女人呢？那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管那么多干什么？你就说你喜不喜欢人家？两个小人在江清月的脑子里咔咔一顿乱杀，杀到最后，江清月也没分辨个对错来。等再次醒来，天色已经大亮，江清月一个机灵，连忙爬了起来，伸手摸了一下隔壁的被窝，这才发现人早已经离开了。此时此刻，宋燕已经背着粮食爬到了半山腰。三弟，感觉你今天兴致不高啊，怎么眼下也乌黑一片？没什么，昨晚没睡好。不应该啊，昨天晚上你们不是睡的新炕吗？难不成……别胡说，只是换新船不习惯而已。快赶路吧。宋夏江哦了一声，忙站在一旁，冲着后面的兄弟大喊：大家再加把劲儿啊！赶在晌午之前，咱们要进老林子，到时候先在外面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然后咱们直接进深山。众人听后都激动地喊了2声好。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商量起这次进深山的计划时，突然走在最后面年纪最小的小虎喊了起来：燕哥，等等，后面好像有人跟着我们。宋燕听见动静，当即扭过头往山下看了过去，果然看到一片隐隐约约的人影在山林里穿梭。是王家的人，他们跟了我们多久？没多久，刚刚后面还没人呢，他们突然就跑上来了。这群人真成了狗皮膏药，自己上山扑了个空，这是想跟在我们后面抢现成的了，真是无赖。昨天还放狠话说要走着瞧，怎么这会儿转头就忘了？没事，他们想跟着就跟着，只是大家一会儿都别休息了，咱们直接进深山，然后再找机会甩掉他们。篓子里的粮食都盖好了吗？都别让人瞧出来。众人纷纷答应着，随即快步往山上走去。这到哪里了？怎么感觉上次没来过啊？人已经被甩掉了，前面有个山洞，咱们先过去看看情况，到了再休息。以后每次来囤粮，务必都要遮护好。还有，这个地方谁也不准说出去一个字。若是真的到了乱世，咱们宋氏一族的命运，全部倚仗在这里的粮食了。众人也深知这里都是救命的粮食，便主动个个发起了毒誓。谁要是敢说出去，尽管叫他不得好死。没错，要是有人说漏了嘴，大家都不会放过他的。另一边村里，大哥，你去问问村长，咱们家不去人的话，要交多少银子？村长听后，直接当着大家的面说了：若是不去的话，
一人一天要交3尺布，30天就是90尺，就是拿最便宜的粗布来说吧，相当于一个人要出1两银子。1两银子？哎呀，若是一家只有1个人就罢了，这我们家好几个男丁，哪有那么多银子去交啊？哎，这也是没办法的。上次交田税，大家也都看过了，如今的朝廷也不会跟我们商量，大家都先回去啊，等山上的人回来后商议了再说吧。如今村里的男丁大多数都已经上了山，这事儿只能暂时搁置。而宋家这边，宋春山当场就把1两银子交给了村长，让他帮着代为上缴。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家是不可能再出人去服徭役的。这天晚上，江清月几人正在一块搭伙吃饭，突然门外传来一阵轻柔的敲门声，那声音一听就像是没吃饱饭一样。你来干什么？宋大哥，我是来找我姐的。江清月径直走到门前，抱臂问道：“有事说事儿，别套近乎。”江翠翠抬眼打量了一番江清月如今瘦下来的模样，眼底飞快闪过一抹恨色，随即连忙垂眸，用手帕按了2下眼角，似乎想挤出2滴眼泪来。行了，谁有功夫在这看你做戏啊？清月，求求你救救我，借我点银子使吧。我刚才偷听奶和大伯他们的讲话，说是要把我找个大户人家给许配出去，他们好拿银子去免徭役。哼，大户人家，那不是你一直的梦想吗？是去给大户人家做小，我不愿意。我管你愿不愿意啊，是我逼你去的，这是你们江家的事儿，和我无关，不需要来问我的意见。说完，直接将人推到门外，随即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吴氏听说江家要卖女儿，不由得唏嘘起来。哎呀，想当初江家是整个村最富足的，没想到如今也流落到卖儿卖女的地步了。看来呀，真是一点银子也没有了。娘，你可千万别心软呐！你忘了之前他们是怎么欺负我三嫂的了？这江翠翠是可怜，但是她也可恨呐。当初要不是她给我三嫂下毒，我三嫂也不会苦了这么多年。我明白，放心吧，娘绝对不会对他们家有半点同情的。如今宋燕已经走了5天了，山上还是没有传来半点动静，也不知道他们这次进山怎么样了。正当江清月等得越来越心焦之时，村子里突然传来了不小的动静，说是后面上山的王家人已经先下山来了，而且据说有好几个是被人抬着下山的。怎么会被咬得这么惨？是什么东西咬的？听说是在深山里碰上的熊瞎子。真有熊瞎子？哎呀，这都是命啊！上回王麻子非说听到了熊叫，没想到真的被他们给碰上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会撞成熊瞎子呢？本来我们是跟着宋燕他们一起进林子的，结果进了林子他们就跑没影儿了。我们在老林子里迷了路，想着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回来。我也是好心，想让兄弟们跟着我挣点银子花花的。你少来了，王麻子！要不是你赌气跟他们宋家人斗个高低，那用鸡肠子鸡血把熊瞎子给招来，这些人也不会被熊瞎子给咬死。哎，你什么意思啊？当初要留下来也是你们同意的，怎么现在出了事儿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不是了？王麻子，这熊瞎子是你们故意给招出来的。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村长已经从刚才的痛惜变成如今的震怒了。你们老老实实把招惹熊瞎子的地方给说出来，还有你们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那熊瞎子现在往哪儿跑了？众人不敢遮掩，便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给说了。什么？是宋燕他们把熊瞎子给引开的？此话一出，人群中的吴氏已经先一步昏了过去。宋春山和张素娘连忙合力把人给抱住了，
这才没摔在地上。那后来呢？后来你们谁看到宋燕他们了？众人皆是摇头不语。所以你们得救以后就直接跑回来了？宋燕他们是为了救你们，要不是他们，你们这些人早他妈被熊瞎子给搅碎了。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说着，村长便抄起棍子追着王麻子等人打了起来。吴氏被江清月3人给扶了回去，被灌了一碗红糖水，这才缓缓醒来。清月，阿燕呢？她回来没？娘，阿燕她不会有事的，您躺着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去找村长，让他组织人上山找人。刚才回来的路上，他就一直在想，宋燕那样一个冷静且有城府的人，会单纯为了救人而不顾自己的安危吗？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他是打算猎这头熊瞎子的。大哥，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宋燕他们应该也快要下山了，你赶紧带着人去迎一迎，万一若是有人受伤，以防万一，这些都带上吧。宋春山应了一声，忙领着大家伙往山上走。娘，你怎么不在家休息啊？这里冷。我没事儿，刚才就是一下子太着急了，现在已经好了，咱们一块儿等吧。江清月见他执拗，只好帮着找了个避风的位置给他安顿坐好。眼看着夜色越来越深，山脚下的温度也急转直下。江清月正打算折返劝吴氏先回去，忽然就看见一条火龙从山上蔓延下来。不多时，一头庞然大物被10来个人用木棍架着先抬下了山。他们竟然真的打死了熊瞎子了！江清月此刻没有心思去看那黑熊，眼睛一直忙碌地在人群中来回搜索宋燕的身影。宋燕呢？在后面，他受伤了。江清月脚下一软，快步往山上跑去。刚跑了几步，就看见正趴在宋春山背上十分狼狈的宋燕，一旁还有和他同样狼狈的宋夏江。两兄弟一个背一个扶，正面带慌张地往山下走来。二哥，阿燕怎么样了？三弟和熊瞎子打斗时被抓伤了。江清月呼吸一滞，也顾不上多问，先回家。几人快步互相搀扶着回家。大嫂，冬梅，先帮我烧炕，还要多烧点热水。宋燕躺下来缓了一会儿后，再次慢慢清醒过来，看了一眼他慌张的动作，便笑着出声安慰：别害怕，我没事的，真的，伤口的血已经止住了。话音落，江清月已经脱去他最后一件里衣，狰狞的伤口顿时露在眼前。真没事，只是赶着吓人。这还叫没事？你这逞强吧你！说完，径直转身从热水里捞出帕子，拧干水轻轻擦拭起来。等伤口清理干净，江清月又重新给他上了金疮药粉，重新用干净的纱布包扎好。疼吗？疼。哼，活该。吴氏等人见收拾好了，连忙走上前。怎么样啊？要不要再请个大夫？不用了，伤口已经止血了，先休息观察下再说。吴氏等人见状，稍稍松了口气。晚上我和老大留下来看着，要是有个什么情况也好照应。你晚上去隔壁陪冬梅一块睡。江清月直接摇头拒绝了。宋燕这样子，搞不好晚上还要发个高烧，这古代又没什么特效药，还是他留下来保险点。没事儿，我一个人能行，要是真的有什么不舒服，我再去隔壁叫你们。见他坚持，吴氏也不再多劝，叮嘱了2句后便都回去了。饿不饿？不饿，就是有点口渴。江清月连忙倒了水过来喂他喝下。不饿就先闭着眼睡一会儿吧。宋燕已经好几天没怎么睡过了，这会儿躺在熟悉的家里，睡意顿时袭来，片刻后便睡熟了过去。醒了，
宋燕嗯了一声，看了看他凌乱的头发，还有桌上摆的盆盆罐罐。昨天夜里辛苦你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江清月见他脸色红晕已退，本能的上手在他额头上摸了一把。我真不烧了，现在饿不饿？饿。江清月无奈地笑着看他一眼，随即翻身下床。昨天吴氏等人虽然没有过来守夜，但也几乎一夜没怎么睡。听到隔壁江清月起来的动静，这才纷纷走过来询问昨晚的情况。没什么事儿，昨天晚上他睡得挺好的，这会儿醒着，你们去看看吧。宋冬梅先跑去看了一眼，最后又跑到厨房里给江清月烧火。三嫂，我感觉你好像变了。哪里变了？就是你现在变得对我三哥特别好。我以前对他不好？那倒也不是，就是不一样了嘛。昨天晚上我还是头一回见你这么神色慌张呢。有吗？怎么没有？江清月拿着勺子的手一正，一脸紧张地看向宋冬梅。这话你别到处乱说，尤其是当着你三哥的面。怕什么？你们夫妻之间还在乎这个呀？哦，你是不是怕我三哥笑话你啊？他感动都来不及呢。不是因为这个，总之你别去说就是了。宋冬梅是答应了，可他哪里知道屋里的吴氏早就把他给卖了。你说说你，好好的你们打什么熊瞎子呀？看到了还不知道跑，真是不要命了。你自己的命不爱惜也就算了，万一你要是落下个什么残疾，你让小月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这孩子这几天一直心神不宁的等你回来。昨天听王家人说你们碰上了熊瞎子，他吓得脸色都白了，一直在山脚下等你回来。娘，你说清月这几天她一直心神不宁啊？是啊，怎么了？没怎么。宋燕摇摇头，心底却顿时涌出一抹暖意来。等早饭送进来，吴氏等人也起身准备回去忙活了。自己能吃吗？手臂抬不起来。江清月环视一周，家里也没什么能放在炕上的小桌子，只好端起碗，拿起勺子给他喂饭。宋燕弯了弯唇，大口吃了几口，腹中的饥饿稍稍缓解。想起母亲刚才说的那些话，心底忍不住有些愧疚。对不起啊，这2天让你担心了。江清月没有反驳，转而问道：你们突然冲过去是为了救人，还是想要猎黑熊？其实主要是为了猎黑熊。入冬以后，上山出来活动的猎物越来越少，我们在林子里蹲守了几天都没发现什么值钱的。后来听到林子里传来有人喊叫声，我们跑过去的时候，那几个人已经被黑熊撕咬得没命活了，就算想救也已经晚了。而且那黑熊已经被激怒了，如果我们不杀了它，它会顺着其他人的气味冲到山下来的。这次打了黑熊，往后你们就别去老林子里打猎了吧，眼下攒的银钱也够用了。好，听你的，不去了。对了，上次和你说的那个地方，这次我找机会去看了，地方没问题，咱们这么多人也能住下。这回背的粮食我也藏在了必经之路的山洞里，这段时间会让二哥带队进山，借着打猎的名义偷偷运粮食过去。两人正商量着，门外忽然传来村长的声音。江清月连忙把碗收拾了过去。村长，你们聊吧。村长坐下后，先是关心了下宋燕的伤势，见她恢复得不错，便又说起卖黑熊的事儿。我打算和你大哥一块儿去江都府看看去，不过先说好了，这次打熊瞎子你是立了大功，还受了伤了。我跟大伙商量了下，这卖来的银钱你拿一半养伤，剩下的再分给大家伙，你看成不成啊？都听村长的安排。多管齐下的照料之下，宋燕的伤恢复得很快，新肉也慢慢长了出来。
就在这时，朝廷召集的徭役大军也开始从各个村子里出发了，而宋家人这一次统一选择了用银钱免役。这倒是预料之中的，可让人觉得稀奇的是，江家4个要服徭役的男人竟然也没有一个要去的，而且江翠翠也并没有像他上次过来说的那样被卖给大户人家做小，人至今还在村子里。那江家这免徭役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难不成他们在外面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借银子给他们？应该没有，他们本来就是从外地迁来的，平时连个镇子都没出过，哪里来的亲戚朋友？按说照现在的情况，家家户户都难，没有天大的好处，谁会把银子借给他们？宗燕沉思片刻，随即抬眼再次看向江清月。这次两人不约而同地开了口：是宋家族人。放眼全村，如今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银子的，也就只有宋氏一族的人了。我出去一趟。你别去，这事儿你一出面就没有余地了，先让冬梅去打听打听。冬梅？你怕是还不知道冬梅的厉害。说着，江清月便冲着窗外喊了一声，把宋冬梅叫了进来。三嫂，你叫我干啥？江清月朝他招了招手，随即贴着耳朵冲他嘀咕了几句。有把握吗？少看不起人。说着便从桌子上抓了一把瓜子儿揣进兜里，雄赳赳地出门去了。不到1个时辰，人就回来了。咋样？三嫂，还真被你说中了。昨天晚上天黑之后，有人亲眼看见宋大壮和江翠翠一块儿从外面回村，肯定是去镇上买东西去了。宋大壮？江清月对这个名字并不怎么熟悉，便下意识看了眼宋燕。跟我们一起上山的是有这个人没错，确定没看错？真的。而且今天早上去排队打水的时候，有人亲眼看见江翠翠换了一身新衣服，头上还戴了簪子，抹了口脂。哼，江家人前面穷成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江翠翠要不是跟宋大壮好了，哪来的银子置办这些个东西？嘿，你们还不知道吧？宋大壮老早就看上江翠翠了，只是以前江翠翠看不上他，一心惦记着我三哥。此话一出，屋里顿时安静下来。那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我的意思是，江翠翠以前是看不上他，但是人家现在手里有银子了，保不准是想骗他银子的。江清月眉头一挑，扫了一眼宋燕，随即如常地开了口：知道了，娘刚才找你，你过去看看吧。宋冬梅哦了一声，一脸愧疚地看了眼宋燕，默默关上门出去了。江清月压根就没在意这个，她现在担心的是，如果真要沾上了江家人，那后续上山和逃荒只怕会有麻烦。如果江翠翠真的和宋大壮好了，你打算怎么办？如果他当真跟江家人沾上了关系，那就不再是我们的人了，以后也不会再让他继续上山。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江翠翠和其他江家人跟着我们一起进山的。等一逃荒，他们就彻底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了。江清月嗯了一声，一抬头，视线恰好撞进他深邃的眸子里，见他眼底满是温柔细碎的柔光，于是便打算趁着这会儿时机不错，想主动把话给挑明了，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宋燕，我想问你。刚说到一半，宋燕忽然朝窗外瞥了一眼，随即低声道：你先帮我去找下二哥好吗？江清月突然被打断，先是一怔，随即尴尬地起身出去。一出门，却见一道慌里慌张的身影站在窗口边。冬梅，你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我是怕你们俩在屋里打起来了，想着过来看看。江清月脸上顿时一热，怪不得刚才宋燕主动打断他。你个死丫头，以后不许偷听。你还好意思说我？我还没说你们俩大白天在屋子里……你再敢乱说，看我不撕你嘴！
三嫂，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好了，不跟你闹了，赶快去把二哥给喊过来，你三哥找他有事儿。宋夏江很快被喊了进来，一进门，宋燕便直截了当把宋大壮和江翠翠的事儿给说了。不管现在他们到哪一步了，咱们都要先做好最坏的打算。山洞里的粮食要换个地方了。我说他上次上山的时候怎么那么高兴，这小子也真够混蛋的，明明知道那江翠翠是什么德行啊。哎，算了，人各有志，随他去吧。老三，真的不去劝劝他？没什么好劝的，咱们要的是绝对的可靠，但凡有二心的都没必要再考虑了。他既然敢做，就敢承担后果才是。知道了，我等天黑之后就偷偷带人上山，把粮食给转移了。好在后边也不用去送粮了。让大哥陪你一块儿去，另外再加上大伙小伙两兄弟就成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大伙。另外，咱们这个村子不大，但里面也是盘根错节的。你再查查看，最近有没有人和王家走得比较近的，尤其是有姻亲的人家。我知道了，放心吧。自打从屋里出来后，江清月就一直在外面忙着。宋燕在炕上眼巴巴等了他半天，直到晚上睡觉前才找到和他说话的机会。白天你不是有话要问我？啊，没有啊。那我有话想和你说。什么？这几天谢谢你照顾我。应该的。咱们本来就是相互合作嘛。你之前又是上山打猎，又是找避难的地方，如今你受了伤，我照顾下也是应该的。只是因为这个？见他一直盯着自己看，江清月只好硬着头皮迎上他的目光。眼看气氛再次凝固，宋燕直接开口打破了沉默。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我心悦于你。你说什么？我心悦你。在上山的时候，一日不见，四肢如狂，你可愿和我余生相伴？江清月这下是彻底听懂了，也被他的眼神烫得脸上一阵阵的发热，便本能的低下头去。不着急，这件事你可以慢慢考虑。不管你现在心意如何，我都可以等。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见他开始退缩，江清月这才猛地抬起头来，像是下定了决心。宋燕，我不否认，我也的确喜欢你。你说什么？你答应了？不过有件事我要提前和你说清楚。你说。我眼里容不下沙子，对感情也有洁癖，更没有办法接受三妻四妾。若是你以后功成名就，动了这方面的心思，那我们就好聚好散，不得纠缠。不会有那么一天，清月，我见众生皆草木，唯你是青山，所以你这是答应了对吗？宋燕的话一句接着一句，生怕他会反悔似的。江清月心头一暖，笑着嗯了一声。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但是当下彼此是真诚的，那就够了。宋燕见他答应了，高兴的正要坐起来，突然一把被江清月给按了回去。别动，伤口还没完全好，别再扯开了。已经好了，不信你看。我不用看，早上吃饭的时候还说费劲抬不起来。宋燕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早知道就不装了。三哥，我三嫂今天不就是穿了件新衣裳吗？你再这么盯下去，新衣裳都要被你给烧出2个洞来了。死丫头，干你的活儿，人家小两口的事儿让你管了。江清月被打趣的不好意思，忙偷偷瞪了他一眼。栗子好了，过来趁热吃。大家一起吃吧。众人笑着点头，但谁也没动，只有宋冬梅没眼色的跟着起身一块儿去了。快趁热吃。我自己来，你这手别使劲儿。没事，我伤在肩膀上不影响，而且我真的好了。宋冬梅在一旁哼哧哼哧播了半天，
费劲巴拉的扒了2颗，换来的却是满口的苦味儿。三哥，你也太偏心了，光给三嫂一个人剥也就算了，留下来给我的全都是烤坏的。哪有？这不是都好好的吗？你三嫂今天穿的新衣服，我是怕她弄脏了。此话一出，不远处看热闹的张素娘和吴氏纷纷附和。我说没见小月之前穿过，今天这一身衣服穿得鲜亮好看，以后就要这么穿。没错，弟妹皮肤白，穿这样的颜色正好。听到几人这么说，他也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是随手拿的，而是不知不觉进入了恋爱状态。你吃吧，这栗子胖人，我也不敢多吃。嘿，你真舍得给我啊？这可是三哥给你剥的。让你吃你就快吃吧。宋敦梅高兴地拿着剥好的栗子跑去找吴氏分享了。没了宋冬梅在身边，两人忍不住默契地相视一眼，嘴角同步上扬起来。正当两人一边吃着栗子一边晒太阳，宋春山和宋夏江兄弟2个已经悄悄从山上下来了。三弟，都安排好了，辛苦你们了。大哥二哥这趟没少受累，晚上咱们一块吃点好的。你们先回去休息下，等晚上饭做好了，我让冬梅去喊你们。宋春山和宋夏江嗯了一声，目光落在宋燕和江清月身上一瞬后，皆是一脸疑惑，这怎么上了一趟山下来，2个人好像都变了。不等两人细问，宋燕已经再次开口：大哥二哥，你们先回去睡一觉吧，一会儿叫你们。两人刚回去没多久，门外再次传来了敲门声。燕哥，咱们年前还上山吗？不上了，如今野兽们都冬眠了，上山也弄不到什么，大家还是趁闲休息休息吧。也好，是该好好休息，那等年后再说。宋燕缓释一周，发现大家应该都是单纯闲着没事儿，所以随口来问问的。只有宋大壮一个人略显失落。怎么了？是不是缺银子花了？大壮估计是想娶媳妇了吧？可不是啊，马上都快30了，能不想吗？大壮可有相中的姑娘？若是看中，直接说出来，趁着现在大家都有空，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其实吧，我一直想告诉你们的，但怕你们笑话，所以才……嘿嘿嘿，到底是哪家的姑娘？可瞒得够紧的。是江家的姑娘，江翠翠。江翠翠，你怎么看着她呢？哎，你糊涂呀！江翠翠怎么了？那阿燕的媳妇儿不也是江家的吗？那能一样吗？清月嫂子早就跟他们江家断了亲，当初他们家干的那些欺负嫂子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就是啊，江翠翠怎么能和嫂子比啊？你们也都知道，我这年纪也不小了，那好不容易才遇到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这回啊，说啥也不能错过了。这再说了，那江翠翠她以前是有问题，但她现在也知道错了，她也答应俺一定会改的，谁还没个毛病了？众人见他这样，知道是10头牛也拉不回来了。燕哥，你给劝劝吧，之前上山大壮最听你的，你的话他说不定还会听啊。自古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壮这事本来也不该我们多说什么，只是兄弟一场，劝你一句，你手里的银子是你和兄弟们一起上山豁出性命换来的，希望你到最后不会人财两空。此话一出，众人立马抓到了重点。那江家人可有许诺把江翠翠许配给你？阿燕说的没错，我看着江家人就是看中你的银子，若不是你突然有了银子，那江翠翠会突然和你好。是啊，我听我婆娘说，江家原本是打算把江翠翠啊卖去镇上给人做小的，怎么突然就变了？宋大壮，你老实说，你是不是给江家人银子了？他们说是借的，以后会还给我的。以后什么时候？他们不会是为了骗你的银子
其实压根儿就没打算把江翠翠嫁给你吧？宋大壮这会儿也有些不自信了，难不成真的是被宋燕给说中了？我现在就去江家提亲去。此时的江家，江翠翠母女俩正美滋滋地拉着大房的嫂子和大伯母在房内闲话。翠翠妹子，大壮既然对你这么好，那你们估计是好事将近了吧？我现在还小，不想成亲。不小了，姑娘家总归是要成亲的，哪能一直待在家里面？是啊，难得遇到大壮这么会疼人的，对你出手也大方，不如早点定下来嫁过去吧。哼，大壮对我好，那是他一厢情愿，只要我不同意，他是不会逼我成亲的。大嫂和二嫂相视一眼，皆意味深长地撇了撇嘴。想要人家银子，又不想和人家成亲，真当人家是个傻的。玩鹰的，只怕到头来被鹰给啄了眼。不等两人开口，江家老二便从外面急匆匆跑了进来。翠儿他娘，你赶快出来，出事儿了！怎么了？宋大壮啊，来和娘提亲了，你赶快跟我去看看吧。江翠翠一听，也连忙要跟着一块儿去，当即被父亲拦了下来。来了不少人看热闹，你一个姑娘家就别出去了。爹，我现在还不想成亲。说罢，又一脸紧张地看向母亲。娘，你最明白女儿的心思，这会儿你可要替我做主，我还不想那么快嫁人。哎呀，放心吧，你奶那个人你也知道，她是不会那么轻易把你嫁给大壮的。至少眼下对一贫如洗的江家来说，一直吊着宋大壮可比嫁孙女过去要划算多了。江翠翠也是想到这一点，这才放心让两人去了正房。一进门就看到宋大壮的脚下放着2个篓子，一个篓子里装的是米面，另外一个里面是猪肉。王桂兰是巴不得这门亲事早点定下来，反正家里也能少张嘴吃饭。娘，我看人家大壮啊也是真心对翠翠好，要不然就早点把翠翠嫁过去吧。翠翠从小可是被我们教养长大的，那吃的用的都是参照人家城里的小姐一般，这亲事我们也不能随便给定下来。不等宋大壮的爹娘开口，围观的众人已经不厚道地笑了起来。真当大小姐养的，还能许配给人家做小？这李老太分明是摆谱端架子，这是准备要聘礼呢。此话一出，宋大壮当即会意，主动开口问起聘礼的事儿来。只要肯把翠翠嫁给我，我绝对不会亏待她的。李老太见众人不给面子，也不敢再继续端着，连忙伸出一只手来。我们也不跟你多要，就50两银子。50两？此话一出，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50两我现在没有啊，但若是你们答应把翠翠嫁给我，以后少不了你们江家的好处。若是你们不肯嫁，那就把之前借我的10两银子还给我。还有，江翠翠已经是我的人了，迟早也是俺媳妇儿。此话一出，外面看热闹的人群顿时炸了开来。得知这一消息的江翠翠直接趴在床上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朝着前来质问的母亲解释：娘，我怎么可能让他得手？我多看他一眼就恶心的吃不下饭，要不是为了你和爹，我怎么会答应和他见面？他这么说就是故意的。哎呀，你和他出去的事儿不少人都看见了，现在说什么也晚了。没想到他看起来老实，心思也这么狠辣。你现在是不嫁都得嫁了。我不嫁，宋大壮他就是个莽夫，10天半个月不知道洗一回澡，全村再也找不出比他长得更丑的了，我怎么能嫁给他？我也不想你嫁呀，可如今人家说了，不嫁的话今天就要还10两银子。你听娘的话，嫁给宋大壮总比给那老头子做小好吧。
再说你要是同意，人家大壮说了，明天就带你去镇上买东西。你之前不是一直想买那宁香阁的香皂吗？到时候让他给你买2块。江家发生的事儿，不多时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哎，这个宋大壮可真不是个人，要不是2哥3哥，他能挣那么多银子吗？现在倒好，转头就把银子全花在江家人身上了。还有3哥，你也是的，你怎么不威胁他了，还替他出主意去提亲？天欲其亡，必先令其疯狂。啊？啥意思？少操心，多吃饭。第2天是江清月和徐婉宁约好去镇上送香皂的日子。宗燕不放心，坚持要陪同他一块儿过去。交完货收完银子，2人又确定下一次的交货时间。马上到年关了，到时候我兴许来不了，若是方便，我让长青哥直接帮我去你家取，可以吗？没问题。江清月，你给我站住！哟，几天不见又改口了。江清月，昨天大壮突然来提亲，这主意是你给出的吧？听说他昨天提亲前去过你家，污蔑我清白的事儿，是不是也是你教的？污蔑你清白？江清月愣了一瞬，旋即明白过来。你们俩倒真是天生一对儿。你什么意思？乌龟找王八，本就是一路货。污蔑女人清白的事儿，我还不屑做。不过既然你是被迫嫁给宋大壮的，那不如这样，回头我让我相公去劝劝他，别逼你成亲了，如何？谁让你去劝了？说着便一脸心虚地看了一眼门外，生怕宋大壮听见似的。我的事不用你管，你来这干什么来了？不会也是来买东西的吧？你好像真是有什么大病，是谁把我喊住的？还有啊，你能来这儿，我怎么就不能来？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你来这儿花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我管他哪里来的，反正大壮就是要给我花银子，我高兴买什么就买什么，一会儿在这儿买完，我还要去买衣裳呢。对对对，多买点。女人嘛，一辈子兴许就这么一次，银子花光了还能再挣的。说完，江清月也懒得和他继续纠缠，抬脚就往门外走。前一秒还不知道在哪儿的宋燕，下一秒就出现在他面前。咱们走。一离开，江清月便问宋燕：刚才宋大壮找你了？他们过来想和我示好，他说娶了江翠翠后会管好江家，不会让他们再来打扰我们。那你怎么说的？我告诉他，自打他确定要娶江翠翠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我兄弟，而是江家人。江清月嗯了一声，随即把江翠翠刚才的话也给学了一遍。没想到这个宋大壮竟然是这样的人，倒是天生一对。听他这么说，江清月顿时没忍住笑了起来。笑什么？刚才我也是这么和江翠翠说的。2人默契的相视一笑，随即继续去囤窝冬和过年用的东西。宋大壮到底和江翠翠成亲了，2人在村里大摆宴席，但是宋氏家族的一众兄弟们都默契的没有过去。王家人倒是不客气，反正在家也快吃不上饭了，有免费的酒席，不吃白不吃。宋大壮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被兄弟冷落的刺激，还是因为江翠翠的耳边风起了作用。2人成亲的第2天，村子里便传开了2人要盖大房子的消息。不仅如此，2人还要在村里高价买地。对于宋大壮接连高调的举动，宋家兄弟们纷纷来找宋燕诉说不满。有几个臭钱真忘记当初是怎么过来的了，明明知道那帮姓王的孙子和我们不对付，还找他们帮忙盖房子。是啊，他还点名要我们宋家人的地，说是连着的地他们好种，真是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他要买，咱们卖就是了。卖？那可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地啊，真要卖给他？只要价钱合适，没什么不能卖的。反正现在地里也种不了了，我打算卖了。
见宋燕这么坦然，众人也都纷纷动摇起来。既然人家宋燕都肯卖了，那他们也就跟着卖吧。宋大壮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家族人会纷纷卖地给他，如今被众人堵在家里，这才一时慌乱起来。但是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泼出去的水，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宋大壮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答应明天一早带村长一块去田里量地力气，这才勉强把众人给支走了。当初都是你给出的好主意，你不是说他们打死也不可能把地卖给我们的吗？怎么一下子那么多人要卖地？这不是挺好的吗？他们既然答应卖，那咱们就买回来。你不是说担心宋燕以后不会带你上山吗？那咱们不上山，安心在家种地，到时候再花钱雇点长工，咱们家就成了地主了，这不是挺好的吗？地主？长工？这些字眼极大的刺激到了宋大壮，眼前也顿时浮现出曾经想都不敢想的美好画面。可是咱家的银钱已经花了不少，若是再买这么多地，只怕这大房子也盖不起来了呀。怎么会呢？只要咱们把地买下来，到时候爹娘和家里人都会过来帮咱们的。再说了，我大伯家2个哥哥也一直想上山，你不是说你对深山里很熟，之前打猎的时候你出力最多吗？不如趁着现在还没下雪，你带着他们2个再上山一趟。一提到上山，宋大壮眼前顿时一亮，他怎么把山上的粮食给忘了？那山洞里那么多粮食，若是……怎么？难不成你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大话？你到底敢不敢上山？敢，有什么不敢的？你就等着瞧好吧。决定要上山对粮食下手后，宋大壮第2天一早便爽快地把家底儿掏了个空，把宋家族人所有要卖的地全部都给买了下来。买完地，他便趁着夜色急匆匆带着江有田和江有良进山去了。大事不好了，宋大壮带着江家2个男人一块进山了，他会不会是带着人去偷我们的粮食啊？肯定是的，刚才找我来的时候给他算了笔账，他身上的银子买完地估计什么都不剩了。这可怎么办？若是被江家人知道了，那王家人估计也很快就知道了，咱们的粮食会不会被抢？阿爷，咱们赶紧上山去拦他们吧，事不宜迟。不必跟去了，咱们的粮食早已换了地方。什么？换地方了？啥时候换的？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早在他们成亲前，我们就已经上山换地方了，哪能等到现在？话音落，大虎和小虎2兄弟也站出来确认了一下这个实情。我们也是怕知道的人多了以后走漏了风声，大家不必担心，粮食现在绝对安全。众人见几人都这么说，纷纷放下心来。这地我们不买了。耍我们玩呢？之前追着要买，现在逼着我们要收回去，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不退，地契都已经过了，想退银子没门。他没退掉，夫妻2人又想着把地转手给卖掉，好歹换些银子回来看病。哪知道到处问了一圈，哪怕是半价也卖不掉。去，把家里所有能换钱的都给我搬走抵要去。奶，看病的银子也是宋大壮借的，你怎么能搬我们家的东西？哼，借的？你大哥2哥2个生龙活虎的大男人，现在还躺在家里面，我搬你点东西怎么了？告诉你们，不把银子赔给我，过2天我还带人把你们新房子给我扒了卖钱。江家人就像是蝗虫过境一般，飞快地把屋里屋外的东西搬了一通，直到江家人大包小包的离开，宋大壮这才挣扎着起身。我去找宋燕借银子。宋燕，她能借给你银子？不借，那我就把他偷粮食的事儿全部都抖露出来。宋大壮在江翠翠的搀扶下，一步3喘的去了宋家。有话快说。我来找你借点银子。你也知道，我最近不借。
宋大壮本想好好和宋燕商量下，但见他门不让进，钱也不肯借，态度还十分坚决无情，当即也狠下心来。宋燕，这次上山，我发现山洞里的粮食都不见了，我知道是你干的。所以呢？你就不怕我把这事告诉大家？当大家知道以后，会怎么看你？话音落，原先一起上山的20多个兄弟也都已经聚了过来。宋燕抿唇笑笑，说吧。啊？说什么？说我把山洞粮食全部藏起来的事，你不是要告诉大伙吗？人都到齐了。宋大壮心底顿时涌出一丝不好的预感，不过还是硬着头皮把话给挑明了。这次上山，我去看了一眼，结果发现山洞里的粮食都被搬空了。这事儿是宋燕干的，她刚才亲口和我承认了。但是说完之后，周遭全是一片安静。你们不相信？不信你们可以亲自去山上看看。话音落，众人这才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之后，众人脸上顿时又换了一副气愤的神情。宋大壮，真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小人。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凡是透露山洞秘密的人，天打五雷轰，任凭兄弟们随意处置。没错，宋燕，你就说吧，要怎么处置这个叛徒？我不是有意带他们过去的，我只是路过。杀人是要犯法的，为了你半副身子还不值当。若是这件事被王家知道一个字，那到时候就不一样了。啊，还有你们江家，心里应该也清楚那深山是什么地方。不信邪的话，你们尽管可以再进深山再找找。宋大壮脚下一软，知道宋燕这话里的含义，但江翠翠还有些不死心。其他人的粮食我们不管，但是大壮那一份是他自己挣的，凭什么不还给我们？还？你自己问问大壮，他有胆要吗？话音刚落，宋大壮扑通一声直接跪倒在地。宋燕，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出卖兄弟们。眼下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求求你，看在大家都是同族人的份上，再原谅我们这一回。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宋大壮声泪俱下，但是已经没人想听他继续说了。众人直接将两人丢出了院子，这才跟着一块散去了。眼看年关将至，天气越冷，能吃的菜也越来越少了。如今鱼也买不到了，只能偶尔去镇上买点肉回来。正当江清月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时，村子里却突然传来消息，说是牛大叔家的牛死了。牛大叔从镇上回来的时候遇到了贼人，见车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把主意打到了牛身上。牛大叔拼死赶着牛跑了回来，但是牛已经被贼人给伤了，回来就躺倒咽气了。牛大叔可受伤了？还好，牛大叔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没什么事儿。就是牛死了，他挺伤心的。人没事就好，这牛应该陪了他不少年，伤心肯定是有的。宋冬梅走后，宋燕见江清月若有所思，以为他还在为刚才的事情伤怀，便出声安慰。这牛是进不了山的，所以现在没了也好，不然到时候牛大叔说不定不愿进山。其实我不是在替牛大叔伤心，我是在想，不知道牛大叔这牛打算怎么处理，卖不卖肉？现在去问是不是不太地道？肯定要卖，一头牛值不少钱，这肉肯定是要卖的。如果村子里吃不下，他们就会拉到镇上去卖。那就好，那咱们也赶紧过去看看吧。等两人赶到的时候，那头牛果然已经刚刚被杀好了，此刻正在分割。见江清月和宋燕来了，帮着杀牛卖牛的几个兄弟都热情地让两个人先挑。嫂子，你放心挑，什么部位都能给你剔下来。江清月也没打算客气，一上来就要了4个牛腱子，直到他陆续又要了毛肚、牛上脑和后腿肉，以及煮汤用的牛骨头，这才算是停了下来。嫂子，你们家吃得完那么多吗？
天气冷，放着留过年慢慢吃，后面就不用去镇上了。几人听后也不再多问，麻溜的帮忙给割肉上秤。等算好银子，宋燕又侧头问他：够了吗？够了，就是这么多，怕是拿不下。话音刚落，宋燕已经利落地将肉用麻绳捆好，双手提溜着往家走去。正好今天是个干冷的阴天，突然得了这么多牛肉，江清月心血来潮想吃涮牛肉。正当俩人一个屋里一个屋外的忙活着，门外突然传来马车的声音，紧接着便看到宋燕领着徐长卿进院来了。这2日家中有点事情耽搁了，所以今天才得空赶了过来。原来如此，先进屋坐吧，我收拾下马上就来。不着急。说罢，鼻子突然猛嗅了2下。宋娘子这是在做饭，什么味道这么香？卤的牛肉，还有炖的牛肉汤，打算一会儿吃涮牛肉。徐老板留下来吃了晚饭再走吧。看我这运气，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徐长卿看着这么丰盛的饭菜，还有这么多牛肉，不由得感慨：你们家的伙食倒真是不错，可比我们平时在家吃的舒坦多了，这牛肉也是难得。江清月感慨地把牛肉的来源说了出来：是今儿你运气好，我们也是头一回做。徐长卿听后唏嘘不已：如今外面的确开始有点乱了，往后你们也尽量少往镇上去了，再这么下去，镇上的生意怕是做不下去。说完，3人皆是一脸凝重。宋燕敛了敛眸，侧身拿起家里泡好的拐枣酒，给他倒了一杯。自家泡的，尝尝看。宋燕见他亮晶晶地眨着眼睛看着酒壶，便笑着给他也倒了一杯。少喝点酒，多吃点肉。知道，我就尝尝。徐长卿见2人之间的气氛和之前大不一样，当即就明白了什么。今日多谢2位招待了，我先干为敬。一杯酒下肚，徐长卿迫不及待夹了一块卤牛肉尝了一口。宋娘子，这卤牛肉的配方可否卖给我？这次我保管不还价，任凭你开。我朝律令，凡贩卖牛肉者，一律严惩不贷。是啊，不是我不愿意卖方子，实在是这方子你拿回去也没用啊。听到这儿，徐长卿莫名失落下来，就连嘴里的酱牛肉也不香了。这卤牛肉卖不成，但是我这里还有卤肉的方子，而且这方子能卤的东西很多，什么猪头肉、猪耳朵、猪脚、猪蹄膀，就连猪下水都能用。只不过什么？只不过眼下不太平，你刚才也说了，这镇上的多味楼都快开不下去了，万一江都府也乱起来了呢？嗨，我还当是什么？放心吧，江都府乱不了，就算乱了，以后总归还有开门做生意的时候。宋娘子只管开价。江清月和宋燕相视一眼，默默伸出2根手指头。200两。幸好今日带足了现银，不然还真回不去了。200两就200两。确定好价钱，3人继续吃起了暖锅。一顿饭吃完，大家身上都是暖烘烘的。宋燕当即在桌边帮着拟好了协议和方子，紧接着又把剩下的香皂全部交给徐长卿一并带回。2位留步，咱们后会有期。江清月和宋燕2人相视一眼，最终还是决定再给他提个醒儿。江都府城下虽然牢固，但若是一旦流民成灾，乱兵四起，到时候破兵入城也不是不可能。徐老板家大业大，务必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我知道了，回去我就会和家里人商量下应对。只是若是真的如宋兄所料，这天下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如果真到那一天，天下绝对没有安全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说，越往南越是安全。若是真的到了那个地步，宋兄和宋娘子也会去南方吗？到时候我们可以结伴同行。多谢徐老板美意，家中人多，我们也会及早做打算。若是有缘，还会后会有期。会的，后会有期。目送徐长卿离开后，江清月被呼呼的北风吹得有些发冷，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你要是冷就先上炕，我去弄点热水给你洗脸洗脚。
江清月嗯了一声，只觉得头晕得厉害，明明只喝了2杯而已，却没想到这酒这么上头，直接脱去夹袄钻进了被窝里。迷迷糊糊躺了一会儿，突然感觉有温热的帕子在给自己擦脸擦手。别收拾了，早点睡吧。你先睡吧，外面下雪了，我再去给空洞添点柴，省得早上冷。下雪了？江清月顾不上头晕，一咕噜翻身爬了起来。看好了，终于下雪了，那干旱是不是能缓解了？干旱的太久了，一场雪还不足以缓解干旱，而且庄稼都已经干死了。宋燕的话只说了一半，但是江清月已经明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进山？等年后吧，现在下雪了，山里更冷，等天气暖和一点，不会太久了，北边很快就撑不住了，到时候这里一套荒，咱们就趁乱进山。江清月嗯了一声，忍不住在屋里环视了一周，且进了山，恐怕是连这样的屋子都住不上了。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说着便十分自然地翻身朝里，伸手将江清月捞进自己怀里，伸手拍了拍她的后背。早点睡吧，下次不要喝这么多酒了。趁着今天两人都喝了点酒，江清月便想着要试探着逗他一逗。原本只是逗一逗他，眼下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想着顺其自然下去就算了。哪知道前一秒还和他一样沉沦的宋燕，突然一下子清醒过来，猛地来了个急刹车。清月，现在还不行。什么叫不行？不是不行，是现在的时间不对，再等2天好吗？过2天？那不是过年了吗？这种事儿还要选黄道吉日？过2天你就知道了。哼，也别过2天了，干脆等以后逃荒进山了再说吧。啊，不对，是等从山里出来以后再说。哼！说罢，径直翻身朝里睡了过去。清月，我是想我们之间还差一个仪式，我想等。哪知道刚说了一半，里面的人已经传来了平稳的呼吸声。宋燕不可置信地坐起来，往里看了一眼，果然是睡过去了。热热闹闹的一顿饭进了尾声后，宋燕主动站起身，说要出去一下。江清月以为他是要上茅厕，结果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人影回来。嗨，三嫂，你别去，外面路那么黑，再说我3个那么大的人了，还能跑丢不成？江清月疑惑地看他一眼，见几人都是眼底带笑，分明是有什么事儿瞒着他。你们这是怎么了？吴氏见他着急，便赶忙说了：好了，别瞒着小月了。是这样，老三说想给你个惊喜，所以我们一开始都没告诉你。惊喜？吴氏冲张素娘使了个眼色，后者很快小心翼翼地从屋里抱了件红色的袖袍出来。这衣服是给我做的？老三很早就买回来了，我和你大嫂觉得太素净了，就想着再多绣点花上去，这才耽误了时间。还有我，虽然我绣的不好，但是也没少打下手。三嫂，你不知道，我们都是趁着你不在的时候偷偷绣的，费了不少功夫呢。赶快试试吧。江清月被3人拉进去换衣服的时候，人还有些晕乎乎的。大过年的穿这个嫁衣干什么？难道……老三说了，当初和你成亲的时候就直接过门来了，连拜堂都没拜，他想重新补拜一场。只不过现在外面太乱了，也不敢在村子里太高调，只能咱们自家人热闹一下，你别嫌冷清。江清月一边听吴氏解释，一边任由张素娘和宋冬梅重新给她挽发。不等江清月收拾好，同样一身红色的宋燕已经翩然而至。清月，我来接你回家。等漫步走到自家门口，江清月透过帕子隐约看到屋里像是变了个模样。在一家人的见证下，两人拜了堂，又敬了茶。
礼成之后，众人刚刚散去，宋燕便麻利地将门反锁，随即大步朝着床边走来。娘子，你真好看。我有事儿要先问你，上次我喝醉酒的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真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你惹我生气了。时间还早，我慢慢告诉你。宋燕老老实实地将那天醉酒后发生的谈话和举动一字不落地告诉了他。江清月听完后，当即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没骗你，你还委屈我说现在不云否，就让我等着，等从山里出来以后才可以。宋燕一边说一边俯下身，像往常一样在他唇上轻轻落下一吻。只不过不同以往的是，这次的宋燕没有像从前那般浅尝辄止，而是缓缓加深了这个吻。等等，怎么了？今天不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上次我真不是故意。这次是我不行，我身上不方便。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昨天，这2天我们不是那什么嘛，我就没告诉你。不过现在算是扯平了，就是你等的时间要久一些，2天可不够。宋燕心头一梗，默默坐起身下床，再次体会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你等等。不过片刻，宋燕的神色已经恢复如常，手里还端了碗红糖水。现在不烫了，快趁热喝下。下次不管你生不生气，都要告诉我。我烧了热水，等下给你灌个汤婆子。不用汤婆子，这炕上足够热了，况且不是还有你吗？宋燕无奈地看他一眼，他确定不是要趁机报复吗？等2人再次躺在床上，江清月果然比方才更要肆无忌惮了一些。我已决定不染红尘，娘子休要招惹。江清月见他说的一本正经，顿时捧腹大笑起来，直到眼泪都笑出来了，这才捂着肚子哎呦哎呦停了下来。家里哪些东西要带，哪些东西不要，以及进山路上的各种考虑，2人都一一盘算商量了。只是2人千算万算，以为已经考虑的事无巨细了，没想到临了还是算漏了一件事儿，就是大嫂那边肚子突然有了动静。等宋春山高高兴兴送走前来诊断的大夫，全家上下都高兴地围着老大2口子道喜，吴氏更是高兴得直掉眼泪，更别提宋春山和张素娘了，2人盼这个孩子已经盼了很多年。江清月和宋燕虽然也为2人高兴，但明显思虑更重。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这茬呢？早知道应该提醒下大嫂的。这种事没办法提醒的，何况大哥大嫂一直盼着能有个孩子，或许这就是天意吧。上辈子2人一直没能有个孩子，所以他也压根没考虑到这一点。没想到这一世竟然这么快就有了。不管怎样，总归是好事一桩。别担心了，到时候咱们进山路上多照顾着点，应该不会有事的。江清月听后也点了点头。2人商议完大嫂的事儿，便准备收拾收拾睡觉。自打上次除夕放了宋燕鸽子之后，江清月一直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虽然没有明说，但是2个人都默契地等他癸水结束后再次圆房。可如今听说大嫂怀孕的事儿，江清月突然就有些害怕了，眼看着就要逃荒进山了，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了可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江清月便也觉得这事儿不急了。其实宋燕也想到了这一点，现在的确不是个合适的时机。想通后，2人默契地相视一眼，无奈地冲着彼此笑了笑。有些事情真是拖得越久，顾虑也就越多。也不知道宋燕现在后不后悔那天。春风还没到，
乌泱泱的大批流民即将路过的消息却先传到了。第一波流民已经到镇上了，我们到的时候看到不少人都在抢东西，打砸店铺。听说就连高门大院的刘家都被流民给抢了，紧挨着镇子的几个村子也已经陆续遭了殃了。只怕咱们村子也撑不了多久了。此话一出，在场的村民都纷纷傻眼了，一时还反应不过来。等回过神，有些妇人已经嚎叫着痛哭起来。现在哭有啥子用？当务之急是要想个办法出来，不然等流民来了之后有你们哭的。话音落，人群中果然停止了哭泣，同时有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村长，咱们这村子离官道远着嘞，这流民真的会来咱们这儿？是啊，这说不定人家直接从官道南下了，咋可能还从咱们这绕道？希望如此吧，不过咱们还是得做好应对。从今天开始，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咱们都要分组守在村口，一旦有流民过来，就要敲锣警示。还有，家家户户都准备好武器。说着，村长便朝宋燕问道：阿燕呐，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宋燕敛了敛眸，他原本以为村长会提出南下逃荒的事儿，没想到包括村长在内的众人都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便开门见山道：留下来怕是不行，镇上的光景你们有人也看到了，镇上有城门尚且抵挡不住流民，即便高墙大院如刘家那般也被人破门而入，可见这些流民的数量和饥饿程度已远超我们的想象。你们别忘了，咱们村是镇上唯一一个秋收保住了的，你们以为其他村不会为了自保出卖我们吗？哎呀，那怎么办呀？是啊，照你这么说，咱们这村根本就没法幸免。收拾东西，准备逃吧。逃？往哪儿逃啊？咱们祖祖辈辈的根都在这儿，全不要了。北方大还有战乱，只能往南方逃。听说要逃荒，众人一时都难以接受。难道房子和地都不要了吗？即便挡住了流民，保住了地和房子，等乱兵来了以后照样没命。就算能逃过所有劫难，保住一命，这地还能安心种吗？如今性命攸关，大家自己做决定吧，要留的留，要逃的逃，各自考虑去吧。说着，宋燕便叫上自己家人准备回去了。大家先别慌，先各自回家收拾东西，我再去问问李正意见，顺便想办法给大家弄路引来。村长和宋家人一走，剩下的人也都开始慌不择路地往家里赶去。其实最慌的还要数宋大壮和江翠翠俩人，如今突然说要逃命，这么多地全要砸手里了，俩人悔得肠子都要青了。宋家人回去后立即将大门全部紧闭起来。娘，别慌，阿叶心里有数的。咱们真的要去逃荒？你大嫂她现在这身子怎么办呢？听说去南方至少要走1000多里路。说完，吴氏便抱着张素娘痛哭起来。是娘害了你，要不是娘一直催你。娘，咱不去南边，阿燕听到消息后早就想好了，咱们进山去。进山？你是说进深山？之前大哥二哥不是一直在往山里藏粮食吗？到时候咱们就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等战乱平定以后再出来。听说要进深山，正在做布置的宋春山和宋夏江顿时围了过来。这个主意好，咱也不想去逃荒。没错，素娘现在还有身孕，与其在路上颠簸，不如咱们一起进山。这山上野兽那么多，能行吗？能行，现在野兽还在窝冬，咱们穿过深山，找个安全地方住下来，到时候挖好陷阱，做好防护就成。我和你大嫂这身子，
只怕会拖累你们几个。娘，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再说了，阿燕打算把一起进山的兄弟都带上，咱们这么多人一定不会有事儿的。一听说宋氏其他族人也要去，吴氏和张素娘当即就放下心来，紧接着便是马不停蹄地开始收拾东西。众人正忙成一团，屋外突然传来了阵阵敲门声。会是谁啊？不会是刘民吧？怎么可能？刘民还会跟你敲门？正在猜测间，宋燕已经一脸坦然地开了门。宪哥，咱们真的要去逃荒了吗？是啊，咱们山上还有粮食，真的只有逃荒一条路能走了吗？就算是逃荒，咱们也不能和他们王家人一起。宋燕点了点头，看大家都来齐了，便直接把话给挑明了。南下逃荒是王家人最好的选择，但不是我们的。我打算进山，愿意一起的就一起走。进山？你是说咱们之前藏粮食那里啊？宋燕点了点头。之前我去找路的时候看了下，再往前走有合适人住的地方，不过这事要先暂时保密，等王家人走了咱们再走。可万一王家人不走，或者硬要跟着我们一块走，可怎么办？不要走到那一步，动刀也不是不行，而且就凭他们的胆量，未必敢上山。众人听后皆是赞同的点了点头，不过也有担心家里老小不好带的，万一进山会有危险。进山这事全凭自愿，若有人想跟着大部队南下逃荒，现在可以进山去取粮食。话音落，下午赶去办路引的村长也已经踏着夜色敲响了宋燕家的大门。李正说了，他们也已经开始张罗南下逃荒了，现在外面太乱了，要赶紧走。还有，这次南下起码得要走2个多月才能到，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回来路上我仔细想过，这王家人跟咱们不是一条心，前段时间积怨不浅，咱们还是分开走。村长一边说一边打量众人的反应，本以为众人都会惊慌失措，没想到却是一个比一个淡定。这是咋了？村长家的大儿子笑着把刚才商量的事说了出来。大家伙都决定好了，跟着阿燕一块进山，不逃荒了。而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几人，听村长说完外面的情况，以及逃荒要走2个多月，顿时也打消了南下的念头。宋燕见众人都打定主意，便把收拾东西的要领都给叮嘱了一遍。先捡重要的保暖和吃的东西带上，其他大件太重，能不带就不带，实在不行就先藏起来，以后咱们再偷偷下山来取。众人纷纷答应着回家连夜收拾去了。一群人刚走没多久，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你们来干什么？刚才我看大家都来找你了，你们是不是打算一起逃荒啊？能不能带上我们一块儿？不可能，我说过，你已经背叛了众兄弟，以后就不可能再同行。宋燕，我好歹也是宋家人，而且你要是不带我们，那我们俩就只剩死路一条了。关我何事？江翠翠眼见宋大壮的求情无用，便直接将自己的底牌亮了出来。我知道江清月身世的秘密。江清月的身世？没错，只要你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们。话音落，江清月也走了过来。什么条件？你们逃荒，把我们俩带上，吃的也要分给我们，还要保证我们俩的安全。神经病，滚！说罢便直接把门给关上了。江清月，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家里人都不让你出门吗？你真以为你吃那么肥全是我下毒的功劳？奶奶那么抠门的一个人，对你一丝疼爱也没有，为什么却在吃东西上面对你格外的大方？你想过吗？还有，你以为我给你下毒的事儿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吗？哼，那都是奶指使我干的。你别妄想去问奶，他是绝对不可能说出来的。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安全的把我们俩给带到南方，我就把所有的秘密
都告诉你。江翠翠把该说的话说完，就等着江清月开门把她给请进去了。哪知道门是开了，却迎面泼来一桶泔水，将两个人从上到下淋了个透。你什么你啊？想跟我们一起逃荒，想让我养着你，门儿都没有，给我有多远滚多远！赶走了江翠翠和宋大壮，江清月却陷入了沉思。原主的身世他不是没有怀疑过，可如今正赶上这个节骨眼儿，他也没有什么心情去深究了，更不可能让江翠翠以此为要挟来拿捏自己。不管你以后怎么打算，这事还是早点弄清楚比较好，否则这么一走，怕是以后再难寻江家人了。说罢，从门后拎出一把砍柴刀。我带二哥去趟江家，走之前从他们嘴里把话撬出来，你在家锁好门。宋燕和宋夏江出了门，宋春山立刻将两家的门从里面插好，怕不严实，又用木棍从后面死死抵住。江清月已经上了炕，却还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继续收拾东西。正收拾着，同样睡不着的吴氏和宋冬梅两人也来了。清月呀，你怎么也不睡呢？是不是东西还没收拾好？可有什么要帮忙的？江清月连忙整理了下开门。你们也睡不着啊？反正都睡不着，干脆就做点什么吧。三人正在屋里忙碌着，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不是老二老三回来了？不像是他们，若是他们回来会直接喊大哥开门的，而且听着有不少人。宋冬梅吓得握紧手上的剪刀。不会真的是刘明来了吧？下午村长不是还说附近没有刘明，也不会那么快到咱们村子吗？江清月也纳闷了，按照宋燕说的，刘明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里，难不成是出了什么变故？正想着，宋春山已经快步走了进来。娘，怕是有刘民来了，你们赶紧都躲起来，都别出来。吴氏立刻想到还在隔壁休息的张素娘，当即站起身来。不行，素娘还在隔壁，我去找她。江清月当机立断，从屋里拿起砍柴刀，就带着两人一块往隔壁跑。大哥，你先进屋来，咱们把门窗关好。刚才他听那声响，分明是从自己和宋燕那边的墙边发出来的，说明那些人或许就是冲他们来的。就在这时，门外的撞门声忽然停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阵阵惨叫声一波又一波的传了过来。什么情况？是不是阿燕回来了？不等几人细想，门外紧接着便响起漫天的喊打喊杀声，以及敲锣击鼓声，村里就像是开了锅一般的沸腾起来。正当宋春山准备开门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宋燕已经先一步冲了进来。都没事吧？没事，就是吓得不轻。外面怎么了？都怪我，把宋大壮这人想得太简单了。他来求我们被拒绝后，直接跑到官道上，把刘明给引了过来。宋大壮？不等几人细问，宋燕再次朝着宋春山叮嘱：大哥，你们在屋里守着他们几个，我出去帮忙。说着又看向江清月。二哥会在院子里守着，别担心。交代完，宋燕飞快地再次冲出门外。注意安全。放心。天杀的宋大壮，等我们过了这一劫，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江清月本想让吴氏和张素娘躺着再睡一会儿，但是哪里能睡得着？四人就在床上坐了一夜，眼看着外面天色微微发白，村子里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彻底安静下来。不等几人出门查看，宋燕和宋夏江已经再次折返回来。江清月抬眼看见宋燕满身的血迹，连忙紧张地查看起来。不是我的血，我没事，东西可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那成，一会儿等刘民处置好，咱们就准备出发进山。听说刘民死的死，跑的跑，几人便也大着胆子走了出来。村长正在清点人数，发现宋家人一个都没少，只是有几个人受了轻伤，
老泪纵横的长叹一声：“老天保佑我宋家！”江清月环视一周，宋大壮和江翠翠呢？2个人想逃，已经被抓回来了。江清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眼望去，只见2个浑身是血的男女被人架着往这边拖过来。被带过来后，直接趴在地上，朝着众人强行狡辩：“这刘民的事和我们无关，我们也是被他们给打成这样的。”死到临头还嘴硬，分明是你们把刘民给引来的。说，你们为什么要害大家？别跟他们废话，反正都到这儿了，多杀2个也不费事。说着，便有人亮起手里的斧头，朝着2人砍去。我说，这事和我无关，是江翠翠出的主意。他说你们不愿意带我们一起去逃荒，所以这才去官道上把刘民给带了过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真的错了。村长，求你看在我也是宋家人的一份子上，饶了我吧，就这次饶了我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干了。我现在就休了江翠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还有脸说是宋家的一份子？此时的江翠翠脸上也像是打翻的燃料缸一般，他想过宋大壮可能会不敢认，但是没想到他会那么绝情，把责任全都推在自己身上。孙燕，这2人要怎么处置？你给句话。是啊，早点处置了他们，咱们也好早点出发。我看他们2个也不一定有命活到明天，让他们自生自灭逃荒去吧。如果活不过明天，那就是他们咎由自取，老天有眼。滚！2人如临大赦，急忙连滚带爬地往村口赶去。众人刚走到村子中间，正议论着怎么没看到江家人，然后就看到李老太疯疯癫癫从自己院子里跑了出来。这人是掉进了茅厕吗？怎么那么恶心啊？这人是真疯还是装疯？哼，不管是真疯还是假疯，逃荒路上有他疯的。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回去再说。说完，又朝着身后众人喊了一句：“大家先回去休息片刻，吃好早饭，收拾好东西，咱们就出发进山。”一到家，宋燕便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告诉了江清月。这么说，我真的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你是从京城被李老太给拐来的，当年她是你们家的一个嬷嬷，受人指使，拿人钱财，拐了当时只有3岁的你，之后便拖家带口的躲到这里来了。江清月低头思索片刻，似乎一切都能说得通了。这是你当初身上带的，剩下唯一一件东西了，其余的全部被卖干净了。听王桂兰说，李老太之所以没有卖这锁，是因为怕人顺藤摸瓜找过来，一直不敢卖，所以这锁应当能证明你的身世。你可知道他来自京城哪一家？他？江清月默默点了点头。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我和他到底有没有某种关联，但毕竟我不是真的他，他的家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是我的，不是吗？宋燕听他这么说，心底莫名一松。是京城的定远侯府顾家。江清月倒吸一口冷气，已经猜到原主的身份不简单，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不简单。娘子，你现在知道了，有没有什么打算？还能有什么打算？咱们已经拜过堂，自然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喽，跟着你一块进山呗。宋燕一听，原本还有些紧张的神色顿时化为乌有，嘴角也弯了起来。现在京城都是乱兵，暂时过不去了，等以后局势安稳下来，若是你想去，我会陪着你一块过去。那你说他们家会不会有危险？定远侯常年守在边疆，就算是京城有变，他们也会想办法躲过一劫的。希望他们都能平安无事吧。交代完江清月的身世，宋燕就赶紧换下满是血污的衣服，准备简单的擦洗一番。江清月也收起感慨，钻进厨房准备起了早饭。眼下什么都没有逃命重要。填饱肚子后，一家人便开始往竹篓里装东西，准备上路。收拾好背篓，宋家一家7口人一步3回头地离开了自己家。等走远了，
还是忍不住站定往身后看一眼。最舍不下老房子的要数吴氏了，毕竟这房子当年是他和孩子的爹亲手盖起来的。娘，别难受了，以后还会回来的。我是怕你们爹7月半的时候回家找不到我们，这可如何是好？娘，你别担心，等咱们在山里安顿好，我们到时候还可以下山过来给爹烧纸告诉他的。是啊，爹在天之灵一定会找到我们，保佑我们的。江清月跟着宋燕走在最前面，听大家在伤心公爹的事儿，也本能的扭头去宽慰宋燕。公爹他一定……你公爹没死啊？真没死？宋燕点了点头。现在还不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之后会有机会再见面的。江清月恍然，没忍住低头笑了笑，心底也顿时轻松起来。走了好一会儿，队伍依旧在山脚下停滞不前。村长，让大家朝着家拜一拜吧。无奈之下，村长再次停了下来，朝着众人喊了一声：大家伙儿都朝着咱们村的方向磕个头吧，让埋在祖坟里的老祖宗们保佑咱们一路平平安安。只要命还在，迟早咱们还能再回来的。村长话音一落，众人哗啦啦跪了一地。叩完头，正准备继续上山，忽然队伍里有人喊了一声：哎，你们快看，山下又来流民了！众人听罢，纷纷往村子里看去，果然见乌泱泱的一群人像是潮水般涌进了村子。还好咱们上山了，不然这会儿又该遭劫了。王家和江家还没走呢，估计他们要遭殃了。遭殃了也是活该，谁让他们自作自受？大家赶紧赶路，一会儿若是王家卖了我们，说不定流民还会追上来抢劫。此话一出，众人热闹也不敢再看了，快步往山上跑去。哪知道约莫走了1个时辰后，队伍里已经开始有人叫走不动了。我看大家都累得不行了，要么休息会儿吧。这里地势太陡，不适合休息，到前面山顶空地上再休息吧。走得动的先过去等着，走不动的就慢慢跟上来。众人咬牙又坚持了一会儿，终于登上了大青山的山顶。一到地方，众人呼啦啦的躺倒一大片。大家先休息半个时辰啊，吃点东西。一会儿咱们翻过这个山头，还要再往前走好一段路，才到老林子外围呢。江清月和宋燕找了块背靠大石头的空地，把行李放下来后，也取出早上刚做的油酥饼和鸡蛋，准备填肚子。一会儿路上饿的话，就拿出来垫垫肚子。你抓紧眯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江清月环视一周，发现大家都睡得四仰八叉的，都这个时候了，也顾不上什么避人不避人的，直接靠在他的肩膀上闭了眼。你也睡？宋燕看了肩上的人一眼，忍不住抿唇笑了笑，朝着家里其他人也嘱咐了一句，便也闭目休息起来。江清月迷迷糊糊间做了个梦，正梦到自己做了一大桌好吃的，刚准备喊冬梅过来尝尝味道，就被人给晃醒了。清月，咱们要出发了。宋燕替他整理了下衣服，轻声哄道：咱们要抓紧赶路了，天黑之前队伍要赶到老林子外围驻扎，这样明天一早就能直接进老林子了。众人也互相打起气来，准备先翻过眼下这座山头，再继续往山谷里走。还有很远吗？宋叶扭头看他一眼，见他脸上满是疲惫，后面队伍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个个都狼狈的不行。村长，今天晚上就在这山谷里休息吧，等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出发赶路，应该来得及。村长喘着气应了一声：大家晚上就在这儿休息了。此话一出，众人直接原地瘫坐下来，半步也走不动了。白天赶路实在是太累，晚上也没心思弄得太复杂，一家人只拿了些卤牛肉和咸菜出来，夹着白饼子一块儿吃。我怎么觉得这牛肉比在家里吃的好吃多了？
那是你饿了，饿的时候吃什么都香。一顿饭吃完，下游的其他村民也都陆续点好了火堆，吃起了干粮。哎，明天进山呢，还要指望阿燕跟夏江两兄弟带路。这晚上他们两个就不要守夜了，好好休息休息啊，明天才能打起精神来嘛。众人纷纷附和答应，随即开始分组安排起来。宋燕也不跟他们客气，叮嘱了2句后便回到了上游。桑嫂，你听外面风声好吓人啊，你不害怕吗？还好，放心吧，外面有人守夜的，你快睡吧。宋冬梅稍稍放下心来，缓缓闭上眼睛。这一夜众人都睡得极熟，好在一夜相安无事。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好，我和冬梅一觉睡到天亮。你们起了很久了？还好。刚才我就和大家说了，带不下的东西就先放在这里，等我们安顿下来后再过来取。咱们也留下一些不急用的东西下来。那这样一来，今天穿过老林子肯定就没问题了吧？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这老林子可比昨天的路难走多了，而且危险重重，一定要跟紧我，不能乱跑，知道吗？临出发前，他特地又和村长在队伍里转了一圈，叮嘱了一番进深山要留心的事项。大家都打起12分精神来，若是不小心掉队迷路或者误入陷阱，那就凶多吉少了。众人不敢大意，纷纷答应了，重新整理好行囊，一步一步紧跟着宋燕往老林子里进发。阿燕呐，我看这情况，今天怕是走不出这老林子了，这可咋办呢？咱们改变路线，今天在老林子里过夜，明天一早再出去。要在这儿过夜，这能成吗？虽然走不出去，但是走到我们最开始藏粮食的那个山洞应该够了。大家再坚持一下。村长一听有山洞，这才稍稍放下心来。那就好。听说很快就能休息，众人便咬牙一路快步跟上，直到走到山洞跟前，这才纷纷瘫倒在地。娘嘞，可算是到地方了。一进洞，众人环视一周，便都累得纷纷找了个墙壁倚靠着歇息。这山洞里寒气大，我去打点水。不多时，2人已经手里拎着处理好的野鸡走了进来。这2天天天吃干粮，今晚改味儿。野鸡一烤好，宋冬梅先是送了一只给娘和大哥大嫂，剩下的那只他们4个来分。见他一副馋猫样，宋夏将熟练地撕了一只鸡腿递给他。那没人和你抢。宋嫣也笑着把剩下一只鸡腿撕下来递给江清月。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吃吧，不过这还有呢。吃过饭，安排好守夜的人，众人便都纷纷准备休息。但是江清月一躺下，只觉得浑身每个细胞都在叫嚣着酸痛。是不是脚上磨破了，难受？有点疼。江清月见他脸色不好，以为他是生气自己没告诉他。白天走路的时候不觉得，晚上睡觉才发现这么疼，而且白天忙着赶路也没时间看。袜子都染红了还没感觉，我不是在怪你，我只是怪我自己，白天竟没发现你那么难受。白天你要照顾那么多人，还要带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等明天赶到地方，就能好好休息了。宋燕轻轻应了一声，那如墨般的黑眸眨也不眨地凝视他一瞬，正准备开口让他睡觉，忽然听见宋冬梅从里面喊了一声：我不要吃烤鸡，烤鸡不好吃，我要吃桑嫂做的烧鸡。对，烧鸡才是最好吃的。江清月和宋燕相视一眼，没忍住都扑哧笑出来。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赶路呢。知道了，你也睡。说罢，2人携手沉沉睡了过去。不多时，山里各种呼噜声、磨牙声和梦话声此起彼伏。正当众人都在沉睡之时，蓦地一阵刺耳的喊声将众人从睡梦中惊醒。
狼来了，有狼！洞口守夜的兄弟们发出第一声呼喊，宋燕便已经迅速从被窝里起身，疾步跑到洞口查看。男人们都上前来，其余人全部躲到山洞里面去。洞口和洞内火堆继续添柴，烧得越高越好。大家拿好武器，把洞口围严了，绝对不能让狼群觉得有机可乘。男人们一听，纷纷拎起家伙，紧挨着山洞口站了出来。不要让狼群看出你们在害怕，都把腰杆子挺直了，拳头都给我握紧了。一旦我们露出软弱和害怕，这些恶狼就会伺机而动，到时候大家的妻儿老小都将成为他们的口中食，腹中肉。见那狼王继续逼近，众人一看这情形，都知道今天是难逃一劫。如今说什么都没有用，只能豁出去这条命，保住自己的妻儿老小要紧。跟这群畜生们拼了，就是不要这条命，也绝不能让他们进洞来。宋燕，要是今天弟兄们死了，你要答应，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家人走出这老林子，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阿燕，我的家人也拜托给你了。面对众人最后的恳求，宋燕一言不发，嗖的一声，直接将箭射中他的眼睛。狼王痛得直接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呲牙咧嘴朝着宋燕吼了2声，作势要扑上来。宋燕纹丝不动，继续举起弓箭。这一次不等他拉开，狼王突然一个转身，在嚎叫声中落荒而逃。此地不宜久留，狼天性报复性极强，说不定很快就会再次杀回来。众人一听，都纷纷跑回山洞，飞快地开始整理行李。队伍再次跟着宋燕一起淹没在老林子的晨雾之中。从清晨走到晌午，眼看着日头越来越高，步子也越来越沉重。一转弯，一条山溪忽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溪水真甜，比之前咱们村子那溪水可要甜多了。有停下来喝水的，也有陆陆续续继续往前走的。好在新家园就在眼前了，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等众人陆陆续续抵达后，宋燕便和村长商量着让大家伙挑选位置。村长在这片地方上走了一圈，对这里也很是满意。这地方正好，依山傍水的，而且这地方也足够大，咱们20户人家够住了。既然这地方是宋燕找的，应该让他先选位置。众人一听，也都纷纷附和起来。要不是宋燕提出要进深山，咱们这会儿估计还在下面和乱兵流民们厮杀呢。就算是逃出去，也难有命活。是啊，要不是宋燕带路，我们哪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见大家都这么说，宋燕也不客气，就最东边吧，那边地势稍微高一些，离山溪也近，到时候取水方便。吴氏等人皆点头答应下来。宋燕几人选好位置后，便直接牵着驴带着家当走了过来。到了地方，几人纷纷将肩上的担子全部卸下来，打了点溪水，简单洗了下，就开始吃干粮。怎么还有饺子？过年的时候包的没吃完，放在外面冻上了。几个人都惊叹江清月准备的如此充分，也都有些不好意思。你好不容易背到山里来的，这样一大锅下去，全被我们给吃完了。带的不就是给大家吃的吗？往后咱们在山里还是一处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之前，江清月就已经和宋燕商量好了，山里环境险恶，与山下不可同日而语，一家人必须得相互扶持，齐心协力，才能把日子过好。第二天天一亮，众人便都兴冲冲地起了床，找到村长和宋燕，想要商量盖房子的事儿。眼下盖房子不是最紧要的，上次那群狼被我们赶走，难保不会再寻着味找过来，当务之急还是先把防御做好。听宋燕这么说，众人顿时清醒过来。哎呀，万一真被那群畜生给找着了，那的确是个麻烦事儿。咱们这地方好是好，就是防御起来有难度，人一分散就更容易遭攻击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大伙齐心协力，先把防御弄出来。在那之前，先不要考虑盖房子，
或者出老林子去行囊的事。阿燕呢？你就说怎么干吧，啊，大家听你调遣。昨天大家都已经分好了将来盖房子的地方，今儿咱们就先在外围挖出一条坑道来，将大家住的地方围住，只留前面一个出入口。大家听后都纷纷要回去拿铁锹挖坑道。那我干点什么？狼一般都是夜间行动，而且尤其怕火。你带孩子们去割些干草堆在外面，狼群来了也好点火驱逐。海上冬梅，你俩带着孩子一块去割草，任务不分大小，件件都很重要。江清月在心底默默给他竖了个大拇指。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给自己人开个后门都能说得这么清新脱俗。天黑后，众人又坐在一处开始商量明天的任务。明天出入口的大门就要先做起来了。哎，今天我看后山那边有竹子，要不明天多砍点竹子过来，削尖之后做成2排竹排门。见大家都已经会主动思考并且提出建议，村长和宋燕两人都很是欣慰。明天咱们多砍些竹子，到时候削尖了再从里面围上一圈围墙，这样一来既能多一重屏障，而且也能防止大家误入陷阱里。这主意好啊！咱们这就去办啊！反正人多，干活也快，明天一天啊就能干完了。第二天，天刚亮就已经有人自发去后山砍竹子了。我跟冬梅过去看看，说不定能给你们搭把手。宋燕担心他和宋冬梅留在家里只会乱跑，便答应着带在身边一块去后山。嫂嫂，你疯了？咱们这是掉进竹笋窝了。我说呢，你是带我过来挖笋子呀？你不喜欢吃竹笋？那玩意儿又不好吃。小时候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都上山挖这个，煮出来又涩又苦，反正我是不爱吃。现在的竹笋正是鲜嫩的时候，只要处理好了，吃起来绝对不会苦涩。你听我说，咱们先挖点回去，到时候我做点给你尝尝就知道了。这竹笋要多放油，到时候配上咱们家的腊肉和腊肠一块炒，那味道保证你喜欢。真的？还是那句话，三嫂什么时候骗过你？这笋子还能和咸肉一块煮汤，煮出来的汤白白的，别提多鲜了。成，三嫂，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叫帮手来。你怎么来了？啊，过来看看，你这是挖竹笋？你看这里好多春笋，我想弄点回去，晚上做给你尝尝。你手上水泡还没完全好，小心点，别再弄破了。行了，我会小心的，你去忙吧，一会儿冬梅就带人过来了。正说着，就远远看见宋冬梅带着一群孩子朝这边过来了。宋燕见有人来了，便也起身去忙。宋冬梅连忙招呼着大家一块儿帮忙挖。大家不知疲倦地埋头忙了一个上午，直到晌午的时候才停了下来。哎呦，刚才光顾着挖了，这么多可咋吃得完呢？咱们家的腊肉和香肠也不够霍霍的呀。这笋啊，就是这几天嫩，再过段时间老了就不好吃了。趁着嫩挖下来晒干，一直能吃到明年开春呢。见大家平常都是吃鲜笋，不怎么做笋干，江清月便主动把法子告诉孩子，要是还不会，就让家里大人来找我。下午，江清月和宋冬梅也不出去，就留在家里处理竹笋。婶儿，这是俺们下午又去竹林里挖的，这些都是给你的。都是给我的？没错，你不是喜欢吃笋吗？这些先给你，我们明天再去挖。江清月不想负了大家的一片心意，高兴地接了下来，随后又赶忙从自己的行囊里掏出一包麦芽糖来。铁牛，你拿过去给大家分一分。这太贵重了，俺们不能要，要是被俺娘知道了，肯定会揍人的。不会的，你们就说是我硬要给的，要是揍的话就来找我。你们要是不拿，这笋我也不要了。铁牛一听，
这才郑重地打开纸包，一人一块分了起来。弟妹，这炒的是什么啊？春笋。老大老二似乎和宋冬梅一样，从小吃笋子吃怕了，一看到笋子就开始冒酸水。哎，这汤怎么煮的？白白的，闻着就香。喝上一口，更是鲜得从上到下都舒服了。最后一大锅的汤被喝得一滴不剩。大家都干了一天的活，晚上也没什么活动，所以吃过晚饭后都打算洗洗早点睡了。灯火刚刚熄灭，一群散发着幽幽绿光的野狼便从夜色里钻了出来，正缓慢而坚定地朝着大院逼近。三弟，怎么了？狼群交火来了。你是说狼群？不会吧？帐篷外的驴一直狂躁不安，快去把大家喊起来。说完，宋燕已经穿好衣服鞋子，拿着剑跑了出去。宋燕，怎么回事？这群家伙真的找来了？是，他们还是找过来了。要死！这群狼怎么就缠着俺们不放？当初虽说射瞎那狼王一只眼睛，但那也是被他们给逼的。不怕，幸好咱们今天做好了防守，任他们能耐再强也进不来。一群虎视眈眈的狼围着大院四周围打转，眼看着进不去，便个个发出长长的嚎叫声来泄愤。阿燕呐，这狼怕是不会放过我们了。动手吧！众人闻言纷纷加入了战斗。一时间，嚎叫声和各种打杀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知道过了多久，眼看着剑要用完了，狼群这才吃了败仗，转身撤退。狼群跑了。今晚不会再来了。大家都先回去睡吧，夜里谁也不许出门，等到明天天亮再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保不准他们还会藏在外面等待机会。众人连连点头答应。第二天一早，众人小心翼翼拿着砍刀出了大院，四下看了看，发现狼群的确已经离开，这才大着胆子开始清点昨天的战利品。哈哈哈，这是给我们送肉来了。这狼可真肥，你们看这皮毛，哎呀，都发亮的。这些狼怕是还会再回来的吧？没错，狼群不会半途而废，肯定很快还会再回来的。听到两人的对话，剩下的人也笑不出来了。这群畜生真是没完没了。他们再敢进来，咱们就继续杀，一直杀到他们团灭为止。那要到什么时候？狼可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狡猾得多，一步除掉他们，咱们一日过不上正常的生活。宋燕，你追多，你说怎么对付他们，我们都听你的安排。这些狼先不要动，全部用绳子吊在院子里，当做诱饵。这不是挑衅吗？这样的话，狼今天晚上怕是就要来了，而且一定会拼死跳进院子里边来的。没错，就是挑衅。我们要确保他们会尽招出动赶过来，到时候不用他们跳，咱们直接把他们虚掩上，让他们有可乘之机。你这是要引狼入室？宋燕点了点头，随即把自己的计划给说了。这主意好，那还等什么？都赶紧行动起来吧！眼看人狼之间的大战就在眼前，江清月觉得自己总要做点什么。想到这儿，江清月突然眼前一亮，随即找了个上茅厕的借口，偷偷闪进了空间，飞快打开电脑，输入连弩2个字。江清月看了一圈，最终选了一个最简易的制作方法。等宋燕看完他画的图稿后，很是惊讶地盯着他看了一瞬。这不是寻常的弩，你是怎么……没错，这是连弩，可以连着发箭，而且射程更远更准。其他的我帮不上你，你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上忙吧。宋燕眼底闪过喜色，没有继续追问，而是抓紧时间将善做武器的几人喊了过来。研究了半天，众人终于将连弩给造了出来，配上原先的弓箭，果然战斗力惊人。有了这么厉害的武器，众人也不再花时间去做竹枪，而是集中人力全部制起了连弩。一直忙到天黑，总算做了10多个简易的连弩。
狼群和昨夜一样，到了大院外后，先是围着院墙四下侦查一番，最终在大门外找到了破绽。后面的狼群队伍也不再停留，纷纷冲进院子里。千钧一发之际，宋燕等4人分别从4个角同时砍断绳索，狼群所在的位置顿时塌陷。一时间，嚎叫声此起彼伏，隐藏在夜色里的众兄弟们也都从大院的4面8方冲了过来，拿起手里的连弩就开始朝着陷阱里射了过去。厮杀正酣之时，为首的狼王突然一个跳跃，直接从陷阱里跳了出来，眼看着就要跑到大门口。宋燕一个快步拎着砍刀就冲了过去，堵在了门口。只见宋燕手握砍刀，在狼王飞身扑过来的一瞬，起身跳到狼王的身后，随即对着他的脖子直接砍了下去。一刀不够，再补一刀。狼群全部被杀后，大院里重新燃起篝火。江清月刚才从缝隙里看到宋燕和狼王近身搏斗的场景，第一时间过来就是检查他有没有受伤。疼吗？疼死了。很疼啊，伤到骨头了，还是别的地方还有伤？逗你的，不疼，只是一点皮外伤而已，养个2天就好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刚才你冲出去的时候，真是吓死我了。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那个狼王逃跑，让你担心了。江清月也知道，狼王一旦逃跑，势必还会再次返回复仇。宋燕的选择没有错，下次再有什么行动，给我当心点，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留在深山里守寡，残废也不行。是，为父记下了。说完，两人相视一笑，随即起身往院子里走去。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说着便朝众人叮嘱，院子里的血腥味太重了，未免招来其他的野兽，大家辛苦下，连夜把血迹冲刷掩盖掉。众人皆附和着答应。宋燕手臂的伤并不严重，于是歇息了2日，便带着20来人一块重返老林子。一会儿咱们先在山脚下观察一会儿，等到天黑之后再确认没人再下山。大家晚上要把带进山的东西都整理好，明天清晨天不亮咱们就要回去，以免久了让大家担心。众人纷纷点头答应，先是在山脚下隐蔽着观察了好一会儿，发现村子里空空荡荡，并无流民，这才打着火把朝着熟悉的家走去。回家的路上，众人心底五味杂陈，既唏嘘又怀念，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想着搬回来的可能性了。哪知道才刚走到村口，众人便被眼前的场景吓得魂飞魄散，就连方才那一丢丢的念头也瞬间消失殆尽。是王家的人，也有流民，咱们赶紧绕开走，所有人都注意不要碰到尸体，以免染上瘟疫。众人连忙用袖子捂住鼻子，跟着宋燕飞快从村口走到了村尾。接下来众人便纷纷各自回家，看看还有什么遗漏下来的没被人搜走的东西，好带到山里去。怎么回事啊？你们这边被人洗劫了？兴许吧，连咸菜坛子都没放过。哎，算了，反正都是不值钱的东西。说罢，就听见门外熟悉的脚步声纷至沓来。原来大家是被刚才那些血腥场面刺激的不敢一个人在家待着，于是便跑过来一起做个伴儿。一直等到天边微微发亮，囫囵打了个盹儿的众人这才起身往外走。一路走到山顶，众人这才停下来，再次往山脚下看去。只见官道上一支骑马的队伍正从清河镇赶来，飞快地朝着江都府的方向赶去。这些不会就是乱兵吧？应该是。哎，你们看，他们身上穿的不是官兵的衣裳。闻言，众人纷纷往深山老林子跑去，生怕被山下那群贼兵看到了。一进大院，村长便领着大家伙纷纷上前，关切地询问情况。听说几人昨天夜里下山回了趟家，个个都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山下的情况。哎呀，这村子到底是怎么了？不会是被流民一把火烧了吧？爹，房子都在，也没被烧。那是咋了？
村长大儿子抿了抿嘴，随即把昨天晚上在村里看到的血腥一幕说了出来，连带着白天在山顶上看到乱兵的事儿也给说了。唉，看样子这家是一时半会儿的回不去了。是啊，现在狼杀了，东西也背回来了，咱们是不是该抓紧时间盖房子了？见众人都看向自己，宋燕沉默一瞬后点了点头。从明儿起，咱们大家先统一收集盖房子要用的东西，石头、干草、木材、竹子，多多益善。体力好的去挖土做土坯，趁着晒土坯的功夫再平地挖地基。为了让房子早点盖起来，大家都同意不分彼此，同时分头行动起来。正当大家忙碌着收集盖房的材料，山里突然下起了小雨。一场春雨不仅让众人都感觉到了生存的希望，也为这山里增添了不少生机。三嫂，咱们都吃了多少天竹笋了？好不容易有了蘑菇，咱们还挖笋啊？今天咱们不挖笋，只摘竹荪。啥？不是一回事吗？江清月拉着他走到一片竹林。我说的是这个竹荪。哎，三嫂，这个不能吃，这个有毒。有毒的是那种黄色的竹荪，这种白色的没有毒。真的假的？我从小就听老人说这玩意儿有毒，是被毒蛇爬过的。你看看，它长得像不像蛇皮？你看这么多竹荪，难不成都是被蛇爬过的？说完，江清月便自顾自地弯下腰去摘。不管了，我先帮你摘了，等回去你再问问大家。要是大家都说有毒，你可答应我，千万不能吃。成，都听你的。两人又接着埋头摘了一会儿，没过多久，宋燕一个人找了过来。原来你们在这儿。三哥啊，你快管管你媳妇儿。我跟她说这菇是被毒蛇爬过的，她还不信，摘了那么多。宋燕眼底划过一抹诧异，随即往竹篓里看了一眼。这叫竹荪，去掉盖子是可以吃的。啊？你什么时候吃过？书上看的。走，先回家吧。看到三人回来，吴氏这才停下手里的活计走了过来。哟，怎么摘了这么多菌子？说着，人已经看到篓子里的竹荪。呀，小月，这个可不能吃啊！娘，村子里之前有人吃过中毒了？那倒好像没有，但是打村我小的时候，我娘就告诉我这个不能吃。江清月无奈了，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呀！见他和宋燕两人一脸坦然地从吊锅里捞出竹荪来吃，围观的五人皆是一脸惊奇。真要吃？见两人吃得欢快，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就变成了好吃吗？好吃，比鸡肉还好吃呢。这下可把宋冬梅肚子里的馋虫给勾出来了。真那么好吃啊？娘，你看三哥三嫂好像真的没事。你想吃就吃。见谣言的上家源头吴氏都这么说了，宋冬梅便大着胆子夹了一块放入口中，细细嚼了两下。好脆嫩啊。说完还提议一会儿吃完饭还要再去一趟后山竹林。成，那多捡点，咱们回来晒干，晒干的竹荪煮汤味道更浓。一场春雨过后，大家伙都收获了不少的菌子。待天气再次放晴，众人便开始忙活着打土坯晒土砖了。晾晒土坯的功夫，众人便开始平整地面挖地基。10多天过后，天气渐渐回暖，而大家伙的房子也终于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座座建了起来。难得有一件大喜事儿，村长提议大家伙要在一块儿吃顿大锅饭，包顿饺子，也算是庆祝一下。我来帮你搅拌。宋燕一边搅拌着馅料，一边慢悠悠地来了句：上次忘了和你说了，那回我下山回家，现在家里的酸菜都被人抢光了。那在这儿呢，惊不惊喜？
啊，原来是带过来了。江清月眉头一挑，就这样？不过眼下人多眼杂，等晚上回屋再说也好，眼下还是吃饭要紧。大院里桌椅不够，大家都是端着碗随便找块石头坐，或者干脆席地而坐。听说这饺子是清月调的味儿，怪不得这么好吃呢。见大家都夸好吃，江清月也高兴。大家还在包呢，一会儿还有，大家吃完再去盛。晚上咱们是盖一个被还是2个被？我可没有分开睡的打算。啊，我是看这炕挺大的。说完便只拿出一床被子铺了起来。开过半婚的男人压根儿不用教，一进被窝就直接贴了过去，把人搂在怀里。紧接着克制又带着一丝疯狂的吻便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我和你说件事儿，你不能生气。宋燕意犹未尽地用手指在他唇上摩挲了下。是不是和家里消失的那些东西有关？事先声明，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只是单纯的出于谨慎，并不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让我有不满的地方。我明白，你可以不用说，我以后也不会问的。江清月怔了一瞬，还是斟酌地开了口。你也知道，当初我去地府是个意外，那些鬼为了息事宁人，就赔偿了我一个虚无的空间，里面可以存放东西，还给了我一些我们那个世界的东西。此事你有没有和旁人提过？从来没有。那就好，这事切莫和第三人提起，怕是娘和冬梅也不成。你就不好奇那是什么宝贝？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是个芥子空间吧。我曾经在古书上看过，没想到真的会存在。没想到宋燕已经给找好了答案，江清月便也默契地选择点到为止，眼下还是要赶紧先把春波的事儿给商量了。江清月先是大致和他描述了一下那些现代的农作物，宋燕听后甚至比刚才得知空间的事儿还要惊讶。当真有这么高产的作物？江清月点了点头，干脆把那些东西拿了出来，摆放到屋子中间。宋燕整个人都惊呆了。这个是玉米，未熟透之前我们一般是煮着吃的，熟透了之后就可以像小麦一样磨成玉米粉做饼子。还有这个红薯，可以烤着吃，煮着吃，蒸着吃，特别的顶饿。这个土豆吃法是最多的。说着说着，江清月顺手抱出上次吃剩的半个西瓜塞给他，籽儿要全部吐出来，好留着种。尝了一口西瓜的宋燕，怎么会有这么甜的西瓜？江清月还在不停地介绍，时不时又塞个番茄，拿个黄瓜递给他。这些都是能生吃的，快尝尝。这些要吐籽吗？不用，我这还有很多呢，你放心吃吧。等江清月讲完，宋燕已经被他投喂得发撑了。娘子，这些东西都是极好的，谢谢你带我开了眼界。只不过，你确定要把这些东西给拿出来吗？我们那儿有句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我分配到这里，不过既然来了，总要做点什么，也不枉费我在这个世界上来过。江清月说话的时候，宋燕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他的媳妇儿可太厉害了。确认过他的意愿后，宋燕便不再迟疑。这么多事，我来安排。解决完一件大事，江清月也觉得无比轻松，困倦随之而来。不早了，咱们睡吧。宋燕嗯了一声，只是躺下去的时候肚子还有点撑，无奈地揉了一下之后，随即翻身抱着身旁的人沉沉睡去。盖好房子，搬进新家之后，村长便马不停蹄把大家都给召集了起来。多亏了阿燕有先见之明，带了大家伙儿藏了那么多粮食在山上，咱们这会儿才不至于饿肚子。但是这些粮食也只能暂时撑上几个月，
咱们呢，还是要赶紧开荒播种了。我看山西对面那块地儿就不错，大家盖房子几乎把那边给挖平了，稍微10多下围起来就能种到了。那儿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光种那点稻还不够，大家可带了别的种子啊？我们家带了半袋子麦种。哎呀，小麦不行啊，现在种来不及了。我们家只带了菜种子，可咋办啊？哎，我们家带了点黄豆，正好缺菜种，到时候跟你换一点。村长见大家说了这么多，但是量都少得可怜，不由得心生悲凉。实在不行，咱们就开梯田吧，到时候大家辛苦点，勒紧裤腰带，省出稻谷，先多种些稻子出来。村长，我觉得开梯田的法子不错，只是不是现在，谁也不知道这山里的气候适不适合种稻，不能全压在这上面。是这个道理，那还能种点啥呢？现在去外面买种子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当初南方商人用船运输粮食过来的时候，清月无意间听说他们船上有一些稀奇的粮种，说是出海时从别的岛民那里得来的，产量极高。当时我们就买了一些，跟着粮食一起藏进了山洞。只不过这种子肯定很贵买来的吧？你要分给大家一起种？宋燕没有犹豫，点了点头。早上他已经和江清月还有家人都商量好了。好，阿燕、清月，你们两个放心，若是这些东西真能种出来，解了大家的困，我相信大家绝对会知恩必报的。众人也紧跟着附和。商量好种子的事儿，接下来就是准备开荒。见大家都在商量怎么除草，怎么开荒，一直没吭气儿的江清月终于开了口：能不能放火烧荒？没想到这清月年纪轻轻就懂这刀耕火种的道理了。这主意好是好，只是小心别引起山火呀。那是自然。放火前咱们先清理出一圈防火带来，以免山火乱窜。最好是挑没风的时候。这2日基本没什么风，如果没别的问题，咱们现在就可以去弄防火带，明天就可以烧荒了。两人刚说完，剩下的人已经哗啦啦开始站了起来。村长，我们现在就去干。是，早一天弄好，早一天就能春播了。众人拎着铁锹和锄头，哗啦啦的上了后山。不瞒你们俩说呀，这自打山下乱了之后啊，我就一天没睡过那安稳觉，不是担心这个，就是担心那个。好在这一路总算是熬过来了，如今这日子越过越好，我也放心了。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我现在这年纪啊也大了，很多事都比不上你们年轻人，把村子交给你们俩，我很放心。村长，你这是何意啊？我想把大家伙交给你们，以后让阿燕来当村长，带领大家过好日子。宋燕和江清月相视一眼，皆是不赞同的摇了摇头。村长，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一路你跑前跑后出了不少力，要不是有你在，大家也不会那么齐心。亲说的没错，我们做的也只是想让大家伙一块过上好日子，但是这村长我实在是做不来。况且村长您不是还想让我继续参加科考吗？现在日子安定，我也想多花些时间看看书。一听到科举，村长顿时迟疑了。还会有开科取士的那一天吗？会的，一定会有的。村长听后眼眶微微泛红，不禁再次对宋燕起了敬佩之意。虽然人在深山，前一瞬还在为吃饱饭发愁，但是依旧对后世怀抱着希望。这么厉害的人，怎么就被他们村给赶上了？好，不当就不当吧。开荒春播的事儿，咱们有的是人手，你们就多看少做，
有空啊多看书啊。这天早上，铁牛家的鸡刚咯咯哒地报过喜，不过片刻，铁牛就兴冲冲跑到江清月家的房前。俺娘让我送来的，给你们吃。等吴氏拿着鸡蛋站起来的时候，人已经跑没影儿了。一家7口望着桌上的3枚生鸡蛋，都陷入了沉思。咱们7个人，3个鸡蛋怎么吃啊？你好好的吃什么鸡蛋？你大嫂还怀着孕，正好给她2个补补身子。小月这几天育苗也累得不轻，给她也煮一个。娘，我就是问问，我没想吃。娘，我不用补。再说了，最近没少吃肉，还是你们吃吧，我不喜欢吃鸡蛋的。见几人推让不下，江清月直接开了口：别争了，这鸡蛋还是用来孵小鸡吧，等鸡长大了，大家就都能吃上鸡蛋了。哎呀，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用这鸡蛋孵小鸡最好，到时候就不愁在山里吃不上鸡蛋了。说干就干，吴氏当即就从家里找了个篮子过来。娘，把这篮子放在咱们那屋炕上，白天有太阳，晚上再烧火炕，还有温暖的被窝，保管这鸡蛋全部能孵出来。只要你不怕热就行。嘿嘿，有鸡蛋吃就不怕热。孵鸡蛋一般要21天左右，宋冬梅这急性子，没过2天就等不及了。江清月见他一天要跑进去几趟查看鸡蛋的动静，便打算给他找点别的东西先养养，分散下注意力。宋夏江自告奋勇跑到山西附近的地方去找兔子窝，没想到还真被他找到一窝兔子过来。带回家的时候，几个人都兴奋地围了过来。呀，这么多兔子啊！嘿嘿，我藏起来等了好久，等一家齐了，这才一窝全带过来的。全家都在一块儿，也省得他们彼此孤单。咱们呢，还是在大院里摆上供桌啊，大家都凑一凑，有什么拿什么，就在这儿给山下的祖宗们祭拜了。眼下情况特殊，我相信祖宗们泉下有知，肯定也不会怪罪我们的。话音落，众人纷纷附和称是，但是讲究多的老人们却依旧有些迟疑。这深山老林的，他们能找到来的路吗？这有什么难的？我们找几个人再下去一趟就是的。到时候啊，我们在山下给老祖宗们烧上纸，再给老祖宗们把进山的路引一。往后啊，咱们就在这山里祭拜，也不用愁了。这主意好是好，但村长还是有些不放心，毕竟下山实在是太危险了。于是便把决定权交给了宋燕，看他如何说。我和二哥带着大小伙一块下山。见宋燕很是淡定，村长便也点头答应了。临出发前，吴氏终于没忍住，拉着宋燕和宋夏江2兄弟叮嘱起来：告诉你们爹一声，咱们在山里一切都好，让他在下面别担心。还有，告诉他老大媳妇儿有了。吴氏絮絮叨叨念了一会儿，宋燕终于还是没沉住气。娘，爹他只是不见了，并不一定是不在了，说不定他还活得好好的呢。若真是这样，他怎么过了那么久还不来找我们？或许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总之咱们还是要抱有一丝希望。不过你放心，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我都会转告给爹的。见宋燕答应，吴氏安心的点了点头。下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村子就别回去了，万一有流民和乱兵路过就麻烦了。宋燕嗯了一声，随即带着另外3个人准备离开。大家伙这会儿都围在大门口给4人送行。铁大的爹直接从人群中跑了出来。你们还是把我带上吧，我想路过老林子的时候给俺爹烧点纸钱。给铁蛋爷爷的纸钱大家伙已经准备好了，放心吧，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会给他烧的。多谢了。在众人的目送下，
一行4人飞快地朝着老林子奔去。4人严格按照往年祭祀的流程，上了贡品，烧了纸钱，跪拜后也把进山避世的事儿给说了。结束之后，宋燕正准备站起身离开，哪知却被宋夏江一把拉了回来。三弟，你忘了答应娘什么了？我刚才已经把话都托给爹了。我怎么没听到？我默念的，不放心的话你再说一遍。宋夏江哦了一声，半信半疑地站起来。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回村。3人跟着宋燕一块回到村口，原本躺在地上的尸体，在乌鸦的啄食下已经白骨化，看着只是有点吓人，但并不像先前那么恶心了。3人大着胆子跟着宋燕一起挖坑，将尸骨都埋了。4个人收拾完后，便一起回到家中，打算简单过个夜后，明天一早再出发回去。哪知道4人才刚走到村子中间，忽然听到村外传来一阵马的嘶鸣声。大虎、小虎吓了一跳，连忙跑过去查看情况。片刻后又折返回来。官道上有2伙人在交战，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已经躺下去不少人了。宋燕半眯起眸子，暗自在心底算了算时间。看到出来的是什么人吗？太混乱了，看不清。不过那辆看起来很不同寻常的马车，有一群人死死守着，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走，咱们去瞧瞧。你不要命了？大晚上的去凑那热闹干啥？说归说，见宋燕去了，自己也立马拿着弓弩跟了上去。大虎、小虎亦是紧紧跟在2人身后。等4人赶到之时，2拨人正打得难舍难分，但是的确伤亡已过大半。眼看那群兵匪的大刀就要朝着马车里的人捅过去，宋燕当即拉起弓箭，朝着举刀的人射了过去。一箭正中胸口，人也应声倒地。宋夏江和大虎、小虎3人也拿出手里的弓弩，朝着几人射了过去。不多时，几个兵匪纷纷应声倒地。听见外面的动静，帘子里的人吓得缓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慢撩开帘子往外看了一眼。多谢壮士相救。路见不平而已，不必谢。那妇人见宋燕等人这般行事，更觉钦佩有加。我带着儿子是准备投靠孩子爹的，没想到半路竟然碰到了这伙强盗。要不是你们出手相救，这会儿我们恐怕已经成为孤坟野鬼了。说着，那妇人连忙让人拿了珠宝和银子过来，想要送给宋燕作为答谢。实在要谢，就送些盐巴给我们吧。那妇人听后先是一怔，这才明白好汉是缺盐了，连忙让人把盐巴全拿了出来。我们要不了几天就该赶到地方了，这些盐巴你们都带上吧。说着，那妇人打量宋燕4人一番，见他们衣着朴素，但身手又结实不凡，便有心问问4人是否愿意一同前往。不了，我们也只是路过，一会儿还要继续赶路，这里荒郊野外的，你们还是早点离开吧。壮士，我们还会再见面吗？些许吧，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等马车离开，宋夏江看到地上躺着一堆人，又犯了愁。这可咋办？不会还要挖坑吧？怎么还埋不完了？埋吧，如果你们不想等村子以后闹鬼的话。不过这活儿他们也不白干，那些兵匪身上都带了不少好东西。宋燕将金银财宝直接分成了4份，每人1份，算作辛苦费。剩下的东西打算带回山里按需分配。燕哥，我看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也不错，要不扒了？随你们高兴。哎，好嘞。说着，2兄弟就上手，把衣服和靴子都扒下来，装进篓子里。山里面正是缺衣服和鞋子，洗洗晒晒也不耽误穿。因为回去的时候背的东西太多太重，自然一直到了天黑后才回到大院。怎么才回来呀？这路上没碰到什么事吧？不等众人细问，自然已经将身后的背篓全给卸了下来。这些东西哪儿来的？我们在山脚下上坟的时候，
发现村外的官道上有人打斗，等人走了以后我们去捡的。众人不可置信地看了看宋燕，又看了看另外3人，下山一趟竟然能捡来这么多好东西。村长，这我们捡的盐吧，上回大家不是说缺盐巴吗？这个给大家分了吧。村长激动地看了看宋燕递过来的一大袋子盐巴。简单。谁家兵匪出门打斗还带这么多盐的？村长想不通，但也知趣的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众人高高兴兴地分了盐巴，道谢后便各自准备回去休息。宋夏江一路上兴奋地说着山下的事儿，说着说着就说漏了嘴。三弟妹，你要好好管管阿燕这小子了，胆子越来越大，别人打架啊，看看热闹就行了，他还要冲过去。说着，宋夏江立马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趁着吴氏等人还没听清，立马闭上嘴。但江清月还是听得明明白白。等2人进屋，不等江清月追问，宋燕便老老实实将山下发生的事儿给交代了。那孩子你前一世认识，所以你是特地去救他的？没错，他是个好孩子。上一世他过得太苦，亲眼目睹了母亲被虐杀，后来自己一个人逃了出去。我不想他这辈子再重蹈覆辙了。江清月不想在这个时候戳他的伤心事，于是便也没有多问。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家里人，你会不会已经跟着他们一块走了？不会，我已经厌倦了那样的日子，而且我觉得再没有比现在更幸福的生活了。这样的好日子我还没过够呢。江清月试想了下，很快也表示赞同。没错，现在的生活虽然条件上艰苦了些，但心底却是踏实轻松的。3月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清明过后，野菜接二连三的老去，纷纷抽出千姿百态的野花来。江清月近日心情好得不得了，可宋冬梅似乎就没有那么明媚了。原因无他，看着这么多鲜花却不能用来挣银子，实在是心痛。三嫂，要是咱们能弄点猪板油来，岂不是能在这里做鲜花皂啦？江清月对此很看得开，外面都乱成那样了，一时半会儿也不急着挣银子。不过为了宽慰宋冬梅，江清月还是提议，有空就多摘点花瓣回来，做成干花，以后说不定能用得上。于是2人没事就往山坡上跑。这天清早，正忙着，忽然听见一阵鬼哭狼嚎的喊声从大院外传来，众人纷纷停下手里的活计，抬头去看，就见一群孩子哇哇大哭着从外面狂奔而来。不要用手抓，我来一个个帮你们挑。你们是在哪里发现的马蜂窝？我们看山坳里面的花开得更好，就想往里面多走2步，结果在树上看到了那么大一个马蜂窝，我们还以为是蜜蜂窝呢，就想着打下来带回去弄蜂蜜吃。哪知道还没来得及动手，那些马蜂看见人就追着我们吃。婶子，这事儿主要怪我不该馋那点蜂蜜去冒险。江清月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们不过是一群想吃点甜的孩子，能怪他们什么呢？马蜂窝的表面有一层像墙一样的东西，蜜蜂窝没有，下回出门一定要当心了。想吃蜂蜜，等大人空了进山给你们弄去。你这是打算去偷马蜂窝？那边人来人往的，还是弄掉安心些。马蜂不好惹，你就别去了啊，交给我去弄吧。这东西就是给你准备的，先吃饭，吃完饭你再去。宋燕，点点点点点。早饭过后，宋燕和宋夏江2人全副武装的过去了，其他汉子也都带着火把跟在后面。驱赶马蜂的过程有些恐怖，但好在结果是好的。孩子们见此情形，都不由得欢呼起来。山里的孩子打小就皮实，疼了一会儿，又开始活蹦乱跳的往外跑去打鸟。只是没过多久，
野牛又领着一帮孩子再次跑了回来。见孩子们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江清月还以为马蜂又回来了，连忙就要去找艾草。婶儿，这次不是马蜂，应该是蜜蜂。江清月愣了一瞬，随即起身跟着孩子们去看。等几人来到山坡上的一片野花丛时，还没看到蜜蜂在哪儿，就已经先听到一片嗡嗡嗡的声音。奇怪了，昨天来这儿的时候还没发现这么多蜜蜂呢。之前有马蜂在，蜜蜂或许是不敢过来。毕竟马蜂是蜜蜂的天敌，吃它没商量。婶儿，有这么多蜜蜂在，是不是说附近也会有蜂蜜啊？应该是吧，但是这后面的山那么大，到哪里找去啊？说完，一道灵光突然在脑海里乍现。既然这里不缺野花，为什么不直接养蜜蜂呢？一旦有了这个念头，江清月便开始查找各种驯化野蜂的资料，结果发现比他想的要简单得多。其实野蜂压根就没有驯化一说，毕竟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外的，大多数都是工蜂，生活习性之类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只是产蜂蜜的地点不同而已。木嫂嫂、娘，你们快尝尝，这个肉粽绝对比白米粽好吃。慢点儿，你看看你嘴上的油，哪有你这样吃相的姑娘？宗燕擦了擦手，正准备去从里面挑一个包给江清月。你吃你的，我等下自己来。宗燕低头一看，只觉得自己碗里的粽子和旁人拿的都不一样。待他打开以后，一口咬下去，竟咬出个咸蛋黄来。呀，唯一一个带咸蛋黄的被你赶上了。就一个咸蛋黄的吗？家里咸鸭蛋不够，就只包了一个，讨个好彩头。嫂嫂，这粽子是你给三哥挑的，该不会你偷偷做什么标记了吧？此话一出，其余几个人都抿唇低头笑了起来。江清月自然是不肯承认的，哪有什么标记，只是赶巧了，我还是最后挑的呢。宋冬梅半信半疑地收回羡慕的目光，继续吃起自己碗里的肉粽，但是明显感觉没有刚才那么香了。这天，江清月和宋冬梅正要去摘野果子，忽然前方传来一阵隐隐的哭声。有鬼啊！孩子从野桃林冲出来，看到四人后就像是看到了救星，直接撒腿朝着四人跑了过来。说，婶儿，那桃林里有小鬼儿。说，就在那边。刚才我们正在树上摘桃子，突然一转头，就发现自己筐里的桃子越来越少。没错，那小鬼偷了我们的桃子不说，还趁我们不注意，拿桃砸我们。孩子们的话音刚落，忽然一个影子从树上一闪而过，没等众人细看是什么，一颗桃子便径直朝着几人砸了过来。宋燕一个翻身，利落地上了树，然后就听见树上传来一阵吱哇乱叫的声音。原来是野猴子啊！原来是群野猴子，我们还以为是撞鬼了。之前你们巡山可有在附近碰到过野猴子？从没见过，或许是他们知道这边夏天会有野桃子，所以才从别的山头跑过来的。两人说话的时候，猴群队伍里有一个看起来明显有猴王气质的猴子，三两下跳到众人面前，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宋燕，似乎在抗议着什么。猴子是有灵性的，他们只是来摘桃子，对大家伙没有什么生命威胁，咱们还是别伤害他们了。宋燕轻嗯了一声，表示赞同。宋燕便带着大家伙先离开，暂时把桃林留给了野猴子们。他们住在南面那座山，有些远。一开始他们没发现我，后来发现我后有些不高兴，我就没再继续跟下去了。不过这次过去可有个大发现。是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宋燕抿唇笑着点了点头，随即从怀里掏出一块半透明的石头递给他。这是什么？
你检查一下。这是盐？没错，是盐。你是怎么发现的？那群猴子回去的路上，明明不缺山溪，却一直不怎么喝水，还特地绕道去了一处山坳泉眼。几十只猴子围着一处山泉水，你一口我一口的喝了好一会儿。我觉得好奇，就等他们走了后，我赶过去尝了一口，这才发现那水里带着淡淡的咸味，于是便顺着泉水往上走了走，这才发现了这东西。江清月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头绪，便开口问问宋燕的打算。眼下大家刚得到了盐吧，一时半会儿还不缺，这事儿不着急，咱们从长计议，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夫妻二人商定后，就暂时压下不提，依旧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大院里刚刚恢复了2天的宁静，这天深山里却又传来了诡异的吼声。这是什么声音啊？听起来让人心里直打颤。我怎么听着像是什么大家伙？